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红衣少女坐在妆台前，一头柔软的长发整整齐齐地挽起，头上是金灿灿的凤凰头面，凤凰嘴里衔了一只珍珠，垂在光洁的额头，支起来的鬓上还斜簪了一朵大红色的山茶，花瓣边缘有些干枯，不是园子里新摘的，是下午急匆匆从瓶中插花中掐下来的一朵。园子里已经没有花了，夜色如墨轻洒，轰隆隆的雷声仿佛野兽的咆哮，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哗啦啦的声响犹如万马奔腾，不用想也知道，那些没有硬币的花朵已经让雨打成了一地残红。瘦的骨节突出的手指抚摸上枯萎的花瓣，他想着，不管再仓促，总要喜庆一些的。镜中人微微笑了，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啊！笑容蔓延，那张雪白的脸陡然僵住，在一瞬间宛如变成一张毫无生气的面具。下一刻，脸上的肌肉开始有了细微的活动，笑容慢慢隐没下去，痴痴的眸中泛出好奇和冷静的光。林妙妙斜坐着，仔细地打量镜中人的容颜，苍白的一张脸，细长的眉，杏眼，薄唇，再就是又尖又细的下巴，是个小家碧玉的长相。倘若这双水灵的眼睛瞳距再近一些，还有可能拼一把，做个双目能放电的狐媚美人，走走祸国殃民路线。只可惜凌瑜的瞳距略微宽，给人温和又没有攻击性的错觉，眼睛瞪成斗鸡眼，也是楚楚可怜那一挂。林妙妙长叹，美女主命就是美女主命，从面相上都看得出来。她抚摸自己瘦削的下巴，微皱眉头。凌瑜太瘦了，瘦得让人难受。古往今来，都是丰腴一些的女人才有福气，按照老一辈的迷信说法，这张脸是个薄福短命相。林妙妙站起来，大红的嫁衣落在了地上，铜镜中模模糊糊地映出她的身影。急匆匆的办婚礼，嫁衣不知道从哪儿借来的，并不合适，用细细的银针别出了腰身，宽大的袖口盖过了手，穿在身上直咣当，衣服上的金线刺绣缩在褶皱里，看不清细节。凌瑜瘦得像豆苗，含胸低头惯了，肩膀前倾，看起来有点畏畏缩缩的。妙妙用力把背挺直了，斜眼看镜子，看到了一张蹙眉不耐烦的脸，吓得立即舒展了眉头，可能是他对凌瑜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连带这副躯壳也被他嫌弃，这实在是不该。这个年代，人们在平行世界的穿梭已成常事，任何生活中的偶然都有可能触发一次多维空间的旅行。而林妙妙之所以一脚跨入了凌瑜的世界，都怪她在半夜义愤填膺地写了一篇书评。这本书正是狗血言情女王福州号称10年归来，华丽转身的转型玄幻大作捉妖。年少无知时，林妙妙曾经被那些生离死别的狗血言情欺骗了不少眼泪，10年之后，为了情怀熬夜在读福州，换来的却是深夜里寝室床上的一声声卧槽。什么转型大作，捉妖世界的外壳下面完全还是那熟悉的味道吗？喜欢男主的3个女人斗智斗勇，喜欢女主的男二求而不得，男女主角误会重重，一对小鸳鸯在阴谋与算计中你侬我侬，感情线乱得像一团毛线绫。妙妙为此愤而提笔写书评，写之前诚恳地挑选了一个有代表性的角色做切入点。如果说激起读者愤怒也算是成功的话，女3号凌瑜应该算是整本书中最成功的一个角色了。她坏，可是坏的不那么典型。她习惯于以受害者的姿态恩将仇报，背后捅刀，还要装出一副楚楚可怜模样。这个角色从头到尾阴郁怯懦，爱慕男主却不敢与女主正面竞争，除了变态般意淫着得到男主，就是暗搓搓的挑拨离间，暗害女主。假如反派女2号是骄傲威风的猛虎，她就是阴暗处啃人脚趾的老鼠，或是迷桶里坚守自盗的蛀虫。她一边享受着主角团的庇护，一边琢磨着如何挖墙脚，像墙缝里又湿又绿的青苔，湿哒哒，阴恻恻又甩不脱。这种奇妙的气质让林妙妙感到生理性厌恶，相比之下，她反倒觉得骄纵任性，坏得光明正大的女2号端阳地基可爱得多。作为炮灰，凌瑜的命运自然好不到哪去，感情之路尤其坎坷。她一生嫁过2次，第一次是应邀与她心心念念的男主角柳福一做一场成亲的假戏，还没等她陶醉，短暂的梦就破碎了。第2次，她嫁给了女主慕瑶的弟弟慕生，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丫鬟收了伞站在门口，衣角滴滴答答淌着雨水，她颤抖着声音，活像只小鸡仔。小姐，吉时到了。小丫鬟的一张脸铁青，手都在微微发抖，显然是怕到了极点。妙妙应了一声，急匆匆沾了点胭脂胡乱抹在唇上，挽着丫鬟湿哒哒的袖口往出走。油纸伞几乎要承受不住这么激烈的雨，雨水汇成一缕，
小溪般从伞沿上流下。小丫鬟持伞的手指打颤，一颤，那雨水就迸溅一些到妙妙单薄的喜服上，不一会儿肩膀就阴湿了一片。妙妙有点不高兴，劈手夺过伞柄，大伞稳稳地罩在了丫鬟头上。沿着曲曲折折的连廊，一路无话，妙妙没话找话。你看见了吗？丫鬟紧紧贴在了妙妙身边，带上了哭腔。小姐不怕吗？那个好可怕。除了寡妇，没有人会在夜里结婚。就算是寡妇，也不会选择这样雷雨交加的夜晚。因为这次成亲本就是一个局。这应该就是柳福一邀请灵鱼假扮新娘子的那一次，目的是要引出一只大妖。慕瑶和柳福一是1个月之前落脚太仓的。太仓郡虽小，但是富得流油。富庶的太仓库人口众多，外来人挣破头的希望能在此安家落户。可是上个月起，几对新婚的小夫妻在入洞房前双双失踪，传闻有人看见妖怪出没，流言四起，恐慌瞬间席卷了这座小城。一时间，太仓郡没人敢再办喜事。但嫁娶之事乃是寻常，长久废止不是办法。本来不信鬼神的太仓郡郡守林禄山，挺着大肚子发了3天愁，憋到最后也扛不住，广发告示，开始招揽能人异士。原书的男主角柳福一和女主角慕瑶游历到此，当仁不让地留下来为民除害。捉妖的日子里，他们就住在郡守府，也就是原主灵鱼的家。主角团来的第3日，妖怪就主动送上门来。他缠上了郡守的掌上明珠灵鱼。年方16的灵鱼未许良人，白天正常，夜里却总梳妆打扮，穿上喜服要嫁人，在空无一人的大堂里与空气拜天地，像是中了什么邪。柳福一守在身边，在灵鱼一个人入洞房的瞬间祭出9玄收妖塔，一下子就迫使附在灵鱼身上的狐妖显了形。这狐妖本想吸食人的精气，却被迫显出原身，面目狰狞，直爪锋利，一声巨啸，就朝手无寸铁的慕瑶扑去。训练有素的捉妖人慕瑶冷静地与其酣战。柳福一在这当口捞起了地上的受害人灵鱼，像个脚踩祥云的大英雄从天而降，将其从幻梦中救了出来。灵鱼躺在他怀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心跳加速的滋味。吱呀门开了条缝，丫鬟唬得半退2步，妙妙看着他摇摇欲坠的模样，有些不忍心。你下去吧，我自己进去。丫鬟倒退1步，虚脱般一屁股坐在了水洼里。书里的细节有些记不得了。林妙妙在心里为自己打了气，素手推开了门。柳福一长身玉立，正背对他站着。这位显然就要放松的多了，喜服下面还能看得见他常穿的白衣的边角，原来是随便在外面套了一件喜袍。人家只当这是一场无足轻重的戏，可怜原身为之激动的夜不能寐。柳福一闻声转过身来，果然是眉目如画的一张脸。原书中写道，柳福一身体羸弱，因此身材瘦削，面色总是苍白，但也因此带上了一丝出尘的仙气。他温润和蔼，但眉宇间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林妙妙读到这烂大街的设定时，心想，这样的男人又可接近又禁欲，又亲和又有神秘感，的确是最招女孩子们丢魂的类型。他看了柳福一2眼，也就丧失了兴趣。柳福一开口了，妙妙。妙妙被吓得一个哆嗦。你叫我什么？柳福一微皱眉头，有些迟疑。我记得你的小字叫做妙妙。林妙妙拉长了调子，一点也不高兴灵鱼还与自己共用一个名字，是妙妙，是妙妙没错，你突然这样叫，我没有反应过来。柳福一微微笑了。今日你我大喜之日，该叫得亲近些。男主角说起情话，令人骨头酥软。妙妙看着柳福一的眼睛，在其中读出了清明的期许。很好，男主角身先士卒，提醒他做戏要做全套。福一，他乖觉地叫了一声，看见柳福一眸中闪过欣慰之色，朝他走来。他心中突然闪过一丝疑云，等等。柳福一面带疑惑地顿住妙妙，在身上摸了半晌，最后在腰间找到了一只核桃大小的红色绣球挂件，揉成一团，朝对方丢过去。绣球砸到了柳福一胸口上，又弹开去，落在了他脚边。柳福一叫他这一砸弄得发愣。你再给我扔回来，快！他催促着，额头上冒了一层细细的汗。柳福一弯腰拾起了那枚小小的绣球，绣球下的红色流苏托在他苍白的手上，他的端向着他，神色凝重起来。快呀！林妙妙竖着耳朵注意着屋里的动静。他轻轻一抛，那绣球朝着妙妙飞来，在中间不知碰上了什么东西，竟然生生折返回去，又弹回了柳福一脚边。柳福一神色瞬间变了，这中间有一个看不见的结界，过得去，出不来。假如他们2人谁往对面一走，谁知道会不会与这绣球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这个看不见的结界中。妙妙斟酌着语句提醒。
福一，我们可能不在一个地方。原书里这个设定实在是太复杂了。作为求真务实的数学系学生，林妙妙读到这里时百思不得其解，甚至画了个示意图，仔细思考了一下，思考的结果是福州的物理一定没学好。他神乎其神地叙述了这个令人咂舌的现象，竟用怪力乱神、囫囵吞枣地加以解释，一点也没能尊重自然科学。林妙妙为他找了个最合理的解释，他和柳福一彼此看得见，是两个空间拼凑在一起的结果。事实上，他们可能在房间的两端，可能正背朝着背，是一股力量将他们所在的空间扭转了，中间那一道看不见的屏障，就是被扭转的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边界。一旦有人穿过来，之前的边界所在的位置会迅速变成了一堵墙一样的实体，将两个人都困在里面。这妖怪费这么大劲，究竟为什么呢？福州也没有解释。左右这本书是本供给消遣的言情读物，没人在意里面的逻辑。林妙妙忽然听见房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是夏天北方的暖气管里发出的阵阵水流声。柳福一耳聪目明，听了妙妙的只言片语，竟然也全部反应过来。他侧耳凝神，严阵以待，只听他较低声道：他来了。妙妙和柳福一之间的空气抖了一抖，慢慢震颤起来，像雨水滑落下玻璃窗，里面浮现了人影，赫然是他和柳福一紧挨着站在一起的画面，只是背景全部虚化了，像雾一般。对面的柳福一开口，声音嗡嗡的，好像隔着什么东西传来，沉稳里带着些许惊疑。妙妙，我看不到你了。看不到。眼前，他和柳福一正肩并肩站着。林妙妙抬头，画面中的女子也微微抬起头，妙妙笑了一笑，画面中的她自己也跟着笑了一笑，旁边的柳福一却眸中无神，满脸警惕，像是一根绷紧了的弦。福一，在我这里，我看得到我自己，也看得到你。妙妙看见柳福一思索了片刻，神色松弛下来，眸中闪烁出志在必得的光芒，她不确定道：你知道它是什么了吗？妙妙面前的水幕墙抖了一下，波纹震颤，画面有些模糊。林妙妙心里窃笑，老妖怪，别人比你聪明，气坏了吧？福一眸中浮现出笑意，一张本如谪仙人一般从容的脸，竟然迸发出了一丝骄傲的鲜活。他从怀中取出九玄收妖塔，置于右手掌心，左手在空气中飞速地画了几笔符咒。林妙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座塔，原来男主角的这个金手指竟然这么小，巴掌大的一座木塔，总共7层，高不过10几厘米，像是小孩做手工时用木片拼成的工艺品。这玩意真的能收掉如此玄乎的妖怪吗？柳福一飞速念了一串口诀，又低又快，听不清楚，只听得最后骤然抬高声音的2字：水镜。啊，身负男主光环的柳福一真不是一般的聪明，这老妖怪的的确确是一面镜子。太仓郡那些新婚的男女，就是让这面镜子夺去了性命。按原书描述，这水镜曾为远古妖王所用，在长期的妖气浸染中获得了灵识，拥有移动空间的能力。他没有修成人形，却有心魔，要不断吞吃凡人以满足欲望。100年前，他就曾因为伪装成梳妆镜，吞吃掉了使用他的女子们，被一个路过的道士出手封印。当初封印他的道士是个半吊子，没法彻底灭了这害人的镜子，只好绞尽脑汁地下了一道封印。道士是个自负的道士，平日里喜欢钻研一些数学问题，并以此为傲。他与魔镜搏斗了半天，最后折中出了这样拗口的规则：除非有人从9尺外一步穿过镜子，又照了镜子，才有可能被吞吃。道士觉得洋洋自得，正常人谁会一步9尺？水镜在如何能耐？到底是一面单面镜，穿过了镜子便到了镜子背面，根本照不到镜子，怎么可能被吞吃？双保险，我简直是天才。他这样想着，颇为自满地骑着毛驴离开了。林妙妙看完这一段文字，为福州曲折的脑洞折服，她当即心想，只要水镜下个妖，把自己折成一面双面镜，再引人穿过，一切不就完了？她只敢默默地想，因为对待辛苦码字的小说作家，读者应该宽容一些。毕竟这本书的要义是感情纠葛，欣赏重点就好，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林妙妙接着看下去，倒是自以为出了道无解的题，却万万没想到，执着于数学题的学生水镜，经过100年的认真钻研，真的得到了最优解。他选择了即将入洞房的男女，在2人相隔9尺的时候，将空间瞬间进行转移，塑造2人面对面的假象，自己则藏身于空间和空间交界处的夹缝中。就像刚才他和福一那样，一步9尺跨过镜子，完全不是梦。穿过了镜子之后，水镜迅速使扭曲的空间恢复。而空间的边界是个妙极的存在，它很暧昧，既可说属于假，
也可说属于以只要水镜跟着媒人的一边扭回去，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镜面又朝着小情侣了呢。这下子，方才穿过镜子又照了镜子的一方会被镜子吸走，赶去救爱侣的另一方会被水镜再次扭转空间，将9尺缩为1步，此人会在1步间穿过了镜子。于是救人的也没能落下。林妙妙仔细思考了一下，发现只要这两人不是面对面相隔9尺，以上推论全部成立。水镜一个低等生物，竟然能想出如此机智的办法，简直让林妙妙肃然起敬。这可能是全书智商最高的妖怪了，想到要打死他，他还有点不舍得。木塔骤然飞脱拂衣的掌心，迅速变大，竟在他们头上投下了一片巨大的阴影。林妙妙有些担心他一头撞在殿顶上。下一刻，妙妙面前的水镜碎了，迅速化作一阵玻璃片似的旋风潮，在木塔的追逐下夺门而去。扭曲的空间恢复，他看见了柳拂衣的身影，他果然离他约3米远，且背对着他。柳拂衣转过身来，对上他的眼眸，眼中微有惊艳。妙妙，你比我想象中的聪明又有胆色的多。他由衷夸赞。不敢当。妙妙思忖了一下凌雨可能的反应，规规矩矩地遵照原主的性情，低下头，扭捏又羞涩地答道：柳大哥真是谬赞了。柳拂衣微微错愕，随即宽容地笑了。可有伤到？妙妙娇羞地摇摇头，斜飞一个媚眼看他，看得柳拂衣一时语塞。许久，他斟酌着开口：林姑娘可否为在下解惑？刚才我们没有人穿过水镜，按道理应该在镜子的正面和反面，为何你还能看到2个人并肩而立的画面？原主气质一上身，就把柳拂衣吓得生分了，连妙妙都不敢叫了。我猜可能是老妖怪把自己缩减了，露出了你的身影。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倒影和真正的你。在你那边，我被水镜挡住了。柳拂衣眉头一跳，自然地接道：我看到的是水镜的背面，所以看不到你。他以拼接的画面引诱你穿过镜子一探究竟，他又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微笑，原来是这样，实在是妙极。妙妙冲他笑笑。柳拂衣智商很高，要是接受现代教育，想必也是大神级人物，比挣扎在及格线上的他强。对了，木瑶呢？妙妙有些困了，跟着拂衣往出走，打着哈欠随口关心。外面暴雨已停，只留下满地明镜似的水洼。瑶儿，柳拂衣神色有些奇怪，瑶儿伤重未醒，现下不是正躺在西厢房？林妙妙脑子里嗡的一下，仿佛当头一棒。一瞬间，那些模糊的剧情犹如海水倒灌，哗啦啦一下子全记起来了。他怎么把这件事忘了？也是他看书囫囵吞枣，情节只记得个大概，也是他刚刚穿来这个世界，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竟然把这么一个重要的情节给记差了。仿佛是讽刺，耳边适时传来系统机械的声音：任务提醒。任务1 1/4进度，本次分任务已作为样例赠送给宿主，任务已完成。样例赠送。妙妙呆滞了1秒。任务1是啥来着？对了，欺负女主搞破坏，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开始搞破坏，系统就已经帮他干好了。黑锅背在他身上。这个任务是什么？他颤抖着想起来，书中的完整情节是这样的。那一天，柳拂衣以9玄收妖塔将附在凌鱼身上的狐妖逼出，转而去救他。气急败坏的狐妖扑向了木瑶，木瑶强行收了狐妖，也在此战中受了重伤。狐妖已死，可是主角团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细节。为什么以往的案例都是一对新人受害，只有这一次是一个单身少女？为什么凌鱼显得神志不清，而那些失踪的新人们在成婚当晚一切正常？原来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这狐妖不过是个占小便宜、建立起义的模仿作案者，想要借着水晶制造的新婚案的名头吸食精气，没想到才冒了个头就被主角团打死了。真正的凶手既然偏爱在别人成亲的时候作案，其中必有缘由。为了引出真正的大妖，拂衣决定速战速决，办一场假的婚礼，于是才有了今晚的一切。而有女朋友的柳拂衣会找另一个女人凌鱼做戏，完全是因为木瑶伤重不能起床啊。捉妖当晚，拂衣安顿好昏迷的木瑶，将西厢房门窗紧闭，画好了封印符，才安心容留他心爱的女人一个人躺在房里。可是凌鱼干了什么呢？他趁柳拂衣走了以后，悄悄地将墙上的符咒擦了，又将门上的符纸撕成了碎片。他留下失去意识的木瑶，躺在不堪一击的西厢房里。妙妙捏紧袖口，露出了痛苦的神情。凌鱼完全就是故意杀人。他喜欢柳拂衣呀，可是拂衣身边已经有了那样美丽又高贵的木瑶，如果木瑶能在大妖的攻击中稀里糊涂的死去，如果木瑶死了，如果这场婚礼弄假成真，她真的成为了他的新娘。妙妙手臂被柳拂衣拖住，
他微微靠过来，脸上是关切的神情。你怎么了？不舒服吗？林妙妙下意识地与他保持距离，想起来所处何时何地之后，又立即贴近。他脸色苍白，一把抓住了柳福一的手。柳福一不习惯与其他女子离得这样近，自然地向后躲闪了一下。慕瑶，他发现他的眼里的神色几乎从惶急变成了哀求。你去看看慕瑶。福一神色缓和了一下，像安抚受惊的小孩一样安抚道：瑶儿没事，我在他房门口画了符咒。没用的，都被他毁掉了呀。被九玄捉妖塔追得无处可去的水镜，一头冲进了毫无阻拦的西厢房，发现那里躺了一个捉妖人，恐惧使其发狂。慕瑶自昏迷中醒来，发觉身旁沉重的妖气，强撑病体与水镜打斗，体力越来越差，生死一线间，去外面采药的木生回来了。想到黑莲花，妙妙心里一个哆嗦，那是原身灵鱼的第二个丈夫，也是她这辈子的黑色梦魇。我心里慌得很，我怕慕瑶有危险，我们现在去好不好？妙妙快要哭出来了。她在这个世界里，任务只2个，一是勾搭木生，二是暗害女主，棒打鸳鸯。出于人设考虑，系统规定她绝对不可以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她能做的只有2件事：补救或者甩锅。柳福一觉得这位郡守小姐的喜怒无常和突然的任性很奇怪，但她向来温和宽容，只是劝道：天晚了，你回去睡吧，我去看瑶儿。你现在就去。妙妙不依不饶。福一无奈地笑了：我先去看看收妖塔有没有收到水镜。这个男人不听劝。妙妙在心中咆哮：那你让木生快些回来，慕瑶是女孩子，她身上有伤，你们不能留她一个人。柳福一愣了愣，竟然笑着拍了拍他的头。好。这个状似亲昵的动作差点将林妙妙鼻子气歪，原身今年也有16岁了，她竟然如此自负，把她苦口婆心的警告当作孩子话。柳福一见妙妙死死瞪着自己，只得在他的注视下撕了一片联络符。阿生在哪？我且去料理大妖，你快些回来，看着瑶儿。说完，将这枚联络符放在了妙妙手心，神情无辜又无奈，好像在说：现在可以了吧？不可以。妙妙哀叹，照被耽误的时间来算，恐怕等木生赶来，慕瑶还是免不了要面对水镜了。天晚了，林小姐操劳，我送你回去睡吧。福一温声建议。经历了今天这一难，妙妙觉得福一对她的态度都变了。她裹紧了衣服，我们还是先去看。手心忽然一热，那片联络符迅速燃烧起来，一道青紫的火光一瞬间将黄色符纸化作黑灰。福一脸色霎时变了，下一刻，二人都听见远处传来了震碎天幕的咆哮。咆哮缠绵在天际，搅动乌云翻滚，随即是激烈的打斗声响。远处水镜发出濒死的巨大嘶鸣，伴随着女子的娇斥。这个远处非常微妙，声音传来的那个方向只有一个西厢房。林妙妙牙齿直打颤，牙缝里哆哆嗦嗦挤出来一句话：慕瑶。柳福一二话不说，转身飞掠而去。林妙妙提起裙子跟上，可是原主这副躯壳实在柔弱，没跑2步，肺中就如同塞进了棉絮，呼吸间隐隐带上了铁锈味。不合身嫁衣的裙摆太长，啰嗦的缠绵在脚下，一个不小心，妙妙就让她绊了一跤，扑通一下摔倒在水洼里。林妙妙感觉糟透了，强忍着抹了一手泥水的肮脏感，手脚麻利的一咕噜爬了起来，拖着泥水四溢的裙摆直奔西厢房而去。按照剧情，满心欢喜巴望着要嫁给柳福一的灵鱼，见到福一抛下她奔向慕瑶，瞬间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失魂落魄地追到了西厢房，恰见到男主抱着女主连声安慰，心里的痛苦的妒忌漫出了天际。凡是灵鱼出场的戏份，他都不能缺席。漆黑的夜色中，西厢房四周亮如白昼，远远的便能看到一座巨塔悬于空中，塔下投射出光芒万丈，每层的塔窗漫出金黄的光，那座颇为秀气的小木塔竟变作神似飞行器的庞然大物，令人叹为观止。柳福一的身影一闪，进了院中，妙妙立即跟进去。西厢房被光芒照得分毫毕现，屋顶已破了，碎瓦片下雨一般哗啦啦地洒下来。远远的看到化作水龙水镜碎片如潮，纠缠在空中，摇头摆尾，光芒闪烁间，隐隐露出个纤弱的身影。那身影正是慕瑶。瞧他的模样，似是力有不逮，摇摇晃晃，显然身上的伤使他处处掣肘。再这样缠斗下去，慕瑶凶多吉少。柳福一站在原地，勉力镇定心神，划了符咒，刹那间九玄捉妖塔旋转落下，火焰一般的光芒灼烧着水镜，空气中的嘶鸣声越发凄厉。慕瑶气力不支，扶着手臂，水镜拼命甩尾间，他转眼又要挨重重一击。在那个瞬间，凌空飞过来一道鹅黄的身影，像一道旋风似的栖进了空中。
那人手腕翻飞，动作眼花缭乱，骤然有几簇烟火在水镜碎片间炸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被波及的水镜瞬间破碎开来，流星一般拖着一条条冒着烟的尾巴直坠下来。这是捉妖世家木家标志性的炸火花，不需符咒便可实施，威力巨大。林妙妙跳来跳去，躲避着天上掉下来的玻璃片，顽强地朝天上看上来，就用了炸火花，想必那鹅黄色的就是黑莲花了。他是慕瑶名义上的弟弟，却扭曲地迷恋着慕瑶。他在慕瑶面前天真善良，伪装成一朵招人怜惜的小白花，可是实际上性格阴郁、狠戾，报复心极强，几乎没什么三观可言。换言之，他是个心机深沉的黑莲花，在乎的只有那个没血缘关系的姐姐。妙妙觉得这个人格分裂、带着点病娇属性的角色相当有张力，算是老一派言情小说作家福州的大胆突破。可是欣赏这个角色，并不代表他在现实生活中会喜欢这么一个阴郁的少年。木生当然不是真心喜欢凌瑜，向姐姐表露心迹被拒绝后，彻底黑化的木生将一腔怨气全撒在了一直暗中给木瑶使绊子的凌瑜身上。他假意接近凌瑜，成婚后对其大肆羞辱折磨，无所不用其极，又给他下了情蛊，使其不能对外人言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凌瑜很快就被折磨得早生华发，精神恍惚，落得个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林妙妙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后背发寒，下意识地梗着脖子朝上看那一抹鹅黄如闪电，搅碎了漫天黑云，又快又凌厉。而他的出场不是黑，不是白，偏偏是这样鲜丽的鹅黄。木生此人，外面包裹着诱人的糖衣，内里是刀。柳福一满脸严肃地操控着空中的九旋收妖塔，汗滴顺着脖子往下淌而不自知。云层中间，木生动作太快，以至于围观群众只能看得见一抹浅黄晃来晃去。他借着炸火花劈开一条路，靠近了木瑶，脱了右手腕上的一个钢圈，朝着水镜一砸。那钢圈有如哪吒的乾坤圈，瞬间便将水镜打散开去，又变作呼啦圈大小，扑过去缠套住了水镜。水镜被套在圈中，挣扎不过，左右扭动，想要展开撑破这不起眼的小圈，却如同膨胀的气球被扼住了脖子似的，被死死套住不放。收妖塔光芒越来越灼热，负隅顽抗的水镜在巍峨的塔身面前落魄得像一尾泥鳅，拼命甩尾也摆脱不了被吸进塔中的结局。收妖塔完成了任务，原地打了个转，灭了灯光，摇摇晃晃地缩减身量，又变回小巧玲珑的模样，一溜烟浮到柳福一身边来，好似妖宠的小狗。柳福一此刻顾不上嘉奖他面色苍白，眼睛片刻不离地盯着木生怀里的木瑶。木生拦腰抱着木瑶，从空中慢慢坠下，远看上去是道猛得不行的小旋风，离近了才发现他有多狼狈，衣服划破了数道，脸上也挂了彩。妙妙打起精神来，借着灯笼发出的暖黄微光，仔细地打量了一回木生。木生是福州笔下男主中的一股清流，他不穿白衣也不穿青衣，英雄就美一出场，穿着少女才会穿的鲜亮又柔软的鹅黄色。这鹅黄很淡，引人注目又不至于抢眼。沿着衣领边缘掐了一道黑色的边，刚硬又霸道，这衣裳穿在他身上竟然不显柔，只显翘。不仅如此，他还扎了个高高的马尾，从正面可以看到尾端的白色发带恰到好处的点缀在发间，一股由内而外的少年气，犹如玻璃碗里的柠檬香。他的头发极黑，额前碎发微卷曲，自然的向两边分开，露出漂亮又柔和的美人尖。额头白皙，抬眼向上一看，黑眼珠极亮，如湖水中完整的倒映出两枚月亮。妙妙叹了一回，中分和美人尖时再是绝配。又暗自叹了一回，木生与他想象中完全不是一个模样。福州大部分比例集中在柳福一身上，写他柔和又寂寞，冷淡又多情，力图用大量的外貌描写突出男主角多变又奇异的魅力，以至于妙妙见到柳福一，第一时间就能对号入座。相比之下，可怜的男二号木生连外貌描写都没有几句。要不是黑莲花使用了自家绝技炸火花，暴露了身份，他根本不相信眼前这少年就是木生。他以为作为一朵合格的黑莲花，会是那种不显山不露水，低调又阴沉的气质。眼前这个少年远远走来，发尾露出个尖儿，上下摆动，使人联想到初春第一朵鹅黄的迎春花，或是柳条上刚发出的嫩芽，或者饱满的橘子咬下去的一口汁水迸溅。这样的人竟然是个病娇，人格分裂，心理变态，像是一朵内里早已坏死的鲜花，这怎么能不让人绝望？木生和柳福一已经争执起来。我不过出门采个药，阿姐就能出事，你到底是怎么看的人？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陪着他，别丢他一个人，你……阿生，木瑶虚弱的声音响起，他躺在西厢房的床榻上，伸出纤细的手臂，
拉住了木生的袖口。方才还满脸戾气的木生瞬间变了脸色，温柔地看向慕瑶：“阿姐，疼吗？”他瞪圆眼睛，长睫根根分明，弯出一个带韧性的弧度，乌黑的眼珠反射出慕瑶的脸，那样无辜的神色，好像受伤的不是慕瑶，而是他。林妙妙让这转变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木生皮肤白，像是剔透的白玉，脸上的血道子便显得格外突兀，触目惊心。慕瑶看着弟弟的脸，冷淡如他，也被逼出了一丝笑意。我没事，可是我痛。木生抓住他的手不放，将其贴在脸上，竟然撒起娇来。木生生了一张精致的脸，到底没有血缘关系，姐弟二人虽然都很美艳，但不是一种美法。慕瑶的美让人想起山巅上洁白的积雪，清冷疏离，孤傲高洁。木生则恰好相反，他是一朵带毒的花，眸中含情，有一种介于少年和少女之间的青春又堕落的毅力，能引诱人沉沦。慕瑶咳了2声，对眼前的撒娇视而不见，冷淡地抽回手去。疼就回去上药，还有力气在这里大呼小叫。善良纯洁的慕瑶以为自家向来乖巧的弟弟是一时炸了毛才对柳拂衣咄咄逼人，觉得他不讲礼貌。木生怔了怔，轻飘飘地看了柳拂衣一眼，眼中的威胁意味一闪而过，马上又被一副委屈的神情取代。长睫轻覆下来，宛如扇子从没精打采地扇不起来。阿姐，我不是故意发火的，今天要不是我赶回来，你差点出事了。我都告诉过他不要把你一个人丢下了，一时片刻都等不了吗？柳拂衣站在一旁，心疼地注视着慕瑶，满眼隐忍的自责。好了，慕瑶揉着太阳穴，耐心道，是我让拂衣去的，我本就没什么事，又不是小孩子，还要人看着。拂衣是想快点把大腰捉住，捉妖比姐姐的命还重要吗？木生气得很了，骤然抬高了声调，他把你一个人放在房间里，姐姐你一点也不怪他吗？他瞥了柳拂衣未来的急脱掉的喜服，恨恨道，他跑去和别的女人成亲。木生，慕瑶终于怒了，都说了拂衣是与我知会过的，成亲只是做戏，你怎么不依不饶？他吸一口气，爹娘是怎么教你的？除魔未到之家，怎能出贪生怕死之辈？木生气的心火旺盛，咬着牙退了2步。柳拂衣忍不住扑到床边，将慕瑶抱在怀里，闭上了眼睛。瑶儿，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慕瑶一腔怒火瞬间化作似水柔情，她捧着拂衣的脸，别自责，拂衣，顾全大局是对的，阿生也是气急了。二人额头相抵着，开始缠缠绵绵诉衷情，声音越说越小，最后便做了耳语。林妙妙偷眼看着僵硬的站在一旁的手握成拳的木生，幸灾乐祸。倘若愤怒能化作火，木生此刻绝对能把整间屋子都烧了。下一秒他就笑不出了，又咸又苦的液体流进了嘴里，他一抹脸，竟然摸到了一手眼泪。怎么回事？他居然在不受控制的流泪。妙妙拼命回忆原剧情，追着拂衣跑到西厢房的凌瑜，看到主角鸳鸯秀恩爱，心知嫁给心上人的梦想破碎，当即站不住了，靠着墙坐下来，在角落默默流泪。凌瑜的失望的神色被站在一旁的木生收入眼底。黑莲花对于人情世故是多么体察入微，他一下子看出了凌瑜少女怀春的小心思，瞬间对她产生了怀疑。也就是说，鹅黄衣衫的少年转过身，一步一步朝角落里的他走来，他的眼珠乌黑，水润润的，宛如一片波澜不兴的湖。他的眸光落在妙妙泪痕斑斑的脸上，轻巧地打量了一番，眉角轻轻一压，飞快地闪过一丝冷淡的杀意，随即似笑非笑地抬了眼。林小姐，虎口脱险如此幸运，不知你哭什么？林小姐，你哭什么？妙妙吃得笑了，可是眼睛如同失控的水龙头，还在系统的作用下拼命流泪。她努力弯起一个巨大的笑容，又哭又笑，泪流满面地看着他。木生愣住，低眼望着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太感人了，他干脆捂住眼睛，放任眼泪如洪水泛滥。木生脸上的笑僵硬了，透过指缝，妙妙看清了他的表情，那双黑润润眼睛望着他，满眼都写着脑子有病。木生站定不走，等着他把手放下来。他慢慢蹲下来，一张俊俏的脸靠近了他，近的可看见他根根上翘的睫毛。感人。妙妙点了2下头，又向床榻上执手相望的二人投去艳羡的眼光。倘若我与木姐姐一般幸运，能有柳大哥那样的爱人，那就太幸福了。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良人啊？泪珠从指缝里滑落，林妙妙用浸足了水的眼睛从指缝间偷偷观察他。木生多疑，到了这一步，与其遮遮掩掩惹他猜疑，倒不如破罐子破摔，全部展露出来。只不过他说着说着，反而带出几分真情实感来。想他林妙妙在真实世界，一个花季少女，新鲜的像树上挂下来的青果儿一样，
长到20岁还是无人问津，被系统选来配给大魔王，多么的可悲。木生微微蹙眉，原因是夸赞柳拂一触到了他的逆鳞，但他眼里冰冷的杀意如被风刮散了，逐渐转变成促狭的笑意。他慢慢伸出手指，有意地触上了妙妙的唇，柔软冰凉。妙妙宛如被施了定身术一般，浑身僵硬，只能感觉到他冰凉的指尖从他的下唇角开始，沿着唇形一路勾勒，最终停在了唇珠上，手法轻柔，宛如情人之间的暧昧的小小一曲。林妙妙浑身汗毛倒竖，联想到杀人分尸前的比划。林小姐抖什么？她无辜地抬起眼，抬手为她展示指尖鲜艳的一抹红，你的胭脂涂到外面去了，像是刚吃了小孩。说罢，她露出一个笑容，像是一个明朗又顽劣的少年与她开玩笑。林妙妙的脸瞬间涨红，该死的柳拂一，看着她出丑好几个时辰，也不知道提醒她一下吗？捉弄够她的木生站起身来，丢给了主角鸳鸯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转身离去，发梢无比青春的跃动了一下。第一次与黑莲花交锋，妙妙已经汗湿后背，终极目标是攻略她。算了，能活一天算一天吧。自打林妙妙穿过来，她一举一动都容易引起丫鬟们的围观。太仓郡是鱼米之乡，产的水稻颗粒饱满，粒粒分明。太仓郡小姐的待遇实在优厚，晶莹剔透的精米蒸得软硬适中，上面还撒了芝麻粒、花生碎，满口生香。菜品就更不用说了，凌瑜才16岁就有自己的厨子，顿顿饭4菜1汤，珍馐点心变着花样做。糖醋鱼用的是最新鲜的鲈鱼，肉质鲜嫩，龙井虾仁更是绝妙，清明前后的龙井茶气味幽香，毫不逾矩地衬在饱满的虾仁下面，吃多少都不会腻。妙妙胃口好极了，面前的米饭碗迅速见了底，露出细腻瓷底上一朵精致的红梅来。她把碗一推，奇怪地发现旁边的2个大丫鬟都呆呆地盯着她看。妙妙，看我干嘛？添饭啊！丫鬟甲接过她那只圆溜溜的小瓷碗，喜滋滋跟丫鬟乙摇耳朵。小姐胃口好了，往常不是只吃1两饭还发愁吗？林妙妙耳朵雀尖，瞬间就变了脸色。开玩笑，1两饭怎么够吃呢？1两饭也就是食堂阿姨半大勺的量。林妙妙终于知道为什么凌瑜这么瘦了，大中午的连1两饭都吃不下去，长此以往可不得修仙。与男女主角感情线无关时，系统会在角落装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造作。这一点让他感到相当满意。天天殚精竭虑地完成任务，要是连吃也吃不饱，实在是没法活了。他招来机灵的丫鬟甲，将手臂亲昵地搭在了他的肩膀上。那个厨房蒸米饭是不是都用那个？他斟酌了一下用语，比划道1个盆。丫鬟甲愣了片刻，也跟着比划了一下，好像是有1个盆。主仆2人对视数秒，林妙妙欣慰地笑了。那就好，下次吃饭你把那个盆给我端过来摆在桌上，我添饭方便，看起来心里也踏实。丫鬟甲郡守小姐的丫鬟们发现自家小姐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前的小姐阴阴郁郁，自怜自伤，吃得少，睡得也不安稳，话少得可怜，脾气阴晴不定，见生人总是畏畏缩缩的。现在的小姐不仅饭量大涨，一睡到日上3竿，还爱说爱笑，有时候甚至爆发出驴叫一样的笑，察觉到旁人惊恐的表情后，立即掩住口正襟危坐。小姐对此的解释是，经历了生死一线，你会发现淑女端庄、主人架子和那些伤春悲秋的小情怀都没什么用，活得好才是真的好。虽然听不太懂，但是似乎挺有道理。总之，狐妖风波过去后，凌瑜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度惜命、积极向上的小姐。林妙妙用宿命洗脑法说服了周围的丫鬟后，动作又大了起来，开始在晨光熹微的时候绕着后园晨跑了。天光还没有大亮，雾气茫茫，庭院里的矮树丛呜呜的一片，在白雾里若隐若现。林妙妙正跑得气喘吁吁，迎面装上了一个黑乎乎的人影，竟是迷迷糊糊起来小姐的太仓郡守。林妙妙差点惊叫出声，眼前那胖子爹显然一肚子起床气，揉着自己被撞痛的胸口，怒吼：什么东西大早上的乱窜！待眯缝着眼将眼前人看清楚了，吃了一惊，哟，乖板儿！方才白老爷架子骂人的郡守瞬间软了下来，又是拍他的肩膀，又是摸他的脑袋，语气听起来急得要哭。儿啊，撞痛了没有？林妙妙哭笑不得地扒拉下来他的手，叫道：爹！郡守这才定下神来，看着妙妙热气沸腾的小脸和一身男士绸裤，吃惊道：儿啊，这是干什么呢？爹，我晨跑。晨跑。郡守嘴里像是吞了个鸡蛋。我锻炼身体。郡守想了又想，陪着笑，非常小心地劝道：宝儿，
你身体不好，早上多睡一会儿，等中午天气暖和了，让丫鬟们陪着你一起跑好不好？不好。妙妙气笑了，熟练地对着家长满口忽悠，爹，一日之计在于晨，我吸收天地精华，有助于养身体的。俊守和所有容易被子女忽悠的父母一样，闻言轻易地放下心来，一脸欣慰与幸福交织的表情。妙妙，你跑，要坚持跑。他看一眼妙妙的绸裤，坚定道，别穿这个了，爹爹明叫人给你做条新裤子，上面有碎花的，可好看。妙妙哭丧着脸，谢谢爹，碎花还是不要了吧。俊守笑的双下巴嘟出来了，眼睛旁边全是褶子。好好好，那要大花的，大红花，趁我家乖板。妙妙。柳福一忙于照顾受伤的慕瑶，主角鸳鸯躲在房间卿卿我我，木生则忙于在外采药，三个人一时间都销声匿迹。这2天没有任务，林妙妙乐得轻松自在，早起晨跑，早早睡觉，过得比之前的任何一年还要规律。这一日，在熹微的晨光里，林妙妙遇上了早归的木生。清晨的雾气沾染了他黑亮的发梢，化作朦胧的湿气，少年的发尾摇摇晃晃，背上轻巧巧地背着个竹筐，笑盈盈地绕到了他面前。林小姐。哎。林妙妙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待看清来人，吸了一大口冷气入肺腑。她的眼眸在迷蒙的雾气中显得润泽，清水洗过的琉璃一般，倒映着微光，立在那里，像是破除黑夜而来的一抹晨曦。林小姐这时，她似笑非笑的目光从她脸上下移，落在了她画着红色大花的新绸裤上。哦，晨跑。她面不改色的回答，有些紧张的一口气背出了解释了无数遍的词，一日之计在于晨，我吸收天地精华。噗！妙妙一下子结舌。黑莲花笑了，黑莲花竟然笑了。她不知所措，满脑子只剩下这一行弹幕刷屏。木生微微抬起笑弯了的眼睛，认真地盯着她热得红扑扑的脸。林小姐又不是朵灵芝，吸收得了天地精华吗？木生一笑，便是腰花绽放，眼尾、嘴角、脸颊都在张扬着美丽，还是一种由衷愉悦和快活的积极正面的魅力。林妙妙尴尬地解释，总有好处的，至少下次遇见妖怪，我能跑得快些。提起妖怪，木生眸中神色瞬间冷淡了几分，但他面上仍然笑意盈盈的。说起妖怪，倒是让我想起来一件事。阿姐遇险的那一次，柳福一用通讯符联络我。他看着林妙妙的脸，笑道，那张通讯符怎么会在林小姐手上呢？林妙妙心里咯噔一下，就知道黑莲花不会白找她搭讪，她势必有备而来，有话要套。有什么奇怪的？是我让她联络你的呀。哦。木生微微垂眸，你怎么知道阿姐会有危险？林妙妙看着他的眼睛，心里直打颤，仍然一鼓作气地说了出来。我不知道慕瑶会有危险，只是你们将一个有伤的女孩子一个人留在屋里，完全是给人可乘之机。他的语调低下去，最后变成了不好意思的嘟囔。我觉得不放心，让他去看看，他又不去，只好让他叫你。木生神色稍有缓和，妙妙甚至在他眼中看出了一丝奇异的期待。阿姐不是普通的女孩，她可是穆家的捉妖人。林妙妙不赞同地打断，那又怎么样？就算她再厉害，受了伤也一样需要人保护。话语一出，他瞬间后悔起来，这语气对于一向唯唯诺诺的凌瑜来说，是不是太强硬了些？左等右等，没等到系统的提示，他只好观察木生的脸色，见他闻言微微出神，长睫一动不动，脸上竟然显出了几分堪称温情的意味。妙妙对他的感情变幻一无所知，只觉得不敢置信，盘问就这样结束了。黑莲花真是喜怒无常。逐渐亮起的日光中，木生的视线再度集中在妙妙腿上一朵朵火红的大花上，花心还是耀眼的黄色，是市井妇人最喜欢的式样热闹鲜艳。却看见他炫耀似的踢了踢腿，那可笑又艳俗的花儿就跟着乱颤，裤脚掀起来，若隐若现的露出雪白的脚踝，女孩的神色兴冲冲的。我爹爹选的料子好看不？在木生和柳福一的悉心照料下，慕瑶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在他可以下床走动之后，守株待兔的郡守立即张罗设宴，款待这些一心为民除害的术士。柳公子、穆小姐、穆公子，小人代太仓郡百姓感谢你们。郡守举杯相敬，发自肺腑地蹦出了泪花。他对这些捉妖人的感激是真挚的。从前他对怪力乱神不屑一顾，一只妖怪杀的人比太仓郡一年的杀人犯杀掉的加起来还多，差点让这些邪乎嗜害的丢掉乌纱帽。桌上是美酒佳肴，郡守府奢华，连酒杯都是官窑里出的白瓷鸡缸，酒倒进去，发出奏乐般清脆的响声。柳福一白衣胜雪，姿态优雅的与郡守微微相碰，杯口相当谦逊的低了一截，语气平和。
捉妖人以斩妖除魔为道，不敢居功。他的神色谦和，气质却是不卑不亢，若即若离的。喝了酒之后，又不动声色地拿走了慕瑶手里那一杯。瑶儿伤刚好，不宜饮酒，我替他喝了。慕瑶一怔，没有言语，颊上绯红。妙妙察觉木生从头到尾不太高兴，他当然不高兴。这次遇险，男女主角的感情更进一步，已经到了对视一眼都要相视一笑的程度。慕瑶眼里再也容不下任何人了。妙妙亲眼看见木生娴熟地拆掉了鸡腿上的骨头，将鸡肉放进了慕瑶碗里，习惯性地向上抬眼看人，睫毛又长又密。阿姐，这道盐酥鸡做得不错，你快尝尝。慕瑶对着弟弟露出个笑，小心地咬了一口，便将剩余的转头给了柳福一，眼神里满满的全是狡黠的甜蜜。尝尝。慕瑶生了一双漂亮的眼睛，眼角下有一颗小小的泪痣，是个妩媚动人的美人。她平日里总是脸上淡淡的，没有多余的表情，于是这双漂亮的眼睛就显得清冷高傲。此刻难得露出了小女儿家的情态，苍白的面颊上浮现红晕，可怜可爱。福一心神一动，与她带着笑意的目光相接，也不自知地笑起来，接过去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也道：真的不错。慕瑶端着碗，不动声色地低头微勾唇角，如春光明媚。二人旁若无人的恩爱让一众丫鬟都看直了眼睛，木头人似的望着，脸上纷纷露出了呆呆的笑容。木生的脸色有些难看，他默不作声地为慕瑶添茶，手有些发颤。哈哈哈！胖子郡守察言观色，见到饭桌上突然尴尬，笑着打破了寂静。小公子喜欢这道鸡，实在是本府的荣幸，多吃些，多吃些。说着，还为木生亲热地夹了一只鸡翅膀。木生僵硬了一秒，立即礼貌地道了谢，维持着他在姐姐面前乖巧听话的形象。只是他碰都不碰那只鸡翅，只优雅地吃那露出来的半截米饭。到了最后，鸡翅故意高高地堆在碗边上，剩余的一半已经见了底。木生这个人爱迁怒，自己心情不爽，就要让别人也不舒服。郡守一时间有些尴尬，猜测自己做错了什么，惹客人生气。正在惴惴不安，斟酌言语之间，身旁人忽然一动，他瞪大眼睛。木生低头吃饭，忽然面前倏地伸出一截皓腕，飞速夹走了碗里的鸡翅。他向上瞥过去，坐在他身旁的妙妙已经将鸡翅捞进了自己碗里，觉察到他的目光，对方满脸无辜，延迟地补充道：可以吗？我没吃饱。妙妙听见郡守倒吸一口凉气，教训：妙妙，你怎么从客人碗里夹菜？没规矩。他压低声音，欲哭无泪：乖宝儿，咱家又不是吃不起鸡，不够再添就是了。我看穆公子不喜欢吃鸡翅。他柔柔弱弱，委委屈屈地答道：我喜欢吃。他看着额头上盈满汗水的郡守爹，边啃鸡翅边笑成了一朵花。咱家鸡翅可好吃了。妙妙的强身健体颇有成效，原先瘦成一把骨头的身体渐渐丰盈，下巴不再尖的戳死人，皮肤光滑又白皙，两颊带上健康的粉红，与原来那个若有若无的影子大不相同，任谁都要多看几眼。他娇憨一笑，笑得郡守爹心都化了，什么待客之道都抛下了，只晓得撸着他的毛宠溺的笑好好好。木生的心情很奇妙，左一个秀恩爱的，右一个护犊子的，就他一个讨人嫌。他轻轻地将筷子一放，目光深沉地打量起了林妙妙毛茸茸的侧脸，正瞧见他对着郡守张牙舞爪的模样。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笑成那样？嘴角翘起来，眼睛也弯起来，整个人脸一抬，像一只妖宠的猫，骄傲又傻气。他想，阿姐从来不会这样笑。他下意识地望回去，见到慕瑶和柳福一看着这对父女俩微微笑着，神色间充盈着温暖，没有一点诧异。他心底露出一丝寂寞的疑惑，他们都在开心什么？柳福一道：还有一只鸡翅，也给林小姐吧。说着身体力行，真的好不见外叨了一筷子进妙妙碗里。妙妙受宠若惊，呀，谢谢柳大哥。吃了一会儿，又想起什么来，笑眯眯地转向了木生，恰跟他探究的眼神撞在一起。也谢谢穆公子。木生避过他的眼神，垂下头吃饭，嘴角勾起一丝不冷不热的笑，慢慢道：不客气，反正我也不喜欢吃鸡翅。妙妙吃得茶饱饭足，满足地放下碗，见着木生冰冷的侧脸，才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些反思。他迷迷糊糊地想，方才一时气不过，惹着黑莲花了。午饭后，整个人迟钝极了，他拖着困得快转不动的脑子，自嘲地思索，黑莲花对他的好感是不是为负了？别人的系统都会提供一些金手指，再不济也应该有一个攻略对象的好感度记录，供任务人参考，不像这个破烂上帝之子，别说金手指了，除了布置任务，理都没理过他。任务提醒任务1，1/4任务后续。
您需要按照角色凌瑜的轨迹，增进与角色柳福一的相处时间及亲密度。提醒完毕。林妙妙冷笑一声，忘记了一条，绝对不能抱怨自己的系统，系统是可以读取宿主心意的。你一想他说来就来，从来不听宿主意见，说完就跑。林妙妙扶住额头，认命的叹口气。慕瑶重伤初愈，尚有些虚弱，跟着妙妙看了一回咿咿呀呀的南方戏，日头一落，就觉得精神不济，早早的回房歇下了。男女主角维持着纯洁坚定的革命情谊，虽然已经形影不离，但并未同房。柳福一、慕瑶、慕生三人就住在紧挨着的3间客房里。慕生本来想厚着脸皮赖在姐姐房里的，被慕瑶好气又好笑的拒绝了。阿生，我又不是小孩子，还需要你看着吗？阿姐，我不放心你。慕生认真撒娇的时候，那双眸子水润，眼角微微挑上去，让人移不开眼。他信誓旦旦的补充，我不打扰阿姐睡觉，我就睡在地上。刚到慕家的时候，他就是同慕瑶睡在一起。小慕瑶只比他大2岁，却像个小大人一样，把梦魇惊醒，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他抱在怀里哄。阿生不怕，只是做梦而已。他的声音细细的，温凉如水，他的手隔着被子拍着他瘦弱的突出的背脊，气息让人依恋。可惜到了8岁以后，慕瑶再也不跟他一起睡了，他柔软的关怀也随着年龄增长，一并慢慢消失了。慕瑶长成了一个冷淡倔强的少女。她早出晚归练术法回来，还要点着灯温书，窗边映出她的影子，而她要等她屋里黄澄澄的灯灭了之后，才能安心的入睡。慕瑶对弟弟的撒娇早就有了抵抗力，故视若无睹，坚持拒绝。不用，我习惯了一个人睡，有人看着，我会睡不着的。柳福一适时插话，阿生放心吧，我警醒着，会守着瑶儿。说罢，与慕瑶相视一笑。慕生只能含恨搬进慕瑶隔壁，像以前一样，隔着薄薄的墙壁，看不见，摸不着。黄昏最后残存的余光一点点向天边靠近，黑纱般的夜幕慢慢遮盖了穹顶。天色暗下来之后，郡守府处处亮起了灯，橙黄的6角灯笼悬在房檐上，投下一团椭圆的光晕。春末时节，夜晚凉意沁人，府中众人大都待在暖阁子里打牌消遣。常言道春困秋乏，这个时候大家一般都安置得早。院里子没了人声，只于草丛里阵阵虫鸣。林妙妙的裙摆擦过地面，发出轻微的响声。她一个人在夜里走走停停，步履有些迟疑。昏黄的灯笼拉长她的影子，晃动着投在园子里的白墙上。奇怪了，她琢磨，白天的郡守府和晚上的郡守府看起来怎么不一样呢？林妙妙是个路痴，她东西南北不分，出门全靠导航，要是没有人指路，她能在一个小地方兜着圈子打转，永远走不出来。郡守府是一座相当精致的园子，中央凿了一片曲折池水，亭台楼阁绕着池子布置，高低起伏，前后错落，又有大大小小的太湖石林立，松柏掩映。当初胖子爹花重金请人修这座园子，为的就是在一大片附庸风雅的江南商贾之间抢出一个雅字。只是这园子在林妙妙看来跟迷宫无异，而现在的园子就是黑夜中的迷宫。他循着白天的记忆一路寻来，来回碰壁，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疑似主角团居住的屋子。慕生和慕瑶屋里的灯已灭了，柳福一的房间却透出暖黄的灯光来。收到任务提醒以后，林妙妙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显了出来。她想不明白，凌瑜好好一个大小姐，为什么就老要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事到临头，她心里还是一阵紧张，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难为情的事。他慢慢地凑近窗户，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把翘起来的窗角糊窗纸掀开了一个小角，然后整个人贴了上去。桌上灯如豆，灯下是柳福一温润的侧脸，他伏在桌上，正在用软布十分仔细地擦拭那座小巧的9旋捉妖塔。凌瑜总是在夜里这样偷窥他的心上人，变态吧？林妙妙欲哭无泪，看这里的窗户直打卷的沧桑模样，原身从前不知道这样干过多少次了。烛火晃动了一下，柳福一的动作骤停，有些警觉地望向窗外。林妙妙猛然退开几步，站在房门外，心差点跳出嗓子眼。肩膀上猛然搭上了一只手，林妙妙倒吸一口冷气，转过身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熟悉的脸。白色发带在微风中轻轻飘荡，木生披着叶露丽在夜色中，眸中宛有淡淡的水色，压低声音笑道：林小姐干什么呢？月光下，林妙妙抬起头来，面色苍白，一双杏子眼可怜巴巴地盯住他。他眼底有2团深重的乌青，猛地一见，有些骇人。他犹豫着开口，咬住了下唇，似乎是难以启齿，失眠了。
木生抱着手臂，没有挑剔他的答非所问，只是笑道：哦，看样子是没睡好。他走近几步，低头端向他的脸，脸上是天衣无缝的关心神色。林小姐平白无故失眠，是有什么心事吗？林妙妙避过他的眼睛，腹诽：套话了，黑莲花又开始套话了，是有些心事。他软弱的点头，顺着木生的话应承下来，跟柳公子有关。他似笑非笑，朝着柳拂衣的窗口瞥去。那倒不是。妙妙叹口气蹲下来，我就是睡不着，想找人聊聊天。他抬头望了木生一眼，压低了声音，没想到你们都睡了，只有柳大哥屋里的灯还亮着，本来想叫他，但又怕打扰了他，正在犹豫着。木生一双含着水色的眼睛打量着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可惜那柔润的水色背后是深不见底的漩涡。片刻，他伸出手来，亲昵地搭上了他的肩。林妙妙下意识地缩了一下，没躲过去，他手臂上用了几分力气，轻巧地捞着他转了个向。那真是太巧了，我还没睡，我陪林小姐聊天吧。妙妙让木生拐着，强行远离了主角团的住处，一路僵硬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上走着。他心想，恐怕黑莲花是担心他对木瑶不利，紧赶慢赶要将他驱离，带到偏僻的地方毁尸灭迹了。可，木公子，我们要去哪儿啊？此时已有微弱的蝉鸣，池塘里偶尔传来一声巨大的蛙叫，月光照在茂盛的青草上，像是为其镀了一层模糊的珠光。木生的袖口传来若有似无的梅花香，不住地往妙妙鼻中钻。夜风带着暮春最后一丝凉意，木生的语气漫不经心：散散步有利于林小姐睡着。那你……妙妙不住地把头弯下去，想要绕开他的桎梏，一定要这样陪我散步吗？木生撒了手，发尾被风扬起，有些委屈地揉了揉手腕。我以为林小姐能从我碗里夹菜，想必是跟我熟到不在意这些虚礼的程度了。林妙妙一时语塞。木生斜斜逆过来，还是说林小姐这种亲昵只对柳公子特殊？那你恐怕误会了。林妙妙贴上去，抱住了他的手臂。其实我完全不在意虚礼，平日里不表现，只是怕吓着你们。他感觉到木生瞬间变得紧绷的身体，仰头嘲笑：看，木公子不就被吓着了？怎么会？木生立即收敛了快要漫出眼底的幽暗，顺从地任他拉着。外面太冷了。林妙妙在夜风里瑟缩了一下，大胆地拽起了木生：不如木公子去我房间坐坐。话毕，才发觉自己心跳剧烈，像是偷了什么东西。郡守小姐的闺房大而奢华，地上铺着绵软的波斯地毯，连床上挂着的帐子都是层层叠叠的焦纱，薄如蝉翼，微风吹来，纱帐飘荡，如同天边的薄云。几盏落地的鹤形灯支在房里，一星一星的灯火，靠墙根又有低的烛台，每隔几步就一盏，高高低低，闪闪烁烁，将屋子照得亮如白昼。桌上还有一盏精致的六边琉璃灯，摆在棋盘旁边，给一枚枚黑子上了温腻的釉。木生的长睫微垂，阴影落在了银白的脸上，他长久地注视棋盘，眉头不自觉地微蹙。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棋子无意地在指尖摩挲。林妙妙挽起袖子，只思考了数秒，啪嗒一下便做了决定。木生瞬间皱起眉头：林小姐。他话说了半句，眉间的不耐被理智强行压下，轻轻呼了口气，继续落子。林妙妙再次抬手的时候，发觉木生紧紧盯着他的手，他看着他隐忍的神色，心里有些好笑。他落子的瞬间，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刻薄的语气了：林小姐，你会下棋吗？不太会。妙妙抱歉的笑：不太会，完全是在胡下吧。木生心里的怒火如萋萋荒草瞬间蔓延，瞄了一眼更漏，已经是3更。早知道他脑子有病，半夜不睡觉，故意耍着人玩。他也是有病，竟然还陪着他玩。木公子别生气。妙妙瞥着木生眼里的冷意，软绵绵的道歉：传统的围棋我是下得不太好，不过他指了指棋盘，你再仔细看看。木生没好气地瞥向棋盘，是他认真思量，步步谨慎的黑子，以及他信马由缰随心所欲的白子，看了半天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你观察一下，他的手沿着棋盘上的一溜连续的白子笔画，小心地提醒道：他们连成一串了。我看到了。木生强行压抑着怒火，冷眼看着他，几乎是在冷笑了。只有傻子才会故意把棋子连成一串吧？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是咱们太仓郡的民间实行的下法，跟你那种玩法一样有趣儿。妙妙笑着看他，谁先连成5个字，谁就赢了，是谓五子棋。传说女娲造人，伏羲坐棋，五子棋始于围棋前，兴于尧舜时，古代先民街头巷尾，人人爱之。虽说不及围棋高端，但谁敢质疑五子棋在历史中的重量？他没胡说，木生不知道，只能说明他孤陋寡闻。木生看着他的脸，微有些出神。
她在穆家是那个样尴尬的存在，养父母除了提供衣食，几乎没有人主动管过她。她会的技能多半是姐姐教的。穆瑶是捉妖世家穆家的长女，身负重任，她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什么都必须学会，而她也不负众望。穆瑶很喜欢下棋，可惜爹娘忙于捉妖，她只有满腹理论，毕竟缺了个对手。于是她就悄悄教会了穆生，姐弟二人时常切磋，以增进棋艺。她只知道围棋有一种下法，就是穆瑶教她的那一种。你看着我干嘛？妙妙乐了，不相信啊？穆生爪盯着棋盘，却是第一次听说。妙妙将棋盘上的棋打乱，扶到一旁。你不要小看五子棋，它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学问大着啊。他若有所思地顿住了，问道：穆生，你的棋下的是不是很好？少年竟难得地沉默了。他在穆家可有可无，人人悉知。只是别人不知道的是，不论任何领域，只要有机会接触，他就会像被浇灌的幼苗一样疯狂汲取知识，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和完美。下棋也是一样，更何况这是姐姐手把手教的。初始时他总是输，到后来穆瑶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很少赢过姐姐，大多时候他都是刻意输棋，因为穆瑶不喜欢他棋风诡谲，不喜欢他为了赢不择手段。既然姐姐不喜欢，那他就不赢，宁愿做出天真又愚钝的模样，扭捏不定，撒着娇央求穆瑶阿姐，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那时穆瑶就会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拍拍他的头，不行，一定要下到最后。可是我会输啊，姐姐已经快赢了。穆瑶板起脸来，不能因为怕输就不下了。来，阿生，落子。事实上他何止不会输，他还知道怎么能让穆瑶不着痕迹的赢。可是穆瑶已经很久没有跟他下过棋了，因为柳福一也是个中高手，他是姐姐最欣赏的，棋风稳健又正派的类型。他们双双对对，棋逢对手。穆生眸光渐深，妙妙见到黑莲花一张白玉般脸上几番阴晴不定，有些后悔自己的多嘴。看这模样，想必是下得不好了。谁让他不会围棋，看不出门道，黑莲花努力又费劲地下了半天，让他给完了。心里突然生出一丝愧疚。我刚刚说到五子棋看起来简单，实际却很难。他违心又圆滑地转过了话题，穆公子，你围棋下得再好，也不一定驾驭得了这小小的五子棋。他将棋子分好，黑的留给自己，白的推到他那边，玩一局试试。穆生看着面前一盒白子，蹙眉，换子了？是呀。林妙妙弯起眼睛，拈起一枚银白的白子给他展示，灯花映在他眼睛里，像两轮小月亮。这是云子，色如嫩芽，白得像穆公子一样，多好看。穆生，四更天，夜最深，万物沉睡时。林妙妙屋里的灯仍旧亮着，穆生与林妙妙面对面坐着。穆生，你输了。穆生，你又输了，又让我赢了。你好好下，别老让我呀。穆生顿了顿，再来。疲乏的时候，他打量对面的妙妙，滑下来的一缕碎发被他粗鲁地别到了耳后，身子前倾，一双眼睛定定地盯着棋盘。半晌，像是见着了老鼠的猫一样，眼里倏地一明，弓起身子猛然一扑，哒的一下捉住了猎物。穆生，你看，你又输了。他喜不自胜，眉宇间还带着点狡黠的幸灾乐祸。他向下瞥去，果然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快要占满整个棋盘的棋子里，找到了一行藏匿其中的连续的黑字。穆生皱皱眉头，抱怨道：我眼睛都花了，我眼睛也花了。他还沉浸在喜悦中，脸上的笑容还没褪去，得意忘形，那我怎么还能找到呢？穆生无言以对。他突然想起走江湖时曾听过一句话，大约是：想要与男人做朋友，陪他喝一场酒；想要与女人做朋友，陪他看一场戏。这话说的不准确，有的女人陪他玩几局棋，他就连穆公子也不叫了。四更天了，林妙妙顶着浓重的黑眼圈，仍然精力充沛，热情似火。这种发疯一般都兴奋，显然也感染了穆生，他仅有的几丝睡意也烟消云散了。凌鱼，穆生也开始叫他，别叫我凌鱼。妙妙垮下脸，难听。凌鱼可不就是凌雨，困了原身一辈子。穆生完全抛弃了自己礼貌的假面，抬抬眼皮，凌小姐三个字，拗口。那你叫我小名，妙妙。他顿了顿，没叫出口，而是在熬夜的头痛下，神志不清地鬼使神差地接了一句，我也有个表字，叫做子期。小姐，小姐。丫鬟甲小心翼翼地唤，她的声音轻得像猫叫，一声一声的直挠人。怎么了？怎么了？林妙妙一个翻身惊起，呼啦一下掀起了帐子，头发乱七八糟的支招，眼睛瞪得如同铃般，吓得丫鬟后退了几步。没什么大事。
他结结巴巴解释，老爷说柳公子穆小姐他们在前厅吃茶点，让你去陪他们玩。林妙妙哦了一声，揉着惺忪的睡眼，呆滞地坐了一会儿，才慢腾腾地起了床。象牙梳子沾了泡着花瓣的清水划过黑发，梳到了原主那些因为日夜长须短叹而枯黄分叉的发梢，便缠住了。丫鬟甲小心翼翼地揣测着主人的心意，抓了一把香膏细细按摩。一瞬间浓香扑鼻，林妙妙打了个喷嚏，捂着鼻子不耐烦道：哪儿这么麻烦，剪了就是了。丫鬟甲大惊失色，这怕是……来，我来。他在抽屉里寻着一把剪刀，从丫鬟甲手里夺过头发来，咔嚓咔嚓剪了一圈，零碎的发梢交错着落在妆台上，边狠狠剪边教训，有色才有德，剪了它才能长得好，别太宝贝这些头发了。林妙妙放下剪刀，像沾了水的小狗似的，飞速地甩了甩头，抖掉了衣服上的碎发后，又进入了入定状态。镜中人眼皮有些肿，微微耷拉下来，显得有些呆滞。小姐昨晚没睡好吗？丫鬟甲小心翼翼地问。也不是。林妙妙有些头疼地揉了揉额角。按理说昨夜是她攻略黑莲花的成功第一步，应该睡得香甜又美满才对，偏偏一闭眼就被噩梦缠绕。火把倒映在明镜一般的池塘里，像是碎了一池子的火星，热气炙烤着人的脸。门口跪着一排又一排衣衫不整的人，脸上满是污泥，悠悠的悲泣此起彼伏，渲染了整个天地。官兵拿女孩子都是扯着头发的，他们双手反剪身后，被迫踉踉跄跄地走着，像是被拖着的破麻袋，哭声滔天。也有人挣扎的，像是被扔上秤的鱼，疯狂甩动尾巴，下一秒就被大刀砍了头去，腥热的血扑地涌出，瞬间聚成了一块小水洼，聚在刽子手的靴子旁边。他抽脚离去的时候，靴子底发出了吸满水的咯吱声。很多个木箱子一堆堆垒起来，有的开口了，露出没钉死的木条底下一点晃人眼的华光，是一只颤动的蝴蝶钗，翅膀支了出来，孤单地展露着无人欣赏的美。远处的马儿打着响鼻，瘸腿的士兵准备将箱子搬到马车上，让一个强壮些撞到了一边去，两人厮打起来。夜幕闪着红光，人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或疯狂或死去。妙妙看着丫鬟上长着细绒毛的脸。收水镜的那天晚上，这小丫鬟吓得牙齿打颤，脸色铁青，这会儿又红彤彤的像个苹果了。年轻的生命是有韧性的，你多大了？丫鬟有些疑惑的娜娜，14岁。怎么了，小姐？妙妙看见她的脸了，14岁的小姑娘，在那个混乱的夜晚，让人糟蹋以后掐死了，扔在泥地里，瞪着那双大眼睛。那时候灵鱼在哪里呢？过了青竹林，还是到了杏子镇？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家，以及被他远远抛在背后的这些人，最后都面对了怎样的命运？他垂下眼帘，没什么，走吧，上花厅去。任务提醒：任务1 1/4阶段后续，要求您继续在角色慕瑶在线时增加与角色柳拂衣的亲密度。提醒完毕。骤然收到提醒，林妙妙嘴里的饼都变得索然无味了。呸！她吐了出来。不合口味吗？柳拂衣笑着喝茶，好心的将妙妙的茶杯推过去。我看林小姐是没睡醒呢。木生似笑非笑的开了口，同样是4更天睡下的人，他的脸色竟仍然白里透红，眼底下连一块青也看不见。触到木生那双黑眸，林妙妙下意识的瑟缩了一下，一瞬间火光与幻影再次席卷而来，胃里开始翻涌。木生看见他面色苍白的猛灌了一口茶，像没听见一样完全略过了他，转向了柳拂衣，软软弱弱的问：柳大哥，我脸色是不是很差呀？他全神贯注，眼中灼灼，木生的神色僵了片刻。花厅里只有妙妙陪着主角团，郡守爹一早忙着处理政务去了。他的原话是：年轻人与年轻人才好聊在一处，他老了总是接不上话，惹客人尴尬。事实上，妙妙知道郡守是有意多留这群能人异士住一段日子，以免郡中在遇见什么棘手的妖物时求告无门。而他不好以身份压人，就将重任交给了宝贝闺女。他期望妙妙能与他们打成一片，最好能攀上几分交情。是不太好。拂衣仔细端详他一下苍白的脸，微蹙眉头，哪里不舒服？他二人靠得极近，当他低头俯视时，便构成一个有些暧昧的角度。身负男主光环的柳拂衣气质独特，这样凝神盯着人看，足够大姑娘小媳妇羞红脸。妙妙大胆回视过去，放任自己的脸上带上红晕，语气越发可怜。我就是夜里睡不好。透过柳拂衣的肩头，他看到慕瑶喝茶的姿势顿了顿，抬起那双冷清的眼往这边看过来。妙妙又靠拂衣近了一些，如嗫道：
就是收静腰那一次之后，我每晚都做噩梦。他刻意压低了声音，以至于柳福一不自觉的要再凑近一些去听。穆瑶微微蹙起眉头，听闻静腰二字，柳福一面色一凝，端向他半晌，安抚道：林小姐是普通人，可能是受了大妖的影响。他从怀中掏出一枚鼓鼓的素白锦囊来，里面添了艾草和忘忧，可以安神，林小姐不妨试试。林妙妙抢过来就死抓着不放手，还要楚楚可怜的推辞：我真的可以拿吗？柳福一哭笑不得可以。林妙妙做了个一把揣进怀里的动作，抑制不住上翘的嘴角，那我真的拿走了。柳福一被逗笑了。拿去吧，送给林小姐了。穆瑶的声音淡淡的，目光直射过来，要是气味不喜欢，我这里还有。林妙妙微微偏头，这屋里气氛非常奇异，只有柳福一一人浑然不觉，坦坦荡荡的正常言语。女人的直觉很准，在神经大条的雌性生物都会对自己的配偶周围的任何雌性产生微妙的敌意，她们不自觉地竖起毛发，警惕着所有的温柔陷阱。虽然穆瑶言谈自如，但她此刻已是浑身紧绷，紧紧捏住杯子的指节出卖了她，靠近指甲的皮肤几乎被挤出个窝来。穆生的神色早就不对了，他就像穆瑶悬在窗边的晴天娃娃，有些情绪穆瑶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却能先一步察觉。因此他望向妙妙的眼神也带上一抹幽深。穆姐姐也有香囊吗？跟柳公子是一对的。妙妙将柳福一的香囊捏在手里把玩，好奇地问。戚夫人也不能太过火，她原意是想开个玩笑，让穆瑶红个脸，也好接过这尴尬的一夜，不至于为了刷亲密度让小情侣产生矛盾。可林妙妙毕竟没有感情经历，她哪能料想到一句随意的调侃听在穆瑶耳中，莫名其妙地带上了不怀好意的试探。她被激起了宣誓主权的雄心，一个是字已经到了嘴边。不是，穆生故意答道。这倒不是，捉妖人身边一般都会带几枚这样的香囊，以驱离邪物。柳福一几乎是在同时一本正经的解释。林妙妙一时傻了，好尴尬，怎么办？穆瑶的脸色由白转红又转白，蹭地站了起来，我先回去了。阿姐，我送你回去。穆生巴不得这样的结果，紧跟着穆瑶笑得好似三春花开，眼里绽放出华光来。柳福一坐直，朝着穆瑶的背影望去，眼中担忧，却转过来面对着妙妙。你快去吧，柳大哥，多谢你的香囊了。妙妙非常乖觉地为他让开一条路。柳福一却不走了，他修长的手指携出一枚无字的符来，拿过妙妙手上的香囊，将其叠成小块塞了进去。这是我的符纸。他微微笑道，上面有我的气息，如果噩梦是邪物作祟，一觉察到它就不敢来缠你了。林妙妙被男主角的仁义感动得痛哭流涕，小心翼翼地捏着香囊的开口，生怕将其碰坏了。多谢柳大哥。柳福一一笑，这才抖袍而去。我去看看瑶儿。人迹罕至的西厢房外，一道人影走过池边。暮春的风吹过池塘，吹皱一池春水，柳条随之款摆，有一只温柔拂过少年人俊俏的脸，被他一把折去。含着绿芽的柳条捏在手里打了个转，转眼被毫无留恋地丢进池子，沉进了淤泥里。穆生心里烦得很。阿姐，我看那林小姐对柳福一有意，别胡说。穆瑶坐在床上的神色淡淡的，只是眸光猛地晃了一下。阿姐心乱了，她自是得意，添油加醋，我看那柳福一也不讨厌凌鱼。阿生，穆瑶蹙眉，你要是闲得很，就去练练术法，别在我跟前晃荡。阿姐别生气。她放软了语气，我只是担心，万一柳福一福一不是那样的人。穆瑶淡淡的打断，她眼里澄澄明明，一丝怀疑也没有。她就是讨厌阿姐对那个人这样的信任。风吹起她柔软的额发，吹来蝴蝶般翩飞的一抹黄。穆生伸手一抓，是一片残缺的黄纸，上面的嫣红字符只能看见个角，辨不清是什么字。他的神色猛然变了，这是柳福一的符纸。那红色的不是丹砂，而是鲜血。什么情况下需要功力强大的捉妖人以自己的血绘制符文？一则情况紧急，二则力求保险。虽然穆生不喜欢柳福一，但他不得不承认，柳福一是出类拔萃的捉妖人。遇见穆瑶之前，他有本事独来独往，不依靠任何队友，除了极其幸运的拥有九玄捉妖塔外，还因为他的技能极其高超，他经手的妖物十有八九都是一击毙命。穆生抬起头，眼前隐蔽在茂盛松柏背后的西厢房阴沉湿冷，与满园春色格格不入。我在瑶儿门口画了符，我没想到柳福一曾经这样对他解释，话没说完就叫他充满戾气的打断，你没想到什么？是不是等阿姐死了你才能想到？柳福一面色苍白，一时缄口。柳福一并不是个自负的人，
他的心思一向缜密，如若他是用鲜血画符，不难解释他为什么放心的留慕瑶一个人在房里而不去看顾。因为几乎没有大妖能够冲破柳拂衣以鲜血画的符。一个水镜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吗？木生的眸光落在破碎符纸的边缘上，他冰冷的手指抚上去，一道硬辣辣的参差不齐的毛边，不像是大妖震碎的，更像被人撕开的。木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动作堪称优雅，却像是暴风雨前片刻冷凝的寂静。林妙妙在闺房里是夏天的新衣，浅绯色上乳很薄，摸上去软绵绵的，布料里面掺杂了闪亮亮的银丝，若隐若现的透出光滑的肌肤。丫鬟整理衣领时，手指拂过她裸露的脖颈，引得她笑个不停。妙妙低头系带子，忽然有些不舒服的扭脊背，怎么有点扎啊？丫鬟撩起衣服一看，吓了一跳，呀，背上都红了。她的手指熟练地检查着衣料，摸到靠里的地方几块稍硬的凸起，满不高兴地抱怨起来。今年怎么回事？有纱疙瘩的纱都能选出来。小姐，脱下来吧，这衣服穿不得了。林妙妙半回过头诧异道，一两个疙瘩，这也没什么关系吧？当然有关系了。丫鬟帮她轻柔地把上襦脱下来，毫无怜惜地扔在一旁，叹道，要不是晚江发水，纺纱的农户冲走了一半，岁贡都是赶出来的，小姐哪里需要凑合着用有疙瘩的纱呀？晚江横跨太仓南部，滋润了这一方鱼米之乡，同时也是航运的命脉。林妙妙不太明白，这么重要的一条生命线发洪水，听起来还冲垮了民居，她怎么一点也不当回事？你说咱们太仓郡受灾了？小姐不必担心，没什么的。她撇撇嘴，晚江每隔3-4年不就要冲一次大堤吗？反正也冲不到咱们这里来。这张稚嫩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熟忍的又老成的诡秘，哪次宫里不发银子下来修大堤？每次一发银子，她笑着眨眨眼，小姐很快又会有好看的新衣料子了。林妙妙心里咯噔一下，不准说了。她沉下脸，丫鬟吃了一惊，浮现出惊慌的神情。小姐，太仓郡手拿着救灾的银子，一半用来修堤坝，另一半悄无声息的没了。一个14岁的女孩子都知道的这么清楚，想必在这郡守府里上上下下都是公开的秘密。府中人笑着守着这个秘密，在太平盛世里大大方方的过日子。爹爹呢？在书房与宫里来的人谈话，我这就过去找他。小姐。妙妙一推门，门外站着木生，柔和的光线落在她漆黑的鬓发上，竖起的头发随风微微摆动。林小姐，她笑道，眼珠黑润润，深不见底。干嘛？林妙妙掠过她走出去，刻意同她保持了一点距离。木生不紧不慢地坠在她身后，长袄靴上银线绣的麒麟图腾狰狞地反映着光，青石板上落下个宽肩窄腰的影子。你怎么有闲心来找我？林妙妙怎么看他都像是个瘟神，恐惧和紧张使他忍不住的胡乱揣测，步子加快了些。木生像是个幽灵，轻轻松松地追平了他，伸手到他背后一揽，便将他带到一丛巨大的太湖石背后。光线一下子暗下去，这个角落潮湿又逼仄，只有圆滑的石洞里露出刺目的光。他有些粗暴地放开他，撒手的时候勾掉了他几根发丝。林妙妙顾不上疼，心中惴惴。你有话对我说？木生冲他笑。几天没见穆小姐，失眠治好了吗？她的笑令人毛骨悚然。明明是最青春明媚的一张脸，那一双明亮的眸子酝酿着的却是一丝压抑着的情绪。那是冰冷的酷虐，在笑容的伪装下，仍然禁不住飘出了几丝寒星。好了，林妙妙干巴巴地回答。看来柳公子的香囊很好用啊。她一字一字递及，轻柔地往出蹦。林妙妙受不了了。木生，你是不是间歇性失忆啊？她并不生气，抬起头来。哦，何出此言？林妙妙忍不住想问系统，黑莲花的好感度是会在每天清零的吗？为什么本来都要在正常的道路上进步的木生，突然变得阴阳怪气起来？你想问什么就问好了，打什么哑谜？妙妙一烦躁，气焰也跟着高涨。木生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手心，沉默了片刻。这几分钟有如几个世纪，心内忐忑如林妙妙，觉得下一秒木生可能会暴起杀人。事实证明他多虑了。他涵养极佳地勾起嘴角。林小姐误会了，我只是关心一下。可惜这样的油盐不仅比暴起杀人更让人抓狂。不是说了叫我妙妙就可以了吗？林小姐说笑了。木生眼中深不见底，与那天棋盘边上的懊恼的少年判若两人。子期只是个客人，客人就要有客人的样子，怎么好与郡守小姐不讲礼貌？看来黑莲花的好感度和记忆果然是会每天清零的。不过有一点他没说错，
主角团生活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他们与风平浪静生活着的原生灵鱼，本就是两条不同的直线，有了个交点，又应该快速分开去，愈行愈远。灵鱼一个连杀疙瘩都不能忍受的娇小姐，为什么会与主角团一起踏上那条不属于她的惊险之路？噩梦中的那个夜晚，夜风呼啸，卷首的脸色虚白，两颊的肉松弛地颤动着，一颗颗冷汗吧嗒吧嗒地顺着鬓边流下来。让爹再看看你。女孩呜呜的悲泣。爹扑进父亲怀里，他的衣服都被湿热的汗水浸透了。乖乖，走吧。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外面是喊杀声，火把的光化做窗子外面一团一团明亮，不住地擦着窗台溜过去。老爷，办好了。垂着头的下人咬牙低语，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得到内堂里一双穿着崭新蜀绣丝履的脚，脚底一尘不染，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好。卷首抬起脸来，眼里闪过一丝毅然的厉色，用力将麻杆一样的女孩从怀里推开去，后者哭着跌进柳福一的怀抱里。外面传来了隐约的含着疯狂喜悦的声音。在中厅里，老爷就在中厅里，快跟我来。女孩往福一怀里缩了缩，刹那间满脸惊恐。快走，再也别回头，他们就在这里。大门被攻破，一行黑影最终连绵地闯进了屋。与此同时，苍乌色的连绵屋宇骤然迸发出火光，火焰从门窗缝隙中扑出，转瞬间变成燎原之势。柳福一背着他，那火球一样的一片，凝成个小小的点，在视野中远去。林小姐看起来心不在焉呢。木生开口将妙妙惊醒，她的脸色有些阴沉，还在想什么心事吗？我还有急事，我忙完再来陪穆公子说话。林妙妙浑浑噩噩地往出走，只想快点晒到太阳。你说我失忆，木生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来，带着酷寒的笑意。有没有人告诉过林小姐，你也是个有两张面孔的人呢？妙妙一怔，跨出去的步子顿住了，炸了毛似的回过头去。我又怎么了？木生却不肯说了，笑着摆摆手，示意他走开，笑容明朗无害，像是刚刚开了个狡黠又无伤大雅的玩笑。妙妙在心里骂了黑莲花一通，提起裙子走了。绯色的上襦若隐若现地透出她的脊背，那鲜艳的颜色集中了全部的阳光，白色如群亮的刺目，拐过一个茂盛的花树丛，消失在视野里。木生低下头去，手上缠着林妙妙两根漆黑的发丝。他从袖中掏出那片符纸的碎片，两指在手心画了几笔，几股若隐若现的气流像是流动的云雾一般涌向了符纸。过了很久，一根细碎的毛发自远方飘来，羽毛般轻飘飘地落在他掌心，恰凝在符纸上方。木生右手手指拈起这根不易觉察的毛发，对着光仔细查看，阳光照着他低垂的羽节，在眼下投下淡淡的阴影，发尾微微枯黄，向上打着卷儿。他伸出左手，林妙妙的发丝黑亮，发尾是个整整齐齐的缎面。不是他。木生面上闪过一丝惊疑。符咒在他掌心中烧掉了半边，剩余的半块仍然在尽力吸引气流，引来一股甜腻的味道，掺杂在符纸的气息中。紧接着，剩下的那半片符纸挣扎了一下，也燃成了灰烬。他顿了顿，将林妙妙的头发也顺手放了上去，慢慢引来她身上的气息。他专注的等待，竟然含了一丝紧张。林妙妙留下的微不可闻的气息慢慢聚集在他身边，逐渐被提纯放大，艾草和忘忧的气味被滤去，一股奇怪的艳香传来，分辨不出底下是否还有那股甜腻。紧接着，一股熟悉的气息席卷而来，那竟是浓重的柳拂衣的气息。木生本来稍稍放晴的脸上再度笼上阴云。林妙妙一路畅通无阻，步履匆匆地进了厅堂。宫中派来交接事务的大员刚刚离开，空气中混杂着招待茶的香气与安神的香料味，袅袅一缕白烟从香炉中冒出，在空气中盘桓上升。背后是瘫坐在椅子上的郡守，刚刚应付完差事，随意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爹爹，哟，我儿来了。郡守胖嘟嘟的脸上瞬间浮现出生动的神采，仿佛被突然添注了力量。他快活地从椅子上弹起来，拖了张椅子到几案对面，快来爹这儿，累不累？他虚白的和额头和鼻翼挂着密密匝匝的汗珠，不停地用手帕擦着，实在是一个爱出汗的人。林妙妙反手掩上了门，手脚麻利闭上了窗，这才满脸严肃地坐在郡守对面，开口便道：爹，刚才那人是不是宫里派来赈灾的？郡守愣了愣，哎，好笑道：好闺女，你认得他？不认识。林妙妙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这次的钱爹爹还没动吧？郡守的笑脸僵了一刻，尴尬蔓延开来。过了一会儿，他打破了寂静，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似于惊慌和讨好的表情。我儿，你什么时候开始管这些事了？
他见妙妙脸上一丝笑影也没有，耐心宽慰，这些事你不用操心，爹爹会处理好的，乖宝什么也不用管。能不管吗？林妙妙打断，爹，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赈灾的银子是能碰的吗？郡守的表情沉了沉，随后露出一丝奇异的微笑，这微笑是像是一头雄狮，充满慈爱和宽容地看着张牙舞爪的幼崽。是，我儿教训的是，爹爹该打。他笑了一阵，接道，赈灾需要多少，爹爹心里有数的。对了，听丫头说，今年的沙上来有疙瘩，爹爹这就重新收一批。林妙妙望着他的脸出神，感到一阵无力。什么进项都要开油，当官的早习以为常，太仓富饶，格外受宫里重视，开到手的也就多些。郡守当然不觉得有什么。凌瑜的母亲早逝，郡守作为一个爹，可谓仁至义尽，对女儿要月亮不给星星。可是他对待质问的神色，纵容里透露出一丝好笑。他笑什么呢？笑他一个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大小姐，不懂得官场生态，还幼稚的指手画脚。不必了。他叹了口气，神色愈加低落。我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不说了。别生气啊。他绕到他面前，做了个滑稽的鬼脸逗他，乖宝，笑一个。我笑不出来。妙妙别过头去，声音故意颤了颤，爹爹，你知道吗？我做了个梦，他咬住嘴唇，眼里泪汪汪的。我梦见，就因为这次的事，咱家让宫里抄家了。郡守府里上上下下200多号人，要么被生擒，要么与父亲一起葬身火海，全府只走脱他一个，被托付给了福一和慕瑶，从此沦落天涯，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是是非非。当然有人要替他死的，就是那个14岁的丫鬟，穿了他的衣服和鞋子，脸蛋像腐烂的苹果，衣冠不整的横死在湿冷的泥地里。凌瑜的爹也不是他的爹，他本可以不管这些事的，可是他看不过眼。除了看不过眼，他还觉得事发蹊跷。爹爹，不管你们是不是对清廉2字嗤之以鼻，孩儿只知道穷死总比横死好，胆小的比晃眼的活得长。郡守的脸色变了变，一丝不安涌上了眉间，他又擦了擦汗，抢笑道，妙妙做噩梦而已。神色犹豫了片刻，还是松动了，沉吟许久，那样的话，我家宝以后就不常有新裙子穿了。不要新裙子了。他鼻子一酸，只要爹爹好好的。郡守的眼里也泛上一丝水光，他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试探地问道，你还梦见什么了？梦见记得判你拿着账本告到宫里去了。记得是郡守的副手，是郡守还没当郡守的时候就带在身边的人，算来已经有20年了。如今的记得两鬓已有白发，儿子都生了4个，妻女一直住在郡守府旁，两家同气连枝。他的性子一直老实懦弱，为人随和，原书剧情安排他突然背叛，本就有几分阴谋的味道。更何况在那个火光冲天的黑夜里，他带着人一路找到厅堂里，想要将郡守活捉，那带着狂喜和暴力的声音，听来实在诡异，简直像活生生中了邪。嚯，几得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怎么可能干这种事？郡守哭笑不得，我不管，梦里梦得真的，爹爹不得不防。他不待郡守反应，扬声道，来人。小姐。灰布衣上的阿意垂着手靠近，此人是郡守的心腹，凌瑜金蝉脱壳的那个夜晚，就是他按照郡守的授意打晕了丫鬟，为他换上了小姐的绫罗绸缎，安排了一出李代桃僵。你去将几德季先生请过来，就现在。妙妙。爹爹。林妙妙拧眉，带他来了，不由分说关进柴房里，关到4月初8。4月初8，凌瑜已随主角团到了杏子镇，是林妙妙能记起来的最近的时间点。你这孩子，郡守哑然失笑，却还是纵容的随他去了，端起茶杯润了润喉。老爷，小姐，季先生不在房里。阿意步履匆匆的回报，语气急促，园子里也找过了，没有。季夫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妙妙与郡守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疑，说，屋檐割裂了黑暗与光亮，崎岖不平的地面反映出星星点点的光，石缝里露出墨绿的青苔。地上的人穿了一身洗得发旧的白色长衫，两腿分开瘫坐着，两鬓斑白，额角湿淋淋的满是冷汗，他的神色惊恐而茫然。眼前人是个穿一身雪白短上衣的少年，交领处露出猩红色的里衣的边，这一白一红对撞，犹如雪地红梅，逼人的鲜活。他低下头俯视他，发尾轻轻摇晃，他的皮肤白的几乎可以看得见下颌的青色血管。少年一双黑俊俊的眸子透亮，含着捉摸不定的笑意，望向了他。不知这位小兄弟想让我说什么。话未说完，他看见少年伸出手指拉了拉头上的白色发带，那发带又长又细，系了个松松的结，他微微一拉，发带便松散开一些。我
少年的眸子一瞬间如同倒映了漩涡，那一张鲜活的脸在重重光影中迅速幻化，周身弥漫着光晕，刹那间美艳不可方物，那是一种奔向癫狂和死亡的艳丽。他的声音恍若天上弦乐，轻柔而蛊惑，你想不想做郡守？我想做郡守。他两眼发直，可惜太仓郡已经有了郡守，你应该怎么办？他说不出口，汗珠一滴一滴顺着鬓角流下来，淌入衣领里。可是当他看到少年的眼眸，瞬间便迷失在那无边星河般的漩涡中。我应该取而代之。如何取而代之？他循循善诱。我告发他。他的眼光倏地一亮，两眼发赤，闪着疯狂的光。我有证据，我有他侵吞赈灾款的证据，这是大罪，他就会被革职了。到时候。可是官官相护，你怎么告发他才会稳赢？我去找陈太守，他与郡守是死对头，只要把账本交给他，他一定会报复。木生立直身子，两手伸到背后，将头上的发带系牢，漫不经心地掀了掀眼皮。去吧。地上的人失魂落魄地爬起来，跌跌撞撞往出走，眉宇间带着一丝偏执的狂喜等等。那白色长衣的背影就踉踉跄跄的要走到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时，少年疏忽抬眼，叫住了他。他在原地犹豫了片刻，眸光一闪，回来。那人站定了脚步，像是个被绳索套住的傀儡，却兀自游移，脸上还挂着饿狼般偏执又贪婪的神色。木生眼底闪过一丝厌恶，伸出右手虚空一抓，那人一下子就像被无形的绳索拖住了腿脚，一瞬间被拉倒，拖回了少年眼前。他蹲下去，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醒醒！那人被打懵了，下一秒又露出疯狂的神色来，眼珠爆出了红血丝。木生蹙眉，醒醒！显然也是徒劳。少年眼里的懊恼变作阴鸷，他的手忽然死死扣住地上人的脖颈，那人被勒得干咳起来，眼珠猛地突出，发出嘶哑的吸气声。他有片刻犹豫。季先生，你在里面吗？远远的一道声音传来，木生悚然一惊，一掌将季德劈昏，回手一扣，将他整个人推进了床榻底下的狭小缝隙中，伸手飞快地放下了床单。林妙妙推门进来，西厢房门未落锁，因为方位不好，位置又偏僻的缘故，室内总是潮湿又阴凉，似乎要将整个房间与阳光隔绝开来。季德没带账本，不是去告状的，他不能平白消失在郡守府，肯定有一个去处。府里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只剩下这间房。巧的是，黑莲花正在六角凳子上坐着，一个人对着这阴森森的空屋发呆。如若这样也是巧合，就真当他林妙妙是傻子了。林妙妙向背后做了个手势，示意灰衣的阿意退开，他一个人进了屋，反手关上门。穆公子好兴致，你来这里做什么？穆生的声音稳当当的，听不出情绪。妙妙挑了挑眉，我在自己家里，爱去哪里去哪里，倒是你怎么有闲心跑到西厢房里来思考人生？阿姐上一次睡在这里，落下一根钗，我替她来找找。木生垂下眼帘，看不清神色。哦，钗是不好找，大活人可就不一定了。妙妙压抑着心中怒火，我们郡守府丢了个姓季的先生，不知道穆公子见没见着？没见着。他眼也不抬，张口便答，顿了片刻，嘴角又漫出个无辜的笑。这是林小姐的家，你都找不到，我一个客人怎么可能找到？装，接着装。林妙妙心中咬牙切齿。那穆公子不介意我在这间房里找一找吧？林妙妙说着便要往前走，木生坐在原地，伸出一只手臂，自然地拦住了他。他抬起那双黑润润的眼睛，林小姐眼睛不好吗？这屋里哪有人呢？不劳穆公子费心。妙妙挤出个假笑，您老端端坐在这儿就好，待我找到人，再帮你一起找钗，你看这样如何？他绕开木生伸出的手，他猛地站起来，微微倾斜了一下，手臂挡在他腰际，他一时不防，整个人便扑在他肩膀上，木生趁机将他一揽，竟然死死抱住了。他怀里一股清冷白梅香在他鼻尖萦绕不去。林小姐别耍小孩子脾气，他在他耳边耐心的劝告，语气却紧紧绷着。林妙妙使劲扭了几下，没挣脱开，你这……他脸色铁青，老流氓三字到了嘴边，忽然瞥见木生背后无声地伸出一只青黑的手。这手瘦如柴，上面青色与黑色像是被颜料染过似的，从他肩膀后面小蛇一般冒出来，指甲大约有1寸长。一股冷气盘环上了林妙妙脖颈，这明明是一只女人的手。林妙妙后脑勺冒着寒气儿，哇地尖叫出来，下一刻便被木生带着飞速向后一闪，远离了那只爪子，紧接着被他一把推开，踉跄着退到了门边。
他看见木生右手腕上的钢圈已经溜下来，当地敲上了身后黑影的脑门。这人现了形，是个穿着颜色绫罗的干枯女尸，头发丝拖布一般披散下来，皮肤都发褐了。林妙妙眯起眼睛，不敢看她的脸。透过一丝细细的眼缝，她看见女尸的脑袋猛地被砸得歪向一边，发出嗤的一声撕裂的响。空气里一阵寒意，压得人喘不过气。难怪西厢房里老是阴冷，感情里面常住了只鬼。木生双眸沉沉，双手飞快地交叠，砰砰砰，3个火花像放烟花似的接连炸开，迸发出橙黄色的火光，随即变成青色的火苗，燎原般燃烧在那干尸的身上，逐渐变作一个火球。空气中气波扭曲，似乎隐约听在有人在声嘶力竭的尖叫呐喊，但侧耳去听，又一片寂静，只听得见窗框发出卡拉卡拉的响动，仿佛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冲撞得左摇右晃。林妙妙盯着不远处那一团火球，手脚冰凉，心提到嗓子眼里。木生端端站在原地，似乎连向后躲一步也不愿意，室内似乎刮过一阵没来由的风，前后吹动他雪白的衣袖和乌黑的发梢。扑那团火突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缩小坠落，随后火光猛地降下去，变成一团灰烬中零星的赤红斑点。林妙妙向下一望，地上什么也没剩下，一缕缕烟雾向上飘去，好似曲终人散的晚叹。木生将那小钢圈往手腕上一套，抖了抖袖口，低垂眼睫，漫不经心地对林妙妙解释：忘了告诉林小姐，我体阴一招鬼，让你受惊了。他这么一说，他倒想起来原书里提到过这一点，并且就是因为他身上阴气重，慕瑶的父母才会特意收养了他，如同世间所有的女主角一样。慕瑶身负光环，体质特殊，她的身体无比的圣洁，是妖魔鬼怪修炼的绝佳容器，不知多少妖怪都觊觎着她。神奇的是，偏偏她的阳气很重，他们一面肖想，一面又不敢轻易靠近。穆家原家主穆怀江和妻子白锦收养木生，有自己的一份考虑。木生虽然与慕瑶没有血缘，但身体却是一般无二的诱人，倘若修炼，必定是个灵力随随便便就爆表的体质。拥有这样的体质，身上的阴气却重到招鬼，轻易便可靠近。假如有妖见到这样的姐弟俩待在一起，权衡之下，10有8九都会放弃慕瑶，转向木生。收养这样一个小孩真是好，天资既优，关键时刻又能给亲女儿做人肉盾牌，岂不快哉？林妙妙咳了一声，心虚地瞥了他好几眼。不就是阴气重吗？也没什么。木生抬眼望他，你不怕？我也怕。他犹豫了一下，指着地上升起来的一点残烟，蹙起眉头，你总是被鬼缠着，怕不怕？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模样，像极了一个刻板又紧张的老学究。他轻笑了一声。林妙妙惊诧地望过去，见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笑意。黑莲花的笑点真奇怪。你笑什么？没什么。木生敛了笑容，又睁着那双无辜的眼睛。我在想，林小姐是不是累了？要不要我送你回房休息？林妙妙立即警醒。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说着说着，又兴致勃勃地离了题。木生，万一你睡着的时候，鬼来了，偷袭你怎么办？木生对上他黑白分明的一双杏子眼，在其中看到一抹鲜活的神采，让人想起草丛里嚼草根的小麂，天真又机警。他顿了顿，答道：不会。不会什么？不会被偷袭，还是不会睡着？妙妙听见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瞥见床下有些异样，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蠕动。那垂着大红色流苏的床单被拱了起来，像新娘子的盖头。妙妙刚才被鬼吓怕了，宛如惊弓之鸟，看见这情景，汗毛倒竖，一指头指过去。木。话音未落，从床下书地窜出个黑影来，站起来便夺门而出。他还没看清楚是谁，就让木生一下子扑到了角落里。啊，这屋里怎么有人？他高抬一头，这样一挡，便将他卡在他的身体和墙壁之间，视线被完全挡住。他脑子空白了2秒，登时反应过来，挣扎着喊了起来：记得站住！他挣扎着，却被木生死死按在角落里。他满脸苍白，整个身子贴在他怀里，眸中全是无辜的惶恐。林小姐，好可怕，可怕！刚见了鬼也没见你怕。林妙妙在心中骂了10000句，刚要暴怒，忽然感到木生的禁锢一松，她立即突了个空隙抢了出去，挽起裙子，似离弦的弓箭一样窜出了门外，边跑边喊：快抓季先生！一院子的人闻风而动，都扔下了手里的活计，跟着毫无形象疯跑的小姐一起跑了起来。木生倚着门，看着林妙妙兔子似的背影渐渐成了一个小点，后面滑稽地跟上了一大串队伍，眸中神色深沉，嘴角却弯了弯。林妙妙直追到了府门外，阿义在前围堵，
已经将两鬓斑白的季先生撂倒，两手反剪按在地上。见到妙妙来，气喘吁吁道：“小姐。”他欲言又止，用下巴指了指地上的人。季德脸色灰败，脸颊在地上擦破出血，眼珠却亮得吓人，口中不住地喃喃：“郡守，账本。”阿义用灰布袖子擦了擦汗，有些后怕地咽了口唾沫。我把他胳膊都扭断了，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妙妙俯下身问：“季先生？”季德的目光动了动，聚集在他身上。呸！郡守就快要倒台了，你也快要跟着下狱了，哈哈哈哈！笑声戛然而止，他眉头骤然一蹙，眼中又浮现出迷茫的神色。小姐。下一刻又怪笑起来，他又哭又笑，吓得围观的下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林妙妙在嘈杂声中胆寒地后退2步。黑莲花对他做了什么，把他弄成这副模样？他现在可以肯定，原书里记得不是主动背叛，凌于经历的郡守府抄家，至少有一半是木生从中作梗。黑莲花读得像见血封喉，谁敢犯木瑶，就要谁狗命，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心中一阵胆寒，木生肯定知道他搞破坏的事了，要不是他跑得快，这会儿整座郡守府已经坐在沉船里了。来人，先把他给我关进柴房里去。木生慢慢地走回房间里去，随手抓过一个急急奔跑过连廊的下人。季先生找着了吗？被拦住的那人还是个半大孩子，操着公鸭嗓，有些羞涩地望着眼前春花般明媚的少年，抓了抓凌乱的头发。嗨，抓住了，小姐让关进柴房里去了。哦，多谢小哥。木生略一颔首，不待对方反应，转身离开。他若有所思地穿过长廊，带着热气的风吹过他流云般的衣袖，发梢在空中舞动。既然这样便算了，两清。阿生。慕瑶从窗口探出头来，难得地露出了一丝喜悦的笑。阿姐。木生晦暗的神色猛地一明，走到了窗边。今晚收拾收拾行李。慕瑶趴在窗口，轻描淡写的嘱咐，再过3日，我们便离开太仓郡。这就要走了吗？骤然听到这个消息，脑海里浮现的居然是一个兔子般狂奔出门的身影。他闭了闭眼，将乱七八糟的联想倒逼出脑海。阿姐，我们要去哪里？慕瑶穿了清透的白衫，阳光下闪闪发光，她的黑发如墨，皮肤如白瓷，微微笑起来时，眼角下那颗泪痣格外动人。赵太妃动用了穆家的玉牌相邀，我们去长安。长安想必是处处繁华。木生抬起头来，透过带青色的屋檐，看到了一方湛蓝的天，眼角上挂了只古老的风铃，随风响动五岳江南，石板凉，桂花香，热的地方燥热，阴的地方潮湿，角落长满了茂盛的花草，太湖石洞内透出曲曲折折的阳光。女儿家走过廊下，穿的是流霞般的轻纱。天下之大，四海为家。什么？你们就要走了？林妙妙的嘴张得老大，明日就动身，这么急吗？话音未落，脑海里重重叠叠响起数声警告的叮声，宛如冲垮了堤坝的洪水，一股脑儿地奔涌而出。不用听也知道，他的任务完成度太低，现在主角团都要离开太仓了，别说木生那边没一点起色，就连与柳福一的亲密度也没刷够。林小姐，慕瑶南见地给了他一个温柔的微笑，捉妖人以四海为家，以漂泊为命，我们在这里已经叨扰太久了。他的眼中有一种潇洒的神采，尤其是说到四海为家的时候，声音轻灵灵的，掷地有声，就像个仗剑天涯的女侠。不久的，林妙妙摆着手，半晌，小心翼翼地央求道：要不你们再住段时间吧，我还是怕。慕瑶笑着喝一口茶，神色宽容而坚定。妙妙见这头无望，转向了柳福一，还未开口，木生的声音便飘了过来：怕。林小姐还被腰吓得睡不着。黑眼珠里似有小小的月亮，半眯了眼睛嘲笑：需不需要把我的香囊也给你？他说着，手脚麻利地从袖中倒出了3、4个鼓囊囊的秋香色囊摊在茶几上，这些香囊口是用皎洁的白丝带扎的，跟他的发带相映成趣。怎么，想必柳公子的香囊已经够了？他见他迟疑，似笑非笑，一双白而修长的手拢在几个香囊上，转眼便收了回去。黑莲花阴阳怪气的，林妙妙感觉到后背一阵发寒。阿生，别开玩笑。柳福一责怪地打断，替他解了围。白衣胜雪的柳福一转过来看着他，温和地说：这些日子多谢林小姐和林大人的款待了。柳公子不必言谢。先别急着谢。林妙妙心中暗急，憋了半晌，憋出一句话来：我想和各位一起走。不是疑问句，而是个感情强烈的陈述句。一片寂静，3道目光齐刷刷聚集在他脸上，神色各异。林小姐，这种事开不得玩笑。
慕瑶蹙起眉头，语气严肃起来，捉妖路上千难万险，别说要应付那些妖物了，就是过这种风餐露宿的日子，恐怕也是你难以想象的。慕瑶个性坚强独立，作为慕家长女和现任的主事者，她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带上一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猪队友，她绝对不可能接受。我可以啊。林妙妙瞪着那双无辜的杏子眼，满脸写着天真，我很坚强的，什么苦都吃得了。我们可没有顿顿2两饭给你吃。木生勾起嘴角，下一刻便遭到慕瑶当头呵斥，阿生，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幸灾乐祸的木生瞬间切换到了委屈频道，无比柔顺地垂下眼睫，立即不吭声了。林妙妙心中叫苦，没了郡守府抄家的事，如果他不是被老爹硬塞给主角团的，他们凭什么接受他呢？慕瑶转过头来，语气坚定，林小姐没有经历过这种日子，恐怕不知道有多苦，她不会劝人。看见林妙妙一副要哭的模样，露出些懊恼神色，用眼神示意柳拂衣接下去。拂衣微笑，林小姐为什么突然想跟我们走？妙妙思索了片刻，盯着拂衣漆黑的一双星眸，瞪得眼眶干涩了，眼泪自然地分泌出来。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感情戏说来就来，她语气越委屈，眼里蒙上一层水雾。遇见你们之前，我也屈从于父母之命，觉得一辈子被圈在深闺里就是我的命。他泪眼朦胧地望着柳拂衣，可是遇见你们，我才知道，原来人可以活得很潇洒，很自由。可这不是你想的那么潇洒和自由。慕瑶蹙起眉头打断，却被专注的拂衣摆了摆手，示意他听完。我不想一辈子都在这一方小天地里，嫁给一个陌生人，再困囿于柴米油盐，最后乏味的垂垂老去。我可以选择我的人生啊，我想给生命里留下一些不一样的色彩，即使是危险，我也不怕。这样的话，以后回忆起来也能有些想头。演讲完毕，林妙妙闭了嘴，两行清泪适时流下来，望向柳拂衣的眼眸，仿佛两团灼灼的星火。妙妙都被自己感动了，假如她是主角，下一秒柳拂衣肯定要拥她入怀。慕瑶无力地沉默了，她瞥向柳拂衣的眼神里充满了忧虑。柳拂衣陷入了沉思，半晌才从怀里掏出了帕子，好心地递给妙妙。她注视着她擦眼泪，眼神格外温柔，语气甚至带上了几分鼓励的意味。姿势体大，你与令尊商量过吗？拂衣，慕瑶紧张极了，在她看来，妙妙这种闺阁女儿总是过于理想化，他们以为的风花雪月，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林小姐，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柳公子，慕姐姐，我保证不拖你们后腿，打不过我就躲，每天早上都强身健体，我跑得很快的。林妙妙见柳拂衣松动，喜上眉梢，吐出了一串的保证。她拍着胸脯，面不改色的扯谎，我与爹爹商量过了，他也很赞同我外出历练，开阔眼界。话毕，咬住嘴唇，眼睛闪亮亮地盯住眼前人。我倒觉得未尝不可。我不同意。慕瑶与柳拂衣的声音双双响起，二人俱是一愣，转过头彼此对视。1-1，令人尴尬的局面。瑶儿，林小姐不似寻常贵女一般娇弱，颇有些胆识。尤其是面对水镜，面不改色，还与她滔滔不绝讨论起那样复杂的一个圈套，条理清晰，反应灵敏，令他十分佩服其时，在林妙叹息他智商高的时候，他也在心中暗暗思忖，这位林小姐若是生在捉妖世家，该有多么惊才绝艳，真是可惜了。慕瑶的神色有些复杂，她看着拂衣提起这个林小姐时鲜活的表情，想说什么，最终却没有说出口。她冷下脸来，我必须对林小姐的安全负责，要是出了事，谁来负责？我不会让林小姐出事。拂衣答得轻描淡写，话语之间显出她身上那股特有的气定神闲的自负气质。这一点再次激怒了慕瑶，她的脸色更差了。不行，瑶儿。拂衣皱眉，我知道你担心捉妖的进度，可是你还没有见识过林小姐的本事就拒绝，是否太过武断？慕瑶抬眼望着他，满脸的难以置信。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林妙妙看见两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一时间手足无措，出了一脑门的汗。丁任务奖励，由于宿主激化矛盾的任务超额完成，奖励影像催化1次，提醒完毕。林妙妙简直沮丧的想哭。影像催化是什么东西？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奖励，真的不是在嘲讽他吗？他微一偏头，看见木生在一旁隔岸观火，嘴角挂着一丝捉摸不透的笑，正愉快地看着男女主角爆发矛盾。指望谁都不能指望他。你们别吵了。妙妙一步跨过去，插在两人中间，左右宽慰。我知道慕姐姐是为我的安全着想，我不会捉妖，自己死了是小，连累你们是大。他看着慕瑶，我保证一定会机灵应对，该跑的时候绝不恋战，
该自枪的时候绝不连累队友，一切以集体为重。他拉住慕瑶的手，放在福一手心，一边退出二人中间，一边小心翼翼地补充：二位都是厉害的人物，务必要一起保护我呀，我会慢慢成长起来的，我保证。慕瑶的手冰凉，搁在福一的手心里，他望着他苍白倔强的侧脸，心中忽然一阵心疼。他将他的小手握在掌中，用力紧了紧。慕瑶看着他，神色缓和了些。木生看见缩进角落里的灵妙妙虚脱般的松口气，微微眯起眼睛。他不是喜欢柳福一吗？他现在这样又是在做什么？阿姐，他缓缓开口。妙妙死死盯着黑莲花，心提到嗓子眼里。我倒觉得，穆公子放心，我不用顿顿吃2两饭的。妙妙生怕再生枝节，伸出手掌，做了个夸张的发誓姿态，我一天不吃饭都没问题。木生啼笑皆非。他看着他一双杏子眼里面紧张又期待的神色，转而瞥向了正在柔声哄着慕瑶的柳福一。他的神色几番晦暗，过了一会儿才轻道：我倒觉得林小姐蛮适合去捉妖的。说完，对着林妙妙露出个意味深长的笑，能找个人牢牢缠着柳福一，缠得他没精力去干扰姐姐，他求之不得。慕瑶郁郁离去，薄如蝉翼的白纱衣袖翻飞，快速掠过了连廊的木栏杆。白色夹竹桃开了，一束一束的雪白坠在连廊旁边。木生与妙妙并肩走过时，妙妙叫花香熏得猛地打了个喷嚏。对了，木生淡淡问道，刚才林小姐看着我的香囊时在想什么？啊！林妙妙用力擤了鼻涕，才茫然思索起来，目光流连到她玉客一般的脸上，有些不好意思。我在想，你那香囊的口子上的丝带有些眼熟，不会是用你的发带扎的吧？木生笑了笑，细长的手指绕着头上的发带，你对这个很感兴趣？没有。林妙妙口是心非，末了真诚地称赞道，她确实很漂亮，衬你。木生轻笑了一声，放下手来，皎洁的发带在风中飘动，黑发上好似停了一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可惜，美丽的东西总是恶毒得很呢。江水茫茫，烟波之上拂柳摇曳，码头上人来人往，赶路的书生，背着包袱的生意人，带着2-3岁衣丫鬟的官家小姐，欢声笑语不绝。晚江水患已平，太仓郡又恢复了歌舞升平的常态，江上各色船只来来往往，江堤浪涌，在阴天水汽蒙蒙。木质的大舶离了岸，发出哗啦一声响，随即荡开了2缕波纹，船身上下随着水波浮动起来。林妙妙的脚力极软了，整个人有气无力地趴在了甲板细细的栏杆上。乖板路上小心岸上的郡守爹越来越远了，脸上表情已看不清楚，只能看见那黑影夸张地挥舞着手臂。挨身上落了几道路人好奇的目光，林妙妙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大声应着。带着水汽的风将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隔了老远，看见那个人影在旁边下人的搀扶下又往前追了2步，追到了岸边边，毫无形象地抹起了眼泪，带着哭腔而喊，声音也是小小的了。我家宝儿给爹来信。妙妙心里一酸，半个身子越过了栏杆，用力招了招手，示意他回去。小心！柳福一拉住了他的袖口，将他拽回了甲板，这栏杆不稳当。妙妙怅然回过身来，船已向江心驶去，码头一同出发的那些或华丽或简陋的船只见不到了，四周只剩茫茫江水。这是晚江上最舒适的一艘客船，长约数丈，最狭处都有5-6米，船舱里分成一间间的小房间，足足可容纳20-30人。乘客们多是见过世面又要航远途的人，这会儿都钻进船舱里休息，两舷一排雕窗，有的还半开着，露出里面弯着腰收拾铺盖的人影。此刻甲板上没什么人，慕瑶和木生也不在，柳福一和林妙妙大眼瞪小眼。半晌，妙妙颓然道：对不起啊，柳大哥。说这个做什么？柳福一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微笑起来，走，我带你进房间看看。二人一前一后进了船舱，走到属于妙妙那间小格子前，和神情冷淡的慕瑶碰了个面对面，妙妙脸生闭气，偷眼看向柳福一。慕瑶穿着秋香色的衫子，衬里是月白的轻纱裙子，衣带在小腹处松松打了个结，即使是这样率性随意的穿着素衣，也能若隐若现的透露出她冰肌玉骨的气质。她怔了一下，一双冷清的眼睛掠过了柳福一，往妙妙身上来。林小姐脸色不好，晕船吗？她冷淡的语气中还是流露出一丝关切。哦，是有点儿。妙妙受宠若惊，只听得福一自然的接道：晕船？我这里还有香囊。话音未落，慕瑶神色一变，飞速地点了一下头，擦过柳福一径自走了，留下话说了一半的福一站着吹江风。慕瑶是个善恶分明的好人，他不会怪罪妙妙的天真幼稚，只能将一腔怨气撒在一力主张带着大小姐冒险的柳福一身上。
他生气，气他张狂自负，胡乱承诺。他还气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江风吹起拂衣的衣衫，那张英俊又温柔的脸上头一次浮现出了一丝错愕又无措的神情，看起来竟然有些可爱。慕瑶两手空空的走了，后面还跟着抱着铺盖卷的黑莲花。棉布被子后露出木生一双带笑的黑眸，心情很好的同林妙妙打招呼。托林小姐的福，我们才能住上这么豪华的客船。话毕，亦步亦趋的追着慕瑶去了。阿姐，我帮你铺床。妙妙感觉头顶的气压令人喘不过气来，呆呆站在原地，拂衣笑道：你会铺床吗？啊，我，男主角连床都要帮他铺吗？妙妙听见系统里传来一浪一浪的警报声，想到自己没满的任务点，马上改了口，不会。走吧，走南闯北的，这个总要会的，我教你。他面色淡然，不容拒绝地低头进了格子内。慕瑶的脚步缓了下来，微微侧过头去，像是在等待什么，等来了追上的木生。阿姐，怎么不走了？他抱着铺盖卷，一脸纯良地挡住了他的视线。柳公子帮妙妙铺床呢。他嘴角一抹甜甜的笑，我们也进去吧。慕瑶神情一凝，夺过被子来，自己走了。哎，阿姐，阿生。慕瑶站定脚步，回过头来严肃望着他，眼角下那点泪痣显得他妩媚而冷清，说的却是另一件事。你身上的气息不太对，你是不是又……我没有。木生眸光一闪，飞速答道，末了又宽慰地笑道，阿姐叮嘱过我的事情，我怎么会忘呢？没有最好。慕瑶垂下眼帘，拉开格子的门走了进去，走前深深回头望了他一眼，要记住你的身份，你是慕家的希望。木生站在廊上，注视着慕瑶窈窕的背影，波光粼粼的江水透过雕花的窗反映在他侧脸上，如玉的皮肤上一小块透亮的光斑缓缓抖动着。他漆黑水润的眼底透出一抹憎恶和懊恼交替的复杂神色。为什么褥子下面还要铺草席啊？妙妙趴在一边，看着拂衣弯腰忙碌，她的黑发披在肩膀，有的垂落下来，在空中摇摆。他心想，黑莲花的头发总是高高的竖起来，充分展示出少年郎的朝气，但实在显得不识愁滋味，难怪慕瑶从头至尾当他是没长大的弟弟。其实他要是像这样披散头发，依靠那样一张脸，想必是罕见的美人。船上湿气重，铺草席是为了防潮。柳拂衣淡淡答：哦，真聪明啊。林妙妙由衷赞叹，摸了摸褥子，果然带着一丝潮气。不聪明。柳拂衣笑了，走得多了就有经验了。你们走过多少地方了？妙妙一双眼睛黑白分明，黑眼珠里带着见什么都新鲜的神采，像是散发香甜的新橙，只要看到它，再多的疲倦也都一扫而空。很多。柳拂衣陷入回忆中，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是一个人，直到有一次受伤，遇见了瑶儿。他眼神中有淡淡怀念神色，嘴角也勾起一抹微笑。你觉不觉得你应该和他好好谈谈？妙妙心里替他们着急，连带对系统也不信任起来，说好的小虐怡情大虐伤身呢？这都冷战多少天了，谈什么？谈心啊。妙妙恨铁不成钢，你也不说，他也不说，就这样生闷气。瑶儿他眼中忽然浮现出一丝奇异的笑意，生气了。林妙妙绝倒，原来这是位钢铁直男。在原著里，柳拂衣就是这样，无论是卖可怜薄同情的灵鱼，还是热情似火硬要倒贴的端阳地基，他都不懂得拒绝，总是若即若离，有求必应。倒是应了他这个名字，试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简直是活雷锋。只可惜他点亮了少女怀春的心思，却从没往深处想过。现在他明白了，柳拂衣是根本不懂。他在捉妖之事上精彩绝艳，可惜对于感情之事，简直就像刚入门的小朋友，多的是要走的弯路。夜幕渐渐拢下来，千云染上了紫红色，甲板上渐渐热闹起来，许多人倚在栏杆旁，对着天边的夕阳指指点点。自下午碰见过以后，慕瑶和慕生缩在各自屋里没出声。妙妙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拿出了爹爹从家带的一大兜干粮，打开来一看，足足20个圆滚滚的白面馒头，上面拿切好的胡萝卜摆成了5瓣梅花，白里透红，要多精巧有多精巧。妙妙拿了一个出来，厨师显然是花了心思的，冷掉的馒头一点也没有变硬。他咬了一口，柔软的白面下面咬到了满嘴的甜蜜。低头一看，原来这馒头里面还灌了满当当的红糖，黄昏的光晕里泛着温暖的釉色。他鼻尖一酸，几乎是忍着喉头的酸涩咽了下去。外头是寒江水，头顶是不夜天，这水这树这船，通通是游子冰冷的点头之交，除了手里的这一点甜，还有什么真正属于他？一叶小舟在江心泊着，陌生的面孔行色匆匆，前路茫茫。
林妙妙想，自己就是小家子气，她就觉得哪里都比不上家好凌瑜为了一个男人义无反顾的背井离乡，跋山涉水远去，她心里后悔过吗？林妙妙望着茫茫江水，声音低低的：柳大哥，给你讲个有趣的事。在我家乡，传说海上有个叫赛人的女妖，行船的人听到她美妙的歌声会被蛊惑，随后船便触礁。这里也有类似的妖物。柳福一提起妖早已见怪不怪，语气相当平静，江水中很可能有蛊惑游人的水鬼，乃是枉死的人所化。还有一种妖，名叫媚女，能歌善舞，传说美艳绝伦，可蛊惑人心。妙妙品了品这几个字，露出了八卦的笑。美艳绝伦，你见过吗？柳福一笑了。水鬼我见过很多，媚女却没见过一个。这妖物罕见，多匿于山林，一旦沦落尘世，定会招致灾难。为什么？柳福一想了想。老一辈捉妖人说，媚女乃世间至情至性，妖力巨大，但并不会主动伤人。倘若遭遇背叛，则会于同体内孕育出一个不同妖魂，是为怨女，外貌相同，但本性极恶，二者共用一个身体，为祸四方。这怨女是所有捉妖心里最忌讳的一个。林妙妙听得一脸震惊，人格分裂，不愧是捉妖，这个世界的妖物设定不同凡俗，大世界才展开小小一角，便已千奇百怪，花样百出。林妙妙吃过了馒头，又拿了几个包好，预备给慕瑶他们送过去。船行至漩涡处，微微摇摆，林妙妙胃里又有些难受，抱着包裹半倚在栏杆上。刚刚浮出的月色让乌云遮去了半截，四周暗下来，是一个有些阴郁的夜晚。慕瑶的门紧紧闭着，林妙妙看见一抹熟悉的衣角，是木生的鹅黄色衣衫。林妙妙不敢动了，偷眼看去，他坐在慕瑶门口，袖口利落地扎紧了，放在膝盖上，整个人半眯着眼睛，有些疲倦，但脸色仍然紧绷着，宛如一只蓄势待发的小兽。林妙妙吃了一惊，黑莲花至于这样守着慕瑶吗？下一秒，她耳中听见哗啦啦的水声，仿佛有什么东西从江水中冲出来了。他回头一望，船舷外什么也没有，呼呼的夜风直往近吹，带着一股湿冷的水汽。咦，窗户什么时候开的？林妙妙瞪大眼睛，猛然发觉地面上一层若有若无的黑雾，慢慢聚拢在一起，凝成一个奇怪的人形，像蜥蜴一般四脚并用，飞快地从妙妙脚上掠了过去。他觉得脚背上一热，低头一看，从裙角到鞋面都被水阴湿了。什么鬼东西？这团黑气一样的东西速度飞快穿过隔板，如入无人之境，那块隔板上很快显出了层层叠叠的暗黄水渍。他直奔慕瑶的房间而去，黑影贴着地，迅速溜到房门前，木生半眯的眸子瞬间睁开，晃出一抹很利的光来。他坐在地上，身子微微一斜，正挡住了门口，指节发出咯吱的脆响。黑影顿了一下，移动时显出的人影便被盖住了，团团的黑气似乌云翻滚涌动，停住的地面上慢慢溢出了水，堆成了一个小水坡。下一秒，这一片翻腾的乌云像野兽一般拱起了几倍，像拉到极致的弓弦。这是一个预备攻击的姿势，不识好歹。木生嘴角微微一翘，眸光锐利，手腕上的钢圈已然脱出。那黑影立了起来，足有1人半高，坐在地上的少年被拢进了阴影里，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当收妖柄带着亮光猛地蹦出，仿佛破除乌云的第一道刺目的日光，那黑影竟然被打作两截，一股黑水猛地从他腰间扑出来，船舱里弥漫着淡淡的腐烂味道。黑气散去了，地上到处都是水渍，一只牙床狰狞的骷髅头滚落在地上，旁边是泡在水中的几块零散的白骨。林妙妙张大嘴巴，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水鬼？少年半垂眸子，悄无声息地松开腰带，脱下被水沾湿的外袍丢在地上，以脚踩着擦过了地面，再次坐在了慕瑶房门口。木生只穿着雪白的中衣，碎发轻柔地覆盖在额头上，眼睫微翘，看上去单薄柔软。他面容平静，闪动的黑眸中偶尔会因心神不稳泄露出一丝偏执的戾气。妙妙反复叹气，黑莲花痴心的令人心碎。木生安稳坐下不过1分钟，船舱里暗了下来，奇怪的气味迅速充满了船舱，一股咸鱼味，好像就是方刚才被打死的水鬼身上的味道，只不过这次已经浓郁到需要人凭助呼吸的程度了。木生慢慢抬眼，漆黑的眸中倒映出遮天蔽日的黑气。小子，断人财路又取人性命，不是个好习惯。这声音雌雄莫辨，像是隔着一片纸传出来，间歇带有震动的声音。刚刚打死了小的，现在又来了只大的。整个船舱到处是带着潮气的腥臭味，黑气如同一堵墙，遮住了妙妙的视线。这会儿只听得这大妖说话，看不清木生的表情。他向前走了2步，
想打我阿姐的主意，就凭你。少年掀起眼皮，嘴角一抹讥讽的笑。你知道本座是谁吗？那声音沙沙作响，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若不想死，及早滚开。木生拍拍手站起来，反手无声地向木瑶的门上贴了好几个消音符，瞬间一道无形的屏障包裹住了船舱。他轻轻笑道，不就是支水鬼吗？妙妙伸手触摸着软韧的结界，一门之隔的木瑶还在沉沉睡梦中，浑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那乌云般的黑气瞬间暴涨，将窗棂里露出的最后一丝光也遮掉，船仍在航着。妙妙在黑暗中上下起伏，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忍不住靠住了船舷。木生凭借灵敏的五感迅速跃开，闪过了攻击，腕上一圈收妖柄飞上空中，瞬间放大，在黑夜中闪着莹莹白光，如同一个黑洞，空中黑雾顿时变作漩涡状，被丝丝缕缕地吸入圈内。你以为这种低等法器？黑影猛地突出了一块，迅速伸展，如同伸出一只长臂，竟然生生捏住了收妖柄，奈何得了我吗？白色光圈在剧烈颤动，仿佛无声的挣扎。木生以心念操控之，此时收妖柄被制住，如同被捏住了心脏，一股强大的煞气反灌入身体，他的唇色越来越白，绷不住吐出一口鲜血。收妖柄被整个没入黑气中，发出即将粉身碎骨的咯咯声。木生眸中一暗，强行飞身而上，如同一只雨燕，径自攻向了黑暗最浓重的地方。妙妙惊呆了，这是什么自杀式打法？果然，黑影倒退半步，气团如烈火般再次扑上来，木生周身立即被无数藤蔓般的黑色手臂缠住，用力拉向核心。现在他宛如被蛛网粘住的小小昆虫，即将成为蜘蛛的腹中之餐。为了法器不要命？那声音又怪笑起来。不过你的身体……黑影似乎极其愕然，半晌冷笑道，为了一个低等收妖柄，你竟然自寻死路。木生已经靠近了黑色的核心，勉力支撑着身体悬在空中，保持着距离，嘴唇嫣红，眸中有些涣散。一只收妖柄已经回到他手腕上，被他袖口掩盖，他恍若未闻，念觉要收另外一只。不能丢，一只也不能丢。阿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鬼呀？打也打不完。小男孩沮丧地捂着伤口，眉目间涌动若隐若现的戾气。看姐姐给你带了什么？女孩微笑着打开一个盒子，里面是一对闪亮的小钢圈。阿生还没有自己的法器，对不对？我做了一对收妖柄给你，这样以后就不会怕鬼了。还给你爸。那声音冷笑着，银色钢圈从黑雾中掉出来，猛地砸在地上，弹了一下，滚到了林妙妙脚边。随后，妙妙眼看着一只黑色的手臂扑得穿透木生的肩膀，红色的血液猛地迸出，喷在对面的墙壁上，少年的脸色霎时苍白如纸。可惜了，有这样珍贵的身体，偏偏生在木家。那人的声音咬牙切齿中带着一丝得意，如果早些让开，也不至于白白丢了性命。林妙妙对木生充满疑惑，你傻吗？你不是会用炸火花吗？他忍不住想大喊，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很小，像被什么压制住了似的。巨大的微压式的空气都被压缩了，妙妙的耳膜鼓起来，有种在潜水的错觉。偶有的声音也像是隔着水面传来，经过了压缩和扭曲，恍恍惚惚听不清楚。这是大风鼓起，少年悬在空中，白色衣袖和黑色发尾飞扬，发带如若展翅欲飞的蝴蝶，拼命拍打翅膀。他沾着鲜血的嘴唇轻轻张开，显得有万分妖冶。死之前怕是没机会报出你的大名了。他袖中指尖绽开一星光点，那是一切旋风的源头，一个庞大的漩涡从平面上立了起来。那是个极为壮观的景象，漩涡形成一个巨大漏斗，宛如吞噬天地的怪物张开血盆大口，绞肉机一般将黑云打了碎片，红光暴涨，将整个船舱映得一片艳色。妙妙听见骨骼破碎的声音，咔咔嚓嚓，咯嘣咯嘣。木生袖中飘出一张橙黄的符纸，慢慢落在地上。那癫狂的黑影挣扎着接住了，黄纸迎着光，半透出血红的字。妙妙努力地辨认半天，上面的字一个也不认得，看起来甚至有些古怪。反血符，那声音难以置信，几乎变了调。木家人怎么可能反血符？红光漫天，木生慢慢落在地上，肩膀上的一个血洞触目惊心。他脸上带着诡艳的笑，映出船舱内的红光。让你失望了。他浑身是血，仍然笑吟吟地站得笔直，显得十分可怖。我不是木家人，我只是木瑶的弟弟。话音未落，船上所有的黑影哗啦一下全消散了，水面倒映着黄昏起立的晚霞光芒涌进了船舱，从诡异的红黑色调霎时变成了一片暖洋洋。黑云猝不及防散去，露出一脸愕然的林妙妙来。他惊恐地左顾右盼，发现自己无所遁形。
红光慢慢躲进木生身体中，他脸上还挂着没有消退的戾气，慢慢扭过头，意外眯起眼睛。林小姐，潜台词，又是你。残阳如血，映照着他的闪亮的发丝。木生见他僵硬地站了片刻，双手迅速举起那个地上捡来的钢圈，手举过了脸，挡住了脸上战战兢兢的表情。你的镯子。他接过来，却不急着戴，将收腰柄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朝上向他逆去。你知不知道，你口中这个镯子可以打碎你的脑袋？他眸中极亮，嘴角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穆公子好风趣。妙妙已经对恐惧麻木了，瞪大一双黑白分明的鹿子眼，满脸无知而无畏，笑出了一口白牙。他刚才撞到我的脚，脚也没碎，想必他只打妖怪，我是好人。木生戴上收腰柄，却没有撕掉门上的消音符，身侧肉眼可见的红光表明，他现在还处于暴走状态。就算在这个结界里杀人分尸，外面也没人会知道。林妙妙保持着笑容，实际焦灼的快烧起来了。没有主角光环傍身，还敢来随便送馒头。木生终于打破寂静。你刚才看到我刚才看到妖怪了，可吓死人了。可是没想到这么厉害的妖怪，居然被穆公子一招就秒杀了，真是精彩绝艳，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就好了。妙妙眉心一跳，迅速接上了后面的话，语速越来越快，声音又甜又脆，带着推销式的高涨热情。穆公子真不愧出身捉妖世家，为民除害，出手不凡，简直就是我等凡人的大罗金仙。林妙妙活了这么多年，头一次为了保命贡献出如此卖力的表演。她顿了顿，脸上笼上一层阴云，你明明欲言又止，又似乎懒得与他多说，嘴角挂着嘲讽的笑，算了。他单手摸上符纸，烧回只用了短短一刻。妙妙在吗？林妙妙刚松了口气，这声音便如一击重锤砸在他脑袋上。柳拂衣立走廊暗处，衣袂飘摇，疑惑地喊，你站在那儿做什么？酒冰好了，你不是要喝吗？他恨不得捂上这个直男的嘴。木生垂在身侧的手捏紧，微微眯眼，哟，这么一会儿不见就追过来了。丁任务提醒，任务一关键情节，与角色柳拂衣赏月共饮。三个声音在他脑子里交叠环绕，妙妙觉得头要炸了。妙妙，哎，来了来了。林妙妙飞快地答应着，回头笑眯眯地看着木生，穆公子要一起去吗？你们二位的事情我就不凑热闹了。他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目光落在妙妙一直抱在怀里的包裹上，怔了一下，你拿的是什么？林妙妙心里生出一股邪火来，现在想起来问了，老子来送个馒头，差点把自己送成了炮灰。他把包裹往怀里带了带，借着柳拂衣的三分饰，带着气的迈脚走了。没什么。江中茫茫水，水中融融月，月光化作一江碎银，簇拥着安稳行驶的客船。船上挂上了照明的灯笼，融融一团的黄光，给清冷的月色添了温馨的一笔。二位客官，我们船上独有的桃花酒哦。一只手伸出来，两只小巧玲珑的酒杯飞速摆上了小桌。甲板上晚风正凉，清朗的气息混杂着酒香，直往人袖口里钻。来，妙妙。拂衣的侧脸映在灯下，说不出的俊逸。在这样一种浪漫的环境下，也难怪灵鱼会越陷越深。柳大哥妙妙眼疾手快地接住了拂衣递给他的酒杯，多谢，我自己倒。二人精致的小瓷杯在空中轻轻一碰，发出清脆的响声。柳拂衣笑着抬袖喝酒，眼底却有一抹化不开的忧郁。原著里，灵鱼孤身离家，闷闷不乐，经过了颠沛流离的几天，情绪终于失控，一个人躲在角落边哭边借酒浇愁。善良的男主角当然选择陪他一起喝，极尽安慰之能事，这是灵鱼与男主角独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任务完成后，妙妙和柳拂衣的亲密度将达到 80%。柳大哥也不开心吗？柳拂衣微微一笑，眸子闪动了一下。为什么是也？他一时语塞，低头喃喃，我想家了。在抬头时，眼里影帝般的酝酿出两团泪水。哎，也难怪。拂衣为他添酒，你毕竟不是捉妖人。四处漂泊的捉妖人像是无根的浮萍，将亲缘、情缘都看得极淡。你也是这样。妙妙定定地望着他。是的。他眼里带着浅浅笑意，不单是我，瑶儿也是一样。至于阿生，他好笑地摇摇头，阿生年纪还小，还有些粘人。妙妙咽了口水，没敢吭声。可怜的柳拂衣，头上都快飘绿云了，还不知道木生和木瑶不是真姐弟，以为木生只是粘人。这样说来，你和木瑶已经习惯这样的相处模式喽？提起木瑶，拂衣一贯的温和的面目就露出几分无措。我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酒入肺腑，身体热起来，话匣子也彻底打开。说起来，瑶儿与我性子太相近，或许不是一件好事。
这倒是有些道理，妙妙心里想。这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为柳福一满上，看着他无意识的一杯接着一杯，是你们把他想复杂了。其实他顿了顿，满脸复杂，你们只要坐下来交心，一个时辰，不，说不定1刻钟就全解决了。交心？是啊。柳福一却苦笑，太难了。怎么就难了？妙妙气得心脏乱跳，你心里想什么说出来，有那么难吗？柳福一摇摇头，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这么多年，我与瑶儿都习惯自己背负一切，与其说是恋人，不如说是伙伴。我们彼此相依，却也彼此竞争，在这段感情里，生怕输给对方，一输就是一败涂地。他怜惜地看着妙妙，住了口。你还小，还不懂。妙妙被这句话扎心了。对哦，他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凭什么给小情侣当感情导师？几时了？慕瑶坐在床边，披着外裳，满脸倦色。他修的木家捉妖术威力巨大，可是极为耗神，每次练完都要睡很长时间。好在他游离四方，不需要作为家主待人接物，倒很自在。这次一睡，竟然睡到了晚上。月亮都出来了，阿姐饿吗？木生笑吟吟的脸出现在床头，睫毛浓密，乌黑明亮的眼睛从下向上看他，带着点妖宠的亲昵姿态，宛如一只撒欢的小狗，把前爪搭在床沿上，想要凑过来舔主人的脸。他刻意换了新外袍，盖住了身上的伤，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除了脸色有些发白，完全看不出来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慕瑶披着衣裳，眼睫低垂，脸颊上是才睡醒带上的一丝嫣红，竟有几分可爱。可惜他神色郁郁，我一点也不想吃。可是阿姐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木生半撒娇半是哄诱，我要些吃食来，帮你端进房间好不好？阿生，刚才我好像听见福一的声音。慕瑶抬头望他，神色里竟然有一丝惊慌。木生的脸瞬间沉下去，语气都变了。是啊，他来叫林妙妙去喝酒。慕瑶眼里的光闪了闪，闭住眼睛。算了，阿姐非得找他做什么，我也可以陪你啊。你想不想下棋？真奇怪，按理说林妙妙勾走了柳福一，是最好不过的结局，为什么那2个人喝酒赏月，无不快哉？他们2人就像被抛弃了似的，不单气氛凝重，阿姐连饭也不愿吃了。或者我也陪阿姐去赏月，外面凉得很，要多穿些衣服。不必了。慕瑶出声，语气中抑制不住的烦闷，别闹了，阿生，让我静静。阿姐，你怎么了？他在慕瑶身边蹲下来，蹲这个动作牵拉伤口，他眉头微蹙，额上泛出一层冷汗。这一切慕瑶一点也没注意到。我梦到他了。慕瑶的脸色发灰，嘴唇喃喃，梦到爹娘，他们被他。不会的。木生一把握住他的手腕，神情严肃起来，我会保护你，绝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他闭上眼睛轻轻一笑，脸色白至透明，别逞强了，阿生，你连我都打不过，怎么对付他？如今之计，唯有我努力休息，再努力一些。不是的。木生眼眸渐深，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在无声呐喊，我可以的，只要你允许，只要你允许我。一杯桃花酒很快见了底，喝到最后，酒中是没有被过滤干净的花瓣残渣。妙妙已喝得头昏脑胀，太阳穴突突直跳，舌头打结，直欲往桌上趴。柳大哥，我给你个建议。你说？你以后要跟异性保持距离，这样慕瑶才不会生气。他抬起一根手指，尤其是万一遇到一个身份尊贵又娇气的小姑娘，你千万离她远一点。一个皇家贵胄端阳地基，活生生把男女主角虐成了2根苦瓜。福一不置可否，笑着摸了摸他的头，醉了吗？妙妙气得一把打掉了他的手，你听没听见我说话？我听见了。柳福一的声音里带着委屈，一只小碗塞进了妙妙手心，影影绰绰地看见碗里飘着个月亮，跟他大眼瞪小眼。这是啥？荷包蛋。柳福一绷不住笑了。是水，里面加了醒酒的药，没有别的东西。林妙妙瞬间露出失望的神色，连蛋也不给，小气。说着豪放地仰头喝了下去，嘴像是个漏壶，一大半水洒出来，沾湿了衣服。柳福一看得眉头直跳，有些心疼他千金难求的解酒汤。林妙妙喝完就趴在了桌上，怎么回事？这么困？是解酒汤的功效，一会儿便好了。他轻轻叹息，女孩子家在外，夜里还是要保持清醒。林妙妙脑子里一片混乱，一会儿是慕瑶负气的脸，一会儿是浑身红光的木生追着她跑，头痛欲裂，忍不住哼哼了一声。什么？柳福一凑进去听。柳大哥，他含含糊糊地问，反写符是什么？柳福一眉头一蹙，你从哪儿听到的？他不答反问，穆家人为什么不会反写符啊？
柳福一顿了顿，慢慢道：不光穆家，所有的正派捉妖人都不可能反血符，因为那是邪门歪道。醒酒药的威力巨大，妙妙在此刻从挣扎中脱出，瞬间清醒了，只是脑袋还很痛，浑身无力，一时半会爬不起来。他的心砰砰直跳。有多邪？曾有大妖伪装成捉妖人潜入捉妖世家，一指反血符，横死满门。他感觉到柳福一的声音越来越近，心里一慌，忘记了还要问什么，立即回忆起剧情来。按原剧情，这次月下对饮的结尾是灵鱼醉酒，柳福一将其抱回的情节。途中当然是被慕瑶看见，后者醋意大发，小情侣闹得不欢而散。当时林妙妙可是在心中把不要脸的灵鱼骂了个狗血喷头天晚了，我先送你回去，不必担心，再过1个时辰你可行动自如。这是要抱他了。不行，妖兽啊！他急中生智，一声缠缠绵绵的呼唤溢出了嘴唇。子期！柳福一顿住了。子期！他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满脸恍然大悟的神情。他一下子明白了，这位娇小姐之所以不顾辛苦坚持要与他们风餐露宿，原来都是因为这个。少女怀春，最是无知无畏。他脸上不自知地带上了好笑的神色。哎，我去找阿生过来。不！妙妙吓得直蹬腿。啊！我头好疼，不论如何，我会替爹娘报仇的。慕瑶脸紧了衣服，秀气的面容坚毅，眸中射出一抹寒光，谁都指望不上，我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一切。阿姐为什么总要自己承担？你还是不肯相信我吗？木生的脸色已经很白了，他几乎是故意坚持蹲着，感觉到小腹的伤口撕裂，温热的血不住渗出，才能使他感到一丝清醒。不是的，阿生。慕瑶缓缓转过来，将手搭在他的肩上，声音温柔下来。你跟我不同，你是穆家的希望，我会尽力。木生眸中一抹黑色暗涌。即使我只是个外人。别说了。慕瑶的脸色一冷，你永远都是我弟弟。你在胡说，我会生气的。是啊，你眼中的穆家光明磊落，而我理应感恩戴德。他放下帘子出门，浑身带着冰冷潮湿的寒气。这样冷的感觉，连船上黄澄澄的灯笼也不能带来一点暖意。船在静谧中行进，月色下一个纤细的人影，不知在格子外站了多久，等得两肩落满霜花，不住地搓着自己的手臂。闻声转过身来，一脸惊喜地望着他。他的目光下移，落在他捂着小腹的手上，疑惑道：你怎么了？你怎么在这里？木生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妙妙黑白分明的眼里倒映着月光，向前走了一步。我等你啊，等了很久了。看他的表情，想必刚在慕瑶那里碰了一鼻子灰，正中他下怀。锦上添花算什么？他这不是就来雪中送炭了？江风吹动他的衣衫，他身上还残存着一丝酒气，混杂着柳拂衣香囊的味道。他心中涌上一阵烦躁。酒局这么快就结束了，赶着赴下一场。林妙妙脸色霎时变了，眉头挑起。你怎么说话呢？我说错了。嚯，看着吃枪药的架势，刚才和慕瑶想必是大吵了一架。林妙妙压了半天，微笑着压下了火气。我是与柳大哥喝完了酒，那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来找你，又不是为了喝酒。木生抬起眼，连作弄他的兴趣都没有了，不耐烦的冷笑。林小姐又失眠了。我的香囊不中用，没有柳拂衣的好闻。记仇的小气鬼。林妙妙笑一声，见他的脸色，估计伤得不轻，鼓起勇气一把挽住他的手臂。你不能把我往好处想想，我专程来带你上药。木生甩了一下没甩开，牵动伤口，冷汗顿时涔涔而下，有些恼了。放开，别动。妙妙压低声音，死死拽住了。你看你疼了吧？他拖着他往自己的格子里走，带着杀人越货的邪门勇气，不想惊动你姐姐，就别在这里闹腾。木生的挣扎顿止，果然慕瑶就是黑莲花的死穴，屡试不爽。木生被林妙妙连拉带拽地安顿在椅子上，漆黑的眸子如同寒潭晨星，整张脸上满是阴郁。林小姐，你未免太多事了吧？林妙妙没理他，仔细地掩上门，放下帘子，点亮一盏烛台。昏暗的房间里只剩他们两个人，他转过脸来，一丝笑也没有了。你有病吗，木子期？有伤就要赶紧治，不用药就算了。他望着他手指间渗出的鲜红，皱起眉头，至于这样折腾自己吗？他神色罕见的严肃，几乎像是在发怒，但眼里流露的关怀很像曾经的一个人。木生神色一滞，拿开了手掌，看着指尖斑驳的血迹，衣服上的血已经阴出来了，慢慢向外扩散。我从来不用药。啊，妙妙的常识被挑战了。那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吗？比如说不治自愈什么的？没有。
那你，妙妙倒吸一口凉气，委婉的总结，可穆公子活到现在，实属侥幸。穆生看着他不吭声，神色晦暗不明。他撩起衣裙，在穆生面前半蹲下来，语气轻柔：我帮你看看。不必了。他再次捂住伤口，神色冷淡：我不上药。你别那么紧张。妙妙感到一阵挫败，我又不是登徒子，你也不是大姑娘。他犹豫了一下，环顾四周，拿出下午那个纸包来。展开纸的声音哗啦哗啦，惊动了穆生，他眼珠里跳动着烛火，越发显得瞳仁大而黑亮。不是说没什么吗？我故意说的。妙妙拿出一只馒头来，拉开他的手心，轻轻地放了上去，嘴里抱怨道：本来想拿去给你和穆姐姐尝尝，谁知道偏偏碰见你在跟别人打架，你那么凶，一脸要吃人的样子，傻子才会巴巴地给你送吃的。穆生望着手心，馒头雪白滚圆，表面光滑诱人，正中间用切成菱形的胡萝卜镶了朵五瓣梅花，红白相映，十分精美。他的声音清脆极了，带着点小姑娘家的委屈。你别光看，尝尝呗。妙妙蹲在他跟前，一脸兴奋地仰视他，我家宝贝厨子做的，又好看又好吃。穆生扭过身去，躲过了他的视线。他不喜欢这种仰视，总觉得这个动作，自己的表情会被他一览无余，就像他总是这样看着慕瑶一样。妙妙心里叹气，咬咬牙，换了个边蹲下来，继续厚脸皮。你快咬一口尝尝，包你不会失望，不是还没吃饭吗？让他一提醒，倒还真的饿了。穆生刚咬了一口，蓦地尝到了一股甜，他低头望去，馒头里面加了莹润的红糖，红糖已化掉了，躺在馒头里。甜不甜？好不好吃？迈出安利的林妙妙蹲在地上，笑得像个终于嫁出女儿的老大娘。甜味融进她的嘴里，太甜了，多久没有吃过这么甜的东西了？顿时饥饿连带着一股奇妙的渴求席卷了她，她几口将馒头吃掉了。妙妙托腮看着她，又及时的在她手心放了一只。他顺着他的手指向上看，看到他细长的手臂，水蓝色上蠕，白皙的脖颈，一直看到那双带着笑意的杏子眼，期待地望着他。吃啊，还多得很呢。穆生望着他，这个模样，很多年前，在大街上为了一口饭被打个半死的时候，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家小姐，就是这副好意施舍的模样。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惺惺作态的施舍，为的是一只疯狗，就会惊恐地跑开，头也不回地跑到温暖的轿子里，那里有人嘘寒问暖，告诉他们对待这些人不需要善良，而风霜雨雪里无尽的厮杀，夜晚和死亡才是他的归宿。他手指收紧，馒头上的梅花被他无意识地捏变了形。哎，别捏。妙妙满脸心疼地抓住他的手腕，那力道跟小猫挠人没什么区别，有气冲我来，别虐待粮食。他的手松开，兴味索然。不吃了。妙妙嘶的一声，对于他的心情变化浑然不觉。别矜持啊，穆公子，我一个人一口气都能吃3个，你一个男孩子还吃不过我，这如何说得过去？那些似是而非的画面奇迹般的消散了，他隐约觉得眼前这位官家小姐不可归入回忆中那些女孩们的行列，不温柔，不娇矜，毫不客气，乃是个怪胎。穆生不再计较，接住了他的馒头，也一口气吃了3个，感觉胃里服服帖帖，整个人都舒服了起来。妙妙在一旁瞅着，一阵心疼。3个就那么随口一说，黑莲花真能吃，早知道抱2个，也好省1个出来多吃一顿。妙妙耐心地等他吃完，愉快地拿出药膏来，一股浓郁的中药味从他手中弥漫开来。吃好了，上药吧。怎么还要上药？穆生的脸又沉下来。按我家的规矩，小时候要吃苦药，我爹先喂我1颗糖，先头甜了，待会儿就不会那么苦了。林妙妙笑嘻嘻地望着他，要不你自己来，我不看。黑莲花偏过头去，眸子漆黑。不必了，没那么矫情。林妙妙看他一眼，自顾自打开药膏盖子，边准备边嘟囔：穆公子想要活得久一些，多陪穆姐姐一段日子，就要惜命，对自己好一些，若是抢先死了，岂不便宜了他人？穆生骤然抬眼。你说什么？妙妙仰起脸，满脸无辜的笑意。没说什么呀。他顿了顿，低头望了一眼手中的药，接着眉头末尾的嘟囔了一句：你一直这么抗拒，难道这些药对腰造成的创口没有用？不是。穆生破罐子破摔的在衣服上擦了擦手上的血，以往都是阿姐帮我疗伤，他知道的伤都被治好了，他没有发现的，或者他不想让他发现的，他就自己扛着，听天由命。既然有效，那就快点吧。你脸色这样差，是吗？他勾起一抹嘲讽的笑，脸色这么差，阿姐却一点也没看出来。林妙妙急匆匆地拉开抽屉，在自己的包裹里找出了剪子和纱布，
还像模像样的打了一铜盆热水。你这是做什么？木生望着他窜来窜去的身影，啼笑皆非。我又不生孩子。啊，不是这样吗？林妙妙手足无措，尴尬地站在原地，心里暗道：垃圾电视剧，误人子弟。你过来。木生抬起眼，那双黑眸从他脸上划过，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意味。看你这样子，没帮人上过药吧？是没有。他有些心虚，顿了一下，又有了底气，胸膛一挺，我自是还是挺有经验的。我给家里的小鸭子治过腿，它本来都被猫咬跛了，我天天追着它，给它抹药，硬被我治好了。他眼中泛着亮光，我厉害不？他咬了咬牙，要给我。行。林妙妙看他单手解开衣服，心里有点紧张，我需要回避吗？哼。他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手下一顿，林小姐若是想看，留下也无所谓。木生解开衣服，里衣慢慢从肩头退下来，余光瞥见身后一道僵立的影子，他还真待在后面看着。好，想看便看个够吧。衣服脱下来，林妙妙心里咯噔一下。木生很白，他的杯跟他的脸一样白，莹白如玉的皮肤上纵横交错着陈年的边痕，以至于那个穿透他身体的血洞都不是那么显眼了。林小姐，别发呆了，帮我递剪刀。他微微侧过头来，那个优雅美丽的背影逆着光，露出他眼里一点光亮。这样的诱人，林妙妙下意识地照做了。等一下，你要剪刀做什么啊？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尖角已经窜出喉咙，双手下意识捂住了眼睛，心脏拼命跳动，透过指缝看见木生冷淡地望着他，脸色白得吓人。拿水洗洗不就得了，何必？林妙妙快崩溃了，看着木生一手掌的血，还有血泊中的剪刀，简直就像命案现场。这个世界又没有麻药，这样玩真的不会出人命吗？水鬼伤过的地方，如若不清理掉，很快便会腐烂。木生宛如听到什么笑话，额头上已经满是细密的冷汗，笑得讥诮。林小姐看着票勇，不想胆子比兔子还小。她见木生血流得像小溪，空气里浮着一股甜腻腻的味道，也顾不上计较他话里的贬损，一把抓起纱布，颤抖着手按在他的伤口上，听见他闷哼一声：你快自己按着。妙妙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冷汗湿透了后背，快点，我怕弄痛了你。岂料他沾着血的手在盆里一涮，带着温热的水珠附上了他的手，用力按紧了这一按，几乎是带着自虐的恶意。这样的痛楚下，嘲讽的话语是从齿缝中挤出来的。你可以用力一点的。林妙妙岿然不动，看上去相当镇静，实际头皮瞬间抹了半边。妈妈，有变态。你抖什么？木生竟然笑起来，带的伤口震动。妙妙感觉手上一热，显然又是新的血液涌出，心里一阵绝望，吼了出来：别笑了，快闭嘴。他右手拿了一块新的纱布，握在手里备用，努力固定住他的身体，看上去像是抱着他一样。他怀里有悠悠香气，是女儿家用花瓣泡水沐浴的味道，让热气一蒸，全部飘散出来。温热的身体隔着一层薄薄的水蓝上乳，若有似无地贴住了他。冷，真的很冷。林妙妙却热得满头大汗。你这样流血真的行吗？热水慢慢地失去温度，他的手心冷得像冰，嘴唇泛白，竟然慢慢地打起冷战来。这身血我恨不得流尽了才好。怀里的人站立得厉害，打摆子了。妙妙想起来，似乎失血过多的人会有这种表现。喵了个咪，黑莲花有胆秒杀大妖怪，单打独斗的时候浑身王霸之气，到头来竟然是用生命装逼。他气得无言以对，只好道：你松开我，我去给你拿床被子来。你知道我冷，这不废话吗？林妙妙的手被他按着，动弹不得。你身上这么凉。他腾出一只手来，将自己的披帛抽出来，顺手抖开盖在他肩膀上，半个身子靠了上去，想尽可能的让他暖和一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妙妙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这恐怕不行，得去找柳大哥他们。你敢去？木生从半昏迷的状态里惊醒，蓦地睁眼，眼里的厉色吓人。好好，我不去。他不敢妄动，颓然坐下来。好在妙妙一直出汗，身体还算暖和，木生整个人无意识地贴紧了他。喂，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妙妙满脸复杂地看着处于半休克状态的木生，声音酸酸的。如果我今天不来找你，你怎么办？不怎么办？他说话轻得像是梦呓，脑子里混乱不堪，不断地闪现着木瑶严肃的表情。阿生，你是穆家的希望啊。如果他知道这个穆家的希望不单有那样的出身，还画得一手熟练的反写符，真是可笑。耳畔那清脆的声音还在絮絮叨叨。对了，你们捉妖人不都是有那种止血的符吗？或者把它烧了，化水喝能治百病的那种符？
木生冷笑一声，你说的是假道士招摇撞骗，那怎么办？林妙妙欲哭无泪，手边止血的药也止不住她这么大面积的伤口，再这么下去你会死的。死又有什么打紧？她嘴角一抹讥诮的笑，神色越发薄凉起来，整个人苍白的像是下一秒就要羽化登仙了。不行，你可不能死哇！林妙妙紧张地盯着他，见他混混沌沌，拔高声调，恶狠狠地说，听见了没？不能死，快点想法子，刀山火海我替你做，要不然我等你一晕过去，就把你姐姐叫起来。木生望着他，古怪地沉默了半晌，他低低道，我不能用。林妙妙脑子里闪过柳福一那句歪门邪道，书上写了，木生心思不正，剑走偏锋，走的是邪路，可却没有明说这路到底邪门在哪。要是他的攻略对象死了，他是不是就直接被传送到惩罚世界了？这样想来，是正是邪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不能用？保命要紧啊！我今天已错过一次，我知道那件事你不想让你姐姐知道，你放心，我半个字也不会说，你快点用吧。木生的脸色苍白如纸，发丝湿漉漉的贴在额角，神色迷迷蒙蒙，愈发显得瞳孔乌黑洁净。你今天看到了，不害怕吗？看到了。他敷衍着，心急如焚，管他什么歪门邪道，能杀妖怪不就行了吗？要是能保住你的命，为什么不能用？快点！他慢慢俯下身子，倚在他身上，声音轻飘飘的，显得出离乖巧。你帮我？我怎么帮你？帮我梳头。他放开手，林妙妙的手背都被汗水沾湿了，三两步跨到箱子里，翻出了一把梳子，颤颤巍巍插进黑莲花一头乌发里。发带卸下来，他的声音飘忽不定。林妙妙伸手拉了一下那白色发带，只拉了一下，忽然觉得周围的气场都不一样了，四周的空气变成无数漩涡，旋转扭曲，面前的人像是有致命吸引力，像雪白的罂粟在风中摇曳，诱人采摘。那样淬着毒的美艳，是九天之上雌雄莫辨的尊神，又是欲海沉浮的邪灵，忽而高不可攀，忽而堕落至极，无数中幻影交杂变化，不变的是那一双漆黑的眼睛，眼尾上挑，媚气横生，眸中是漩涡般的星河，含着世间最皎洁饱满的情意。只要看一眼，便让人忍不住离他近一些，再近一些，甘愿匍匐在他脚下，做他的祭品，任他驰骋。喉间一甜，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嘴里的一口血已经流到了下巴。他感到五脏六腑似乎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揉捏着，但却奇异的感觉不到疼，竟然有一种快慰的满足。心情是兴奋的，可是理智却让他汗毛倒竖。这是救人吗？这是要他一起陪葬啊！又一口血涌出来，他眼底发黑，手仍然不听使唤，放在他的发带上。他手臂猛地被抓住，接着被人用力拉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够了！那股神秘的气场骤然消散，像是浮在空中的人落了地。他这才感觉到浑身都脏器都颠倒错位了，疼痛感后知后觉的袭来，洼地喷出一口血，趴在地上喘息。木生微微回过头来，妙妙看见他伤口仍在，血却不再流了。他的脸色雪白，不知怎的，眉梢眼角竟然带上了一抹奇异的艳色，哪怕他此刻脸上阴晴不定，眸中深不见底滚，离我远一点。有这么对救命恩人的吗？他揉着被木生打痛了的手臂，缩在了角落里，看着木生的背影，伸出两手，优雅而缓慢地系牢了发带，然后披上了衣服。那平淡无奇的白色缎带上凝聚了月光，显得更加神秘。他修的是什么邪术，这么强悍？刚才那股力量，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胆寒。难怪木瑶不让他用，他要这么发展下去，发展成一个邪教头子也说不定。木生梳好头发，穿好衣服，开始端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你好了？林妙妙无聊地躲在角落里半天，忍不住打破寂静。今天的事情一个字也不许说，否则我不会在。他语气冰冷，突然停住不说了。妙妙纳了闷，黑莲花犯什么病？刚才还是靠在他怀里的温柔小绵羊，怎么短短一刻间就突然翻脸了？忽然间，一个念头电光火石地划过他心底，他顿时出了一身的冷汗，从头到脚都僵住了。一个为了报复，小心眼到害人全家的人，一躲除了姐姐，万物在他眼里算狗屁的黑莲花，他能有什么良心？他心知此举后果如何，还一步一步诱惑他去做，刚才那堪称粗暴的一摔，反而是他临时改变主意，放过了他吗？真是谢谢你啊！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木生一直背对着他，外袍的下摆开花似的铺开，他沉默半晌，讽刺的一笑。林小姐，太聪明未必是件好事。你错了，木生。林妙妙背靠着墙壁，
脚下的船忽然颠簸了一下。真的聪明只是为了自保，从来不会用来伤害别人。昏暗的烛火摇曳，室内又一阵沉默。你不相信？林妙妙冷笑一声，如果你相信慕瑶是个绝对的好人，那你凭什么不信？世上没有跟他一样的人。木生意味不明地笑道，你在说你自己吗？是不是觉得我把自己跟你姐姐相提并论很可笑？林妙妙折腾了半晌，肚子又叫了起来，干脆蹲在角落里吃起馒头来。没错，我跟她还是有点不同的。她边嚼边含含糊糊地说，我这个人小家子气，心里没有那么多大仁大义，只要我在乎的人都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我就知足得很呢。她突然发现脚下一道细细的裂开的缝隙，船又颠簸了一下，那个缝隙里就扑地冒出几个水泡来。咦？她蹙起眉头，脚下一道阴影笼罩了她。她抬起头来，发觉木生走到她面前，居高临下地望着她。她眸中有种奇异的情绪，似好奇又似疑惑。你不怨我？怨你做什么？她刻意装傻，话中带了倒刺。你先前说了是歪门邪道，是我坚持要你用，要是不幸死了，也怪我命不好呗。她咽下馒头，满意的舔舔嘴唇，甜味使她满心欢愉，连骂人的暴躁情绪也平复了。林妙妙已经气不起来了，浑身上下都紧绷着。任务2还真是意料之外的艰难，以我一命换你穆公子一命，想来也公平得很。她甜甜地笑起来。少年眉头一压，眸间神色登时凌厉起来，没想到眼前的人看似软弱，内里却是个顶有脾气的。似乎是挣扎了半晌才调整好情绪，只是脸上越发冰冷。你哗，外头忽然一阵巨响，仿佛江水突然翻起滔天巨浪，脚下的船突然剧烈摇晃颠簸起来。怎么回事？啊，进水了！外面的声音嘈杂起来，似乎很多人从房间跑出来，一时间端在手中的烛火层层叠叠，宛如萤火虫飞舞，不住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脚步声杂乱无章。咔嚓，妙妙目瞪口呆地被移了个位，差点一个趔趄扑倒在前面。脚下那道细细的裂隙忽然扩大，刹那间宛如猛兽裂开了个血盆大口，一股黑气带着涌动的江水猛地从口子里钻了出来，直冲天际。妙妙被这狼烟一般的黑气惊呆了，手腕忽然被木生抓住，从裂隙的另一端瞬间拉了过来，往门口一推，去，让柳福一带阿姐走。妙妙回过头来，见木生衣袖上还沾着斑驳血迹，有些犹豫，你顶得住吗？别废话，快走。木生发尾飞扬，两张符纸已经出了袖口，见他掉头往回跑，禁不住大怒，不是让你走吗？你管我干嘛？谁管你了？妙妙3两步跑回到柜子跟前，飞快地将矮柜上放着的包袱一勾，背在背上，转身夺门而出。我馒头没拿。甲板上聚集着惊恐的客人，很多人都是半夜听到响动，从床上爬起来，衣衫不整，脚上连鞋也没穿，大家挤在一处，像是一群瑟瑟发抖的小羊羔。慕瑶的白衣在空中飘飞，一截雪白的手臂露出来，高高举起，指尖生出一点光亮，仔细看去，它是在支撑着一个巨大的球形结界。这个结界内的人太多，因此结界的边缘彩淡的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快，大家站在我身后！满江都是星星点点的黑气，总是在暗中出动的水鬼竟然倾巢而出，堂而皇之地发动了总攻。船身剧烈摇晃起来，牢固的大船被白蚁似的水鬼们暗中腐蚀掉了。在水鬼比起比伏冲撞中，发出了凄惨阴哑的咯吱声，仿佛下一秒就要在水中分崩离析。大船怎么了？人群中传出了孩童清脆的哭声。呜呜，大船是不是要沉了？人群立即骚动起来，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死死瞪着他。小崽子，别胡说，真晦气！哇，孩子一下子哭了，哭声搅乱人心，引得一片哗然。哭，再哭，老子弄死你！娘，你要做什么？我们孤儿寡母的，你别乱来！母亲将孩子护在怀里，不住地往后退着。人群中有阻拦的，有大声咒骂的声音，混杂着哀哀的哭声，一时间乱作一团。慕瑶不住地回头看着，神色凝重，大喊道：不要吵了，船不会沉！啊！像是在故意同他作对似的，船身猛地倾斜下去，猝不及防的人们像是一盘沙，流动到一个角落，尖叫声和哭声顿时高起一浪。都扶好船身！慕瑶加固了手上的结界，外面的水鬼仍然企图趁乱攻入。被妖怪吓呆的人们自顾不暇，乱作一团。你踩我做什么？兄台不讲道理，我几时碰过你？别吵了，都活不了了。妇女尖利的嗓音穿透耳膜，带着浓重的哀怨。人群一时间猛地寂静，随后开始浮现出了咒骂和低低的哭声。
船身所有的木板咯吱咯吱响动，木构的衔接处被牵拉出一个豁口，大部分构件都松动了，在冲撞之下产生了裂隙。木瑶一人独木难支，咬了咬牙，两脚离地，浮在了空中。他手指飞快翻动，一张符纸寄了出去，瞬间便打倒了一大片水鬼，黑水迸溅，森白的骨头掉落了一地。人群骚动起来，快看他的符，穆家人有救了！妙妙跑出来，远远看见柳福一朝这边来，急忙扑上去。柳大哥，妙妙！福一抱着一个男孩，背上还背着一个人事不省的老太太，迅速到了他身边。没事吧？我没事，我们快去找穆姐姐。柳福一扬了扬下巴，瑶儿就在那边救人，我们现在去同他会合。妙妙接过柳福一怀里的孩子，用100米冲刺的速度跟着他往甲板上跑，心想：穆生的担心完全多余吗？这两个人本事强悍，配合默契，怎么可能被困得住？倒是他一个人留在黑漆漆的裂隙旁边，好像更危险吧。黑云已经将船舱的顶棚穿出个洞，露出黑俊俊的天幕，明朗的月光被乌云遮挡，方圆数里江面都被浓重的妖气掩盖。穆生的黑发和衣袍被斜风鼓动，面前的黑雾团聚起，隐约可以见到半个人形。就是你吗？黑影的嗓音阴柔，像是个女人。怎么，打死了公的，母的带着一家老小来寻仇了？他微微垂下眼，仔细地看着手掌，浓密的睫毛在眼睑上投下一片弧形的阴影，这样的柔软，有一瞬间冲淡了周身嚣张的杀意。哼，尖利的嗓音带着四周的气波震颤，仿佛有人在用指甲刮擦地面。小东西，真嚣张！你的修炼不过关。穆生慢慢地吞下腕上的收腰饼，歪头望着他，似乎是真的好奇。你就不怕今天你们水鬼一脉就此灭绝了？黑云涌动，显出个细腰阔胯的人形。听闻穆家家主是个女的，你又是谁？我叫穆生，家主是我姐姐穆瑶。穆生微微一笑，宛如春花明媚。可惜对付你们这种杂碎，犯不着我阿姐出手，我就够了。穆生，那个声音念了一遍，低低笑起来，名不见经传。但能一击杀死鬼王的少年，又岂是池中之物？你这么多年隐而不发，为了什么？穆生不接他的话头。倘若你那短命鬼丈夫不打我阿姐的主意，他还可以长长久久地当他的鬼王。他手中的收腰柄登时飞出，宛如劈开天幕的一道闪电，敢对我阿姐不敬的人，唯有死。你懂什么？那个声音骤然尖利起来，他急速后撤，如同一道蒸汽冲上了天空，断裂的船身左右摇晃。他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又是一个觊觎穆瑶躯体的妖，那样一具躯壳，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纯洁，就像是山巅冰雪，可以包容所有的灵魂，无论是善良还是邪恶，都可长存。收腰柄猛地撞击在他腰上，发出当的一声巨响，黑水喷溅，几块骨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我说过了，修炼不精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穆生嘴角一抹残忍的笑意，收腰柄在空中迅速来去，宛如玩弄着猎物的猫。我一介垂死之人，生无可恋，不惧神形俱灭。他的声音阴森森的在他头顶响起来，桀桀怪笑来来回回，似乎是摆脱不了的梦魇。更可怜的是你，穆生，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捉妖捉得快活，可还记得你地下的娘吗？你说什么？穆生的脸色骤变，咬紧牙关，浑身戾气暴涨，话语几乎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你再说一遍。他一动不动地瞪着那团黑影，上翘的眼尾发红，如同浸在血中。永夜为幕，离歌为声，小生儿，你说我们是杂碎，背弃你可怜的娘，转投了捉妖世家的你，又算是什么东西？水，漏水了！狂风大作，发出呜呜的轰鸣，江上波涛滚滚，黑云宛如浓墨连绵不散。穆瑶高高举起手臂，宛如暗夜中举起火炬的自由女神。穆瑶放出的收腰柄在空中飞来飞去，越来越多的骨架堆叠起来，葬身于结界之外。穆家家主的威力可以一人之力阻挡万千只水鬼的同时攻击，却难以阻挡脆弱的客船的自然分裂。船已半倾，无数细小的裂隙张开，江水涌上来，没过了众人的脚踝。船仿佛被什么东西咬住了，正在一点一点下沉。客人们七手八脚的想要往高处攀援，却在水中不断打滑，扑倒在水坡里，溅起冰冷的水花。此刻的晚江是冷色调的，如霜月色，照得每个人脸色铁青，仿佛地狱里的小鬼，写满了恐惧和绝望。咯吱船身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穆瑶登时变了脸色，一道天堑般的裂痕猛地出现，客船从中间断成两截，翘起来的那部分沿着裂隙慢慢落下来，眼看就要砸进江水里。啊！被困在断船那一头的人们抱成一团，一阵尖叫和哭喊骤然炸开。穆瑶手臂一伸，披帛如白虹般展开，
跨过了天际，他以自己的披帛牵住了那半截船，背齿紧咬，手臂颤抖，竟然极其缓慢地将其拉了回来。咯吱吱吱，那白链被倾注了所有的力量，绷到了极致。慕瑶的脸色也苍白到了极致，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滑下来，他努力调整气息，尽量周转着几乎用尽的力量。他坚持不了多久了。人群中横出一个声音，是那个满脸横肉的大汉。他左顾右盼，惶恐的大喊，必须爬过去，否则等这白链断了就没救了。他说着，抢先一把抓住了慕瑶的披帛。不要不要！慕瑶大惊失色，唇边已经溢出鲜血来，别过来！那大汉抓着披帛，手脚并用地爬了过来，其他人宛如无头苍蝇，一窝蜂地往过挤，不再理会慕瑶一声高过一声的警告。别拉，我坚持不住了！慕瑶发出一声悲鸣，一口鲜血迸出，结界猛地破碎了。与此同时，嗡的一下，那白链霎时崩断了，那半截船带着船上人巨大的尖叫声，宛如被巨兽张口吞噬，一下子消失在湍急的江水中。水面上冒出了咕嘟咕嘟的气泡，剩余的半截船身也在倾覆，江水倒灌，已经淹没了小腿。慕瑶脸色苍白地坐在水坡中，难以置信地瞪着空荡荡的江水，腰却被人一把搂住。那爬过来的大汉从背后死死抱住她。慕姑娘，救救我，我不想死，不想死。脱了力的慕瑶被他拖着，在船上慢慢下沉。咻！一道金光迸出，天幕上出现了流星般的一道金黄，停下来的时候能看出是一座9层塔，光芒所到之处，水鬼仿佛被扔进油锅里的一滴水，刹那间便化作飞灰。那大汉侧面挨了重重一脚，稍一松手，失足跌进江水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救命啊！我不想死。慕瑶的手被拉住，用力一带便到了柳拂衣怀里。他的脸色格外难看。瑶儿，慕瑶却回头看着那拼命拍水的大汉。慕姐姐，这人刚才差点害死你。妙妙旁观许久，火气蹭蹭的往上冒。不，救人！他在柳拂衣怀里挣扎。柳拂衣虽然平素温和，但也是个有脾气的，此时此刻箍紧了慕瑶，咬牙不应。妙妙眼看船将倾覆，两个人又争执起来，急忙搬起地上一根折断的桅杆，咬牙扔进了水里。行了，慕姐姐别乱动，我来救他。不想死就给我拉住了。妙妙汗湿后背，用力抓着桅杆的一端，桅杆猛地一沉，那大汉抱住了另一头，水面上漂浮的碎片在他脸上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柳拂衣抱着受伤的慕瑶坐在了船棚上，二人的衣服湿透，慕瑶正在不自知地打着寒战。柳拂衣心急如焚，拧眉看着下面。妙妙，你能行吗？能行。妙妙使出吃奶的劲儿，在小腿深的水中颠簸着将那人拉到了船边。谢谢这位女侠。那大汉手脚并用地爬上来，涕泪骄横地瘫倒在甲板上。妙妙跨过他瘫软的身体，走向柳拂衣，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我们离最近的岸边还有多远？这船坚持不了多久了。快了！柳拂衣神色凝重地眺望前方，忽然有一道月光照在他脸上。林妙妙仰头看去，乌云散开，皎洁的月亮再次浮现出来，遍地都是森森白骨，天上9悬收妖塔还在旋转，偶有的几只水鬼一露头便被打成了粉末。晚江水鬼，大势已去。靠岸了，靠岸了！幸存的男人口中喃喃，远远见到影影绰绰的江岸，嘴里直念叨阿弥陀佛。妙妙向船舱里面看了数次，连老鼠蟋蟀都往出跑了，就是没有活人。他心里打鼓，柳大哥，木生他还在里面，我去看看他。阿生没出来。慕瑶猛地一惊，似乎想到什么，脸色略微缓和，他身上有收妖饼，应当应付得了。柳拂衣将慕瑶放下来，温声道，你坐着，我去看看。妙妙拧了一把裙上的水，两手将裙子撩到腿根，飞快地跟了上去。柳拂衣走了2步，脚步蓦然顿住，跟在身后的林妙妙猝不及防，险些撞上去，听见柳拂衣的声音嗡嗡的。阿生。木生已经从船舱里自己走出来了，他的模样将所有人吓呆了。少年所到之处，似乎连江水都被染成了血色。他的黑发湿淋淋地粘在脸侧，脸色惨白如纸，嘴唇都是灰白的，唯独眼眸漆黑，眸光仿佛暴雨前划破天际的闪电。妙妙看到他先前已经愈合的伤口上汩汩不断地涌出鲜血，左边袖口也被血染红了一圈。这是更夸张的是，许多水鬼不怕死地跟在木生身后，争先恐后地汲取着水中的鲜血，使得他仿佛是被巨大的黑云簇拥而来。妙妙一看这架势，便知道黑莲花一定是吃了大亏。但凡他还有一丝力气，绝对不会放任身后活着这么多蝗虫似的妖物。阿生，出什么事了？
柳福一立即伸手去扶，却被他狠狠打开，别碰我。他绕过惊愕的柳福一，眼里满是失控的戾气，目光在妙妙脸上徘徊了一瞬，抬头看了慕瑶一眼，那眼神十分复杂。你没事吧？妙妙见他的模样，犹豫着要不要去扶，木生却先一步挨住了他，整个人几乎靠在他身上。哎，扶好扶好。妙妙艰难地把他架住，慢慢地淌着地上的水往慕瑶身边走去。你的伤口怎么又裂开了？他压低声音问，半天听不见回答，回头才发现黑莲花气息虚弱，长睫垂下来，眼睛都微微合住了。坚持一下，别晕啊，我们马上就上岸了。他这么别扭，又不让柳福一背，要是走不了，他哪能架得动他？死不了。他的睫毛动了动，气若游丝的冷笑，累不死你。阿生，我有话要问你。慕瑶盯着木生的脸，脸色异常严肃。妙妙有些意外，慕姐姐，无妨，阿姐问吧。木生的眸中倒映着这清冷的月色，面对姐姐，唇边罕见地带上了讥诮的笑意。刚才我捉了只小妖来问，才知道他们的鬼王让穆家人杀了，这才叫了整个皖江的水鬼寻仇。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他目光澄明，刻意咬中了穆家人3个字，是我杀的。他极其平静地打断，阿生，你。慕瑶怒极，祖训是什么？你可还记得？冤有头债有主，作祟的妖物才可收，无故滥杀，你跟那些妖怪有什么区别？他想到那半截船的惨叫，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瞬间葬身在他面前，而他只能无措地看着，心里一阵抽痛，指着白茫茫一片江水，近乎疾言厉色的训斥。你知不知道，因为你逞强好胜，多少不该死的人丧命这江水里？妙妙感觉到木生胸腔起伏越来越剧烈，急忙插嘴，木姐姐，他不是无故滥杀，他是为了……腰上却被木生狠狠捏了一把，登时噤了声，不满地看向黑莲花。逞强好胜。他微抬眼皮，强撑着涣散的精力，居然微微笑了。姐姐说的对，都是我的错。林妙妙被这对姐弟折服了。木生为什么不解释？平白无故怄什么气？还有慕瑶，都这时候了，第一件事居然是先兴师问罪。那个，我打断一下。妙妙用力撑住木生的身体，后背又出了一层热汗，要打要骂，咱们缓缓再说。木姐姐，你看他伤成这样。慕瑶面色稍稍缓和了些。阿生，你过来让我瞧瞧。阿姐，他却硬拉住妙妙不走了。我死了，是不是就好了？慕瑶变了脸色。你胡说什么？妙妙咬着牙将闹情绪的黑莲花往前拖，她温热的血又沾上了她的裙摆，拖了半晌，身上猛地一重。哎，妙妙大惊失色，黑莲花彻底晕过去了。柳福一一个箭步冲过来，将木生扶起来，背在背上，抬起眼来，眸中是令人心安的镇定。瑶儿，妙妙，带着阿生先上岸，此处应是青竹林，我们今晚先在竹林里将就一宿。船上挺尸的大汉大惊失色，手脚并用地爬起来。别忘了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女人的声音柔美婉转，如同无尽丝滑的绸缎清扫着一盘纱，令人耳朵发麻。她顿了片刻，发出一声悠悠的叹息。小生儿，来，我与你梳头。镜子里昏暗暗的，红罗纱帐如血，柔弱无骨的一双玉手执着黑色的橡木梳子，一下又一下地梳着。我儿的头发像他爹爹。镜中出现一双眼睛，眼角上挑的如同秋水的一双眼眸，是他俯下身来看着镜子了。镜中那绝美的容颜的人欣慰的笑，又黑又亮的。头发又长长了，他的声音低下去，带着焦虑的叹息，你要是不长头发就好了。他的手只顺着他乌黑的头发滑下去，是最轻柔的抚摸。剃光头发不就不长了吗？镜子里漆黑的一双眼犹如2丸黑葡萄，小儿嘴里咬着手指，腿还踩不到地面，悬在椅子上晃荡。孩子话。女人掩口笑了，剃光了还是会长的呀。她的碱水秋瞳里泛出了绝望的光，就像有些事情怎么也没办法。她扳着手指头嘟囔，长长的眼睫附在眼睑之上。太阳能不能不要落山？娘能不能不要让我走？我不想去街上。孽种！一鞭子打下来还不认错。少年让鞭子抽着翻了个儿，脊背朝上，突出的肩胛骨格外明显。他趴在地上一声不吭。中年男人面色复杂地盯着他看，许久才道：你倒是个反骨。昏暗的柴房内，下人们的声音指指点点。果然是天生的祸害坯子，怎么调教都没有用。要不是为了小姐，哼，老爷夫人大发善心，也就这小崽子还拎不清自己的身份。嘘。二人闭了嘴，面前一道影子，原是那10几岁的少年，不知何时立在他们面前，仰头望着他们。那双带着稚气的眼睛真好看，宛如秋池溢满星光，
只可惜里面漫出来的彻骨寒意，让人无法心生亲近。我到底是谁的孩子？少爷，开什么玩笑？瘦高的下人笑得胸口抽动，您3岁上便让老爷夫人从妖怪窝里捡回来了，那里面只有骨头，没有活人，哪知道您爹娘是谁家苦命人？3岁上就失了双亲？不能，不可能。镜子里面倒映出来的那张脸，同他谈笑晏晏，明明那个时候他还在。那些人为什么要骗他？你捉妖捉得快活，可还记得你地下的娘吗？小声儿，永夜为幕，离歌为声。不可能，为什么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你当然想不起来了，那个声音爆发出尖利的大笑，你早就是穆家的一条狗了，前尘往事都该忘却了，不是吗？他的收腰柄逼上了对方的脖颈，几乎将那黑云凝成的妖物饿得断了气，眼里带着失控的狠意。你知道多少，全都给我吐出来！水鬼大笑不停，生有何忧，死又何惧？可怜人，我死不足惜。那你想要什么？我要你的血来交换。可他睁开眼睛，看到女孩放大的一张脸，随即脸被人捧住，粗暴地往一旁搬去，吐出来，别叶，会呛死的。血顺着他的嘴唇流到草地上，这才能发出沙哑的声音，你轻点儿。哦，妙妙尴尬地收手，对不起，我弄疼你了。弄疼？脖子差点都拧断了好吗？他眼前清晰起来，天空湛蓝，水岸边上是茂密的竹林高耸，偶有清脆的鸟鸣声，清晨的阳光落在他鼻尖上。他发觉自己身上严严实实地盖着林妙妙的衣裳，衣裳上还残存着江南女儿家特有的一点桂子香。还好你争气，一夜就醒了。妙妙抬头悄悄瞄一眼不远处靠在一起闭目养神的慕瑶和柳拂衣，压低声音，你姐姐没看出来端倪？你在这儿守了一夜？他抬眼看见灵妙身上的湿衣服还没换下来，头发如湿，脸蛋热得红扑扑的，眼底2道浓重的乌青，狼狈得很。灵妙妙打了个哈欠，笑道，啊，也不是专程守着你的，我失眠没事做嘛，你知道的。在下礼部侍御史郭修，多谢几位大侠救命之恩，不知几位大名。等回到长安，必有重谢。昨夜生死一线的狼狈被太阳烘干，那大汗立在岸上，恢复了彬彬有礼的君子模样。慕瑶想到昨日他的恶劣行径害得半船人无辜丧命，不由得表情冷淡，从头至尾连头也没抬一下。斩妖除魔乃捉妖人信手之道，不必言谢。柳拂衣对他也没有好脸色，答得不冷不热。多谢这位大人美意，只是我们本来就是要去长安。那感情好啊。郭修满脸堆笑，下官刚好也要进宫去，还能给几位加以引荐，安排食宿。他顿了顿，似乎是想到什么，压低了声音，敢问几位上长安，可是为了端阳殿下的事？慕瑶与柳拂衣对视一眼，慕瑶冷冷道，事主所托乃公为密事，不便言说。那郭修碰了一鼻子灰，有些讪讪。他本就有将近2米的个头，身材健硕，半弯身子站在那里，犹如黑云压顶，怎么看都不像是当官，像是山匪劫道。柳拂衣看他碍眼，抬袖指了一条明路，此处是杏子镇边界青竹林，再往东走就能进镇子。我们有人受伤需要将养，脚程极慢，不如郭大人先行一步。郭修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脸上满是伤口，经历这种倒霉事，别说没有仆从鞍前马后，连衣服也换不了，早就难以忍受。闻言心中窃喜，讪笑一声，那下官就恭敬不如从命，在长安恭候各位了。热闹看够了没有？妙妙的袖子被黑莲花一拉，这才回过神来，还来不及收起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穆生心里很不高兴，正说着话，这人的魂儿就让别人勾了去，听得一脸兴致勃勃，哪怕此刻他躺在地上突然咽了气，他也不会有一点察觉，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没心没肺的人？对不起对不起。妙妙笑得如春光明媚，抬手便往他额头上摸，你哪儿不舒服？他偏头一臂闪开，飞速的出手捉住了他的手腕，一双漆黑的眸子望定他。你真的一点也不愿？不愿不愿不愿。妙妙眉头一蹙，来来回回老提这事，烦不烦？他将手收回来，不轻不重地拍着他的胸脯。我不怪你，那是我宽容大度，不跟你一般见识。他顿了顿，斜眼打量穆生，又带上那种幸灾乐祸的笑意。你以为你有什么天大的魅力让我为你倾倒，或者就穆公子这样的，我还能在你身上图到什么？穆生咬牙，脸色有些难看。妙妙看他的模样，知道自己又不慎戳着了他的痛脚。林妙妙，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损？你是要攻略他，可不是气死他。他非常懊悔地思考了片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你总是这样不放心，想必是因为我知道了你的秘密。既然这样，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好了。他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了一个，
兴奋地趴下来，俯身凑到了他耳边。木生感觉到他的发丝拂过自己的脸，随后柔软而冰凉的嘴唇不经意擦过他的耳廓，如同触碰到了新鲜的花瓣，背后猝不及防，一阵过电般的战栗。他用手遮着，压低声音，生怕让别人听了去。我直到今年才来了鬼水，比其他女孩晚了4-5年。来鬼水的那天晚上，我都高兴哭了，之前还以为自己是个假女人来着。他的声音在耳边沙沙震动，带着整个耳朵、脖梗，连带着半边身体都一阵阵的酥麻。这些年行走江湖，投怀送抱者不在少数，刻意扑上来的软玉温香还未等近身，先有一股脂粉腻气。先动情的女儿家羞怯，在少年眼里都矫揉造作的，丑态百出。可眼前的少女错就错在浑然不知，她既无心，那些亲昵就忽然变得难以预测，就好像走在路上，冷不丁扫到腿的一只斜出的蔷薇，花瓣间的露水猛地顺着皮肤流下去，透心凉，随即忍不住久久回想，反复回想那一刻刺激的心跳。妙妙突然发觉木生的身体紧绷，稍一离开，竟然见到他偏过头去，面色红一阵白一阵，耳尖微微发红，语气相当不善，你跟我说这个做什么？这不算秘密吗？我觉得已经很私密了。他皱起眉头，半是疑惑半是谨慎，你知道鬼水是什么吗？知道，别说了。他望过来，一向深不见底的黑眸里竟然闪烁着几丝无措的羞恼。林妙妙放下心来，一伸懒腰仰倒在草地上，行了，交换秘密完毕。要是我敢泄露半个字，你就把我的秘密说的世人皆知呗，现在你大可放心。木生忍无可忍地闭上眼睛，听见他还在耳畔絮絮叨叨。对了，说到鬼水，他的声音顿住了，随后是窸窸窣窣展开纸包的声音的声音。他微微睁眼，就看到眼前一道虚影，随后嘴里被喂了一颗什么东西。别吐，像是觉察到他的抗拒，他冰凉的手指带着那东西往近顶了一下，随后干脆不讲理地封住了他的唇。一股甜味蔓延开来，他怔了一下，这又是什么东西？金丝蜜枣，专补血的。他捧着脸笑，我爹说了，天天吃红枣，健康不显老。拿开，他含糊道，待林妙妙收回手，才慢慢地将它咀嚼吞咽。蜜枣的果核已经被去掉了，是在阿胶和蔗糖里熬制过的，每一口都浸着香甜。他身上怎么有这么多甜的东西？这几日吃过的甜蜜，比他长到这么大吃过的加起来都要多。太甜了，他下意识地舔舔嘴唇，那种味道既熟悉又陌生，因为久违，似乎有些不真实。甜有什么不好？林妙妙抬手遮着阳光，语气相当不屑，活着已经这么苦了，就得给自己找点甜啊。木生微微一怔，也就是一瞬的功夫，坐在他身边的女孩已经从怀里拿出个纸包，鼓囊囊地塞进他怀里，又熟练地帮他拉了拉金口。留着以后吃。我不要。心里有个声音一遍遍提醒着他，可是不知为何迟迟不能抬起手。还给他，还给他呀，谁的垂怜都不需要。妙妙，远处传来一声唤。哎，柳大哥。他的声音霎时变得生龙活虎，拎起裙子便毫无留恋地跑掉了。他睁眼回头看，只能看到他兴高采烈奔向柳福一的背影。旁边他坐过的地方，一圈青草都被压塌下去1寸，草痕仍在，人却走远了。阿生。慕瑶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左手边是慕瑶的青色裙摆，他蹲了下来，低头查看他的伤势。本该如此。他闭起眼睛，慕瑶熟悉的气息将他环绕，这才是他10余年魂牵梦萦的气息。好些了吗？他的手拂过他的胸膛，我看看你的伤。在自己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将衣服里的蜜枣换了手，飞速递葬进袖中。心脏一阵乱跳，许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紧张，随即是深重的茫然。他到底在做什么？阿姐。他睁眼望着慕瑶冷静却不乏关心的脸，习惯性地露出委屈的神色。好疼。慕瑶心疼的神色一闪而过，随即板起了脸。阿生，这次犯下大错，以后不可再这么任性了。知道了，阿姐。他满脸乖顺地凝视他，心里却充满了酸涩。阿姐知道那件事吗？他想不起来的那些事情，阿姐记得吗？不，慕瑶和慕家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每他被鞭子打后关进柴房里，都是慕瑶半夜里把他放出来，亲手给他上药，他背上滴下几滴滚烫的东西，那是他的眼泪。他的生命里唯有阿姐是值得信任的。好了，不说你了，好好休息，养好身体。慕瑶扶着膝盖站起来，突然狐疑地蹙起眉头。阿生，你身上的气息是不是又重了？你3日内2次动用邪术，自然会留下些痕迹。木生头顶如有惊雷闪过，一时心跳如擂鼓。木姐姐，柳大哥让你过去。
妙妙忽然出现在慕瑶身后，她身上一股浓郁的香味，乃是太仓郡首府特供的梳头水的味道，直染的一片都是栀子花香。慕瑶被妙妙连拉带拽的扯远了。妙妙架着慕瑶走，背后却长眼睛了似的，反手扔给木生一个香囊，香囊在空中划了个弧线，落在他手上。他打开一看，香囊里塞了一团，是裙子上仓促撕下来的软布，被新鲜的栀子梳头水浸透了。这股香浓烈到刺鼻，惹人侧目，足以扰乱嗅觉。柳福一用石子在地上画出简陋的地图。我们在此处再住一宿，等阿生能走了，便朝东往杏子镇走，大概2天2夜便可到达。届时雇车从大路上走，再用1日就能到长安。他沉默片刻，哑然失笑。什么味道这么香？哦，是我的梳头水。妙妙笑道，好闻吗？慕瑶皱了皱眉头，却非常有涵养的没说话。风吹竹林，竹叶抖动，发出萧萧声响。林妙妙心中充满愁苦。按照原剧情，凌于是从抄家劫难中捡了一条命，仓皇逃走，主角团身上一穷二白，直接徒步走到了青竹林。在这个世界中，妙妙的爹生怕闺女受委屈，一掷千金把主角团送上了豪华客船，万万没想到中途水鬼劫道，整个船都翻了，他们兜兜转转还是绕不开青竹林。林妙妙不喜欢青竹林有2个原因，一是在青竹林里，自以为跟男主角有些暧昧的凌鱼像八爪鱼一样粘着柳福一，令慕瑶不胜厌烦。这段剧情里，他需要不停地纠缠柳福一以获得足够的亲密度。二是在青竹林里有一个凌鱼不得不面对的危险情节，当炮灰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呢。穆老师脸色严肃地在讲台上转来转去，看见最后一排的叛逆少年不答卷子，正在专心挠墙，拿着教鞭疾步走下去。木生，你往哪看呢？你是不是又……木生同学长了一张天真无害脸，不像其他男同学那样爱涂发胶，再吹个拉风发型。他漆黑的头发总是软趴趴垂在额头，露出一双黑亮亮的眼，一脸无辜地看着他，软绵绵叫老师好，替他擦黑板，帮他报作业，怎么看都是个乖乖仔。他哪知道这个乖乖仔在班里是打架扛把子，一年有364天不听调度，给同学鞋里撒钉子，课桌里放死蟾蜍，男生女生都一样欺负，还有2副面孔。他现在严重怀疑木生把答案写墙上了，就等着抄个满分，骗他一声夸奖。就要走到他跟前，木生同学明显慌了，俊俏的小脸雪白，门口突然清亮亮一声叫：穆老师，你男朋友找。隔壁刘老师班的林妙妙探个头，扎着高高双马尾，一双眼睛像黑葡萄，2颊甜甜印着酒窝，冲他笑眯眯。快去快去！他好急，好可爱。班里一阵暗暗骚动。穆老师红着脸走出教室门，往他后脑勺一拍：快回去上课！妙妙是年级小魔女，总在上课时间翻墙乱跑，带着大家拿卷子叠纸飞机，带头去写超额作业，还敢一个人单挑8块腹肌的校霸，把人踹得1个月起不来床。可她最后一个处分也没有，因为小魔女总是闭着眼睛考年级第1。小魔女趴在门框上笑嘻嘻盯着木生，乖乖仔才不搭理她，故意扭过头去看写满了公式的墙壁。别以为我会感激你。搜一个纸团丢过来，在桌上弹了一下，砸中了他脑门。木生接住，恼怒地往门口一看，只看见2个辫子一闪，人已经溜了。嗨嗨嗨嗨！全班同学视而不见，集体感冒1分钟。木生捏着纸团发呆，旁边男同学跨了一步捅他。哎，小魔女可不可爱？男同学指指那纸团，语气酸溜溜。排队的人好多，偏偏你走绿色通道，你真幸福。木生耳尖都红了，转过来狠狠瞪他一眼。再说打你。四周都是被打怕的，顿时一片秩序井然。木生同学脖子上绕着耳机，却没在听，一个人看着纸团发了很久的呆，好半天才慢慢展开。印着草莓的草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答案，还有几行字。第1行，今天的题好简单，你肯定不用看答案，但你得看解题步骤。第2行，别去办公室等穆老师了，她跟男朋友约会去了，今天没时间改卷子。第3行，16岁生日快乐，木生，希望你今年能喜欢我。还有一朵操场边上摘下来的小小栀子花，新鲜的，好香。画符很复杂，初学者很难掌握，我先送你几张画好的符，带在身上，以备急用。柳福一修长的手指排开一沓黄符纸，分成几组，指着上面的繁复的字符一一讲过去。这是收经符，是配的，带在身上。这是通讯符，你见我用过的。妙妙点点头，余光瞥见慕瑶不住地朝这里望，容色冷淡，连木生跟他说话都没听见。柳大哥，这个应该怎么用啊？他瞪着一双写满了无知的眼睛，离柳福一又近了一些。
柳福一随身佩戴的香囊里塞着艾草和忘忧，配比恰到好处，混杂在一起，淡雅而不萧索，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味道。你看我演示一遍。他手指翻飞，先慢后快，到了最后，几个简单的动作被做得凌厉如风，指尖似血有飞沙走尘。口诀我教过你了，你试试看。福一将符纸递给他。妙妙口中念念有词，伸出两手滑稽的虚抓了两下，僵硬又生涩，既像小姑娘翻花绳，又像喇嘛跳大神。不是这样，柳福一蹙眉，待见的他一脸无措，无可奈何地笑了。看上去挺伶俐的姑娘，怎么就教不会呢？青竹林也不全是竹林，绿油油的竹林背后还有清澈见底一个水潭。主角团在此处拔寨扎营，舒舒服服地洗去一身狼狈，这才从容赶路。林妙妙的一头乌发挑出一部分左右挽起来，碧绿的发带一扎，竟是个垂髫。这种未成年少女的发髻在她身上竟然不显违和，加上点墨般的浅碧色山子裙，两叶生花，像是春天刚爬出来的嫩柳梢儿。与总是清清淡淡的慕瑶不同，刻意打扮的少女实在是太显俏，以至于她在一身素衣的柳福一身边窜来窜去的时候，格外引人注目。不单慕瑶一路上总是盯着她看，连木生都不自知地看着那两人屡屡走神。走神之后，他心里又会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怒火，这种感觉相当危险，是一种想要毁掉什么的恶劣的欲望。好难啊，学不会。林妙妙挫败地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把灵鱼骂了个狗血喷头。系统，够了没？到底够了没？在原书中，经历了月夜共饮，一厢情愿的灵鱼就像个热恋中的少女，不但幼稚地打扮得像个花蝴蝶飞来飞去，还假装学不会术法，骗得柳福一一边又一边动手教他，惹得慕瑶大为光火。你把收经符配好。柳福一叹息一声，喝口水润了润要冒烟的喉咙，歇一会儿再学。自打四人开始正式赶路以来，林妙妙就寸步不离地跟在柳福一身边，以学法术为由，顶着慕瑶频频望来的眼神，纠缠他大半日了。这半日，柳福一还是一样的有耐心，只是他演智障演得有些心累。系统没有回答他。这个世界的系统极其高冷，除了发号施令，就是塞给他一些根本不知道怎么用的奖励，简直令人绝望。他忍不住破罐子破摔地看了一眼木生。任务1都完不成，任务2还有戏吗？木生与慕瑶并肩走在一起。事实上，自主角团变为3人行以来，他很少有机会和姐姐走在一起。眼前春光明媚，高耸入云的竹林将湛蓝的天际切割成无数片，柳福一的声音低沉悦耳，不断地重复着耳熟的字句，这些关键字渐渐与回忆中的声音重合。阿生，这是收经符，不需要很麻烦，带在身上就好。9岁的慕瑶帮他配好，又拿起另外一张，这个是通讯符，你现在还小，暂时不能用。姐姐，他眼神明亮，我见过父亲用通讯符，我想学，你能不能教我？慕瑶一愣，为什么想用通讯符？阿生，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闹着硬要学通讯符。慕瑶脸上露出个清清淡淡的笑，阳光照在她白瓷般的肌肤上，眼下的泪痣若隐若现。木生没想到他会与自己想到一处，脸上不经意间浮现出笑意。是，姐姐问我为什么想要学通讯符。我当时以为阿生总算长大了，知道不躲懒了。他笑了一声，没想到你说是想在我跟着父亲捉妖的时候跟我聊天，真是气死我了。木生浅浅笑着，不经意露出瞳中一丝深沉的黑。其实，阿姐。柳福一与林妙妙站在一棵榕树下面对面休息。福一平生第一次教不会学生，正在自我怀疑，却见他频频回头望木生那里看，神色似乎很热切。他处理感情一向有些力不从心的脑子飞速一转，想明白了什么，脱口而出妙妙。林妙妙吓了一跳，立即回过神来，只见柳福一脸上挂着洞悉一切的表情，定定盯着他。你是不是故意的？卧槽，被发现了。柳福一伸出一根手指，阻止了他慌乱的解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你想让阿生来亲自教？不，等等，他好像误会了什么。妙妙呆若木鸡。不是。他来不及阻拦，柳福一已经招了招手，愉快地喊道：阿生，你过来。林妙妙眼看着正准备深情套路姐姐的黑莲花被生生打断，让柳福一硬从慕瑶身边拉开，到了他面前，他脸上的神色已经不能用阴云密布来形容了。符纸我给他了，你教妙妙一些自保的法术。末了，柳福一看他一眼，眼中含笑叮咛，只是那笑容怎么看怎么诡异，这次认真些。话毕，潇洒而去，背影写满了柳大哥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妙妙与黑莲花面对面僵立着，他望着他，眸中深沉，脸上挂着一丝戏谑的笑，一言不发。黑云压城城欲摧。
对不起，妙妙扯出一个堪比哭脸的尴尬微笑，都怪我太蠢了，把柳大哥气走了。他逆着黑莲花的脸色，越说越没底气。恰有一阵风来，扬起他双垂髻上系着的碧色发带，吹过长长羽结下那秋池般的杏子眼。林妙妙从来不是慕瑶那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冰美人，她下颌尖，脸粉白，颊上是新鲜的绯红，像是盘里的青果，要是不采摘，转眼便如鹿凋零了。这就是人间普通的少女吗？除了阿姐，除了镜子里的她，那种在冰山之巅上的永恒美艳以外的世俗而脆弱的美丽，你都学了什么？他默然片刻，脸上仍然没有露出一丝端倪。林妙妙硬着头皮将柳拂衣给她的符纸一字排开，语速飞快。你再教我一遍，我保证很快就学会。可我现在不想教。他斜睨着她，语气淡淡的，带着理所应当、气定神闲的恶劣。林妙妙非常愧疚。她仔细回忆一遍原剧情，发现青竹林里姐弟回忆童年这一段，是慕瑶慕生一路交恶之前唯一一段比较温馨的情节了。这点仅存的温情还被他给搅了。不教就不教吧。他认栽了，嘟囔道，晚点学也没关系。反正这个世界里不该发生的不会发生，该发生的逃也逃不掉。慕生一路默然，似乎在想心事，绣着麒麟的长袄靴走在草丛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哎，慕生。妙妙鼓起勇气，要不我们来聊聊天吧。跟慕瑶在一起没回忆完的童年，就由他斗胆继续好了。你想说什么？慕生望着前路，眼都没眨。他尚在思考一个比较好的开场白，只见他蹙眉转过身来，拉住他的领子，毫不怜香惜玉地将他扯到眼前。你身上的味道熏得我头疼。味道？林妙妙转念一想，梳头水，这就有些不讲理了。这时候栀子花香早就淡得闻不出了，更何况你慕生为了保小命也沾上了这香气，有什么脸面说我？不是。他双瞳漆黑，伸出手掌来，柳拂衣的香囊。妙妙下意识地去看柳拂衣，见他和慕瑶各走一边，谁也不理谁，尴尬得很。不想此举却惹恼了黑莲花，他仍在笑，语气却明显不悦。不想给。他从袖中取出一个香囊来，我跟你换。这不好吧？林妙妙犹豫起来，我这个是用过的，换你这个新的。妙妙完全忘了，加上上一次在前厅里，他是第二次因为香囊的事情拒绝他了。他全没放在心上的事情，他可一笔一笔全都记着。慕生的眼眸很黑，不经意间着偏执的光。不舍得。妙妙有点火了。这倒不是，柳大哥把它送了我，那就是我的东西，你不喜欢闻，我离远些就是了。你干嘛非逼着我？他眸中满是暗涌，一张符飞速地贴在他背上。你说的对。妙妙张大嘴，一阵麻痹的感觉从指尖蔓延到躯干，他忽然发觉自己像人偶一般浑身僵住，只剩眼珠能转动，内心无比惊骇。慕生低眸，手指划过他的衣襟，在上面飞快地摩挲了2下，那香囊便到了他手心。他捏在手里，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秋香色香囊牢牢系在原来的位置，随后歪头打量了他一眼，似乎是在检查他的脸和新香囊相不相称。随后他望着手上的香囊，忽然拈出一张符，符纸边缘一卷，生出一簇水蓝色的火焰，这火焰无声无息，倏地一下，转瞬便将它烧成了灰烬。灰烬飘飞，空气里满是草药烧焦的味道。他拍了拍手，嗤的一下撕掉了妙妙背后的符纸，潋滟黑眸凝视着他，微微笑道：现在好多了。妙妙不禁后退了2步，看黑莲花的表情像是在看一只怪物。这样便怕了吗？他转过头去自顾自走路，嘴角一抹嘲讽的笑。什么宽容大度，不过如此，没什么与众不同。不想才走了2步，身后人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你等等，你站住。转过去，是林妙妙柳眉倒竖的一张脸。你刚才给我贴的什么玩意儿？他也没指望他回答，凶巴巴地质问完，伸出一只手来，脸上的怒火只维持了一瞬间，便没皮没脸地笑了场，怪好用的，给我1张呗。林妙妙心里相当淡定，不能以对待正常人的方式对他。这人要是不黑到骨子里，就不是黑莲花了。慕生的眸光落在他手心上，脚步慢了下来。我已经给了你香囊。耍赖，那不是你跟我换的吗？他哼一声，低眉看着地上尸骨无存的黑灰。换了什么？论不讲理，林妙妙拜服。终于把碍眼了几个月的香囊毁尸灭迹，林妙妙发现慕生心情极为舒畅，甚至主动与他搭话。不是说要聊聊吗？聊聊就聊聊。妙妙百无聊赖地翻动手里的符纸，你小时候学这些法术，想必很容易吧？林妙妙对数字非常敏感，口诀画符什么的虽然复杂了些，但内里还是有规律可循，
刚才柳福一教他半天，他基本上已经掌握了。黑莲花一向聪明，想必也是个没吃过什么苦头的天赋型选手。一旦有了一个攀援向上的机会，就会拼死抓住，年纪轻轻已经是个中翘楚。木生睨他半晌，戏谑道：这些基础法术实在是很难，林小姐方才用的伎俩都是我小时候用剩下的，没想到黑莲花一眼就将他看穿，那还真是很巧。我劝你还是省省吧。木生望着远处的柳福一，黑润润的眸中含了一丝冷淡的笑意。不是你的，永远也不会属于你。妙妙听得直皱眉。你想哪儿去了？我只是把柳大哥当哥哥。木生似乎是听到了什么极其有趣的事情。我也只是叫木瑶姐姐。戛然而止。二人四目相对，妙妙努力收起脸上惊愕，木生的表情有些茫然。谁都不曾知道过的秘密，连他自己不曾明确承认的大逆不道的念头，就这样轻易地近乎忘形的在他面前说出来了。妙妙顶住压力，顽强地转换了话题。对了，那天你背上那么多伤痕，都是妖怪打的吗？木生回过神，眼里立即笼罩了一层暗色，妖不会在我身上留下痕迹。妙妙小心地瞥着他先前鲜血淋漓的左手腕，果然洁白光滑，忍不住惊疑。那是……他无畏地笑道：自然是人的杰作。老爷，您不是说有他在，瑶儿就不会受伤了吗？怎么会？满头珠翠的妇人嘴唇涂得鲜红，不住地拿卷子抹着眼泪。厅堂内很昏暗，烛光悠悠地亮着，砖石地面是凉的，又冷又硬。我们穆家不同往日了，多一个人就多一口粮，我养他也怪不容易的，不指着他保护瑶儿了，怎么能让瑶儿护着他呢？那声音含了无尽的委屈，一句一句尽是控诉。仪容，少说两句。上座坐了个白衣女子，梳了个简洁的发髻，发髻上横着一只白玉莲花簪，眼角有细细的纹路。她一手撑着额头，没好气地提醒瑶儿刚睡下，别将她再吵醒了。哼，到底不是姐姐的亲骨肉，你怎么会心疼？那妇人抽泣得更厉害了，眼角睨着白衣女子旁边的男人，见她皱着眉，一脸不耐烦的模样，便立即收了哭声，转向了地上跪着的男孩，眼中的凶狠的厉色惊得他一哆嗦。小崽子，还不跪好？都是因为你，瑶儿才会受伤。下人将他的两手扭在背后，死死按在地上，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惊恐地倒映着女人戴着翡翠戒指的手猛扇过来的巴掌。怕他眼一闭，耳边一阵轰鸣，小脸上肿起一道五指印，火辣辣的疼痛。够了吧，仪容？白衣女子脸色有些蜡黄，看起来很疲惫，却并没有阻拦的意思，只是慢慢道：她才多大，术法不精，见到那种大妖，肯定下意识想躲。那女人猩红的眼睛瞪大，她想躲，躲在哪儿？躲在瑶儿背后。又是一巴掌抽上来，发出一声脆响，打得小孩唇角破了，涌出血沫来。她一声不吭，瞪大眼睛，瘦弱的身子微微发抖。那女人顿了一下，看着自己的手掌，露出嫌恶的神色，连血的味道都令人恶心。白衣女人叹息一声：阿生，快跟你容姨娘认个错。认错顶什么用？女人揪着她的脸恨恨道：要是瑶儿有个三长两短，你得赔命。那双眼睛里因疼痛涌上泪水，眼中却有些茫然，眼里闪烁的动人的星芒，不知为何激起了所有人的厌恶。说话啊，你这孽障！对不起，姐姐。女人气得倒退两步，你再说一遍。对不起谁？那双漆黑的眼抬起来，稚气眸中竟然闪过一丝小兽般的戾气。对不起姐姐。哈！她眼中是惊疑的恼怒，红唇开合，反了你了。她转过头来，卷子捂在脸上，大声嚎哭起来。老爷啊，我命苦呀，被一个小崽子蹬鼻子上脸，你也不管。行了。上座传来低斥，那身着熟褐色暗纹衣袍的男人负手而立，犹如神奇，眼中有说一不二的厉色，都给我消停些。老爷，仪容不一了，眼泪流得更凶，外头看咱们光鲜亮丽，内里什么模样，您能不知道吗？穆家传到这儿，就只剩下瑶儿这一个，还3天2头出事，养着了这个小崽子，原以为能安生下来，谁知道竟然是个瘟神，我看这是天要亡了穆家。他的声音惯于带着一股媚态，即使是哭着控诉，话尾也像是带着上翘的钩，闹得人头痛。老爷，我仪容拼死拼活就给您生下这一个女儿，要是瑶儿保不住，我也不活了。白衣女子咳嗽了2声，神色极其难看。上座的中年男人含着脸走下来，一步一步走到跪着的男孩面前。他居高临下，容色清白，含着无尽的威仪。木生，你可知错了？对不起，姐姐。男人皱起眉头。我在跟你说话。对不起姐姐。小脸抬起来，那双眼睛里含着眼泪，泪光盈然间，若有似无显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媚气。
那男人怔了怔，神色变得复杂，从怀里抽出鞭子，啪地一下将地上的小孩打翻了个。听不到我说话。老爷，白衣女子一惊，咳嗽着站起身来，拿帕子半掩着口。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动家法了？啪啪，鞭子带着劲风抽在身上，是皮开肉绽的闷响。下次见到妖怪还躲不躲？鞭梢砸在大理石地面上，是放爆竹一般的脆响。你要拼死保护姐姐，不能让她受一点伤，你知不知道？刺耳的声音交替传来，开始上有细碎的小兽一般的闷哼，最后变成了毫无意识的呜咽。姐姐，她算是哪门子的孩子？仪容撇了撇嘴，冷笑着看着地上那一团血肉模糊，留她一命也不是白留的。烛光在摇曳，视线是模糊的，温热的液体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疼痛。潮湿阴暗的柴房里，所有的伤口都在叫嚣着疼痛。眼前是白衣女子的裙角，她的目光忧虑而怜悯。她蹲下来，冰凉的手抚摸她的脑袋，叹息：或许一开始就不该把你带回来。木生闭上眼睛，一言不发。他若即若离，总是站在一边，犹豫着插手，却又不袒护到底。他和慕瑶一样，给人缥缈的希望和幸福的幻觉，像是濒死之人看到的海市蜃楼，像是远在天边的菩萨，笼罩着善良的光晕，却永远永远无法度他。木生的笑容讽刺极了。这是我穆家的家法。妙妙只记得原书中说穆家父母待他冷淡，却不想这种冷淡到了漠然的程度，不由得生出几分厌恶，嘟囔道：真狠。你说什么？哎，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妙妙有感而发，所谓的捉妖世家，难道就一定正义？他们在捉妖这方面有功于世人，难道就说明他们在其他方面不会犯错了吗？木生默然片刻，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他们过分了。妙妙望着他，我那天看到你的伤了，那可不是寻常的家法，断不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管教孩子。家法怕不是家暴吧？木生毫不在意的笑，是我没保护好姐姐才会挨打。妙妙直叹气，凭什么你非得一直保护你姐姐？他问出了自看书以来就一直憋屈在他心中的疑问，就不能有人保护你吗？木生的眸子停住了片刻，那个瞬间犹如天上星河倒向流转，一起向宇宙的源头汇聚。不会的。他勾起嘴角，望着西落的太阳慢慢滑向天际，平淡道：我自己坚持不死就好了。沉默蔓延开来。林妙妙咳了几声，扬了扬手上的符咒。你还教吗？木生转望着他，别用符纸了，我教你炸火花。前一秒还在为黑莲花伤春悲秋的妙妙差点蹦起来。真的吗？穆家绝技炸火花，人工金手指让他捡着了。木生嘴角噙着笑，从背后把着他的手调整了半天，捏了个扭曲的姿势，他的手不经意几次擦过他的衣摆，弄得他有些痒。口诀我只说一遍。他压低声音念了一遍，松开了他的手。你来。林妙妙紧紧闭着双眼，紧张的念诀，随即砰的一声，一朵漂亮的火花在他手边炸开。哇！木生他眼中亮极了，你太厉害了吧。木生笑着看他半晌，垂下眸子，眼里划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冷意。事实证明，人不能过于得意，得意过了头就容易平地里栽跟头。妙妙一脚踩空，从虚掩着的陷阱里掉下去时，还沉浸在那一朵火花的美艳中，在急速坠落的瞬间，看到木生脸上相当镇静，他嘴唇开合，眸中带着微微的笑意，小心些。他心里好像明白了什么，不禁在坠落中向上破口大骂：你丫是不是早看见这有陷阱了？回声阵阵，木生的脸早就消失了。他一直坠，眼前一片翠绿的浓云，他本能的一闭眼，落在了云上，感觉被什么东西迅速拉住了四肢，随后牢牢捆了起来。身下冰凉冷硬，阴风从各个角落吹来，灌进他的衣领和袖口。他睁开眼，一处看不见光的石洞，旁边立着一根的竹子，这竹子可不寻常，有水桶那么粗，上面布满了数项的黑色斑点，竹节粗糙的有些可怖，两肋生出斜上的粗壮枝叶，遮天蔽日。妙妙从没见过这样茂盛如树的竹子，看着看着，那竹子竟然自己移过来了，竹叶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再仔细一看，竟然是个以枝叶为手臂的竹子人。竹子人说话了，居然有滑稽的鼻音。女人，你穿的真绿啊，混在丛林中，害我们分辨了许久。妙妙低头看着自己的碧色山子裙，心道：怪我喽。青竹林一节最让人恐惧的情节终于到来了，拖后腿担当灵鱼被妖怪抓走了，整整一夜才被主角团救回来，少不得要陪这几根竹子过一夜了。妙妙叹了口气，这位仁兄，你是什么妖啊？你瞎吗？不会自己看。竹子人恼羞成怒，鼻音更重了。竹子也能成精？
妙妙表达了自己的诧异，下一秒便被竹节狠狠抽了一下，不是筋，是腰。竹子的手是中空的竹枝，竹枝是劈开的，竹叶粗糙的倒钩上还粘着露水，抽在身上，马上就将衣服打裂了一道，沾到了皮肤，细皮嫩肉的林妙妙身上一道血红的印子，疼得她立刻闭了嘴，额头上冒了一层冷汗，忍不住在心里质问系统：卧槽，完成任务还有生命危险。系统持续性装死。史上最悲催穿书者林妙妙也想两腿一蹬就此自杀，耳边甚至传来了竹节磨刀霍霍的声音，听得他一阵胆寒。那个竹子妖大哥，他刻意强调了妖字，背后贴紧了石壁。你们这么原生态的绿色生物应该是茹素的吧？哼，那道滑稽的鼻音腔调又响起来，只不过这次林妙妙一点也不觉得他可爱了。我儿即将过满月宴，我要抓个人来给他做衣服。那好啊，我可会做衣服了。妙妙接道，我给我们家小鸡小鸭小娃娃都做过衣服，小竹子吗？他仔细想了想，应当是竹笋了，竹笋的衣服应该怎么做？那应该和苞米的绿色外皮差不多。竹子精有些烦躁地走来走去，一道墨绿色的阴影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夏天太热，冬天太冷，我要给他做一件好穿的新衣服。林妙妙觉得自己被慢慢吊了起来，绳索般的藤蔓紧紧勒着她的手臂，一阵充血的疼痛过后，便是酸涩的麻痹，她悬在空中荡来荡去，浅碧的裙摆轻轻触碰着脚面。做衣服为啥要吊起来做呀？妙妙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样坚持一个晚上，她这双胳膊还能用吗？咯咯滋滋，那阵磨刀的声音渐渐靠近了，听得人耳朵麻了半边。一根绿油油的竹子慢慢拱了进来，前头尖，后头钝，像一根巨大的绿色锥子，道道发黄的纤维呈放射状汇聚在最尖的顶端。妙妙一看这尖利的头，一阵胆寒，竹腰将那巨大的锥子举起来，一下便抵到林妙妙喉间。那巨大的利刃在她身侧比划来去，有几下勾住了她的衣裙，又被移开，似乎是在丈量，又似乎是在思考从哪开始下手。那鼻音满意道，这次很不错。竹子妖大哥，妙妙的声音都有些抖了，敢问您是想要哪种衣服？竹子妖大哥对他这副落魄尊容相当满意。我今日心情好，带你看看旧衣服。林妙妙被慢慢放下来，绳子粗暴地拖着她走了2个洞口，她裸露的肘部被磨破了皮，蹭满了灰尘。洞里阴森极了，上方倒挂着长长短短的钟乳石，黑暗中看去，宛如野兽口中獠牙。滴答滴答，一阵阵滴水的声音，一滴冰凉的液体滴在妙妙额头上，随后顺着她的鼻梁蜿蜒而下，带流到她鼻尖上，悬而未落时，一股甜腻的铁锈味飘进了她的鼻中。林妙妙脑子里轰的一下，下意识地抬眼望去，看见空中吊着一个黑影，那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人的轮廓，垂着脑袋，拖把布般枯黄的头发倒垂下来，体型庞大，难辨男女。虽然看上去已经了无生气，可是那躯体竟然还在随风轻轻飘荡，甚至风铃般旋转着，看上去不胜诡异。待他慢慢地一点一点转到正面，林妙妙一声惊呼倒灌进了肚子里。难怪这个人体型如此庞大，还能被风吹动。他的肚子像是被吹破的气球一般4分5裂，皮肤撑到极限，显出青黑的血管，肚子之下是翠绿的枝节，这枝节不住生长，直贯穿他的腰腹、四肢，使得这具躯体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竹子外面套了一层人皮。林妙妙曾经听说过冬虫夏草的成因，并非冬天是虫，夏天又变成了草，而是草籽在冬日里蛰伏进幼虫的身体，等到虫子冬眠了，就一点一点生长，吸收虫子体内的养分，直长到将其身体整个贯穿，做成一套保暖的衣服。好家伙，做的是时尚界食物链顶端，人皮袄子。他禁不住两腿发软。你要拿我做衣服？竹妖发出笑声。先前那个人太老不耐穿，你正合适。荒唐。妙妙两手被绑着，挣扎着直往后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义兄是柳拂衣。就算妖物们没听过男主角威猛的大名，那外挂般的法器九玄收妖塔总该有点威慑力吧？柳拂衣。那竹妖愣了一下，冷冷笑道，黄口小儿，你身上一丝柳拂衣的气息也没有，还敢诈我？妙妙一惊，意识到香囊已让木生拿去了，禁不住一阵绝望。你别碰我，我是穆家家主穆瑶带来的，他们马上就到。穆家人竹妖阴森森地笑了一阵，血海深仇，来得正好。他要寻来，我就先将你的尸体摆在门口。来人，剥皮，开宴。妙妙没想到自己的保命话反倒成了催命符，竹妖话音未落，他便被迅速吊高，坐过山车似的穿过几个山洞，倒吊着的石笋划破他的肩头，被重重扔进一处石洞里，溅得尘土飞扬。
咯吱咯吱咯吱，他直摔得两眼发昏，隐约看见一群小妖像是没有关节的木偶人，一扭一扭的直冲他来了。不是吧？系统，系统，救命！出人命了呀！一片安静，视野里已经看见为首的浅绿色小妖俯身打量着他。系统安静如鸡，该不会他掉线了，一个人被扔在这个世界里？一阵冰冷的恐惧笼罩了他。住手，别动我衣服！妙妙啊！呜一口咬在竹节上，仿佛咬到了一张又干又硬的竹席子。脱不了，它咬人。小妖说话奶声奶气的，含了一丝委屈。哼，都要死了，要什么面子？你们一起上。柳福一在泉水源头接了2酒囊水，一只蓦然放在抱膝闭目养神的木瑶身前，拿着另一只想要给林妙妙，视线环绕了一周，没找到她的身影。阿生，妙妙呢？他走过去，看见木生一个人背着手站在树下出神，没见着。他转过脸来，嘴角带着微微的笑意，墨玉般的眸子一动不动地望着他，那是一种带着敌意的回应。柳福一心里一突，他刚刚跟你在一起，这会儿怎么不见了？许是跑哪儿去玩了吧？木生无畏地转身欲走，肩膀被柳福一一把扣住，他神情凝重。妙妙不会术法，你让他一个人乱跑。木生将他的手轻飘飘地拨掉，给了他一个不冷不热的笑。你这么担心，自己去找，何必来问我？这样莫名其妙的态度，柳福一有点生气了。木生，你给我站住！怎么了？二人的争执惊动了木瑶，一袭月白色裙站在了木生身后。木生嘴角微勾，瞪着柳福一的眸光澄明，说出口的确是极其委屈的话。姐姐，你评评李妙妙自己乱跑，她反倒怪我看不住。这一路上，木瑶算是受够了花蝴蝶一般飞来飞去的林妙妙，她望着柳福一，语气中平淡里带着一丝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嘲讽。我猜她不是去抓蝴蝶，就是去沐浴采花，一会儿便回来了。瑶儿，她不像你我。柳福一放眼望去，四处都是密匝匝的竹林，林妙妙头一次出家门还不认路，万一出了什么事？万一出了什么事，那也是你该负责的。木瑶望着他，是你一意孤行，要带着他上路。他眸光一转，不愿意再说人是非。再说，你不都教他术法了吗？对呀，我还教他炸火花了。木生的表情无辜至极，如果有危险，想必他也能应付吧。阿生，木瑶的眼里惊异里带着一丝责怪，你放心，阿姐。木生柔顺地笑着，我教是教了，至于他学没学会，我就不知道了。别碰我，再过来，再过来我就……妙妙已经缩到了角落里，前面一片绿油油的海洋，封死了他的去路。刚才被拖在地上走的时候，他双手摸到了一块锋利的石片，现在一面拖着时间，一面在反绑着他的藤蔓上搁着，藤蔓只剩下几根纤维连着，早已松动了。哼，小妖们，术法虽然是现学现卖，可是柳福一写好的丹砂符咒，你们可未必扛得住。找准时机，妙妙飞速地拖开手去，在怀里一摸，却摸了个空。他浑身的血液倒流，符纸呢？脑子僵硬地闪回到木生叫他炸火花的片段，他从背后纠正他的姿势，手若有若无地擦过他的衣服，他当时还有些奇怪，想必那时候他连柳福一的符纸也没给他剩下吧？啊，竟然让他挣开了！快抓住他！小妖的呐喊声穿透他的耳膜，情急之下，林妙妙冲着涌过来的绿色浪潮一个炸火花，去死吧！小妖们本能的向后一闪，绿色浪潮便形成一个豁口。几秒钟尴尬的寂静，没炸响，再炸又一个豁口，没炸响。他像个翻花绳的呆子，维持着扭曲的手势，僵持空中，心里掠过一声冰凉的自嘲。傻孩子，炸火花是穆家独门绝技，又怎么会轻易传给外人？他可是知道反写符和暗恋姐姐2个重大秘密的人，如此危险的陌生人，木生从始至终从来没相信过他，也从没打算要他活着吧。头顶冰凉的水滴落在他脸上，一颗又一颗。下雨了，这种密闭的地方也会有雨吗？他闭上眼睛，扬起脸，感受一滴滴的雨滴落在自己头发上，脸颊上的冰凉触感。土腥味里混杂着丝丝血腥味，是这个石洞里洗刷不去的阴暗潮湿的味道。他是炸我们的，他根本不会术法。一群小妖冲过来，为首的那个气不过，先伸臂打了他一下。主妖打人都是用他们劈开又中空的手，像是打快板一样，一前一后的落在他身上，不但声音清脆，打出来的窗口也格外明显。打他！有了这一个，千千万万小竹妖都涌过来，争先恐后的打他。林妙妙在雨点般的暴打中思考，如果系统真的掉线了，他要不要选择自爆身体，跟这群快板精们同归于尽？这打的也太疼了吧！行了，
带着鼻音的声音传来，先前见到的那个竹妖发话了，一群蠢货，都给我让开！小妖们咯吱咯吱的左右涌动着，让出一条路来。林妙妙伏在地上，衣裙已经破碎不堪，除了脸，身上到处都是打出来的红印子。她又往角落里缩了一下，抬头望着竹妖。女孩眼里黑白分明，有点不安，但并没有吓破了胆。既然他们奈何不了你，我就屈尊亲自做一件衣服吧。竹妖背后漂浮着那根巨大的锥子样的竹子，他将其举起来，抵住林妙妙的胸口。林妙妙低头望着这匕首般锋利的竹子，镇静地思考。通常套路是反派死于话多，但显然他不至于说到明天早上，难道明天主角团就下来的，已经是一具半死不活的尸体了？不行，他狠狠一凛，还是自爆吧，死也不要做虫草美少女。那肩头往前了1寸，胸膛上传来痒痒的感觉，瞬间一股灼热自他肌肤上升出，下一秒一缕细细的烟雾升腾起来。冒烟了！小妖们张大嘴巴。忽一道水蓝色的烈焰如同最凶恶的猎豹，在刹那之间悄无声息地吞噬了竹节。林妙妙抬眼望去时，只见竹妖手里握着的利器被烧得只剩一截香灰了。一个小妖伸出指头轻轻一戳，哗啦便碎了一地。竹妖难以置信地望着手中的断柄，他伸出手来，迅速增长了好几个竹节，远远地向林妙妙袭来，在挨住她温热皮肤，准备刺入的一瞬间，水蓝色的火焰如同游龙一般猛地探出头，沿着他的手臂飞速爬向了本体。那蓝焰速度之快，令他来不及收回，便先惨叫出声。啊！竹妖触电般的打着滚，为保性命，只好忍痛自断一臂。那一截断掉的竹子，转瞬变成了地上一滩浅浅的灰烬。林妙妙喜极而泣，这是系统吗？系统活了，系统威武。按理说，新鲜的竹子很难点着，但这股水蓝色火焰简直如同幽灵，刹那间便能悄无声息地吞噬一切，将所有活物化作黑灰。但凡伤他性命之物，转瞬便死。林妙妙感动得泪眼汪汪，这股蔑视天地的霸气，还真不像是那周扒皮系统的风格。这个夜晚，断了一臂又不信邪的竹妖用各种方法弄死林妙妙，用刀砍，用石头扔，用火烧，用水淹，用铁锅砸。林妙妙缩在角落里，眼看着自己面前黑灰一堆又一堆，将竹妖气得直翻白眼，而蓝色烈焰游刃有余，便干脆趴在那里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宿。有金手指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翌日一早，太阳还没升起来，洞穴便晃荡起来，逃窜的竹妖像是绿色的海洋，沿着断层四处流淌。柳拂衣一脚踩穿石洞，一路上披荆斩棘，带着新一天的第一缕晨曦，光辉灿烂的来救他了。林妙妙喃喃自语，袁文成不欺我。妙妙，柳拂衣确实是着急了，见他缩在角落里，脚底一点便到了跟前。柳大哥，他像见着了娘家人，蹦起来跳进柳拂衣怀里，不小心碰到了伤口，呀的叫了一声，疼得直吸气。怎么了？柳拂衣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见他浑身都是血印，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愧疚之色溢于言表，都是我不好，让你着了妖怪的道。没事没事，都是皮外伤。妙妙看见柳拂衣背后的两姐弟，神色都格外诡异。慕瑶一路斩杀竹妖，听到柳拂衣的话后看过来，脸上是愧疚又复杂的神情，而木生远远逆着他们，神色晦暗不明。柳拂衣将披风脱下来给他披上，拉他出了山洞，安抚了一番之后，脸色又变得严肃起来。妙妙，遇到危险，为什么不用通讯符联络我们？他看见他身上到处是伤口，心里一阵狐疑。还有，我给你配好的收经符，你是不是私自摘下来了？阿生不是教了你炸火花吗？他们伤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就算只能炸出来一个火花，对付这些竹妖也足够了吧？妙妙面对这一连串的发问，内心无比复杂。总不能直接告诉柳拂衣，符纸一张也没有，炸火花也是逗他的，全是黑莲花杀人灭口的诡计吧？不知何时，慕瑶和木生已经解决完了所有的竹妖，无声地站在柳拂衣背后。你给我的符纸，他对上木生的那一双黑眸，深深看他一眼，才不好意思地笑道，我不小心丢掉了。柳拂衣气得无言以对，差点克制不住揪起他的衣领。什么都能丢，保命的符纸也能丢。我早知如此，就应该把符给你写在衣服上。慕瑶和木生闻言，脸色都变得很难看，虽然难看的原因各不相同。对不起柳大哥，我下次一定收好，绝不乱跑了。妙妙勇敢地承受着男主角的珍贵怒火，态度格外诚恳，只希望柳拂衣快点息怒，别再刺激可怜的女主了。岂料妙妙越退让，越激起了柳拂衣的保护欲，在他眼中，
妙妙小脸苍白，满身是伤，被恐吓了一个晚上，立都立不住了，还要向他道歉。他心中愈加自责，冷了脸色。那扎火花呢？阿生不是交给你了吗？妙妙看看柳福一，又看看黑莲花，一时手足无措。福一见他吞吞吐吐，心里明白了3分，回头一看，慕瑶姐弟神情冷淡，仿佛事不关己般的站着，连一句也不问，像是吞了一肚子冰碴子，浑身上下都是寒意。我就知道穆家独门炸火花，岂是随便传给外人的。他这话说的伤人，慕瑶望着他，许久才冷笑一声，眼里满是倔强。我穆家光明磊落，要么不教，要么便好好教，怎么会使那种手段？柳大哥，妙妙一把拉住他的衣摆，笑道：穆姐姐说的对，穆公子很认真的教我了，是我被那竹妖一下，把口诀忘了。话毕，感觉到黑莲花的目光沉沉地落在他身上。柳福一满脸质疑：真的？妙妙点头：真的，你想，我连符咒都记不住，炸火花的口诀那么难，我忘记也情有可原啊。慕瑶转身便走，柳福一蹙了蹙眉，追了上去摇。这1日是动身第10日，此处竹林越来越稀少，隐隐约约听得见镇子那边喧闹的人声了。袅袅炊烟从远处升起，昭告着青竹林副本走到了尾声。木生的脚步声极轻，像是只猫，他的影子若有若无，很有耐心地跟在妙妙身后。妙妙拉紧了披风，一路上头也不回，快步走着。灵鱼，木生终于耐不住，开口叫他大名。不是说了别叫灵鱼吗？我叫林妙妙。妙妙的语气相当不善，话音未落，早已回过头去。木生稍一用力，便追平了他，发尾在空中摇摆，眸中带着一丝深沉的探究。你没什么话与我说吗？妙妙面无表情的摇头，脚步飞快，似乎连看他一眼都觉得浪费生命。木生一侧身，正是挡在他面前，他向左走，他伸左手拦，他退而右转，他就伸出右手，袖子上的银纹麒麟露了全身。他站直立在他面前，恰能看到他黑亮的发顶。林妙妙打死不肯与他进行眼神交流，一直低头死死盯着他的脚，甚至让他有些怀疑他是不是在预谋着抱起踩几脚。林妙妙退无可退，这才仰头露出冷笑：我与一个一心想杀人灭口的人有什么话好说？既然这样厌恶我，刚才为什么要说谎？木生眼中竟然有淡淡的不解。林妙妙急了，这还是人精黑莲花吗？那是为了大局着想，不想让你们之间产生局与牺牲我一个，造福千万家，懂吗？黑莲花不吭声了，转而垂下眼。柳福一披风上的味道熏得我头疼。又来了。林妙妙早憋了一肚子火气。你事儿太多了吧，离我远点，咱俩都清静。木生伸手拽住他的披风的刹那，被他一巴掌打在手上。别动。这一下是实打实的恼了，毫不留情，他手上让他拍得火辣辣的痛，下意识地收了回去。他裹紧披风的模样像是护崽的母鸡，眼里几乎要冒出火来，灼得他需要后退2步，吐出2个字：我冷。木生伸手要解自己的披风，听见他冷笑：我不想要穆公子的，就想要柳大哥的。他乌黑的眸子里顿时一暗，绷紧了嘴角，声音很低：我就这么不如柳福一？妙妙反唇相讥：毕竟教我术法的是柳大哥，来救我的也是柳大哥，你干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木生看他半晌：我给了你香囊。提起这个妙妙就来气，柳大哥的香囊还能震慑小妖，你那香囊顶个屁用。黑莲花的脸色霎时变了，似乎在极力克制着怒火。他撩开披风，想把它解下来。谁稀罕你的香囊了，还你。拽了半天，手都拽红了，却发现这香囊乃是用术法系上去的，悬浮在他腰际，走哪根啊，竟然怎么也拿不下来。木生冷眼看着，似乎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半晌，扭过头去：林小姐，你看见了，我们跟你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倘若你现在抽身而退，我们可以将你安全送回家去，从此天高水长，各走一方。哦，林妙妙骤然打断，他有点回过味来了，你刻意与我为难，是想让我知难而退，离开你们。他一来就打破了3人团微妙的生态平衡，这一通乱搅，影响的不止柳福一，还有一朵本来心无旁骛的黑莲花。本是为了应对柳福一才留下他，岂料偏偏跟他更相熟，他不习惯，进而恐慌，进而横出力气，欲永绝后患。就是他不死，至少也得恐吓几分。若换成普通的官家小姐，还真说不定被吓得哭爹喊娘要回家，至少也得离主角团远远的。呵，这人孬了。好胜心瞬间被激起10丈高，泛着栗色的头发在阳光下充满光泽，柔韧地垂在两边，眼中怒火慢慢褪去，笑了。让你失望了，我非但要跟你们上长安，还要陪你们走到最后。
还会在终局保下你的小命，傻叉。二人如两头猛兽，不动声色地窥视着彼此，敌不动，我不动。木生凝视着他，似乎真有几分疑惑。你到底缘何如此执着？妙妙叹气。木生，我把你当朋友，不求你投桃报李，只求你别老是践踏别人的真心。真心这两个字在他嘴里玩味一番，什么地方震动一瞬，却立即被否决，眸中的轻蔑神色越发明显。世上哪有真心二字？林妙妙捂着自己的胸口，一脸恼怒。穆公子，你现在就正在践踏。他沉着脸转身，以后再遇危险，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林妙妙双手叉着腰，刻意提高了声音，活像仗势欺人的小妇人。有柳大哥保护我，我怕什么呀？这条路上我连你木生都不怕，怕什么路途遥远，危险重重。木生背影一僵，走得更快了。低任务提醒，任务1 1/4阶段结束。阶段奖励回忆碎片，该道具可帮助挑战者摸索主线。林妙妙手里出现了一枚亮晶晶的玻璃片，她对着光左看右看，这就是回忆碎片。太敷衍了吧。透过玻璃看去，湛蓝的天幕变成暗灰色的，犹如在重重时光中褪了色。斑斑驳驳的灰蓝水彩一般铺开，刹那间将林妙妙笼罩在其中。青衣侯来了，青衣侯来了。长安大道连霞斜，行人避让，青牛白马拉七厢车，浩浩荡荡一行车马，鱼贯入宫城。高耸的城墙巍峨，匾额上书安定门3字，锯齿状的城垛之上，一排猩红的旌旗一直蔓延到远方，在风中猎猎。肃静只维持了几分钟，喧闹声迅速蔓延开来，人声鼎沸。都城风气一向开放，年轻的权贵不喜以权压人，因此宫城外的男女老幼退在一旁时，都敢伸颈去看，指指点点，满脸都是喜气。传说当世青衣侯，风神俊秀，貌比潘安，是举国少女的春闺梦里人。那拉车的骏马通体雪白，马鬓如流云，四蹄奔腾，姿态优雅，如同天上神马。拉着的雕车精巧奢华，无一处不精致。那厚重的垂着流苏的帘子背后的人，究竟又长什么模样？小乞丐，你怎么不吃了？一只柔衣伸过来，想要摸摸男孩的头。他看上去至多7岁，面如浮雪，一双眼睛乌黑水润，一头浓密的头发半长不长的落在肩上，要不是嘴唇干裂，脸上布满尘土，简直像个小仙童。他面无表情地躲过了少女的手，眼中没有警惕，只是漠然。姐姐，你理他做什么？他是个怪物。旁边乞讨的孩子淌着咸水凑过来，他不吃，不如给我吧。少女有些讪讪，不情愿地将手上的点心分给一群乞丐。那些乞丐孩子马上便如饿虎扑食一般将他围住了。他心里却还惦念着长得最好看的那个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他像是没听见一般不回答。旁边的小乞丐嬉皮笑脸的取笑。小姐，这没娘的野种，没有名字。我有娘。他开口了，声音轻灵灵的，如同拨奏瑶琴。我只是，眼中刹那间弥漫出一股暗涌，这种不应该存在于小儿身上的激烈的恨意，竟然为他黑亮的双眸更添一抹锐利的光亮。哎，你去哪儿？他见他飞快地爬起来，回身走了2步，竟然如雾一般消失在了他眼前，吓了一跳，禁不住揉了揉眼睛。看到了吧，姐姐，我说过他是个怪物。旁边一张张嬉皮笑脸的小脸上闪动着饿狼般残忍又淡漠的神情。青衣侯香车宝马过安定门，吆喝声刚降下去，马车猛地停顿一下，车上人合上手中书卷，蹙了眉头，低垂的睫毛下是冷冽的眉眼，迸射出漫不经心的寒光。不是说了，本侯不需要查令牌吗？没有人回答。宽敞舒适的马车里，只有香炉里冒出袅袅白雾。他顿了片刻，神色一凛。什么妖物？出来！车里4角挂着收经符，几案上摆放着玳瑁貔貅，侧边悬挂着像模像样的桃木剑，各门各派宝物摆满了，将这小小的马车硬围成了一只铁桶。他不信这样还有秽物闯得进来。一阵凉风拂过他的面颊，他猛地向后一撤，转瞬自己桌上便多了一个小孩，袍子下赤裸的2条纤细的腿轻轻晃荡，露出雪白的双足。那幼兽般诡谲的小孩抬起头来，一双漆黑的眸子里满是酷虐的恨意。你是何人？男人在这夜色般的眸中看到自己惊愕的倒影。你要做什么？一只冰凉的小手猛地卡上他的脖颈。我来杀你啊！第1卷完。啊！保罗纱帐里猛地坐起一个娇小的身影，一头黑发披散在绣着了大片玉兰的素白寝衣上。宫女从寝殿角落小跑过来，隔着帐子问：帝姬，您怎么了？少女一双柔嫩的手放在自己脖颈上，手指微微发抖。佩云，有人要掐死我。
纱帐撩开，一张素净温婉的脸探进来，还好，床上只有专为夏天准备的蚕丝被，皱巴巴的攒了个团。尊贵的地基抱膝僵坐着，拼命在脖颈前须抓着什么，眼里满是恐慌。佩云见他衣领下露出的皮肤被手指挠出几个红印，急忙将他的手拉开。地基别怕，做噩梦了而已。端阳地基长长的吐了口气，仰躺在床上，披散的头发压在身子下面，娇容上满是疲惫。室内3个角落摆放了雕刻精美的大鼎，鼎内放着大块的坚冰，正徐徐向上冒着白气。即使外面的骄阳似火，凤阳宫里仍然有阵阵穿堂风，阴凉舒适。佩云扶着纱帐，地基要梳妆沐浴吗？床上人翻了个身，眉头微蹙，姣好的脸上露出一丝不耐。梳妆？今天有什么事？下午赵太妃要去兴善寺祈福，想让地基作陪。话音未落，端阳地基瞳孔紧缩，一个翻身坐了起来，脊背紧紧靠住墙壁，浑身颤抖。本宫不去兴善寺。地基，佩云吓了一跳，可这不是3天前拜谒太妃时说好的吗？端阳耳边仿佛又回荡起那个诡异的声音，一声声在他耳边呼唤。神女，谁在说话？寺院内古树参天，青石板下满是青苔，风吹叶落，发出簌簌声响，眼角上悬挂的青铜铃铛颤动着。神女，快随小人来，吾等候您多时了。周边的场景飞速变化，寺中翘起的岩口飞速变作密林，又到了大片荒地，山峦如波涛般起伏，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际。最后又回到了电雨连绵的寺内。这是在做什么？他环顾四周，与他出来时别无二致，只是天色很暗，天空仿佛被人用一张巨大的布盖着，密不透风的，周遭一片死寂。方才神女所在位置不对，现在对了。你是谁？为什么叫我神女？那声音笑起来，随即起起伏伏跟上了无数道笑声，这些笑声有的浑厚，有的苍老，有的稚嫩，竟有110人之多。他倒退了一步，回头望去，地上竟然密密麻麻跪满了人，他们姿态虔诚地伏在地上，仿若将他奉为神明。神女已至，仪式开始。再然后，端阳猛地闭上眼睛，不愿再回忆起那场面，语气里满是怨愤。自打本宫跟母妃去了兴善寺，回来便开始总做噩梦，我不想再去那个鬼地方了。佩云敛了笑，地基甚严，佛祖劝人向善，去一趟寺中能涤荡尘埃，只有抚平心绪之效，怎么会致使人做噩梦呢？此时宫中信佛已成潮流，天界妃嫔不论品阶高低，身份尊卑，一律自发吃斋念佛，每年花一大笔开支在寺庙里，比谁更虔诚。而这股风气正是由他生身母亲赵太妃带起来的。谁都能说，做女儿的不能说。端阳烦躁地揉了揉眉心。我知道了，梳妆吧。端阳地基，本名李松敏，先帝宠妃赵氏之女，今上胞妹，深得圣宠。妙妙搜肠刮肚地想着原书中的剧情，被木生开口打断他眼中讥诮。你说的这些，哪个不是众人皆知的？妙妙怒而反驳。你这么厉害，倒是说点新鲜花样出来。派你出去打探消息，就收回来这么些废话。他打量妙妙半晌，你到底有什么用？好了，阿生。慕瑶淡淡的放下茶杯，责怪的看了弟弟一眼。林小姐没有自己的暗线，别再折腾她了。连慕瑶都看出来了，最近这2个人之间有点反常。从前倒是貌似很和谐，可这几天就像火药桶碰上了火星子，动不动就互相讥讽，还是口齿伶俐的林妙妙获胜居多。而木生，他似乎从没见过他如此明显的欺负一个女孩。他硬带着不识路的妙妙走到繁华的街市上，兜了几个圈子，将她一个人丢在人群中，自己抽身而退。隔几个时辰才回街上，将无助徘徊的人领了回来。他让林妙妙一个长在深闺的小家碧玉去市井间打探，被那些丰乳肥臀的妇女讽刺刁难了一个下午，回来时都还是灰头土脸。他虽然不喜欢林妙妙，但也不希望她出什么危险。木生屡教不改，就像瞬间退化10岁，绊在这个坎上过不去了似的，倒令他有些头痛。休战！妙妙白了木生一眼，趴在客栈的红漆木桌上。阳光从半斜的隔窗投射进来，外面是长安外郭繁华的街道，人来人往。福一从吱呀作响的2层踏步上来，见木生与姐姐坐在一边，便走来坐在妙妙身旁，喝了一盏茶水。怎么样？木瑶探身。下午赵太妃将带着端阳地基去兴善寺拜佛，到时我们跟在暗处。木生冷笑一声，这赵太妃是不是以为拿了穆家一块玉牌，就可以把我们当卒子用了？捉妖世家穆家一生为百姓福祉奔走，从不为荣华停留，也不会听从高位者号令，除非此人手上有穆家的玉牌。
手上有这块玉牌，就可以调动穆家人前来铲除妖邪，天南地北在所不辞。因此，这玉牌很珍贵，统共3块而已，都给了曾有恩于穆家的人。赵太妃手上就有这么一块，穆瑶说不清这令牌的来头。听了穆生的话，穆瑶的神色明显不悦。既然觉得我们不登大雅之堂，何必大老远请我们来？穆生笑着看向柳福一，熟练的祸水东引。那就要看柳公子究竟是如何交涉的。当今天下妖物横行，宫中不缺捉妖驱鬼的方式。这些方式宛如金丝雀，终身待在宫城内为帝王家服务，鲜少出来抛头露面。捉妖人相亲，宫中方士们看不起宫外捉妖人，认为术法最高造诣在钦天监，捉妖世家都是野路子。自然，出身捉妖世家的姐弟2人也看不惯那帮养尊处优又没本事的方式。阿生不要误会，柳福一从容解释道，钦天监岂是后妃随便能够调用的？想必他是遇上了什么难事，希望自己暗中处理，不想惊动陛下。穆瑶点点头，直入主题。听说端阳帝姬自从18岁生辰那年去了一回兴善寺，回来便夜夜噩梦缠身，的确有些奇怪。柳福一默然望向窗外，目光仿佛透过重重楼宇，到达那一片连绵不断的寺院古刹。因赵太妃信佛，具有强大的带动效应，这股浪潮转瞬就席卷了整个权贵阶层，乃至整个都城。物极必反，会务最爱趁人疯狂时伺机而动。他的眸中泛出一丝深沉的忧虑。林妙妙贴在冰凉的墙根上，插不上嘴，伸出筷子夹向盘子里的葫芦鸡。长安葫芦鸡久负盛名，鸡皮炸得又酥又脆，油而不腻，金黄的薄薄一层，自然的与鸡肉剥离开，令人垂涎3尺。不料挨住鸡的瞬间，横空伸出一只筷子，架住了他的。抬头一看，看见穆生笑吟吟的脸。林小姐，你都吃了半只鸡了。骤然被这么说出来，林妙妙涨红了脸。她这一路上，除了不停地给柳福一制造麻烦刷存在感，就是在主角团紧张讨论案情的时候，在旁边吃。虽然是剧情需要，可确实是。觉察到穆瑶和柳福一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她讪讪收回手去。穆生的筷子却不停，夹起一只酥脆金黄的鸡翅，轻柔地放进了他碗里。怎么不吃了？我记得林小姐喜欢吃鸡翅啊。他眸中笑意宛如一汪春水，林妙妙感觉自己被噎住了。自从穆生请他急流勇退被拒绝后，他的绊子使得是越来越顺手了。那天他强行带他到早市探听消息，巧言令色地蛊惑了一群卖鱼买水果的大妈，将他往人群里一推，转身就没影了。那群胸前波涛翻滚的阿姨气势汹汹地将他团团围住，问的全是那唇红齿白的小郎君多大了，婚配否，去哪了，你是他什么人？等他装疯卖傻地挣扎出来，头发都乱了，走在路上活像是被抢劫过。而穆生站在路边，远远递他一面镜子，笑吟吟地邀请他看看自己的尊容。妙妙叹了口气，柳福一的表情却异常欣慰，他鼓励地拍拍他的肩膀。妙妙，阿生给你夹的，快吃啊。他甚至还拉着一头雾水的穆瑶站了起来。瑶儿，走，随我一起结钱去。一头雾水的穆瑶被他扯着走远了。穆生无声无息地坐到了他旁边，逆着他的脸。好吃吗？这一路上你都不嫌烦吗？妙妙无趣地扒拉了2下鸡翅。穆生的笑意味不明。林小姐有趣极了，我怎么会觉得烦呢？妙妙哼道。不就是又知道你一个秘密吗？公平起见，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好了。少年的表情凝固了片刻。别再提你的癸水，这次不是癸水。妙妙凑近了他，柔柔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我15岁的时候胸围只有2尺5，1年时间里长了好多。穆生顺着他的脖颈往下望，下意识的想看看那长了好多是个什么程度，不想他立即双手护在胸前，一下子躲远了他，斜睨过来，字正腔圆，往哪看呢？不知羞。周围的嘈杂声骤停，长安城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停止吃酒，无数谴责的目光落在他脸上，像凌迟的刀子。不多时，指指点点的声音响起来。长得挺好看的，不想是个登徒子。人不可貌相，越是这样的，越是。就是。咔嗒，一个彪形大汉如同一道黑云涌过来，将腰间佩剑往桌上重重一拍，挡在林妙妙身前，对穆生横眉冷对，我们长安风气友好，由不得你在此撒野。穆生望着他的手指，黑润润的眼眸中几乎要冒出火来。大汉也冒火了，你还敢瞪我？穆生冷冷瞥他一眼，没有回应，站起来，径自往大汉背后看，压着火气道：林妙妙，出来。咔嗒，大汉猛地一拍桌上的剑鞘，直拍的桌子都要抖3抖。小子，你可不要太嚣张。转身对林妙妙安抚道：姑娘，
你别怕，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们长安人都是你的乡里乡亲，大哥给你做主。林妙妙心里几乎笑岔了气，从那雄壮的身影背后探出个脑袋，真诚地笑道：多谢这位大哥，您误会了，我们一起的，他跟我玩呢。真的？大汉狐疑。真的。妙妙点头。素不相识的侠义大哥拎起那把沉重的剑，安慰地拍了拍他，一步三回头，每回一次头，就要指着木生的鼻子骂一句：给我小心点，一看你就一肚子坏水，休在长安撒野，再让我看见一次，打断你的狗腿。木生面无表情地目送那凶猛的抨击远去，将目光转向站在一旁憋笑憋得直发抖的林妙妙，他脸上十分严肃，杏子眼里写满了无辜。真没想到，长安百姓实在是太热情了。木生的脸色变了又变，咬牙转身，不早了，走吧。这人从不是个软柿子，找到机会就要反将一军，目的不明，捉摸不透。偏偏刀枪不入，还是再容留身边观察观察。身后的少女紫藤色裙摆一旋，犹如木槿花揉开了花瓣，犹自喋喋不休。对了，倘若我泄露你的秘密，你大可也将我的秘密说得众人皆知呗，你走那么快做什么？大起灵塔，广至天宫，兴善寺一片殿宇连绵，画拱成云，丹炉捧日，白玉栏杆重叠而上，碧瓦飞蒙在参天古树的掩映下连绵一片。赵太妃的马车停在寺前，两个浅红如裙的宫婢扶她下了车。太妃年已40，但保养得相当精致。瓜子脸上缀着妩媚的一双眼，仅眼角有些皱纹，薄唇若有若无的勾起，年轻时候一定是位妙人。这位先帝曾经的宠妃，一身绛紫，辅以鲜亮的秋叶黄纹饰，贵气里刻意带了一丝年轻的色彩。她削减了贵重头饰，头上只别了一只素钗，临下马车，似乎想起了什么，将手上的镂金护甲也捋下来，顺手交给了宫婢。后面紧跟着又来了一辆马车，宫女佩云先跳下车来，伸手去扶车里的端阳地基。李松敏生得很像赵太妃，一双眼睛大而水灵，但身为公主之尊，无需讨好他人，她比母亲要更自信，神态里总是带着一股漫不经心的骄横。赵太妃远远等着女儿过来，一见她彩衣华裙，不紧不慢的模样，眉头蹙了起来。佩云，怎么给地基选衣裳的？佩云吓了一跳，回头去逆端阳的神色，地基撒着娇挽住赵太妃的手臂，母妃，是我选的裙子，今日天气好，适合出来踏青。松敏，都说了多少次了，佛祖面前你姿态要放低些。他顿了顿，见到端阳精神不济的慵懒模样，摸了摸他的眼皮，心疼道：又做梦了。他回过头去寻觅着，瞥见远山脚下柳拂衣伫立的身影，面色稍霁，扶着端阳的手，压低声音：母妃已经找到解决办法，多半是从前咱们心不成，才让神明怪罪下来，这回母妃捐了300斤香油钱，亲自磕头赔罪，你肯定不会再做噩梦了。端阳满脸不赞同，想争辩什么，最后还是颓然放弃了。他顺着母亲若有若无的视线看去，碧蓝的天空之下，远山叠翠，那里似乎立着一个年轻男人的身影，他脊背挺拔，衣袖和披散的黑发随风摇摆，那身影宛如谪仙。他还想要好奇地看两眼，转眼已经走到了正殿门口，被赵太妃拉着进去，一股浓郁的檀香扑面而来，门在他身后缓缓掩上。赵太妃微微侧过脸，半张脸落在阴影中，都在门口等着。宫婢们恭敬的垂袖，分两列守在门前。烈日已经西斜，偶有一阵风吹来，寺中遮天蔽日的松柏轻轻抖动，发出波涛般的响声。巍峨的殿宇在一片柔软中岿然不动，树下细碎的光影洒落在柳拂衣脸上，他用好听的声音低声吟诵：青青衣渐松，移植在莲宫。木瑶的声音如玉石撞击，清冽动听。显色前朝雨，秋生半夜风。他闻声回过头来，冲他微微一笑：阿姐什么时候学了这首诗？我怎么不知道？木生微眯眼睛，习惯性地打破这种和谐温馨的画面。木瑶又好气又好笑地朝前面抬了抬下巴：现学的。木生扭过头去，果见到不远处的树木掩映的墙壁上，不知被哪个张扬自肆的文士以苍劲笔触题了一首诗。林妙妙低笑一声，被木生一记眼刀吓得缩在了柳拂衣身后，探出个脑袋，见木生一张青春鲜活的脸上满是阴沉，心里忍不住偷偷笑。日常观看免费修罗场，生活真精彩。瑶儿，你可有感知到妖气？柳拂衣把玩着那小巧玲珑的九玄收妖塔，露出沉思的神色。没有。木瑶有些迟疑，不过我想地基不会无缘无故被梦魇缠绕，只是现在赵太妃不许我们直接插手，查起来束手束脚，实在为难。柳拂衣劝道：家丑上不外扬，何况是皇家秘辛。
木生眺望着层叠栏杆上巍峨的皇家寺院，错落的朱漆柱外站着2排训练有素的锦衣宫婢。他忽然冷笑一声，马上他便不得不求着我们接受这皇家秘辛了。信女赵沁如带着女儿李松敏来了，紫色裙摆拖在地上，赵太妃合拢的手掌微有颤抖，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既说我诞下个神女，应该福泽不尽才对，为何反降困厄？莲花宝座之上，一座巨大的金身接引佛像，以某个轻微的角度向下倾斜，和蔼地微笑着俯视芸芸众生。跪在大殿中的端阳不敢抬头，只觉得那栩栩如生的神像仿佛一团金光四射的云，压在他头顶。他惶惶不安，一旁的赵太妃却闭着眼跪伏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词。信女已按指令，将全部身家尽数上供，求佛祖保佑我儿身体康健，不再被噩梦缠绕。早年的因果应在我身上便是，那些恶毒之人。他脑中轰然闪过许多画面，紧闭的双眼猛地睁开，闪出一抹决绝的光，统统入地狱，不得超生。许完了愿，仿佛了却了一桩心事。他长舒一口气站起来，在案前净了手，点燃6支香，插入香炉中，随即再次跪倒在蒲团上，双手合十，高举过头顶，向下至嘴边停顿，再向下至心口，摊开双掌，掌心向上，上身虔诚的拜倒。烟雾缭绕着，斜升入空中。敏敏，你快拜一拜。他急促地唤着端阳，扯着不情愿的少女跪在了蒲团上。檀香气息浓郁，恍惚间耳边传来一声轻唤，神女。一阵风仿佛若有若无的手拂过端阳的脊柱，刹那间头皮一阵发麻，他几乎是被人踩了尾巴，立即跳了起来。母妃，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到？耳边却传来越来越多的声音，神女，神女，快随我们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狂喜的，焦急的，一声叠一声，被狂风搅散，空气被旋转的气流切割的破碎了，那些声音语不成句，慢慢变作了风的呜咽。眼前的光线慢慢暗下去，延伸出一条长而黑暗的甬道，两旁微有亮光，分列摆放着色彩斑斓、神态各异的菩萨像。为显皇家气派，佛像用足金，观音像用白玉，纯粹而威严，高不可攀。可眼前这些菩萨像充满了青绿、靛蓝、朱红、藤黄等颜色，犹如民间城隍庙里泥塑彩图的神像，艳丽而诡异。端阳难以置信地望着，脸上渐渐涨红，几欲滴血。那些佛像栩栩如生，连衣带的褶皱都活灵活现，更不要说面上神态。男男女女们衣衫半退，足上、头上、腕上带着层层叠叠的金饰，三两个挤在一起，将私密之处毫不避讳地展露出来，以各种令人啧舌的扭曲姿势。行于水之欢明明应该是冷冷清清的佛像，却比红尘男女还要疯狂恣意。端阳耳边的音浪冲击着他的耳膜，神女，吾等候您多时了。他的脸色由红转青，牙齿咯咯滋滋的上下碰撞，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噩梦，那个噩梦成真了。呼吸间几乎要从肺部牵扯出棉絮，恐惧像看不见的手攫住了他，他像一个瞎子在冰天雪地崩溃的逃窜，颤抖着大喊：我不去，别叫我，别叫我，敏敏，敏敏。赵太妃看见端阳忽然发疯似的大叫起来，朝着空气拍打，急忙去拉，却被猛地推开。端阳脸色铁青，扑过去用力地拍打着紧闭的殿门，凄厉地喊了几声，动作突然减缓了，黑色的血液顺着耳孔流出，在雪白修长的脖颈上拉出一条竖长的线。赵太妃的脑袋轰的一下，发出了颤抖破碎的尖叫：我的儿啊，来人，快来人！耳边响起一个轻飘飘的声音，带着十足的讥笑和讽刺，像一阵刺骨冷风灌入他的耳朵。信女赵沁如，你是不是拜错地方了？赵太妃因焦急而涨红的面孔瞬间变得煞白，她倒退了2步，转头茫然四顾。别叫我！地基凄厉的叫喊声越来越弱，向后退去，身子软软倒下去的一瞬间，看见大门由外向内推开，随即所有恐怖的声音戛然而止，耳中只剩下树上的蝉鸣。清风带着赤红的晚霞涌入，漫天绚丽的华彩都在那一人身后。柳拂衣稳稳接住了地基的身子，目光冷淡地扫过了阴暗的大殿，落在了呆若木鸡的赵太妃脸上。娘娘，她不动声色地提醒，刻意抬高了声音，地基中暑昏厥，需要叫太医吗？柳拂衣的脊背挺得笔直，保持着十足的警惕，衣袖里揣着9旋捉妖塔。但凡有一丝妖气，这宝物一定会跳出来，照得作祟之物无可遁形。可惜没有，带着热浪的晚风卷过他的发梢，寺外天际的晚霞与莲花座上金身佛像相映，端庄肃穆，华美异常。见到佛像真身，外面的宫婢不敢逼视，齐刷刷的跪伏在门口，透过他们光亮的发髻，
远处拉马车的良驹百无聊赖地扫动尾巴，四面寂静的只剩风声。柳福一怀抱地基，衣袂摆动。对，赵太妃紊乱的呼吸慢慢平静下来，手指将帕子扭得变了形，她伸出颤抖的手理了理发梢，找回了一些体面。地基中暑昏厥来人，回宫。赵太妃慢慢靠近了柳福一和其身旁神情严肃的慕瑶，似乎仍然心有戚戚，声音都念了下去。佛寺里却有古怪，拜托诸位了。太妃娘娘，慕瑶清清明明的眼睛盯着她，那双琉璃眼瞳中容不得一丝隐匿的丑恶，寺里并无妖气。赵太妃猛地一凛，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懒洋洋的声音自众人身后响起。木生雪白的脸半隐在阴影之中，唯独一双黑润润的眸子似乎倒映着满池星光，是阴暗中石破天惊的两抹亮。赵太妃望见他的脸，眼中闪过一抹金色，嘴角不自知地痉挛了一下。木生手里捏着烧了半截的6支香篆，从黑暗中走出，嫌弃地伸到了众人眼前。小小几根迷幻香，便把你们都唬住了。他没有在意赵太妃的神情，而是低头掀起香案上的桌布。妙妙，快点！香案后爬出手里捧着2大把香的林妙妙。没来得及烧的香都在这里了，回去查一查吧。太妃娘娘，说来真是巧，下官从太仓过来，遭遇船难，还是这几位大人显了灵通，救了下官一命。郭修庞大的身影立在殿内，半弓着身子，满脸横肉的脸上讨好的笑，别扭的有些滑稽。赵太妃没作声，尖尖的护甲翘起，有些心烦的用茶杯盖子剐蹭着眼口。柳福一专注地看着一旁的满头大汗摆弄着香篆的老太医和一个穿绸布衣裳的年轻相师，不自知地拧起眉头，不知道在考量些什么。慕瑶安静地盯着自己的手，案前的茶水飘起如云的白气，凝结在她的睫毛上。都是下官消息不灵通，几位大人受太后所托远道而来，又是下官的救命恩人，应该早做安排才是。郭修逆着地板，径自絮絮叨叨。行了。赵太妃砰地一下将茶盏搁在桌上，语气不悦，我叫你来为了什么？你心里不明白吗？郭修顿了一下，尴尬道，娘娘，臣实在冤枉啊。哼，你冤枉。赵太妃狠狠剜了他一眼，回首扬声道，陈太医、陆先生，你们说说，本宫冤枉他没有？那年轻的相师陆九是按照木生的意思特意从民间请来的，身上特意准备的一件崭新的丝绸长衣，在这华美宫廷里仍然显得有些寒酸。他有些紧张，本来略显苍白瘦削的微微发红。回娘娘，这香是上好的檀香。郭修闻言腰杆挺直了，臣自打当上这个礼部侍郎，夙兴夜寐，战战兢兢，唯恐不能为娘娘肝脑涂地。臣知道娘娘礼佛心诚，又怎么会做那种以次充好之事？他面上满是委屈，甚至伸出手夸张地开了一下眼角。赵太妃忍耐地闭了闭眼睛。陈太医。回太妃娘娘，须发皆白的老太医颤巍巍地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费劲道，这里面的确掺杂了可以安神和致幻的药草。郭修。话未说完，赵太妃便神情猛变，怒不可遏地爆发了，猛拍一下桌子，你还有什么话解释？我让你一路高歌走到这个位置，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郭修让他喉得一哆嗦，大脑一片空白，头上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水，脸色发白。不可能，不可能呀，陆先生。慕瑶不知何时出现在那年轻相师身后，身上一股梅花冷香若有若无，惊得他向后退了2步。他纤细的手指捏了一小块香篆，在指尖捻开，嗅了嗅，沉默半晌，问道，你既然是长安城里最有名的相师，辨不出这里还有一种多余的成分吗？陆九咽了口唾沫，下唇微微颤抖。草民，他定了定神，回答道，的确还有一种多余的，但是依草民之力，难以辨别。陆九不肯说。赵太妃的声音有些尖利刺耳，要本宫求你吗？娘娘不要生气。慕瑶平静地打断，自然地挡在了身子发抖的相师前面。陆先生是本分生意人，辨别不出是正常的，因为他未曾做过那杀人放火的勾当。他刻意咬中了杀人放火4字，目光凌厉地掠过了郭修的脸。溪水从巨石上流淌而过，发出清脆的声响，水流分成无数股，分开又汇聚起来，奔向远方。哎，倒霉催的。林妙妙蹲在大石头上，将手中衣服翻了个儿，装衣服的木桶被水冲得微微飘动起来，她眼疾手快地伸手扶住，拖到了一边。无数绵密的水雾打在她脸上，在这酷暑天里带来一阵清凉。她停下来，将红彤彤的脸颊凑近了溪水，弄得眉毛上全是水珠。兴致勃勃地挽起袖子来，将手臂也泡进水里。她将手臂从水里猛地捞出来，感受水顺着伸直的手臂流进衣服里痒痒的触感，
自娱自乐的相当开心。缎子似的长发泛出栗色的光泽，头发多而顺滑，一根簪子定不住，有一半已经掉落下来。他干脆扯掉了簪子，任凭头发披散在背后，用湿着的手理了理发梢，斜放在肩膀前，开始对着半桶衣服发呆。我林妙妙也算是娇生惯养，连自己亲爹的衣服都没洗过，居然要帮黑莲花洗衣服。他对着水面里自己的倒影长吁短叹。完成任务之后，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再去信息部投诉这个垃圾系统。伸手将湿透的外袍再次泡进溪水里，开始新一轮的自娱自乐。直到风送来一抹玄色衣角，妙妙动作骤停，抬起头来，看到木生居高临下的一张脸。他躲在那里，也不知道听了多久。木生慢慢地蹲下来，注视他的眼里满含戏谑。林小姐很不情愿。四面溪水奔涌流淌，她满意的看见他的神色由惊转惧。妙妙憋了半晌，憋红了一张脸。你说啥？听不清。他抓住他的后领，将他拖到眼前来，二人的脸贴得极近，几乎要鼻尖相碰了。妙妙紧张地盯着他的嘴唇，那两片色泽粉红的薄唇相碰，轻柔地吐出一连串毒液来。我说，既然不情愿，就别装腔作势了。哈！他冷笑一声，将脸向后闪躲了一下，说得像我不情愿就可以不洗一样。他将差点被水冲走的外裳一把抓回来，放进桶里，有些狼狈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我们现在住在皇宫里，大把宫婢等着服侍你，你非不让他们洗，硬要折腾我，我有抵抗的能力吗？比起把他丢在人堆里让他找路，还是洗衣服温和一些。毕竟这个世界的夏天如此难挨，他就算坐在大块坚冰旁边也待不住。木生睫毛颤动了一下。我嫌他们粗手粗脚，想来林小姐娇生惯养。他的目光落在她白嫩的手上，水葱似的手指紧紧按住她的玄色衣服，对比十分明显。他语气顿了顿，我就喜欢娇生惯养的手帮我洗衣服。林妙妙无言以对，半晌继续认命地揉搓起来。行，这就洗，你闪开吧，挡我光了。木生还是蹲在石块上，懒洋洋地注视着他。妙妙的头发柔软顺滑，服服帖帖地垂在胸口，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荡。他的头一阵眩晕，恍惚中有些褪了色的场景如片片雪花涌进他脑海。那个美艳如花的女人卸了钗环，像是世间所有的平凡妻子，眉宇间满是沉静的温柔。院子里飘起了雪花，她头上星星点点的白，有许多落在她面前的盆里，半天都不融化。娘，手冷吗？她抬起头来，笑得万物失色。给小生儿洗衣裳，不冷。那张脸，她眼前一阵天旋地转，身子晃了晃，被一只手一把扶住。怎么回事？蹲都蹲不稳当。林妙妙的手是湿的，嫌弃揽住她的腰，冰凉凉的。她顺手在她衣袍上故意擦了两下泡沫，这才悄悄收回手，闪着水光的杏子眼里含了一丝调笑。盆要跑，衣服要飘，你还要倒，我就是活的八爪鱼，看我顾不顾得过来。她目光闪了闪，避开了她衣领下那块雪白的肌肤。妙妙早就习惯黑莲花的突然变脸，继续洗她的衣服，睫毛低垂，嘴唇满不在乎地翘着。木生忽然道，手冷吗？妙妙皱皱眉头，心里奇怪。不冷，夏天嘛，玩水多凉快。他抿唇一笑，心里冷森森地接道，要是你敢让我冬天洗衣服，老子把盆扣你头上。木生半晌没吭声，换了个姿势，干脆盘腿坐在了石头上。对了，木生。林妙妙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天，其实你的衣裳也挺好洗的。这骚包一天换一件衣裳，换下来的几乎都是干净的，还有一股若有似无的梅花香。那是他怀里的气味，黑莲花连香气也要跟姐姐保持一致。是吗？对，只不过妙妙扯起一件来给他看，没有土，都是血。他玩笑地望着他，你以后少流血好不好？血印可比土要难洗多了。他一顿，竟然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今天的林妙妙格外的惹人亲近，不知到底是他手上拿着自己的衣服，实实在在沾染了自己的气息，还是因为这溪水腾出的雾气柔化了他的眉眼。垂下眼睫，恰看到一颗晶莹的水珠顺着他的发丝滚落下去，眼看要无声地落在他衣裙上。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飞速接住了它。水珠落在手心的瞬间，碎成了八瓣，顺着掌纹飞速蔓延开来，仿佛一个最温柔不过的亲吻。他似乎一下子清醒过来，猛地攥紧了拳头。任务2进度提示：恭喜宿主，待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达到 30%。没错，太仓郡主线之后，妙妙如愿以偿的从系统那里得到了攻略对象的好感度通知，每增进 5% 都要通知一下。1/4的路程已经刷到了差不多1/3的好感，他还是相当欣慰的。
只不过作为毫无经验新任务人，他就像盲人走路，在这条根本不熟悉的路上摸摸索索。木生慢慢站起来，水珠早变作掌心一点如湿，少年优美的侧脸被阳光镀上金边，一星耀眼的光聚集在刷子的眼睫上。你明知道这一路上是我故意刁难，为何还对我言听计从？林妙妙被他这一问愣了半天，猛地爆发出一声笑。我说了要一直跟着你们，被折腾2下就退缩，岂不是太孬了？木生不作声，望着他在阳光下的脸，细细的白色发带被风吹动，犹如蝴蝶展翅。二人衣袖摆动，在这个无言的瞬间，像世间最普通不过的少男少女，在写什么两小无猜的初恋故事。妙妙看着他笑，声音又甜又脆。我也问问你，你这么折腾我，你是不是觉得挺开心？妙妙俯身将洗好的衣裳装进桶里，捶捶蹲麻了的腿，麻利地跳了起来，浑不在意。这一路上我看你玩得挺开心的，我也没觉得不高兴。林妙妙哼着歌往回走。他的心大，可是家里人和学校老师盖了戳的，连最不拘小节的豪放男生都对他的心宽似海拜服。真人体验都不怕输，遑论是完成任务。他一向不跟小心眼的人一般见识，重要的是过程中的体验嘛。木生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转身就走。胡说！妙妙脚步一顿，糟了，又说错话了。脑子里叮的一声，任务2进度提示。恭喜宿主，待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达到 35%， 请再接再厉。热死了，热死了！小宫女佩羽匆匆跑进凤阳宫内，上如的2只袖子挽到了肘上，额头上满是汗珠，抱怨道：姐姐，外面蝉叫的跟疯了一样。当值的大宫女嘘了一声，小生，帝姬在休息，快把衣服穿好，像什么样子？佩羽哦了一声，蹑手蹑脚地向内殿走去。层叠的纱帐如轻云，掩藏着轻柔的声音。当时我们守在外间，听到里面好像有拍门的声音，但娘娘先前嘱咐，无令不得进入，大家都在犹豫，那个穿白衣的公子便走过来了。佩云低垂眉眼，端着圆形的小盒，手法轻柔地给端阳手臂上的患处敷上药膏。在场的都是内宫奴婢，谁也没注意他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还没顾得上拦，他一把就将殿门推开了。端阳的2只耳朵被纱布包着，显得有些滑稽，一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远方。他收回手来抱在怀里，嘴角泛出一丝笑。佩云，你可有仔细看过他的相貌？帝姬，我长这么大，从未在京中看见过如此潇洒俊逸的人。他语气越发低下去，眸中仿佛有一团星火在闪烁着，不知是惊喜还是惆怅。那天满天晚霞里，他站得笔直，衣袍在风中飞动。佩云卷着床上的帐幔，脸上有些犹豫。可是帝姬，那位公子是个江湖捉妖人，他江湖捉妖人又怎么了？端阳的眉宇间划过一丝不悦，旋即又浮现了一丝笑。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母后不也在重用他吗？我看他比那些世家公子有胆量得多，若是能留在长安，以后必定前途无量。一旁的佩羽年纪稍小些，梳了个紧紧的发髻，额头上崩出了许多碎发，站着听了半晌，插嘴道：柳公子真的能留在长安吗？我见他身旁有一位白衣女侠，好像是一起的。端阳的娇容阴了下去，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半晌才稳住心神。那个女人梳的还是姑娘头，你怎么知道她与柳公子就是一对？佩羽逆着他的神色，眼珠一转，笑嘻嘻接道：帝姬说的对，他们肯定只是结伴而来。再说了，世上女子谁能比得上我们帝姬啊？佩云低头安静地听着，不置一词。端阳嘴角抑制不住地上翘，却佯怒地抄起蜀锦圆枕，嘘嘘朝佩羽砸过去。竟会谄媚！佩羽接住了，蹦蹦跳跳地凑到端阳身边，为他舒服地垫在背后。端阳做事推了几次都没推动，二人在床边玩闹了一会儿，佩羽身子一退，不经意撞在了佩云身上。佩云仿佛感知到自己与这样的场景格格不入，宛如一只被火蛇撩到的猫，不作声地退了下去。端阳坐在了妆台边，专注地逆着镜子的自己，有些不悦地看着耳朵上的纱布。佩云什么都好，就是太闷了些，让人扫兴。佩羽抿着嘴笑了，她颧骨略高，露出颊边一只梨窝以后，倒显得清春可爱。佩云姐姐毕竟曾经是皇上的人，说话做事自然也跟皇上相似了。一双小手握着梳子，小心翼翼地避过了他的耳朵，挽起一个发髻，在他鬓边别了一朵新鲜的芍药。端阳微一敛眉，脸色由晴转阴。皇兄向来不待见我，连带着奴婢都对我拿腔拿调，真是憋屈。他的手指绕上发丝，摸了摸鬓边那一朵娇艳的鲜花，心情又愉悦起来。佩羽，这花会不会太艳了些？佩羽两手扶住他的肩膀，笑嘻嘻地称赞道：这花儿夺不去帝姬半分风采，任谁见了都觉得人比花娇。
端阳忍不住吃得笑出声来。就你机灵。他站起身来，听说母妃在客厅见他，伸出手最后整了整发髻，压不住嘴边笑容，刚好本宫也顺便去见见我的救命恩人。夏日的阳光格外灿烂，成排的木格栅在流月宫大殿里投下一片整齐的影子，烈日正盛，一阵阵蝉鸣声嘶力竭。端阳提着裙摆从布辇上跳下来，3两步到了檐下。殿下留步。赵太妃身旁的上宫站在玄关，朝他扶了一下。帝姬半回过头，面上骄横。怎么，母妃在厅中，我不能进去吗？回殿下，娘娘与客人有要事商谈。端阳帝姬已经透过帘笼望见厅中的几个人影，隐约见到白衣方士手捧茶盏坐在赵太妃右侧，一时间走了神。大殿中诡异地安静，一个体型健硕的人正跪在地上慌乱叩首。娘娘，臣实在冤枉，臣真的不知道。好好的香篆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赵太妃的眉头几乎拧成了麻花，神色十分复杂，半晌才小心翼翼问道：穆方士所言非虚？穆瑶清凌凌的声音淡然：我绝对不会认错。被他挡在身后的相师陆九脸色苍白，丝绸长袍被汗渍如湿，在肩胛骨上形成了2个深色的印。郭修。赵太妃眸中闪烁着惊恐，猛地一拍桌子，尖利的嗓音几乎破了音：你好大的胆子！郭修满面震惊，几乎瘫倒在地上，张嘴欲言，没想到一抬脸，嘴一歪，当下控制不住，哭得涕泗横流。姨母救我！这当真什么也不知道。柳福一和慕瑶对视一眼，眼中颇有诧异，这郭修居然是个攀裙带的，还跟赵太妃沾亲带故。别叫我姨母，我有你这样的好侄儿。赵太妃压低了声音，眉间满是狠意，像是个低声咆哮的凶兽。这份差事满足不了你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干了什么？自己作死还妄想别人保你？姨母，侄儿真的冤枉。郭修将头磕得砰砰作响，侄儿是贪慕富贵，可侄儿自小连杀鸡都怕，怎么敢杀人？这批香乃是我从长安城外金阳坡一个叫做李准的商人那里进来的，当时只图便宜，未曾想到其中竟然有此玄机。赵太妃闻言松了口气，冷哼了一声，虚脱般靠在椅背上，转头征询道：柳方士。柳福一与慕瑶交换了眼神，点点头。檀香里面掺杂这么多死人骨灰，动机未知，实为罕见，其中必有内情。慕瑶神色严肃：请娘娘允许我们查一查这个李准。赵太妃本来不想再招惹麻烦事，可是事情毕竟是由她牵出，只好虚弱的摆摆手，让郭修起来。谅你也没这个胆子，知道什么还不速报给2位方士。端阳帝姬正听得入神，不经意间触碰了帘上的坠珠，当啷一声响。赵太妃眼尖，远远地看见了端阳脚上那一双挂着东珠的丝履，心里诧异：敏，你站在那里做什么？上宫只得替他掀开珠帘。衣着华贵的端阳走进来，靠近柳福一时，心中砰砰直跳，瞟了他一眼，轻移帘步到了赵太妃身旁，挽住了她的手臂，连声音都比平时温柔许多。母妃。帝姬身上是沐浴后浓郁的熏香，赵太妃的目光在她头上浇花上走了一遭，心里咯噔一声，有了不好的预感。身子没养好，怎么就跑出来了？端阳转过身子，露出明艳如霞的一张脸，对着柳福一端行了个礼：我来谢谢几位方士救命之恩，女儿已到长安，暂住皇宫，吃喝一应俱全，爹不必担心。林妙妙咬住笔杆子想了半天，补充道：天热影响食欲，近来瘦了几斤，但我很高兴。对了，红糖馒头很好吃，请爹重赏咱家厨子。两手将信纸折了2折，抬头在桌上四处寻觅信封的时候，看见撑在桌角上的一只白皙的手。林妙妙一个猛回头，正对上木生来不及收回的脸。你这人怎么偷窥别人写信呢？木生冷笑了一声，后退2步，慢条斯理地坐在了椅子上，翘起了修长的腿。我当是写给谁的，原来是写给你爹。写给我爹怎么了？林妙妙莫名其妙地看他一眼，我离家3个月都没信儿，他老人家肯定在家抹眼泪呢。木生侧头看窗外，阳光将窗棂的阴影投射在他脸上，想不到林小姐是个如此恋家的人。谢谢。林妙妙刻意无视他语气中的嘲讽，将信纸塞进信封，逆着木生的神色，笑眯眯地补刀：你也常写家信吗？知道他寡亲缘，没事就捅一捅，好让黑莲花知道疼。木生看似没有什么反应，转着左手腕上的收腰柄，淡漠地回应：我见阿姐写过，不过跟你写的不是一种。为什么？开头是父母亲大人膝下，结尾是女木摇桂饼，中间肯定不会写什么红糖馒头。林妙妙咳了一声：你们家一向家教严，不像我跟我爹没大没小惯了。
木生微勾嘴角，是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这个表情既像讽刺，又像是妒忌。妙妙挪了椅子坐在他旁边。你自己就没写过？木生迟疑了一下，眉头微蹙。给穆怀江和白锦写信。林妙妙隐约知道穆瑶父母待木生不好，但并不知道其中原因，也不知是不是黑莲花记仇不记好，瞒报了人家的好意，对于捉妖世家的旧事，能挖一点是一点。木生冷笑了一声，我不挂念他们，他们也不挂念我，有阿姐写信不就够了。他虽以懒洋洋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可浑身上下依然透露着戒备，宛如绷紧的弓弦。除了家法，他们还留给我什么？他的黑眸微微一转，抚摸着头上的发带，恍然笑道，哦，差点忘了，还有这个。妙妙抬头齐道，这个发带是穆姐姐的娘送你的，是白锦亲手绣的。妙妙回头打量着他，木生一向树发示人，这条白色发带几乎日日不离身，既然如此，真是养母送的发带，看来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差。那穆姐姐的娘待你也还算不错的。木生不应，脸上划过一抹讥诮的颜色，拿收腰柄在桌上敲了敲。你的信要怎么送？妙妙将信封揣进怀里。我早打听过了，有一位大员要去江南赴任，可以托他的随从捎过去，他今日出发在南郊坐船。他嘟囔道，山高水远，寄信也这么麻烦。往小小的包裹里小心地装了2块点心，用眼神询问木生，嘿，够吗？少年皱眉看着他，问我做什么？林妙妙反问，你不和我一起去？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去？片刻，眸中闪过一丝冷笑，哦，林小姐害怕迷路。妙妙接住他的嘲笑，黑白分明的杏子眼里闪烁着笑意，不否认也不反驳。对。他将包裹打好结，熟练地系在身上。穆姐姐一早说了，我们兵分2路查案。他和柳大哥忙活了这么些天，我们2个一直窝在房里闲着，也不太好吧？林妙妙悉知大部分剧情，原身送信一节看似无心，却引出后文无限风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作为 NPC 推动剧情义不容辞。木生眯起眼睛，你想顺便去查案？林妙妙满脸诚恳，外面那么热，我们不跑就得穆姐姐奔波，你忍心吗？陆九在流月宫待了2个时辰，后背已经全湿透了。走在出宫的路上，步履虽仍然有些虚浮，但比来时轻松许多。他垂着头，让了穆瑶半个身子，可穆瑶放慢了脚步，刻意与他并肩而行。听说陆先生的沉香居生意很红火，长安城里算是独一份。陆九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谦逊地笑道，哪里，下九流的生意人勉强糊口而已。穆瑶回头打量着他的脸，陆九不过弱冠，已经是长安城里有名的相师，日进斗金。一个生意人混到今天这步，靠的就是为人低调，处事圆滑，甚至识时务的有些畏手畏脚。穆瑶看他半晌，才开了口，语气听不出喜怒。陆先生明哲保身是对的，只是千万要对得起良心。说话的时候，那双琉璃瞳显得格外明净，眼角下的泪痣冷冷清清，他看起来如此纯粹纯洁，不容欺瞒和恶意。陆九的脚步一下子顿住了，身子微微有些发颤，飞快地压低声音道，穆姑娘，此事太复杂，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查下去了。穆瑶眉间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疑惑，不动声色道，陆先生的意思是？见陆九犹豫，穆瑶下意识地回头去找柳拂衣的身影，却见他和身披明霞似的端阳地基并肩走在一起，远远地落在后面，几乎看不清脸了。他无声地回过头，声音里也带上了一丝情绪，你放心，我们捉妖人一生只为百姓福祉奔波，连妖魔都不怕，自然也不畏强权。陆九踌躇了片刻，叹了一口气，我们生意人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知道的消息又多又杂。他咬了咬牙，压低了声音，穆方士，您去过皇家兴善寺，觉得那里如何？气势恢宏。穆瑶沉吟片刻，但我有一点疑惑，我对风水了解不多，但我记得大殿背后须依山，兴善寺离城中这样近，四周都是一片空地，似乎有些不妥。陆九摇头叹息，您说的没错，寺院风水应该立子五象，做王空线上，这样才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兴善寺建寺之初，方士们千挑万选，选了最合适的一处地方，就是依着山的。之所以您觉得奇怪，那是因为赵太妃礼佛10余年，10年前的兴善寺，并不是你们看到的那座。木窗下，茂盛的萱草扮演着公道，娇小的身影站在榉树的阴影中。佩云，知道什么便快说，咱家身上事情还多着呢。绸缎官袍的内奸怀里垂着拂尘，左顾右盼，焦急地望着少女玉洁的脸。地基似乎是喜欢上那个柳方士了。佩云手上捏着食盒，长睫下是迟疑和忧虑。
那你？二人交头接耳，低声交谈一阵，一左一右分开了，身影消失在岔路口的两端。哼，果然，凤阳宫的窗框就是一只锦框，框住了这样隐秘的场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木窗被轻手轻脚地合上，窗内几个小宫女面面相觑，神情闪烁不定。佩羽姐姐，原来佩云姐姐她真的一直跟别宫的人有来往。嘘，佩羽稚气的脸上露出愤懑的神色，都给我忍着，总有一日抓住她的把柄，亲手将她交给帝姬。越往南郊走，气势壮阔的赭石色飞檐越稀疏，原上有成片的荒草，草叶足有半人高，原下是连绵的良田，一眼望不到尽头。刺目的日光照在郁郁葱葱的树间，在地上投下铜钱般明亮的光斑。林妙妙随木生从马上跳下来，飞快地躲到了树荫下，脖子上被晒得火辣辣的疼痛，浑身冒着热气。木生一身上下都是黑色，马尾高高竖起，发梢扫在背后，脸上竟然连一滴汗也没有，简直有违物理常识。林妙妙靠在树上咕咚咕咚地喝完了半壶水，还是漏了许多，水顺着脖颈流进浅紫色上襦的领子里。林妙妙贪凉，上襦是冰丝织就，若隐若现地透出脖子上一节细细的肚兜系带。浸足了水以后，那带子愈发鲜红，映衬着雪白的肌肤，那碰撞的艳色像一条细细的小蛇，直往人心里钻。木生看得横出火气，你的嘴是漏壶吗？少女这才赧然停下来，抹了抹嘴。对不住，话音未落，那点羞愧马上就消失了，上下将他打量半晌，奇道：你怎么一点也不热？木生露出个讥诮的笑容，一点也不想理他，转身便走。林妙妙紧跟了上去，喝点水吗？他犹豫了一下，回身接了过来，仰头喝水，忽然感觉妙妙投射在他脸上的专注目光，长睫微微一动，与他目光相接。你看着我做什么？林妙妙热得两颊绯红，一双眼睛微微眯起来，倒映着细碎的光。学习一下怎么喝水不漏。木生背过身去喝水。信已送出，木生左手牵着马，右边跟着一个半死不活的林妙妙，还在向南漫无目的地走着。烈日当头，但不知为何有人陪着，这条路竟然走得格外平静。好热，女孩子平生最怕就是夏天。林妙妙拿手掌盖在脸上，拖着沉重的步伐贴在树干上前进。木生的影子落在长靴下，微抿着薄唇，游刃有余地走在烈日下，余光不住地打量着林妙妙的身影。他有些不理解旁边的女孩怎么会突然如一株脱水的植物，软绵绵趴成一团，像被吸干了精气一样。尤其是当他不小心碰到她的衣服，就如同被咬了一口似的缩到一边，他当下便没控制住，将她一把拉过来，眸光一沉。你躲什么？你摸摸自己行不行？林妙妙哭丧着脸，引着木生的手触到他胸口的衣襟，黑色短打已经被太阳晒得发烫。木生沉着脸，无声地松开了手腕上的系带，将袖子挽到了肘部，露出雪白的手臂，不服气地示意他再摸。妙妙被这动作吓了一跳，不敢驳了黑莲花面子，伸手小心地摸了一下，眼睛立即瞪大了。他心底惊叹一声，还真是冰肌玉骨，这天气谁凉谁是大爷。他本能地靠近，冰蚕丝上如轻轻擦过他露出的肌肤，炙热的掌心不住地摩挲他的手臂，整个人愉悦地贴了上来，带过一阵淡淡的香气。少年的感官忽然变得异常敏感，忍不住立即放下了袖子。林小姐就不能矜持一点吗？假如她是一只猫，此刻毛都要被她撸秃了。这个人脸皮不一般厚，前一秒才对她避之不及，后一秒又当她是人形冰块，她不仅摸，看样子还能随时抱上来。林妙妙察言观色地缩到一边，嘟囔了一句：不是穆公子叫我摸的吗？什么？林妙妙摆手休战，连跟他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了。走了两步，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道：木生，我们还有多久才到？到。他冷笑一声，我们根本没往回走，一直在往南。什么？林妙妙几乎要崩溃，扭头四顾，你确定吗？我看四边都长一个模样。少年嘴角一抽，语结底下满是讥诮，附在他耳边轻飘飘道：出门在外，稀里糊涂客死他乡的，往往都是不识路的。林妙妙敢怒不敢言，嘴唇抿了又抿，脸色茫然无助。这荒郊野地的，我们这是要走回太仓去吗？木生也觉得无趣了，旋身拍了马背，冷淡道：那便回去吧，上马。木生，他回过身来，看见微风吹起他轻薄的襦裙和发丝，他远远地看着田埂的另外一端，伸手指着远处灰茫茫一片的阴影，掩藏在满园荒草中。你快看！忽然大风吹低高草，一道日光照在露出飞檐瓦片上，宛如被镜片反射，化作一道炫光直冲人眼而来，刺得林妙妙本能地躲闪了一下。飞檐峭壁之下，重重栏杆向上蜿蜒，玉阶灰白，
犹如草中枯骨，凭空出现一座恢宏的海市蜃楼。林妙妙迟疑地回头看木生，我们又走回兴善寺了。荒草随风倒下，连绵山峰宛如接天的黑影，山脚下是飞蒙直射着如血的日光，飞檐之下却是另一种色调，接天古柏如狰狞鬼爪，青灰的栏杆与墙壁似乎笼罩在一片雾茫茫的阴翳中。见过一线天，没见过这种一刀切，林妙妙不禁蹙眉，这怎么回事？太邪门了吧。木生没有出声，漆黑的眼眸一动不动地望着那里，嘴角绷紧，袖中收腰柄无声地向下滑落，被他咔地攥紧手中。林妙妙知道他此刻处于戒备状态，那道利剑般的日光直直射在他额头上，他没有躲，直直地抵住了那道光，只是微微眯了眼。天色莫名阴下来，游动的乌云遮住了日头，光明与阴翳相互追逐。远处的高山似乎突然变得遮天蔽日起来，方圆几里荒地似乎只有他们二人。木生的发带在风中飘飞，发出呼呼的声音，轻轻擦过他的脸颊。林妙妙往他身边贴了一寸，这不是那日我们去过的兴善寺，对吧？木生侧头看他，妙妙对着一片灰蒙蒙的侧殿抬了抬下巴，轻轻一剑松，移植在莲宫，题在壁上的那首诗不见了。少年嘴角微微一翘，雨结下的眸子黝黑，真聪明。不过他的笑意加深，突然变成了讥诮，凭空多出来的山那么大，你还需要通过两行字区分。林妙妙扭头望了一眼连绵远山，随着兴善寺越靠越近，天色越发阴沉，风越来越大，席卷落叶，横扫尘土。见有刮骨之势，林妙妙不住地抬头望天，天空已变成暗黄色，迷茫不清，远处的树影都在剧烈摇晃，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喂，他轻声提醒道，看样子是沙尘暴。木生一路上都在沉思，听见妙妙的话，抬起头侧向望着天空，眸子缓慢地转了一下。呀，妙妙跟着一望，一下让尘土迷了眼，飞速伸手牵住了木生的衣服，开始疯狂干咳起来，眼泪直流。我们找个地方避一避好不好？木生低头望着拉着自己的衣角的手，被他丢在人群里过太多次，抓住他变成了他的习惯性动作。林妙妙已经咳得半弯下腰，指节越收越紧，直拽得他向前一步。他低眉，沙子进了眼睛，又不是进了喉咙，你这是发什么疯？林妙妙揉着眼睛站直身子，一双杏子眼红得像兔子。你懂什么？我爹叫的，这样就能把沙子从眼睛里震出来了。炫耀似的向前一伸脸，喏，你看。他顺势捏住林妙妙的下颌，不顾她的挣扎，仔细看了一回，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珠下，眼底红得似要沁出血来，却莫名有种病态的疏色。真娇气，他看着她游神，这么容易就红成这样。风沙越发肆虐，他们的头发上都布满了黄色的灰尘。妙妙看着木生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你还敢这么瞪？林妙妙气坏了，你不怕沙子进了你的大眼？话音未落，他手上松了劲儿，忽然猛地闭住眼睛，1秒钟之内呆滞成了相片。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别动，林妙妙小心地踮起脚，安抚地拍他的肩头。你先蹲下。木生整个人僵硬得像座雕塑，慢慢地盘腿坐下来，双眼紧紧闭着，长而翘的睫毛轻覆下来，任凭林妙妙抬起了他的脸。哼，风水轮流转。林妙妙开始幸灾乐祸。木公子，你自己咳，还是要我帮你吹？木生仰着头不发一语，在纤长雨洁的点缀下，少年的脸颊温柔的让人不忍欺凌。好吧，那你担待些。林妙妙深吸一口气，轻轻捧住他的脸，脸颊是温热的，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你等什么？等了片刻不见他有动作，他的眼睛居然强行睁开，润泽的黑眼珠定定地望着他，眸中闪动着星辰般的光泽，眼底被刺得通红一片，语气却漠然而不悦，真是指望不上。林妙妙吓得松了手，又忍不住凑近看了看，两双通红的眼睛四目相对。妙妙蹙眉，你的眼睛好红。他眸中闪过一丝轻微的怜惜，宛如一道细丝般的光，一下子撞进了他胸口。他的手动了一下，却被他紧张的一把捞住。别揉，他认真嘱咐道，伤眼睛。快哭，用眼泪冲掉。眼泪。木生的眼珠茫然转动，沙粒像是要在棒肉中磨成珍珠，眼眶干涩极了。天生无泪之人，尽管那双眸子宛如秋池，一年四季都氤氲着水汽，但那水汽却是最虚妄不过的存在，是镜中花水中月，像他绝美却虚假的皮囊眼泪究竟是什么滋味？唯有耐受这种刺痛是驾轻就熟的，熟到他甚至没有抬一下眉。在出神的时候，少女忽然捧住了他的脸，他的脸凑过来，带着额发上若有似无的有茉莉的熏香，温柔的仿佛只吹起了2-3片羽绒，一阵沁凉的风拂过眼珠，他本能地闭上眼睛。
那样罕见的温柔如退潮般迅速离开，他避嫌似的收敛了自己的关怀。木生睁眼时，他退在2-3步外，微微抿唇，有些紧张的侧头问：好些了吗？风沙仍在肆虐。他无声地坐在土道边，发梢在风中摆动。你过来，坐在我身后。林妙妙打量他半天，想必堂堂黑莲花不会让小小一粒沙给为难了，于是点点头，放心地躲在了他背后。少年脸上没有表情，薄唇微抿，右手竖起，左手飞速地贴了一张符，怀中光芒迸出，刹那间风卷尘土旋转起来，宛如一个漏斗，倒着被吸入他手中，林木哗哗作响，几乎要连根拔起，天色阴晴不定。旋风左右摆动，似一只遮天蔽日的大虫，扭动身躯在挣扎，半晌，倏地一下钻进了木生怀里，眼前似乎被扯开蒙眼布一般，骤然明亮起来。被吹得哗哗作响的树木，瞬间风平浪静。林妙妙望着晴好的天，被黑莲花的日天日地的战斗力震撼了。这年头有木生，雷公电母都该失业了。他好奇地将头凑到他肩上，你有这样厉害的法宝，刚才怎么不早点拿出来？木生看着手里橙黄的符咒，半晌才微微侧过头，难道的将符纸拿给他看，笑容有些古怪。仔细看去，他手中符咒有重叠的2张，下面的那张符咒很旧，黄色已经发褐，边角都残缺不全，但看形制，居然与木生那张一模一样，以至于叠在一起时，他差点没分辨出来。你的意思是，刚才的风沙是底下这张旧符搞的鬼？这是封印，而且只是第1道。这种封印意在隔绝进出，镇压鬼神。他的嘴角微微翘起，神色晦暗不明。这是我家的封印符。木家的封印符。林妙妙听得背后直发凉，看这张符也有些年岁了，难道赵太妃有所隐瞒？她早在很多年前就召唤过木家人。阳光照着木生脸上毫无温度的笑，好有意思。穆怀江和白锦曾经联手将兴善寺封印在这处荒地中。妙妙仔细看那宛如海市蜃楼的建筑，里外空无一人，荒草连天，怎么看都像是鬼域。这真的是兴善寺？木生冷笑一声，背山粒子5象，坐王空线上，跳出3界外，不在5行中，这才是真正的兴善寺。当年的流言传说曾被先帝一力镇压。陆九的声音越压越低，导致木瑶不得不靠近了他，侧耳凝神。传说10年前兴善寺刚刚建起不久，便出了事，当时的3位住持一夜之间全部暴毙，寺院上方红光满天，3日夜不散。自此之后，旧寺被封皇室大兴土木，在长安城南修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兴善寺。说到最后，他嘴角勾出一个诡秘而嘲讽的笑。木瑶嘴唇颤动了一下，想要说些什么，最终只是略微吃惊地吸了一口气。所以木姑娘明白在下的意思吗？年轻的相师很瘦，面颊上的颧骨略微突出，带着一丝病气。他说话时没有看木瑶的脸，而是直直地看着前方。太妃娘娘乃至整个皇室，他们都不像你们以为的那样单纯。木瑶的脚步站定，脑中飞速闪过许多念头，忽然道：在殿内的时候，陆先生看出来那里面混有骨灰了。陆九低眉一笑，五官隐没在阴影中。怎么会呢？正如木姑娘所说，陆某只是个本分生意人。端阳帝姬以一种厌恶又挑剔的神情注视着镜中的自己，手指抚摸着一双明眸下2团乌青，叮当一声将缀满珍珠的云角簪子置在了桌上，声音里带着烦躁。秋瓷进贡的那一盒蜜粉呢？为她梳妆的宫女仿佛有些心不在焉，慌忙回过神来。回殿下，前些日子用完了，我拿咱们自己产的珍珠粉补上的。端阳盯着镜子的目光慢慢游移到了宫女脸上，面无表情地盯了半晌，语气有些古怪。佩云，服侍本宫久了，连一声奴婢也忘了吗？佩云呆呆望着他阴冷的神色。端阳虽然一向性子骄纵，但从未苛待过他们，更别说这样阴阳怪气的说话，当即慌乱地跪在了地上。奴婢知错。佩云低着头，惴惴不安地看着地板，没有发现端阳胸脯起伏，眸光里气愤和委屈交替浮现，似乎是极力忍耐着什么，半晌才冷声道：你下去，换佩宇进来。佩云与佩宇擦肩而过，佩云一直低着头，显得有些心神不主。佩宇是1年前入的宫，比他小4岁，今年只15出头，个子才到他胸脯，模样是不及他周正，但胜在天真烂漫，笑起来的时候也外有感染力。他很瘦小，颧骨高，头发有些稀疏，发髻扎得紧紧的，显得脑袋挺大。端阳已经趴在桌上假寐。来了。殿下，你怎么还放任他在身边？我们明明都看见。佩宇愤愤的声音格外清脆。端阳立即直起身子嘘了一声，冷笑道：还不到时候，等我抓他个人赃俱获，看他如何抵赖。
说这话时，他的眼神通红，宛如一只被攻击后发怒的小兽。这5年，我哪里待他不好？吃里扒外的东西。佩羽垂下略大的脑袋，悄声嘟囔。她原是陛下的侍女，肯定打心里看不上我们这处，心气高了，自然要往外牵线搭桥。呵，皇兄，端阳脸上一丝笑也没有了，任凭佩羽给他梳妆，手里死死捏住一把橡木梳子。皇兄是让先皇后娘娘养大的，心和我们不在一处，母妃辛辛苦苦生下她，却连个太后都当不起，我又算什么？那些虚名和宠爱，从来就没落实过。他今日才算是不吐不快，出了一口浊气，若是佩云在侧，一定会严肃地提醒他谨言慎行，果然是帮着外人欺负他。佩羽却不同，这是个忠心护主的，跟他在一起，随心所欲的舒服。佩羽年龄虽小，可手劲儿却很足，捏端阳的肩膀上，力道恰到好处，令他眯起了眼睛，语气也缓和下来。那天你看见我和柳公子说话了吗？佩羽甜甜地笑了。奴婢瞧见了，真是一对璧人。他懂得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是我见过的最温柔手里的男子。端阳帝姬的嘴角刚勾起又落下，只可惜他身边总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同他在一起。我约他陪本宫逛花园，他也不答应。佩羽的按摩使他浑身放松下来，倦意袭来，不禁打了个哈欠。帝姬昨夜没睡好。佩羽瞥他半晌，急急转身，踮着脚尖从柜子里找到一盒香料。还好，佩云先前燃的香料剩了不少，帝姬回床上躺一会吧。点上吧。端阳在背后心不在焉地应道。打开纸包，捻出一块，在香炉中点燃，一缕淡淡的幽香弥漫出来。帝姬觉得这安神香如何？一扭头，端阳竟然已经趴在妆台上睡着了。小宫女轻手轻脚地凑近了他，试探地推了推。帝姬，帝姬，没有得到回应。他在一片昏暗中长久地望着端阳的睡着的脸。既然你们已经在南郊找到了那处兴善寺，证明陆九所言非虚，至少不全是捕风捉影，这件事中有蹊跷。慕瑶的眉头微微蹙起。如果要隐瞒或者封存什么，南郊那么大一座废弃的兴善寺，不可能不做任何处理地置之原地吧？柳拂衣撩摆坐下，一语击中要害。木生答道：那里很偏僻，四周长满荒草，不仔细看很难看得出来。林妙妙察言观色，发觉木生刻意隐瞒了穆家封印的事情。他想了片刻，跟着点头。那条路上人极少，就算有人看到那座大殿，多半也会当作海市蜃楼，不会冒险一探。话音刚落，他感觉到木生的目光再度落在他身上，似乎是在打量。只是他们两个的说辞显然不能说服慕瑶，他当即做了决定。阿生，明日你带路，我亲自去看。不行。木生登时变了脸，太危险了，阿姐不能去。慕瑶勾起嘴角，目露嘲讽。你方才不是说只是偏僻一些吗？木生润泽的眼珠微微一转，显得迟疑又无辜。柳大哥说的很有道理，万一那里有封印，我们那日去的仓促，未曾发现呢。好了好了。柳拂衣有些好笑地捏了捏太阳穴，实地勘探不是什么要紧事。在此之前，我有几个疑惑，跟诸位提一提。先前我们猜测帝姬的噩梦是由于檀香里添加了致幻的草药，那赵太妃每次都与帝姬同入同出，她为什么没事？慕瑶做事要答，柳拂衣抬袖阻止了她，接着道：瑶儿发现檀香里有死人骨灰，这么多骨灰从何而来？骨灰不能燃烧，点燃之后只会扑簌簌地往下落，随风浮在空中，若说是以次充好降低成本，实在说不过去。据郭修坦白，这批檀香的来源是荆阳坡一个叫李准的江南商人，此人在这一串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与10年前的旧事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几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柳拂衣，均陷入了沉思。还有一个，据陆九所说，10年前兴善寺落成不久，寺中僧人暴毙，红光漫天不散，这种怪事显然非人力可及，必有神怪参与。为什么我们在探访的过程中，从不曾感受到妖气？一阵沉默，木生面无表情，慕瑶像是想到了什么，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林妙妙轻轻开了口。柳大哥说此事必有神怪参与，就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柳拂衣的眼神赞许，接道：没错，致幻的草药未必真的会招致噩梦，就算有效果，也会一视同仁，只有神怪参与，才有挑选和控制的本事。慕瑶蹙眉，可是我们的确不曾感知到妖气，难道是对方修为高深，深不可测？阿姐不要把敌人想得太强大了。木生的语气温柔怜惜，我们捉妖人探寻不到妖气，对方可能真的不是妖，却有同样故弄玄虚的能力。慕瑶和柳拂衣同时抬头。鬼。林妙妙安安静静地听，眨巴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柳拂衣为他细心解释，
妖是非人之物修炼得来，通常具有浓重的煞气，妖力越高者妖气越甚，但鬼是人所化，本质上是人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对捉妖人来说，鬼的怨气是不容易被感知的。妙妙诚恳点头。所以10年前的兴善寺红光和10年后的地基噩梦，很可能都有鬼魂的参与。柳福一思忖片刻，解释道，鬼魂与妖不同，他们移动的能力有限，基本上会被困在死亡的地方，如果要强行移动，需要依附于媒介。妙妙听得头皮发麻。按柳大哥的说法，有没有可能这个媒介就是檀香里的骨灰，骨灰随着风飘飞，沾染了女眷的衣襟，就跟着端阳地基回家了。如果他那个胆小的丫头在身边，听到这番话，只怕会尖叫着抱头鼠窜。可惜在场的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捉妖人，面色并没有多大变化，都点头默认了林妙妙的猜测。木生玩弄着自己的腰带，歪头笑道，既然有鬼魂，那必是死了人。你们猜这些人究竟是死在兴善寺赵太妃那里，还是死在泾阳坡志香的李准那里？木瑶冷清的眉眼有些郁结。枉死之人化作鬼，生前身后事皆为因果，此事是阴司插手，我们捉妖人以什么立场来管？事已至此，真相扑朔迷离，平静的局面下仿佛酝酿着暴风雨，他迫切地想追查下去，但是木生笑道，阿姐若是想查，我就陪着姐姐查下去，想必捉鬼和捉妖一样有趣。木瑶回过头，恰好撞进弟弟带着无限纵容的眼眸，这么多年来他谁也不听，却对他言听计从，总是无条件地站在他这一边，他心中微微一动。阿生，姐姐谢你，咱家有礼了。大门吱呀一声打开，剧烈的蝉鸣声一下子涌进内室，一身崭新深蓝官袍的内监捧着拂尘，背后是2个梳着双压髻的侍女。内监迈进门槛，直冲着木生而去，笑得满脸褶子。木公子，太妃娘娘请您去前殿吃酒。木生微微眯眼，回头望了一眼茫然的3人，指了指自己，只叫我。老内监有些尴尬，但急忙圆回了话，诸位大人劳苦功高，一起去也无妨。只是太妃娘娘说了，先前木公子和这位姑娘急着出去查案，都没能好好见一面。阿生，你去吧。木生还未说话，柳福一便替他做了决定，他猝不及防地伸手猛推了一把林妙妙，不容拒绝地笑道，妙妙也去。阳光穿过宫廷内巨大的梧桐树，斑斑驳驳地落在林妙妙头上。一行人在公道中行走，穿过曲折的廊桥，时而被树荫笼罩，时而落入灿烂的阳光下。不知为何，木生走得格外缓慢，一路上不紧不慢地欣赏着皇室宫殿。林妙妙走在他旁边，努力无视着前方徐公公和宫女们频频回望时那热切的眼神。迎面过来一群小青衣，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打头的是一个10几岁的小太监。那太监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压不住人，小丫头们便放胆叽叽喳喳，惹得前面的徐公公老远见着就皱眉头。忽然孩子群里小小的骚动了一下，飞出一道黑影，直冲到这边来。木生出手如闪电，伸手接了个正着。小太监见徐公公面色像要吃人，心里暗叫不好，立即带着他们呼啦啦跪到一旁，都闭嘴。谁乱扔的东西？木生低眉看着手中的小玩意，是一只竹蜻蜓，小小的，做工很粗糙。徐公公察言观色，见他神情并没有被冒犯的不悦，松了口气，都是民间来的野孩子，不懂规矩。木生眼睫微动，伸手将竹蜻蜓还给他。无妨。徐公公挂着笑，转身便阴了脸，对着吓得战战兢兢的一群小青衣斥道，你们的脚踏进了皇宫里，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后谁再没规矩，抓到慎行司里往死里打，听到没有？小太监吓得头如捣蒜。是，公公说的是。徐公公冷哼一声，将那竹蜻蜓一折2半，信手扔进草丛里，转身冲木生笑道，木公子这边请，仔细悟了时辰。木生看他一眼，没有作声。徐公公触到他的眼神，机灵了一下。这个瞬间，他觉得眼前这少年和陛下的眼神有些相似，淡漠冷厉，让人有片刻恍惚。当下心里打了鼓，没敢在崔妙妙和木生仍然追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走。妙妙回头望去，那群小青衣还在原地跪着，风刮着道旁大树，绿浪翻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你怎么回事？林妙妙轻轻碰了碰木生的手臂。别说话。木生仍旧在四处观望，语气出奇冷淡。木公子，短短的路走了足有1刻钟，徐公公实在忍不住了，顶着一脑门热汗，迈着小碎步快速折返回来，笑眯眯的刚要开口，只听得啊呀一声，木生突然弯下了腰，当时吓得他手足无措。哟，木公子这是？林妙妙也吓了一跳，一把扶住了木生，他慢慢直起身子，脸色苍白如纸，
那双润泽的黑眸宛如迷蒙的湖面，闪动着水光，嘴唇毫无血色，他勾勒出一个勉强的笑。实在抱歉，我突然间不大舒服，想必是无法赴娘娘的约了。徐公公吓出了一身冷汗，看他这样子，哪像是不大舒服，感觉像是下一秒就要过去了一样。赵太妃在宫外请的方式，要是不明不白在他手上出了事，他舌头都有些捋不直了。穆公子快回去休息，咱家回去抱娘娘一下就是了。回头一摆手，呵斥两个吓傻了的宫女，还不快去叫太医。他凑过来看穆生脆弱的像个玻璃娃娃，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该从哪扶起。穆公子坚持一下，咱家扶您回去休息。不必了。少年微微笑起来，强撑精神的神情格外招人怜惜。老毛病，妙妙知道怎么办，回去躺躺就好了。说罢，眸光轻飘飘地扫过林妙妙的脸。一脸茫然的妙妙被这眼风一扫，立即以母鸡护崽的方式将穆生搀着，避过了徐公公的手，坚定道：我送他回去就可以了，您快去回了娘娘吧。老内监纠结了片刻，哎了一声，提着新官服的下摆，着急忙慌地跑远了。穆生还软塌塌靠在妙妙怀里。他见人走了，压低声音问道：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哼。穆生冷笑一声，念觉松开了手腕上的收腰柄，白皙的手腕上被勒出一条青紫的印子，脸上慢慢的回过血来。林妙妙看得心惊肉跳，你这装病的方式真别致，扶我回去休息。穆生把眼睛一闭，掩住了眸中满不在乎的神色，待会儿人要来了。佩云在外间汲水，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额角的发丝已经被汗水濡湿了。凤阳宫外有一处小内院，院里有一口井，是给宫女们打水洒扫用的，高耸的竹丛外紧挨着宫道。内院里只有佩云一个，袖口挽在手臂上，咬着牙提水，桶里的水不住地泼在她的裤脚上。宫道外闪过一抹深蓝的衣角，随即竹丛微微响动，一张惊讶的脸出现的竹丛外。佩云，怎么是你在这儿？其他人呢？都去午睡了。纤弱的身影转过脸来，额头上布满汗珠，头微微低着，出声很轻：我早上服侍不好，惹帝姬生气，被罚到外间来了。老内监越发震惊：你在帝姬身旁有5年了，帝姬怎么突然？佩云冲他摇摇头，汗珠顺着消瘦的下颌落进了衣领里。新来的佩语活泼，更合帝姬的意。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恳切道：帝姬出事后，陛下一次也没来看过，他一定心寒。你们在御前的，要不要？没商量。老内监还没听完便开始摇头，要是帝姬因为其他原因有个头疼脑热，陛下早就来探望了。只是怪力乱神是陛下10多年的心病，谁也劝不动。沟壑纵横的脸皱成一团，扫视着佩云心事重重的脸，许久长叹一声：小帝姬不懂事，不懂谁是真待她好，现在还追着一个方士跑。他上下打量着佩云汗珠密布的脸，惋惜道：可惜你没有当娘娘的命，只能这样熬着。佩云惶恐四顾，急忙想要打断，待听到后半句话，眼中慢慢浮出一丝怅惘。他许久才回过神来，点头笑道：这就是我的命，没什么不好。林妙妙将穆生安顿在床上，拉下了帐子，反身轻手轻脚地闭上了门，走到床边，拿膝盖顶了2下床，顶得那床晃了2下。待会儿太医来了，你怎么应对？穆生翻了个身，不见，说我睡熟了。妙妙半晌才反应过来，指着自己的鼻子：你让我去给你挡人。帐子里的穆生不吭声，像是默认。哐哐哐敲门声适时响起，林妙妙只好瞬间收敛张牙舞爪的表情，换作一脸诚恳去应付御医。妙妙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嘴皮子会说，脸皮又够厚，好说歹说糊弄走了太医。转身回来的时候，觉察到空气里飘荡着一股似曾相识的腥味。他皱了皱眉，走到窗边，狐疑道：窗户怎么开了？帐子里穆生背对他躺着，似乎是睡着了，露出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妙妙在桌上餐盘里挑了半天，找了个鲜红的苹果，用小匕首坑坑洼洼的削了皮，坐在穆生床沿上边啃边问：真搞不明白，见赵太妃见一面而已，又不会掉块肉。帐子里穆生脸色苍白，顿了顿才翻过身来接话，语气中抑制不住的厌恶：我不想见他。为什么？我头一次见他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妙妙回忆起兴善寺初见那日，穆生从大佛背后的阴影中走出，走到光亮中的那一瞬间，赵太妃的眼神忽然变得极其古怪。那日风波，她已经被吓得面色铁青，可是穆生的出现，好像让她在惊异之上又看到了什么更恐怖的事情似的。林妙妙犹豫了一下：你认识他？不认识。她叹息一声。原剧情专注于穆瑶、柳福一爱恨交织，或是联手打怪，对于穆生的背景琢磨实在太少，
黑莲花骤然升格为这个剧本的男主角，背后却是迷雾重重，令人无从下手。林妙妙的苹果汁水四溅，不由得离木生远了一些。你的感觉无凭无据的，檀香里的致幻草药，你也是猜出来的。木生信手撩起了帐子，露出脸，黑墨似的眼瞳直直看出来，足像是试探。光明磊落的手段我未必看得出来，邪门歪道我怎么会不熟悉？林妙妙望着他怔了片刻，一掀眼皮，接着淡然啃水果。那也算是本事。他啃了一口，忽然注意到他衣袖上沾染了一团黑红的污渍。咦，你手腕怎么了？木生猛地缩回手去。哐哐哐，又有人敲门。林妙妙叹了口气，起身挂着笑脸开门。方才不是说过吗？穆公子已经睡下了，太医您劳请回吧。林姑娘。门外立着满脸笑纹的徐公公，怀里滑稽地抱着个黄白相间的毛绒团，是奴才。哎呀，哪来的妈这么？林妙妙伸手拎住了那毛绒团的后颈，满心欢喜地往怀里一抱，沉甸甸的。待到看到那东西琥珀般的黄色瞳仁和额头上不太明显的3横，声音顿时走了调，可爱。这他妈，这特么是老虎啊！林妙妙僵硬地抱着老虎，不动声色地抖着。小老虎刚出世没多久，十分温和幼嫩，身上的斑纹还不明显，毛发软绵绵，不仅毫无防备地伸出粗糙的舌头舔了舔妙妙的手背，还张嘴打了哈欠，露出2颗尖锐的虎牙。内奸的神色笑眯眯的，不住地打量着拉下的帐子后木生的身影。不知道穆公子好些了吗？好多了，他睡一觉就没事了。妙妙表情僵硬的敷衍，伸手想要把老虎还给他，可这位公公完全没有伸手的意思。他只好端着老虎，一边哆嗦一边干笑。公公，这大猫打哪来的？今上围猎，打死林中一只凶猛的母虎，洞里还有只小的。同去的嫔妃见小老虎可爱，不忍伤它性命，便着人抱回宫里养着。太妃娘娘说穆公子是少年英才，一定喜欢这个，专程送来给穆公子养着玩。林妙妙听着，心里冷笑。赵太妃只见木生一眼，就识别出他的蛇蝎本质了吗？啧啧，真会演。多谢太妃娘娘好意。背后木生的声音冷不丁传来，妙妙回头一看，只见木生竟然下床走了过来，脸色苍白的仿佛大病初愈，只是脸上似乎弥漫着一层阴云。他低眉望着林妙妙怀里甜甜睡着的小老虎，看了许久，十分平静地问他：妙妙，你喜欢吗？喜欢就留下来。留下来？不对，重点是问他干嘛？林妙妙心里别扭的感觉愈加强烈，见木生似乎也压抑着什么情绪，干脆地将小老虎轻手轻脚往桌上一放，抽回手去。还是算了，我不喜欢。林姑娘，他还小，不会伤人的。内奸以为他害怕，急切地解释，爪子上的指甲都让工人剪掉了，不会勾衣服。我不是怕他伤人。妙妙犹豫了片刻，公公，老虎是林中猛兽，把它自小抱来当宠物养，难道它以后就会变成猫吗？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虎毕竟是老虎。木生仔细观察着林妙妙，他眸中闪过一丝轻微的怜悯。明知道再柔顺的小虎实际都是猛兽，终有一日要露出利齿，等它长大了如何处理？杀掉吗？这内奸一时无言。既然一开始就免不了怀疑和防备，最后的结局都是一个死，又何必要给他几年装模作样的恩宠？对他来说，这样的人生还不如一开始就和母亲一道死在猎场上。话音刚落，两个人的目光都猛然集中到他脸上。林妙妙赶忙灌了自己一杯茶，飞快擦了擦嘴，笑道：对不住，我的话有些太多了。小老虎还眯着眼睛趴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的摆着尾巴。又小又无害的东西，怎么看都惹人怜爱，浑然不知身旁有人已经几句话残忍地预测了他的命运。林妙妙动了恻隐之心，在他脖子上的软毛上呼噜了一把，被打扰的小老虎头一扭，在他手背上张嘴一咬，活像是撒娇。妙妙灵巧地躲过去，内奸还是有些不死心，陪着笑脸。瞧他多乖，宫里面有林院，其实他长大了也未必要死，会有专人驯养。木生忽然笑着打断：老虎小时候像猫，大家不过看个稀奇，不会真把它当猫养。我也不喜欢，看来公公又白跑一趟了，那真是可惜了。老内奸的笑略有迟疑，不过很快便找到了台阶下。太妃娘娘嘱咐了，若是您不要，咱家便给端阳地基送过去。多谢公公了。徐公公露出一个十分亲和的笑，抱起了桌上睡得昏天暗地的小团子，眯着眼冲二人点头示意，迈着小碎步离开了。木生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去，白色中衣外囫囵披上的衣袍瓣拖在地上，像是谁家娇生惯养的小公子，混混沌沌刚睡醒，敷衍的笑容还挂在脸上，眸光却不含一丝温度。许久，
他转身慢慢走回床边。你一点也不心软。林妙妙不以为意。你觉得就他的嫔妃心软吗？杀母夺子，那不是悲悯，是残忍。木生的步子猛然一顿，太阳穴仿佛炸开一朵浪花，一波扭曲的痛楚猛然侵袭过头颅。然而只是一瞬间，还未等人识别出来源，便如浪潮转瞬退去。他慢慢撑着床坐下来，拉开被子躺了下去，扭头盯着林妙妙还带着细细绒毛的侧脸。她与世上所有的少女一样天真而庸俗，命如草芥。可是她又不太一样，一举一动都遵循某种执拗的规律。她可以不断变化着行动的姿态，不断贪生怕死的妥协，可是她隐隐约约地意识到，那些妥协都只是表象，她是绝对不会迷失道路的。林妙妙是软体动物，死而不僵，不像她。老虎或猫有什么分别吗？讨得了人的欢心不就行了？她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她忍不住去试探。天气很热，副本走得很慢，林妙妙需要不住地克制自己上浮的肝火黑莲花，总是变招法地想要与他探讨人生，还往往是以打哑谜的形式。他谨慎地想了想，答道：欢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得到满足的东西，但真心实意的喜欢不是。你真心实意喜欢猫，应该是喜欢是它既能被人抱在怀里，又不完全附主的个性，所以你宠它宠得心甘情愿。如果你喜欢的是虎，那就是喜欢它的残忍和野性，即使被它撕咬吞吃，你也会毫无怨言。如果养着小老虎，只是看它没有齿爪，没有反抗能力，占有了它，主宰着它，看着老虎变成猫的笑话，心里又害怕着有朝一日它会反咬一口，所以防着它，忌惮着它，这就是叶公好龙。他低头看着木生半闭上的眼睛，心里一阵挫败。把人都说睡着了。他抽出了褥子下面的团扇，在他脸上轻柔的扇风，嘴角又止不住地挑起来，自语道：我讲的真好，真棒，就该录下来。谁料木生骤然睁眼，一把捏住了他的团扇，眼睫下的眸子漆黑。那你喜欢老虎还是猫？林妙妙挣扎了一下，怂了。猫。木生嘴角慢慢浮起了一丝讥诮。果然，软糯的，无害的，可爱的。这你就说错了。妙妙抿嘴笑了，语气轻得像午间情人的窃窃私语，眼底都沁出晶亮亮的笑意。我选猫，不是因为它柔软好掌控，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能让我甘心被吃下去的老虎。啊！地基，地基！白影猛地站起来，像是喝醉了酒的人，东倒西歪地，镜子朝墙壁上乱撞。整个凤阳殿被尖叫声贯穿，午睡的丫鬟们头皮发麻，一咕噜从床上滚下来，连爬带滚地走到了内殿。只见端阳像是发疯一样捂住双耳，踉跄着奔逃，不住发出恐怖的叫声。佩羽紧紧追在他身后，脸都吓白了。地基，地基醒醒！端阳嗓子喊得沙哑，骤然脱力，被佩羽扑了个正着。小侍女用整个身子环住了颤抖的地基，两个人一起慢慢滑坐在角落。神女，神女！端阳嘴唇发白，不住地哆嗦着，齿间溢出了断断续续的话。殿下说什么？凤阳宫的所有人一齐跪坐在端阳身边，裙摆落胶叠着在地上，像一群瑟瑟发抖的白兔，努力想要听清楚他含糊的言语。又来了！端阳茫然抬起头，眼泪不住地溢出眼眶，崩溃地大哭起来。你们快告诉他，我不是，我不是！微微泛黄的纱布轻柔地包裹住端阳的耳廓，老太医年逾70，一双宛如枯树皮的手布满斑点，微微颤抖。地基只是受惊过度，已无大碍。赵太妃一颗心悬在嗓子眼里，此刻才落下来，喃喃道：那就好，那就好。赵太妃头上一只金步摇，细密的流苏垂在眼尾，厚厚的粉遮不住鱼尾纹和下垂的眼袋，锦衣华服不能阻止她由内而外的疲倦。短短几日，这个悉心保养，总是要争一口气的女人，一下子浮现出了颓丧老态脱离梦魇的端阳地基，面无表情，像个失魂的木偶人一样坐在贵妃榻上，脚边跪着凤阳宫当值的4个宫女。佩羽跪直身子，轻轻摇晃着端阳的手臂，哭得满脸泪痕。地基，地基，你说说话啊！现在的情况，诸位也看到了。赵太妃的目光从女儿身上收回，扭过头的瞬间，她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似的，眼中带上了一丝破釜沉舟的狠意。当日在兴善寺，穆公子说地基梦魇乃是檀香的问题，陈太医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目光不带任何感情地划过木生的脸，被他轻易地躲了过去。现在地基一位去兴善寺，二位接触檀香，为何还会做这种噩梦？他的尾音猛然沉下来，带着兴师问罪的压迫感。尽管话是冲木生来的，可是脾气却撒在了柳福一和慕瑶身上，让林妙妙有种错觉，觉得他似乎有些忌惮木生。木生保持着礼貌的微笑，面色丝毫未变。柳福一淡然接过话头：
前些日子我曾经叮嘱地基，将近4所穿衣物全部更换，不知道。一旁跪着的婢女接道。奴婢们依照柳方氏言语，将那些衣物全部剪碎焚毁了，现在地基身上穿的，里里外外都是新的。柳福一点点头，不作他语。柳方氏，赵太妃似乎有些急了，以护甲啪啪地扣了2下桌子，10多日了，天之贵女让不知什么东西缠得生不如死，这东西就查不出来了吗？林妙妙冷眼看着赵太妃，半是试探，半是真的怒火，心想，这女人活得好累。慕瑶眼里揉布的沙子，刚要开口，却被柳福一阻住，他平静地睨着赵太妃的脸。我们查证数日，有个猜想，需要取证于娘娘。赵太妃抬手，不动声色理了理发髻，那手有些发抖。你说，等一下。少女尖利的声音。等一下。木生的声音同时响起。众人回头，木生无辜的一笑，指着跪在地上的佩羽。我是看那位姑娘似乎有话要说。赵太妃有些诧异。佩羽，你要说什么？佩羽西行几步，一把抱住了赵太妃的腿。娘娘给地基做主，地基是让人陷害的。赵太妃的表情1秒钟变得紧张而狠厉，一把攥住佩羽纤细的手臂。谁？佩羽抹了一把眼泪。地基虽然没有接触檀香，可是今日室内点了安神香，奴婢自小熟悉香料，初点上只觉得味道有些奇怪，现在才想明白，一定是那香料里加了东西。赵太妃急促喘息着，脑中闪过无数思绪，声音沉稳下来。那香是谁管的？地上跪着的宫女们七嘴八舌地接道。是佩云姐姐管着的。佩云，赵太妃眸中露出一丝迷茫，旋即变成了狠厉。来人，去取凤阳宫里点剩下的安神香，把佩云也给本宫押过来。慕瑶看着场面越来越混乱，想要辩解什么，却被柳福一拉住。他温润的侧脸望着他，轻轻摇了摇头，镇静地做了个口型，静观其变。侍卫宫女一齐出动，脚步杂乱起来。赵太妃一动不动地坐着，桌上的茶一口未动，已经冰凉。不一会儿，脸色苍白的佩云便被扭了过来，粗暴地推到了地上。跪下。佩云惶惑地抬起头，正对着赵太妃阴沉沉的脸。娘娘，这香里的确掺了致幻的草药。陈太医颤颤巍巍地开口，跟上次檀香中验出的是同一种。贱人！一巴掌带着猛烈的凉风拍到了佩云脸上，她整个身子被巨大的力道带飞出去，狠狠倒向一侧。赵太妃气喘连连，旁边的姑姑急忙抚着她的胸口，为她仔仔细细顺气。她的指头几乎要戳在了佩云额头上。说，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暗害地基？佩云嘴角已经被打破了，许久才缓过神来，迷茫的眼里慢慢浮现出无措的哀意。奴婢没有害地基。娘娘别听她狡辩，佩云一早就跟凤阳宫外的人鬼鬼祟祟的勾搭上了。一个小宫女愤愤插嘴，另外2个也急忙附和，是啊，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今天中午还听见她和一个人说话，他们在背后说地基不懂事，那个公公还说可惜佩云没有做娘娘的命数。此言一出，满室陷入了诡异的寂静。娘娘，赵太妃脸上的神色似哭似笑，带着浓重的讽刺腔调重复了一遍。30年混迹深宫，多少女人使尽浑身解数，沉沉浮浮，就为了一句娘娘。从前她也是这其中的一个，现在她的时代已经过去，早有新人粉墨登场。佩云一向话少，此刻脸色发白，毫无辩解的意愿，眼泪顺着红肿的脸颊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小宫女们的恐惧全部爆发出来，成了争前恐后的揭露。娘娘为地基做主啊！那公公不怀好意，佩云一定是有什么阴谋。放肆！赵太妃抄起茶杯砸了过去，哐啷一声碎在美人榻边，几个小宫女吓得一时失声，片刻后瑟瑟发抖地将头扣在了地上，活像是埋头在沙地里的鸵鸟。赵太妃眼眶发红，含着无限不甘和委屈，胸脯剧烈起伏着。陛下身边的人也容你们智慧。闻言，几张带着稚气的脸花容失色。苏佩云跟在端阳帝姬身边5年，是凤阳宫资历最老的宫女，在此之前她伺候在御前。如果说她与宫中内侍交换信息，最大的可能，那人就是原先的同事天子身边的内侍。只是她做事躲躲藏藏，畏手畏脚，引人不得不往坏处想。这道理小宫女想不明白，赵太妃却深谙其中可能。佩云会有那么大胆子公然害端阳帝姬？如果她背后的靠山正是九五之尊呢？我就知道这么多年了，皇儿还是记挂那件事。他自小坎坷，不亲本宫，我也认命。赵太妃含着眼泪笑着，显得愤懑又悲凉。当年那事情是因我而起，冲我来不行吗？敏敏还小，她怎么能拿自己妹妹开刀？娘娘，
上宫姑姑顺气的手已经有些抖了，抓住了失态的赵太妃的衣襟，企图阻止她再说下去。娘娘，消消气吧。柳福一和慕瑶对视一眼，沉默地看着这场混乱的皇家恩怨。传说中，赵沁如出身名门贵族，自小身娇体贵，入宫后又做了跋扈宠妃，先帝为她摘星星摘月亮，唯有一点意难平，没能把她扶上皇后的宝座。但她一直觉得自己才是最后的赢家，因为先皇后无子，她生的儿子养在无子的先皇后名下，顺顺利利地继承了大统。事到如今，她才发现自己输得彻底。这位年轻的天子被先皇后培养成了另一种人，与他不同的人，一个光风霁月、爱憎分明的高位者。他对待亲生母亲的态度非常暧昧，他始终保持着礼貌和客气，客气的有点生疏。甚至先皇后去世以后多年，赵太妃也始终没能做成皇太后。从前宠冠六宫，也不过是天子之妾，现在母凭子贵，富贵泼天，却终究只是个太妃。甚至他生养的女儿，他嫡亲的妹子，也不过顶着一个天子宠爱的地基名头，没有一天享受过哥哥亲昵的对待。他怎么能不气，怎么能不疯狂？赵太妃望着佩云，仿佛透过少女消瘦可怜的一张脸，看到儿子陌生而厌弃的眼神，她的声音里带着肃杀的狠意。给我压下去，关进天牢，不许给他吃喝，也不能让他寻短见。站着跪着的诸人脸生闭气，他们隐约知道今日过后，一场大战即将拉开。苏佩云只是个引子，一旦儿子前来找母亲要人，就到了这场根深蒂固的矛盾最终爆发的时候。娘娘，被侍卫粗暴架起来的佩云忽然抬起了头，她的脸上沾满了散乱的发丝，脸颊高高肿起。佩云在帝姬身边5年，一直将帝姬当作自己的妹妹一般爱护，事情不是我做的，更不是陛下。她的声音越来越远，伴随着侍卫的斥骂和清脆的耳光声，渐渐消失在门外。柳福一身边一声轻微的衣袖摩挲声，慕瑶趁乱悄悄地离开了人群，走到了太医身边，捻起一小块安神香，细细分辨。慕瑶的头猛地抬起，想要说些什么，柳福一冲他摇了摇头。主角团之间相当默契，几个眼神来回，已经明了对方的心意。按兵不动。母妃，这是怎么了？坐在贵妃榻上的端阳帝姬休息了2个时辰，才像是回了魂，小心翼翼地开口：帝姬，你可吓死我们了。佩宇一下子抱住端阳帝姬的小腿，是佩云用香料暗害你，已经被娘娘关进牢里了。端阳娇嫩的嘴唇动了动，眼中迷茫，待听到佩云被拖下去了，闭了嘴，迷茫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伤感。柳福一走到端阳面前，神情关怀：殿下感到舒服些了吗？端阳脸上迅速浮出一朵红云，神情变得鲜活灵动起来。好多了，谢谢柳大哥。好好休息。柳福一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感觉到一道紧张的目光的闪电般的落在他的手上。他回过头去时，佩宇和其他2个小宫女垂着脑袋，安安分分地跪在地上。柳福一扫视一圈大殿内，整了整衣角，端阳贪恋的眼神跟着他，见到他慢慢地走回慕瑶身边，眼里那束光慢慢熄灭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让各位看笑话了。赵太妃使了个眼色，早有人收拾好了地上的碎茶盏，宫女以梨花木托盘捧了新的茶水来，恭敬地摆在案上。柳福一低眉细细抚摸自己的掌纹，宛如一幅公子如玉的画卷，保持沉默。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出：我们一路走来，打探到许多有趣的市井传闻。长日无聊，若娘娘和帝姬不乏，我们凑在一团聊聊天如何？一双双眼睛都看向林妙妙。说话的人梳着双髻，翠绿衣衫轻薄娇俏，一双黑白分明的杏子眼，扮演在绣着5瓣梅花的白纱团扇背后，笑容带着民间小儿天真的憨气，即使用语过分亲昵，却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僭越。好啊好啊。端阳帝姬率先拍着巴掌答应下来，叫人搬了个蒲团过来，十分接地气地挤在了赵太妃身边。因为林妙妙一直与木生走在一起，看似不构成威胁，端阳对她的印象一直不错。他似乎已经走出了噩梦的阴影，兴奋地冲佩宇几个摆摆手：你们下去吧。佩宇面露忧色，3步1回头地退了下去。工人贴心的掩住门，将聒噪的蝉鸣挡在外头，隔山外隐约可见绿浪翻滚，是夏日青葱。赵太妃仍然有些心事，摆摆手，无声平退了打扇的姑姑。门扉内只剩下几人，赵太妃低头抿茶，步摇垂下的多股流苏轻轻摇晃。现在可以说了吗？母妃。端阳有些吃惊。你先别说话。赵太妃静静地看着慕瑶，没有什么心思在与主角团演戏。本宫对慕家有些了解，捉妖世家，嫉恶如仇，一旦查案，必然负责到底，不会姑息，对吗？慕瑶上挑的眼睛抬起，那双眼睛清清明明。是。
本宫用玉牌召你们来的时候，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他勾起嘴角，脸色称不上好看，你们想要问什么，便问吧。慕瑶在桌上放下一小块焦黑的香料，娘娘以为帝姬的噩梦只是迷幻香的功劳。端阳回头看着母亲的脸，目光充满震惊。这样吧，木生忽然开口，漆黑的眸中带着笑意，我们今日的闲聊分作2个部分，帝姬先来，说完请摆驾回宫，后半部分留给你母妃参与。端阳先时看木生，只觉得他模样俊俏又礼数周正，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公子，万万没想到他说话竟然不顾尊卑，憋红了一张脸。你，赵太妃却按住了他的手，沉声道，就这样吧。柳福一亲手为端阳斟茶，用双手推到他面前，我们今日问帝姬的话，都关乎帝姬以后的安全，请帝姬知无不言。果然，端阳的火刹那便被心上人的茶浇熄了，笑着端起来，羞涩地抿了一口，那是自然。林妙妙悄悄瞥着身旁慕瑶紧绷的嘴角，有样学样地做了个同款，眼睛紧紧地盯着柳福一，甚至还夸张地握紧了粉拳，夸张地展示了面对情敌时的咬牙切齿。木生望过姐姐，余光又瞥见一脸苦大仇深的林妙妙，带着冷意将头扭向窗外。柳福一耐心地等端阳喝完茶，得罪了，请帝姬回想那个噩梦的具体内容。端阳的脸色立即变得苍白，呼吸急促起来，求救般地看着母亲，岂料赵太妃强硬地捏住了他的手腕，眼底的神色不容辩驳。敏敏，好好想，我梦见我在兴善寺里，有一群人叫我神女，说他们等我很久了，要我跟着他们走。听到神女2字，赵太妃眉心一跳，咬紧了牙关，勉力地绷住了情绪。然后呢？端阳似乎有些头痛，用手轻轻捶了2下鬓角。我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很远，路过了麦田，又回到了兴善寺。几个人相互交换眼色，柳福一不动声色地引导。你有没有发现兴善寺有什么变化？变化？端阳点点头，眼神中充满疑惑。兴善寺似乎跟我来时有些不大一样，寺前有许多人都跪着，说神女已至，要开始什么仪式。赵太妃的手不易觉察地颤抖起来，鬓边开始生出冷汗。再然后呢？再然后，端阳忽然咬紧牙关，脸色潮红，眼神闪烁着，恐惧又难以启齿。本宫不想说了。敏敏，赵太妃闭了闭眼，握住了女儿纤细的手腕，此处没有外人，你说出来。端阳含着眼泪，仿佛这段回忆是奇耻大辱一般，咬牙道，我进到大殿里面，看见了许多泥塑的佛像，有男有女，正在行欢好之事。慕瑶声线清冷，让人觉得灵台清净，生不出一丝一毫的恶念。端阳目光怔中，半晌轻轻点了点头。大殿内忽然变得很安静，端阳帝姬的脸通红，眼里泛着水光，不敢看柳福一的脸。赵太妃的神情有些古怪，左手和右手交握，尖尖的护甲扎在手背上，也似乎全无知觉。许久，木生打破了沉默。然后呢？他的声音很冷静，甚至冷漠，似乎全然游离在帝姬羞愤委屈的情绪之外，不受任何干扰，也不带任何怜惜。慕瑶有些吃惊地抬起了头。端阳眼中的委屈和愤怒更甚，气得直抖。你大胆！林妙妙暗中碰了碰木生的手臂，想让他收一收那不合时宜的微笑。殿下别怪穆公子唐突，他是心急，我们要知道实情，才能保护你呀。柳福一颔首，身子前倾。妙妙说得对，殿下不要有顾虑，这里没有外人。端阳这才被安抚下来，有些委屈的一咬牙，痛苦地回忆道，然后他们将本宫绑在柱子上，当着那些菩萨的面掐住我的脖子。噩梦的结局是泼天的红云。在阴暗空旷的大殿中，火龙沿着每一道梁，每一支立柱快速蔓延，浓烟滚滚，刹那间便笼罩了视野。红云吞没了地上姿态各异的菩萨，泥塑像上的表情泛着诡异的红光，所有的人声化作喋喋怪笑，夹杂着哭喊，带着浓烈焦味的热气，将大殿变作巨大的蒸笼。而它就是蒸笼中的祭品。带着火星的横梁猛地掉落下来，在窒息的痛苦中，从脚上的炙热开始，一寸一寸皮开肉绽。眼前扼住他脖子的人已经化作一团火，身体不住地发出可怕的噼啪声，他的声音听起来和鬼叫差不了多少。神女，我们为众生献祭。就是这样。端阳一双大眼睛赌气似的瞪着木生，肩膀却因为记忆中的恐惧而微微发抖。你满意了？多谢殿下的配合。木生微微一笑，笑窝中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天真，仿佛这些世俗常情他一点也不曾懂得。现在你可以回去了。端阳的脸色气得发紫，回头急切地想让母亲给自己主持公道，
却意外地发现赵太妃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木生的表现，她维持着左右手交握的姿势，神情复杂地瞪着桌面，鬓边竟然生出了许多冷汗。母妃，他嗔怪着推一下他的手臂，不料赵太妃猛地抬起头来，眼睛直直地看着幕后。来人，送帝姬回宫。从头到尾，母亲连看他一眼都没顾上，端阳心里突然有些惶恐。母妃，赵太妃几乎是架着他的手臂，将他用力往外推，声音很低，敏敏，你先回去，这件事情母妃会替你解决好。可是我还不快去。他瞪着上宫姑姑，骤然提高了声音，尾音尖利得有些变调，似乎是觉得这样还不够。他将头扭向柳福一，近乎以命令的语气嘱咐他，烦劳柳方氏送帝姬一趟。殿门轻轻掩上，圆形格栅窗前有张深棕色的小案台，斜放一块造型别致的太湖石香炉，两股细细的烟气从中盘旋升起。赵太妃端起了茶杯，袅袅的白雾挡住了面上表情。穆方氏方才说此事并不只是迷幻香的缘故，本宫想知道各位的依据是什么。穆生半垂着眸子，只端玩弄着白瓷托盘，并不作答，像是没听到一样。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穆瑶隐约感觉到弟弟入皇宫后的表现有些奇怪，以为他是耍小孩子脾气，无心去问，淡淡补充道：我们没有什么依据，只凭经验来说，迷幻香之流比起冤魂作祟，不过是小伎俩。赵太妃的脸色彻底变了。穆瑶的神色平板无波，眼角下的泪痣显出与她庄严神色不相称的娇艳。娘娘，按殿下所说，她梦中第二次返回的兴善寺是……这件事的确跟本宫有关。穆瑶的试探被赵太妃强硬的语调打断，她不动声色地闭了嘴。敏敏说的那个神女，10年前本宫就曾听说过。她抬起头吐出一口气，表情中有一股狠意，仿佛下定了决心。穆方氏，本宫将自己的秘密全部告诉你们，穆家定会将此事解决，对吗？穆瑶皱了皱眉，隐忍许久，还是好涵养地答道：是。穆生的手指停住了，无声的抬眼，摆出了一个洗耳恭听的坐姿。长睫乌黑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唯恐天下不乱的兴趣，但凡涉及到穆家名声，他总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林妙妙心想，赵太妃气成那样还没忘记支开柳福一，可见她的缜密心机已经渗入了骨子里。现在殿中只剩下了穆家人，为什么他还不提曾经请穆怀江和白锦封印兴善寺的事情？穆瑶这个亲生女儿居然也一点风声也不知道，确实有些古怪。10年前先皇后病重，本宫从太医那里打听到了消息，她能不能挨过那个冬天都很难说。当时宫里唯有本宫最得先帝宠爱，她没有一儿半女，可我却儿女双全，敏敏也已经6岁，身体健康。对于本宫来说，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言语。成败在此一举。穆生不阴不阳地替他补全。穆瑶警告地看了他一眼，示意他收敛些。穆生冲他露出个温顺又无辜的笑容。赵太妃脸色很黑，但没有反驳什么，接着道：10年前，本宫信佛已久，先帝对本宫多有怜惜，在城郊建立了兴善寺，取兴国扬善之意。适逢皇后病重，本宫便自请入寺为其祈福。敢问娘娘，烧香拜佛灵吗？穆生状似无意地插了一句，这一次穆瑶和妙妙都没拦他，而是随着他的发问，一起竖起耳朵听着赵太妃的回答。怎么不灵？当初本宫生敏敏的时候，全靠佛祖庇佑，他似乎意识到说的有些多了，闭上了嘴。这就对了。赵太妃礼佛之心诚，基于他对这种信仰的盲目信任，是出于对自身利益寻求保佑的狂热。他对佛学的了解其实不多，作为宠妃，他几乎没有理解过佛经释义，行为举止也浮于表面，实在谈不上通禅。他心诚的表现，不过是花大价钱建造一座豪华的皇家寺院，以及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像暴发户一样疯狂捐赠香火。他在尘世有所求，寄托于佛，并不曾在意自己内心的愿望是否世俗。这样一个叶公好龙的赵太妃踏入兴善寺，究竟是为皇后祈福，还是祈祷皇后快点死掉以便于自己上位，谁都不知道。兴善寺建好第3日，天竺国来了一队教众，远渡重洋来讲经。10年前，佛教在我朝兴盛没多久，河宫上下只有本宫因为娘家赵氏的关系对其有所了解，先帝事务繁多，兴致缺，就让本宫引那群人如兴善寺安顿，顺带听他们讲经。为首的那人姓陶，叫做陶莹，看起来很年轻。他自称是华国边陲人，长在天竺国婆罗门，受佛法熏陶，不惜远赴重洋来普度众生。路上遇见许多流民，那些流民受他感召，都自愿成为信徒。于是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到了长安。穆瑶和穆生对视一眼，他们一进来，沐浴焚香，
三跪九叩，日夜不眠不休的念经。随后陶莹对本宫说他以金刚之目看出本宫的命格本刻薄，幸得神女托生于腹中，遂能扭转乾坤，得了凤命。他报出来的神女生辰八字与敏敏分毫不差，讲经只是托词，他们其实都是为膜拜神女而来。林妙妙有些听不下去了，扭头一望，慕瑶和慕生的脸色也一言难尽。10年前，佛教刚入华国没几年，因为信仰的人不多，规矩、经文都是断断续续传来，教众良莠不齐，浑水摸鱼的不在少数。什么佛教徒还能带看面相、算命格的？地基的生辰八字，只要买通工人就能打听。只怕是南郭先生碰到了附庸风雅的赵太妃，利用了他急切想要做皇后的心，糊弄了他。慕瑶并未揭破，只是问道：娘娘信的是密教？赵太妃的眼角闪过愤恨之色，脸色格外不好看，端茶杯的手都有些不稳。当时本宫还不知道那是密教，只以为是真传。密宗与显宗相对，都是古老的佛教宗派，其中密宗多半带了些特殊色彩。相较于显宗广释天下教义，密宗提倡的是口耳相传，密不是人，也因此这一派经历了曲折的传播，最后几近灭绝。密教最具代表性的一点是在显宗提倡禁欲的情况下，对男女之事毫不避讳。地基在梦里看到菩萨泥塑也玩起活春宫，显而易见是密宗。何况陶莹说自己是从婆罗门来密教，正是由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合并而来。只是陶莹和这些人究竟是否就真的是密宗教众呢？慕瑶点点头，示意赵太妃继续。本来本宫也是半信半疑。赵太妃眼中闪过一丝懊恼，可是那个陶莹一连预测几件事都不出错。她说皇后枯木逢春，她就真的熬过了冬天。说本宫二子失一，我那几日将皇儿看得紧紧的，没想到她表情微微扭曲，是一个怨恨的表情。没想到所谓的诗是让病愈的皇后要了去。皇后九死一生，彻底放弃了生育的想法。她极聪明地利用国母的身份，将宠妃唯一的幼子养在身边。自此，赵太妃的孩子注定成为储君，可她名义上的母亲却成了别人。本宫在宫里不能哭，不能怨，甚至只能对着皇后谢恩。她齿缝中溢出几声冷笑。本宫忍不住去问陶莹，敏敏不是神女吗？那她说的凤命究竟何时到来？赤金佛像玉观音究竟有没有灵？贪恋着世俗权贵的人说不清楚。但如果有一个百试百灵的活佛在面前，你能忍住不去相信他吗？柳公子，我母妃没事吧？端阳地基青色的裙摆轻轻擦过青灰色的莲花砖，她一出门便想方设法支走了上宫姑姑，换得跟柳福一同行的一段珍贵的路。她没敢直视柳福一的眼睛，刻意挑起的话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颤。放心吧，不会有事。柳福一笑容清浅，他说话时惯于注视着对方，眼睛里的真诚令人难以抗拒。端阳飞速地瞥他一眼，声音越发柔和了，那就好。临到凤阳宫前，年轻的地基还想要与心上人一一惜别一番，谁料殿门猛地从里到外推开了，大头娃娃似的宫女一头扎了出来，乳燕头鳞般扑向了他。殿下，佩羽。端阳看清人影，心中郁闷极了，怎么了？佩羽挽起端阳的手臂，一脸忧色。殿下受惊了，外面热，快进来消消暑。又冲柳福一灿烂的一笑，烦劳柳方氏。柳福一站在远处，安静地打量佩羽一番，知趣的告退。端阳面上立即显出失落的神色。柳公子。柳福一转过身来，耐心地听。其实他有些犹豫。端阳不明白，那些世家公子总是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有时他多给谁一个眼神，都会被解读成偏爱。他向来讨厌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可是眼前这个人，明明他都已经做到了这个份上，他好像一点也不懂似的。他越是彬彬有礼，他越着急，即使他知道此刻不是最好的时机。柳福一望着他黑亮而迟疑的眼眸，慢慢地展出一个有些怜惜的笑容。我知道。你知道本宫要说什么？地基站在原地反问，质疑和惊喜并存。柳福一颔首，余光掠过了屋檐下表情焦虑的佩羽，劝道：殿下进殿吧，当心中暑。端阳的眸中漫过一丝失落。陶莹对本宫说，只要神女归位，本宫的运数就会走上正途。慕瑶蹙眉，神女归位？是。赵太妃长叹一声，眼角细密的纹路愈加明显。当时明明只5岁，什么也不懂，本宫问她如何能让神女归位。随后她的表情变得不自然起来，嘴角向下瞥去，眼中流露出介于恐惧和愤恨之间的情绪。陶莹告诉我，9月初时将端阳地基带入兴善寺，令众人朝拜神女，仪式过后，神女即可归位。此事绝密，不能让别人知晓。慕瑶的眸光愈加冷清，
几乎像是两道激光，直穿赵太妃的脑门。9月初10那一日，娘娘赴约了吗？赵太妃低头望着杯盏，陷入了沉默。许久，她咬着牙，额上青筋突现。兴善寺中原有3位住持，都是本宫的心腹。有一个连夜来告诉本宫，在陶莹他们的住处发现了不少打火石和稻草。大殿内静默了片刻，窗外甚至传来隐约的蝉鸣声。娘娘发现此事有不妥，是否质问了陶莹？我对陶莹等人深信不疑，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们。赵太妃咬紧牙关，本宫问她一事究竟是什么，她告诉本宫，所谓神女归位，是要受一道火刑，魂归西天极乐，涅槃重生。3个人无力地靠在椅背上。现在看来，这几个人也不是密宗教众，是自焚邪教团混入了皇家寺院，把自己玩脱了。林妙妙忍不住插了一嘴，人死才说魂归西天，陶莹这样说，娘娘信了吗？赵太妃攥紧了杯子，竟然表情复杂的沉默了。听闻先皇后有恶疾，每到天气转凉，身体每况愈下。木生的声音回响在大殿中，压轻的结语盖住了眼中的情绪，嘴角翘起。娘娘心里也是半信半疑，只是到了关键时候，死马也可当活马医，对不对？她这话说得格外刻薄，刻薄到赵太妃捏茶杯的手都用力地泛白了。陶莹承诺本宫，火刑之后只是神女之灵归位，地基不会有事的。她像是在辩解什么，见到众人神色各异，接着轻轻道：9月初10那一日，本宫抱着敏敏，她什么也不知道，在本宫怀里一直闹着要吃桂花糕。慕瑶长叹一声，母子连心，娘娘终究是舍不得冒险。一个女儿换利益，武皇那样的狠角色早就尝试过，只是但凡这样考虑过的母亲，哪怕只是想一想，都会觉得这个念头像一座大山压在心上，每当女儿甜甜的唤一声娘，都会更重一些。所以这些年来，赵太妃对端阳帝姬千娇万宠，不只是疼惜，还有愧疚。赵太妃露出个嘲讽的笑，舍不得，但娘娘又不甘心放弃希望，所以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慕瑶的眸光瞬间转冷，犹如翻滚的河水沙那间冻结，之后的话语一声比一声凌厉。所以您找了一个与帝姬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女孩，作为端阳帝姬的替身，去试一试那火刑过后是不是真的能涅槃。赵太妃默然听着，底妆已经有些脱落了，一张青春不在的脸上显得有些狰狞，哑口无言。娘娘涅槃了吗？富丽堂皇的兴善寺大殿内，两侧泥菩萨开道，小女孩穿着最艳丽的衣裳，脖颈和手腕上戴着沉重的金饰，被绳缚在祭台上。神女，神女，此起彼伏的声音如幽魂飘荡，带着令人站立的狂热和兴奋。空荡荡的殿顶网上是靛蓝和朱砂绘成的壁画，一朵硕大的石瓣莲层叠开放在众人头顶，红的似鲜血，蓝的是幽液。火光窜天而起，刹那将祭台烧成了一个火球，尖利的叫声宛如一把钢刀，撕裂了所有人的头皮。梦即刻醒了。然后娘娘做了什么？木生步步紧逼，你看到事情失控，便逃了出来，令人关闭了殿门。不，你们不知道。赵太妃死死瞪着慕瑶姐弟2人的脸，目光如毒蛇的信子舔舐，神经质的反复游走。不是本宫，是陶莹，她根本就是个疯子。她将油料洒满了整个兴善寺，她根本就是想让大家一起死。事情脱离了赵太妃的掌控，在那个惊心动魄的刹那，她忽然间醍醐灌顶，明白了所有荒谬的骗局。只是那荒唐的神女归位，如果被他人所知，你说陶莹想在火中殉道，那3位住持呢？你命人锁死殿门时，有没有想过他们？慕瑶语气中的斥责意味更浓，那里面不是所有人都想死吧？你锁死大门时，只想将此事彻底掩盖，有没有听到里面传来的拍门声？死亡远比想象中更可怕，当巨大的痛楚来临时，所有的生命都会趋向于遵从本能。谁不想活着？谁愿意去死？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赵太妃的冷汗一滴一滴从额头上滚落，她的脸色惨白，慢慢的浮现出一个疲倦而惨然的笑。直到亥时，消息方传到先帝那里，说陶莹等人是协议之士，引火自焚，大火烧了1天1夜，兴善寺外轮廓仍在，里面的人早就化成了焦灰。该处置的人一个也没落，没人知道本宫9月初10去那里究竟是要做什么。他的眸中闪过一丝嘲讽。不，还剩一个人知道，那个人是本宫的亲骨肉，现在的天子。事发之前，本宫一时糊涂，生怕火刑之后再也没有母子3人团聚之日，就抱着敏敏去见他哥哥，说了好些话，想必是那时露了馅。他轻轻勾起嘴角，所以一切都是报应。被皇后一手培养的储君沉默而早慧，猜出了其中关窍。他没有揭穿母亲，但是从此以后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之情。
皇家兴善寺新建便遭焚毁，横死百人，招惹邪异，惊扰宠妃，实在不是个好兆头。先帝宠爱赵氏，竟然下令封存旧寺，在宫外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新寺，并以强硬手段将消息镇压。10年过去，时人只知道长安城内那座是皇家寺院，却不知道郊外那一座废邸才是真身。活人之事，怎称得上是报应？穆生脸上是与赵太妃截然相反的轻松愉悦，他的声音很轻，几乎像是在讲睡前故事，要看冤死的鬼魂放不放得过娘娘和帝姬。赵太妃豁然抬头，惊恐万分。你是说？娘娘没听错。穆生绽放出一个极其鲜活美好的笑，冤有头，债有主，一点迷幻香，怎么有能耐让帝姬夜夜梦魇？刚才那宫女想必是受了十足冤枉。娘娘，殿门猛地推开，露出上宫姑姑一张焦急的脸，急促道：陛下来了。话音未落，她整个身子便被玄色朝服衣袖掀到了一边，年轻的天子带着夏日的暑气，惊涛骇浪似的地卷进了殿中。桌上茶水冰凉，天子有着刀削斧凿似的深刻容颜，一双凛冽黑眸的形状宛如浓墨一笔勾勒，流畅而贵气。林妙妙打眼一看，嚯，眼前这位天子竟然跟穆生是同种眼型。身上的朝服还没换下，便匆匆而来，绯红的夕阳为他衣摆上的金线镀上了灿烂的颜色。他黑着脸环视了一周，不顾客人在侧，径自朝赵太妃道：佩云是朕送到端阳宫里去的，母妃不分青红皂白拿朕的人，问过了朕的意见没有？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母子对峙的时刻，赵太妃还没从方才的对话中缓过来，脸色惨白地瞪着他。天子不喜其生母，对神鬼事务更是冷淡。偌大一个钦天监，硬是靠天气预报支持了那么多年，养了那么多自命不凡的方士，没有一个敢去天子面前跳脚。此时的穆生、穆瑶和林妙妙自然也属于方士群族，在天子不悦的扫视下，感到一阵如芒在背。穆生站起身来，与年轻的天子一般高，两个俊俏的少年面对面站着，天子嘴角紧绷，而黑莲花似笑非笑。二人的目光短暂相对，又很快蓦然地错开，那个瞬间，尊贵的天子微微皱起了眉头。穆生已经弯腰行礼，结语倾覆下来，谦恭的看不出一丝锋芒。告退。太泽湖中烟波浩渺，大片碧绿的荷叶接天，将细细一条九曲回廊隐没在绿色的海洋中。林妙妙耳边嗡的一声，一阵凉风擦过脸庞，一只青黑的竹蜻蜓已经悬上了湛蓝的天。她眼疾手快地在头顶一抓，捞在手心的蜻蜓翅膀仍在旋转。竹子是以锋利的匕首仓促削细的，还带着凌厉的棱角。林妙妙抚摸着那粗糙的表面，有些意外。你做的？穆生黑漆漆的眼望着林妙妙的手心，答非所问。你玩过吗？那当然，小时候飞坏好几只呢。林妙妙摆弄这只简陋的竹蜻蜓，跃跃欲试。穆生，我把它飞出去，你能在保证掉水里之前把它取回来吗？黑莲花怔了一下，竟然破天荒的点点头。行。林妙妙兴高采烈，眼珠发亮，来检查一下你做的好不好。竹蜻蜓倏地从他掌心飞出去，在空里笨重地打了个转，断线风筝的一头栽下去。他吃了一惊，穆生一抬袖，下坠的竹蜻仿佛被一根线牵住似的，在空里划了个弧线倒飞回去，落回了他的掌心。穆生捏着竹蜻蜓，嘴角满不在乎地翘起。是你不会飞。说罢，他放了手，竹蜻蜓猛地飞出去，一下子直升天空，搅散了湖心亭外金灿灿的阳光，在晴空中飞得又高又远。林妙妙仰头看着，嘟囔道：不对呀。待竹蜻蜓落下时，不信邪的一把抓在了自己手心。他将旋转杆翻了个儿，看清了翅膀的顶端，当时又好气又好笑。你这竹蜻蜓飞得起来才怪。穆生的神色瞬间风雨欲来，劈手就要夺，被他一扭身灵巧地躲开去。林妙妙指着翅膀给他看，翅膀是一根竹片，左右还得削出2个斜面，才能靠涡流飞起来，你做个平的。也不能怪他。可怜穆生只看了一眼这普普通通的玩具，依葫芦画瓢，画得不像。眼看着少年气急败坏，他顺势将竹蜻蜓往袖里一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摸他袖口。嘿，你还作弊。伸手一拉，果然在袖子里牵出一张小巧的符咒。妙妙哭笑不得地冲他扬了扬那张黄纸。有意思。穆生双手垂在身侧，眉宇间泛出一丝戾气。我想让他飞到哪儿，他就会飞到哪儿，难道还不够有意思？这个模样，活像是被考试作弊被抓包的好学生，困兽犹斗似的抵抗着外界的目光，尽量把自己包装得又凶又横。也不是不可以。袖子里的竹蜻蜓粗糙的表面摩擦着他的手指，只是因风而上，听天由命才像竹蜻蜓，
你用符咒控制着它，就将它变成一个傀儡了，还叫蜻蜓干什么？丁系统提示：恭喜宿主获得关键物品竹蜻蜓，已放入任务箱。提示完毕。脑子里的系统提示骤然打断了林妙妙的思路，只好匆匆结束说教。瞥了一眼独自站立在风中的黑莲花，忽然觉得她有点可怜。木生明明与她站得极近，可是连那飞扬在风中的衣角都像是结了一层冷霜，整个人被阳光镶边，也融化不了她身上那一股独行的寂寥。别说是一只竹蜻蜓，什么东西在他那里都一样，强咬牙关也不肯落后别人半分，即使那里面的快乐，他掩耳盗铃，一点儿也没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都在心里，自己别扭，自己艳羡，自己妒忌，百转千回也没有人知道，更没人在乎。就连他的亲近，也不过是完成任务的刻意。黑莲花，惨啊！联络符飘了出来，在空中炸了个小小的火花，发出噼啪一声响。该回去了。他的面容平静下来，伸出手，还我吧。林妙妙打量他半天，小小声说道：其实你也没办法把什么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如交一点给上天，给自己留点惊喜呗。他的声音又低又柔，恍惚间让他想起很多年前养父母间耳语着商量对策。他们头抵着头，白锦轻声细语地劝着穆怀江，发觉他来，便立马正襟危坐，恢复了严肃又淡漠的面目。只有极亲近的人才会用这样熟稔的劝说语气，这样的说话方式，他们从来不会对他。阳光落在他发顶上，照得少女的发丝泛出鲜活明亮的光泽，在这晴好的天气下，连她的眼珠都是半透明的，像是剔透的琥珀。林妙妙捏着竹蜻蜓，兴高采烈地与他擦肩而过，他正走几步，又倒走几步，回过身来的时便扬手，一脸灿烂地朝他笑，生怕他听不见似的，右手还比了个喇叭。我帮你改改，做好了还你。长安城里桃杏不多，我只查到一脉，居于城郊，祖祖辈辈都是手艺人。柳福一倒折了一枝垂柳，在地面上画了个浅浅的桃。慕瑶看着那个字，神情严肃的点点头。柳大哥又在破坏花草树木了。林妙妙见着柳福一，脚步也变得轻快了，远远的撒着花跑来。柳福一抬头看见他，瞬间迸发出笑颜。慕瑶侧眼打量林妙妙，这个女孩说话做事丝毫称不上端庄，甚至有些张牙舞爪，有时又显得矫揉造作。可是柳福一见她就会不由自主的笑，好像这性子意外的讨她的喜欢。他沉思起来，难道真的是自己太闷了吗？阿姐，思绪被打断，回头是木生灿烂的笑容，水囊递到他嘴边，喝水吗？他手臂微微一格，轻轻挡开了，摇摇头，我不渴。木生有些失望地封住了水囊，下一刻又雨过天晴地从怀里摸出一只滚圆的橘子。阿姐，木瑶无奈地看他一眼，专心些听。木生回头一看，旁边就是一个专心听讲的模范妙妙，一双大眼睛正专注地望着柳福一，要多认真有多认真，连他的几句闲聊都照单全收。那根柳条让他抢走了，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捋着玩，捋掉了一地的嫩叶子。他的眼睛明晃晃，一眨不眨，流淌着掩饰不住的仰慕。他觉得自己的心也像那根柳条，让他捋得七零八落，只剩莫名的烦躁。柳福一口干舌燥地讲，缠绕端阳地基的鬼魂，暂时可以确定是死在旧寺中的陶营和教众。金阳坡的李准看似与此事无关，他产的香篆里却同时混有迷幻香和这些死人的骨灰。是谁收敛了这些尸骨，运到了那么远的金阳坡？主角团是捉妖界扛把子，打架斗法算是上乘，可毕竟不是职业侦探，千丝万缕的逻辑线，快把众人的脑子绕昏了。柳福一见大家一筹莫展，叹了口气。旧寺是厉鬼的大本营，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跑到了新寺，拿住了旧寺，也就切断了鬼魂的源头。其中原委，等彻底解决了源头再说。他扫视众人，去一趟。自从来了长安城，柳福一身上厚厚一叠符咒毫无用武之地，木生手腕上的收腰柄都落了灰，早就想活动筋骨。听到这句话，大家都感到精神一振。林妙妙脑子里也跟着一震。叮，任务提示。任务1 2/4进度开始，请宿主做好准备。午后阴云罩顶，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打得太泽湖中荷叶在一片白雾中左右倾斜，池水中溅起丛丛水花。端阳地基闭着眼睛听雨声，潮气从紧闭的殿门缝隙中渗进来，萦绕在纱帐中。漫长的午睡令人昏昏沉沉，他懒洋洋地坐起身来，披上了外衣。佩雨，他唤了一声，寝殿内空荡荡，只有他一个人。从前佩云在的时候，会小心翼翼地守在门口，只消一声，他就会匆匆进来，端着铜盆和湿毛巾来给他擦脸，盆里飘着新鲜的蔷薇花瓣。浓重的水汽使空气鼓胀胀的，
被子上都是潮气，他披了衣服自己起来，拖着步子挪到了妆台前。这个时候，他有些想念佩云。然而这股怅然只停留了一瞬间，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佩云的情绪立即转变成了怨愤，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妆台上发现了一封信，信封是低廉的黄纸糊的，端端正正摆在梳妆台上，上面压了2朵鬓边花。信封上无头无尾，只写了个泯字，开口沾得严丝合缝。他的心忽然砰砰跳起来，似乎预感到什么，颤抖着手将信封撕开了。信笺纸一张，因为混着干花的缘故，散发淡淡的香气。夏日的急雨来去匆匆，转眼乌云散去，亮光从窗口洒进来，点亮了端阳因为欣喜和惊惶而绯红的脸。他的视线这才离开了信纸，抬头望去，平开窗竟然没有关牢，清脆的鸟鸣声沿着窗缝灌入凤阳宫。他将信纸紧紧攥在手中，难以置信地跑到了窗边。窗外花园里雨水洗过的翠绿枝叶摇曳，白色绣球花上还带着露珠。他来过吗？端阳扶着窗棂，失魂落魄地笑了。林妙妙一行人在前一次去过的茶铺歇脚。茶铺很简陋，粗细不一的木条搭起，外面盖了茅草扎成的棚子，还搭了一块破布，差点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掀飞了去。好在主角团一人守着一个角，勉强压住了屋顶。雨水顺着漏口不断向下滴，林妙妙碗里的茶喝了一半，接了一半的雨水，到现在依然是满满一碗。她捧着豁口破碗叹气，水面上倒映出她模糊的眉眼。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慕瑶的神色看依然很严肃，这几日他瘦了，对金领口处的锁骨突出，整个人看上去越发疏离。你们说添加迷幻香和骨灰的究竟是不是同一批人？柳福一正在十分细致的剥花生，相比慕瑶，他的神情相当淡定。怎么想到这个？总觉得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若说骨灰是为了给魂魄搭桥，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的添一味迷幻香呢？太医一验便知的事情，难道负责这批香的郭修没有先检验出来？柳福一将包好的花生在妙妙和慕瑶面前一人放了2颗。木生撑着脸，认认真真的回答姐姐的问题。如果这迷幻香就是郭修家的呢？你们还记得验香那一天吗？林妙妙将花生咬得嘎嘣直响。郭修、陆九、宋太医3人同时在场，其中宋太医表现正常，而陆九一问3不知。如果说他是害怕牵涉于权力斗争，隐瞒骨灰的事情可以理解，但迷幻香呢？一个专业香师怎么会辨别不出迷幻香的成分？况且就算他不说，随后的宋太医也会验出来，早晚都要泄底的事，他为什么偏偏不说？慕瑶的眼神变了一瞬，他曾经提醒过我，这其中内情复杂，不宜深究，看起来不像是容易被吓破胆的人。现在想来，陆九那天的表现确实不太对劲。柳福一侧耳凝神，此刻才开了口。他不是害怕，只是忌惮。赵太医能说的事，却不能由他说出来，他是不是在忌惮谁？木生方才已经一针见血地猜过了，几人几乎是异口同声郭修。他奶奶的陆九，给老子滚出来！街道东头来了一队人马，如同潮水一般涌来，随即训练有素地分散开，数十个黑袍侍卫腰间挎着刀，转瞬便将2层高的支香居围住。为首的那个虎背熊腰，正是郭修，站在包围圈内破口大骂：这么多侍卫呢？出什么事了？街上行人如同被鱼嘴分开的流水，远远避开，躲在远处指指点点。凶神恶煞的郭修身旁还立着一位镇定自若副手，面色冷淡地攥着一张加官印的纸给来往众人展示。朝廷查案，沉香居歇业。显然下属们已经对郭修易燃易爆炸的脾性见怪不怪了。知香居是长安街头最大的香料商店，生意十分兴隆，里面的顾客接踵摩肩，一听出了事都慌慌张张地往外涌出来，如同破坛子漏酒，足足涌了10余分钟才到干净。长安城内大道秩序一向很好，很少有人纠集在一处。郭修的嗓门即刻引来许多目光，少顷，好奇的长安居民便形成了个巨大的包围圈，有规律的探头探脑。淡定的手下已经劝住了郭修，从旁一个小厮踮着脚尖给他死命打扇，他正瞪着眼睛死死盯住门口，脚尖不耐烦地在地上一点一点。这一等就是半个时辰，最后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厮终于从楼上下来，点头哈腰地问道：请问大人是？话说到一半，郭修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将他提离了地面，眼珠瞪得如牛眼般大。陆九人呢？小厮的领子扯脱线了，整个人抖成了一团。陆老板在2楼。哈，好大的架子！郭修怒不可遏地瞪了一眼纹丝不动的2楼窗扇，握紧的拳头攥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眼看这小厮就要成了出气筒，背后突然传来一声招呼：郭大人特地前来，陆某有失远迎。
小厮被甩在地上，揉着肩膀连爬带滚地跑远了，走前十分忧虑地看了来人一眼。陆九冲他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一步步走过来。他的面色苍白，整个人又瘦了一圈，颧骨显得越发高耸。大夏天，他居然还披着一件白色长衣，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郭修眯了眼睛，姓陆的，我真是小看了你，原以为你是只兔子，没想到还会咬人。陆九唇边的笑意不减。郭侍郎说什么兔子不兔子的，陆某是粗鄙生意人，听不明白。二人站在黑色侍卫的包围圈中叙话，郭修面色不善，如同乌云压顶。陆九表现得相当镇定，甚至还伸出手轻柔地抚摸着自己披着的衣服角。旁人猜疑的窃窃私语瞬间密集起来。别给老子装蒜，说这批檀香里的料是不是你家的？陆九惊讶地抬起头，神色堪称无辜。陆某一介草民，自然是事事都听从大人的了。你，郭修的脸憋得酱紫，他忍了半晌，才压低声音，姑母心神不宁，才去拜佛烧香，我都是为了他们着想。我让你加些助眠安神的香料，你家置换的草药做什么？陆九一言不发地笑着望他，眼尾的笑纹一根一根，犹如刀刻。郭修被彻底激怒了，他一把扯起陆九的领子，强迫他与自己通红的眼珠相对。你早就知道里面缠了死人骨灰，为什么不说？故意阴老子是不是？主礼拜佛祭祀之物是郭修吃到的第一份肥差，他一方面想要压低成本，多捞些油水，另一方面也不想放弃讨好太妃的机会。因此得了泾阳坡里准那批低价檀香之后，心里不安，十有八九会去找懂行的人鉴定，乃至加工处理，提升品质。保密起见，这个人不能是宫里人，但又要足够专业，想必就是民间香师陆九。慕瑶皱了皱眉，陆九，他一早就知道这批香有问题。何止？妙妙轻飘飘地递了个眼神过来，说不定那迷幻香就是他自己亲手加进去的。柳福一面色严肃，甩下几枚酒钱站起来，现在就动身，我们错估了陆九与此事的关系。他陆九用力甩开了郭修的手，倒退了几步，在对方恼怒的瞪视下，一点点地整理着自己被扯变形的领子。大人与其在这里大呼小叫，不如去关心一下太妃娘娘的掌上明珠。郭修难以置信地望着他，你说什么？陆九看着他微微笑了，这是一个相当违和的笑，一股从未出现过的尖锐嘲讽出现在他向来谦恭的脸上。我说端阳地基出事了，恭喜大人，全宫城内第一个知道。端阳地基失踪了。主角团折返不足1里，就迎面遇上策马狂奔的郭修。来人见了柳福一和慕瑶，犹如见了亲爹娘大救星，竟自从马上滚下来，硕大的身躯激起尘土飞扬，妙妙下意识后退了一步。郭修几下爬到男女主角面前，头发也乱了，衣裳也让汗湿透，毫无形象的一顿鬼哭狼嚎。柳方氏、穆方氏，求求你们救救地基吧，小人实在是没办法了。凤阳宫花好月圆，风平浪静，一切发生的毫无征兆。地基午睡起来，梳妆打扮，穿上了江南进贡的幻色真丝广袖，神采飞扬地走出凤阳宫，此后便如蒸发的露水，消失在了硕大的宫城之中。那个陆九让我拿了，用尽各种手段，他就是不肯吐半个字，这是故意与皇家为难呀。小人本打算去禀太妃，孰料陛下正在流月宫与太妃说话，小人这是慌不择路，求告无门。各位方士，小人知道你们神通广大，定能找到地基。看得出来，郭修这回是真的急了，他先前低价购香，与陆九背地里搞了小动作，谁知他找的这位商业伙伴是个别有用心的幕后推手，搅得工程一片狼藉。这次地基要是有个3长2短，追责下来，他靠裙带得来的仕途算是彻底完了。要是赵太妃迁怒，甚至连他的小命也不一定留得下来。也难怪他怂的现在还不敢禀告赵太妃，只盼望能在事情暴露前赶紧把人找到。柳福一紧皱眉头，你可有仔细检查过凤阳宫？找了，在地基妆台下面发现了。郭修看了看他，欲言又止，从怀里掏出一封黄纸信封来，颤巍巍地递给了柳福一。信封上写了个敏字，是让人小心翼翼撕开的。柳福一从里面掏出信笺，上面还存留着干花的气息。信笺上一片空白，只于落款一个尚未褪去的浅褐色，1字斑驳，简直是对主角团的嘲笑。柳福一捏着信，气得脸色发青。若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冒他的名讳给地基写情书，将人约出去暗害，那可真是用了特制的墨水，时效过了，字迹会褪去，谁也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何处。慕瑶冷笑，真是嚣张。郭修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各位大人，请问你们？
去，将凤阳宫里那个叫佩雨的宫女控制起来。木生打断，言简意赅，不顾郭修一头雾水的脸，再去大牢里面知会陆九医生。穆瑶与柳福一对视一眼，均赞同地点了点头。佩雨，穆瑶点头。先前我们不能十分确定，但能在管理森严的凤阳宫里将这封信堂而皇之摆在地基妆台上，想必是凤阳宫内人。郭修有些迟疑，可是凤阳宫内的小宫女多了去。郭大人，你恐怕还不知道。穆瑶看他一眼，地基第二次在凤阳宫梦魇，我在大殿中用手验过安神香，佩雨点的安神香没有骨灰，就连迷幻香都是洒在表面，显然是后加进去的。佩雨指控之前的宫女佩云是刻意栽赃陷害。柳福一接道，地基之所以在那一次梦魇，是因为他肩膀上被人撒了骨灰粉末。在此之前，佩云已经被罚至外监，凤阳宫的小宫女指证佩雨给地基梳洗打扮，按摩肩膀。我们对这个丫头早有怀疑，先前不说是未免打草惊蛇。郭修听得脸色发白，心里完全想不明白，小小一个宫女怎会成为事件中如此重要的一环。妙妙说，佩雨此举，一来将大宫女佩云调离地基身边，方便蛊惑地基；二来祸水东引，用佩云和迷幻香转移视线。他几次三番作为，都是与陆九里应外合。你觉得他和陆九会毫无关系吗？郭修让几个人这样一点，豁然开朗，竟然福至心灵的在脑内拼合起两张本来应该毫无关系的脸巧了。陆九的高颧骨、高鼻梁、薄唇，佩雨那张营养不良般的脸上的高颧骨、高鼻梁、薄唇。他脑子里嗡的一声，跨上马波转马头，一鞭子抽在了马屁股上。多谢诸位提点，小人这便回去审。柳福一目送他策马远去，脸色称不上好看。他们动作如此之快，我们既已经落了下乘，现在更不能坐以待毙。按照地基的梦魇，他最终应该去的地方是旧寺。这些人费尽心思铺垫噩梦，不就是想要让噩梦成真？穆瑶立刻赞同，拉过了林妙妙，四个人凑成一个紧紧的包围圈。这样，福一与我前往旧寺寻觅地基，以防万一。阿生，你带着妙妙在此处等着郭修回禀，待听全了陆九的交代再行动。阿姐，木生蹙眉，我同你一起去旧寺，让柳公子陪妙妙在这里吧。不行，穆瑶拒绝的干脆利落，旧寺鬼怪众多，得靠福一的收妖塔才能镇住。况且我们二人必须有一个留在此处，万一太妃祭出玉牌，穆家人必须亲自来接。流月宫圆形窗上数格栅的一排细密的影子落在桌面上，光影影动，流动的云雾在窗台映出带着电色的变幻暖光。香雾谐生，馥郁的烟气沾染了天子绣着金线的黑袍。年轻的天子轻轻向后靠了靠，对浓郁的熏香暗皱眉头。赵太妃以手撑着额头假寐，尾指套着尖尖的护甲，指缝间隐约露出深而长的眼角纹。母妃，皇儿。赵太妃眼睛也没睁，仍然保持着那个疲倦的姿势。你纡尊降贵到母妃这里来，不就是为了要走那个丫头吗？年轻的天子让这话一梗，顿了顿才道，母妃知道佩云是冤枉的，她自小服侍在朕身边，最是老实谨慎。赵太妃冷笑一声，抬起眼，带着嘲讽笑意的眼眸深深地望向他。皇儿，人是会变的。天子一怔，明显感受到母亲的态度有所不同了。先前他是贪图名利，娇气跋扈，但是对他这个儿子，总怀着一种打心眼里的热忱。他期盼着他的到来，喋喋不休地对他说话，给他大把他并不需要的关怀。每当他要离开，他眼里会流露出失落和不舍。现在，这个被他牢牢握在手里的深宫女人，转眼间变成一个冷静的陌生人，他反而生出一种无所适从的慌乱。母妃想必是对此事有些误会。他叹息一声，是朕让佩云盯着地基，1日3餐，游玩进学，地基的大小事宜都一字不落地向朕汇报。与他交换信息的那个太监，不过是个传话筒罢了。他犹豫了片刻，有些不太情愿地承认，松敏是朕的同胞妹妹，朕怎么可能漠不关心？他自小不与朕亲近，朕也拉不下脸来找他，只好以这样的方式承担一个兄长的责任。赵太妃盯着桌面不语，眼中慢慢浮出一层水雾，是朕将苏佩云送进凤阳宫，因为朕觉得她妥帖细心，举止稳重，进退得宜，让她照顾教导地基，想必对松敏有益。举止稳重，进退得宜，赵太妃陡然一僵，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死死瞪住天子。你觉得我这个母妃行不正坐不端，没办法对女儿言传身教？天子一怔，朕不是。他看着赵太妃布满血丝的眼睛，明白他们无法交流，便颓然放弃了。母子二人沉默许久，气氛僵持而凝重。他率先开口：
母妃心里一直有怨，是怨儿子没有让母妃做太后。赵太妃嘴角噙着一丝无谓的冷笑。天子静自耐心地继续：您对我有生养之恩，可是一国之母，必然是要以德配位，无可指摘。这话言有所指，说得十分强硬，戳了赵太妃痛脚。她胸口起伏半晌，嘴唇不住颤抖。10年前的事情，你就抓紧了不放。你认定我有错，我在你面前就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都是为了谁？你说。天子的脾气也被激了起来。朕在先皇后处，吃喝不愁，被照顾得很好，母妃有什么可担心的？争名逐利，草菅人命，难道也是为了朕？他照顾你很好。赵太妃的眼泪簌簌而下，她的手揪着胸口的衣服，似乎闷得透不过气来。我不好，我自己的儿子不跟我亲，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有没有好好进学，我什么都不知道。说到最后，几乎是咬牙切齿。儿子，你究竟懂不懂一个做母亲的心？天子在这份盛怒面前尴尬地沉默了。他习惯了杀伐决断，毫不拖泥带水的节奏，在女人积压已久的小爱与怨怼中，感到更加无所适从。10年足以让最亲密的骨血变得陌生。爆发过后的场景是无言而丑陋的，赵太妃的眼泪如同小溪，冲花了浓重的脂粉。出阁前坐着7厢车，万人仰望的赵小姐，万里挑一的尊贵美艳，最终也不过是深宫中一个捆绑亲情的老迈母亲。而往事已不可追。半晌，他才开了口，絮絮叨叨，不知在对谁说。他的声音低哑，像是老旧的纺车。你知道吗？你舅舅死时拉着我的手，以穆氏玉牌为交换，流着泪请我将他的孩子接回来。我那时十分诧异，想他半生辉煌，娶了如花美眷，儿女双全，临了却还惦记着那野孩子。他看了皇帝一眼，苍凉地笑了。我现在明白了，这是诅咒。我们赵家人早年不择手段，拿孩子换虚名，到头来都是要还的。天子心内暗暗疑惑。母亲突然地提起了舅舅，过世足有7、8年的舅舅，生前就与皇室不亲，死的也并非大张旗鼓，几乎是早就被众人忘却。他听得莫名其妙，但不想深究。时间有限，他此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缓和与赵太妃的关系，让他松口放佩云出来。其他的事情不在他计划之内。他从袖中掏出个檀木盒子，轻轻地放在了桌上，逆着赵太妃的神色，先一步服了软。孩儿此行不是来伤母妃的心的，这么多年，孩儿也有不懂事的地方，特带了礼物来，请求母亲原谅。赵太妃恹恹地拿起来，掀开盒子看了一眼，宛如一道雷劈在了头顶，面孔刷得雪白，手也颤抖起来，许久才道：这是什么？天子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变化，打量着那盒子，乖觉道：是天竺县上的舍利子，传说是这舍利子是佛家至宝，朕想着母妃礼佛心诚，必然喜欢，便特意呈上来。舍利子，赵太妃恍若未闻，手抖得越来越厉害，两眼一翻，从椅子上栽了下去。舍利子，林妙妙一个头两个大，这女人到底还有多少事没抖搂出来？当年的真相到底有多少个版本？林姑娘，你知道舍利子是啥吗？郭修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酷暑天来回2趟，她的衣服湿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为了这个什么舍利子，娘娘到现在还在半死不活的，提起她就发疯。她抚着胸口，上气不接下气，满脸心有余悸。林妙妙再三确认，你说陛下给太妃娘娘送了天竺县上的舍利子，她看了一眼就晕了。郭修点点头，林姑娘有所不知。她半弯下腰，有些为难地压低了声音，娘娘一出事，流月宫乱作一团，她身边的上宫姑姑只好把事情全告诉了小人。原来10年前那个叫陶莹的人带着教众入宫，并非传教，而是献宝，宝贝正是天竺佛寺至宝舍利子。娘娘和先帝陛下都秘密看了，对她的身份深信不疑，那舍利子就被安置在先前那个兴善寺佛塔最高层。妙妙的大脑飞速运转，几乎要过热死机。原书剧情走到这里，视角全在柳福一身上，全篇都只写了柳福一怎样从鬼影重重的救兴善寺离永救地基，两人共患难如何暧昧，慕瑶如何暗自伤神，恋爱谈得如何曲折，完全没提木生这边的情况，以至于他和黑莲花2个人在没有剧情提要的情况下，手足无措的查案。他一个半吊子大学生，智商不足，木生智商倒是够了，可惜事不关己，只等看热闹。这样的神雕侠侣，靠谱得了才怪。林妙妙强忍着头痛，你说陶营县上舍利子放在旧寺，按理说已经一把火烧成灰了，那陛下拿出来的又是什么？这舍利子是佛家至宝，又不是5块10块的小石子满地都是。郭修痛心疾首，怪就怪在这点。
陛下献上的舍利子，乃是正正经经的天竺高僧跋山涉水贴身带过来的，绝对不可能是之前陶营献上的那个。那就是说，陶营献上的舍利子可能是假的，却被先帝和赵太妃误当成至宝，妥帖保管起来。今天赵太妃见了真的，发觉自己被骗了，然后就气晕了，妙妙说不下去了，转头看着一直缄默的木生，见他心不在焉地望着地面，忍不住用胳膊肘捅了捅他。你说呢？木生勾起嘴角冷笑。赵沁如出身世家大族，又为宠妃，天下至宝不知道见过多少，怎么会轻易被一个陌生人用真假难辨的宝物牵着鼻子走？郭修一呆，摸了摸鼻子。木方氏的意思，陶营献上的舍利子是真的，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一定很灵。木生看了郭修一眼，笑容愈发诡异。你以为单凭陶营会捏几个八字就蒙得过赵沁如？林妙妙脑子里咔嗒一声，如同锁链扣成了环，前因后果慢慢连缀起来。赵太妃说她对陶营深信不疑，世间不会真有活佛，她究竟靠什么力量能够让赵太妃在短时间内求人得人，宛如神仙降世，一步一步诱惑她，使其最后敢下火烧女儿这样大的赌注？如果灵的不是陶营，而是她手握的什么至宝呢？我看不是灵，是邪。妙妙抓住郭修的衣服，飞速道：他有没有说那舍利子放在哪里？在哪里？郭修被眼前的两个人问糊涂了，不就是放在旧寺的佛塔上吗？妙妙冷笑一声，开玩笑，如若那东西真的10年前就被一把火烧成灰，他今天就不会晕了。赵太妃礼佛，不求心中安定，只求得偿所愿。这是一个唯结果论的女人，礼佛、信教、搞邪教，任何事情只要能帮她实现愿望，她都会冒险一试。心中有欲望的赵太妃，邪教火烧兴善寺后仍然能安心礼佛，本来就有些说不过去。她可能放弃那个百怨百灵、有着神奇力量的舍利子吗？她怎忍心明珠蒙尘，宝物葬身火海？如果她将其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转移，继续收为己用。但当她若干年后见了舍利子真身，才反应过来，先前被她奉为至宝的那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佛家圣物，而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可不就得昏？传太妃娘娘一指，2、3匹马先后奔腾而来，带头的人双手捧着一只单漆木盒，墨绿软缎上面放了一枚巴掌大的玉牌，顶端被雕刻成貔貅的脑袋，下方缀着红线攒成的流苏。奉木家玉牌，特请木方氏立即前往兴善寺，找出舍利子带回流月宫，不得延误。木生瞥了那块玉牌一眼，就仿佛看见了老师布置的作业，皱皱眉头，百般的不情愿。木生遵令。那夜火烧兴善寺，赵太妃将舍利子从塔中慌乱取出，悄悄转移到了新寺。这舍利子本不知道是哪里的邪灵，沾染了烈火中横死的人的怨气，更是煞气四溢，放在新寺里的舍利子简直就像一个中枢遥控器，一旦有了沾染死人骨灰的檀香，他便以骨灰中携带的怨鬼为兵刃，操纵千军万马，缠绕着可怜的端阳地基。是以新寺的阴寒不亚于旧寺，内有邪灵作祟，外有陆九配与配合，端阳怎样都无法挣脱这个弥天大网，直到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7层佛塔上至最后，楼梯陡得厉害，空间狭小，只容人弯腰通过。光线昏黄，妙妙在一大片荡起的灰尘中努力护住手中微弱的一点烛光。塔中空空荡荡，林妙妙被里面阴暗潮湿的味道呛得连连咳嗽，叫苦不迭地从小小的窗口探出头去，几乎像是渴望光明的囚犯。只见木生暴毙站在塔下，抬头望他，他焦灼地喊：木生，那舍利子没在上面啊！少年的黑眸中是润泽的水色，含了一抹极其暧昧的笑意。那是自然，若是还在这里，那位太妃娘娘下一指也就不会用找这个字了。妙妙将蜡烛从窗口丢出去，直砸他的脸。你耍我！木生伸手一挡，轻巧地拿住了那只细细的红烛，可怜的火光已灭了，烛心在空中划出细细一线烟雾。木生低眉，指尖砰地炸出一朵橘黄色的火花，烛火转瞬间又燃了起来，明灭的火光映着他白玉般的脸。他端着蜡烛细细看，现在扔得爽快，我看你一会儿怎么下来。困在黑暗佛塔中的林妙妙，林妙妙觉得自己上辈子或许是只蜥蜴，否则怎能解释他五体投地，四肢并行地摸着黑倒退着爬下了陡峭的佛塔，还能爬得如此迅速。呸呸！他吃了一嘴的土，开始拼命拍打自己的衣袖、裙摆和头发，好在出门时多穿了几层，报废了一件外裳，里面的襦裙干干净净。待到料理好仪容仪表，他从塔身背后走出，远远看见木生端着蜡烛发呆。暮色四合，兴善寺内院空无一人，林木影影绰绰，殿宇檐下亮起了血红的灯笼。
皇家的灯笼是一朵朵的冷红色，高贵而漠然。少年手中的烛火却昏黄，带着虚幻的暖意，勾勒出他的长睫和鼻梁的轮廓，照得他苍白的脸宛如伸手一触就会破碎的肥皂泡泡。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淡淡的腥气，伴随着若有似无的甜香。妙妙拽着衣摆走过去，一路整理着衣袖。你觉得应该怎么找？木生低眉，毫不在意。自然是一间一间找。眸光掠过了他的衣服，慢慢扫到了他脸上，眸中这才带上一点幸灾乐祸的笑。爬下来的。妙妙咳了一声。爬好呀，锻炼四肢能力，还不会摔跤，跟晨跑一样健康。秋蝉长思。兴善寺内殿宇连绵，菩萨和金身罗汉各有配殿，月光清冷地打在大理石地面上，映出白霜花一般的冷光。寻觅一个店，要翻供品桌，检查塑像，趴在地板上一寸一寸翻找。更糟糕的是，洒扫的工人偷懒，供品桌下午全是灰尘，乱序自然，完全消极怠工的木生是不会趴在地板上这样找的。努力工作推剧情的林妙妙第10次趴在冰凉的地板上时，只恨自己不是个金属探测仪。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拍了拍手，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穆公子，你们捉妖人大阵仗见得多了，这么效率低下，想必是会被业内淘汰的，就没有别的简单点的办法吗？他说着话，黑白分明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瞅着木生的袖口，以往那里存放有大把符纸，随便撕一张出来，应该都比他趴地板好用。只可惜黑莲花将手刻意藏在身后。没有。木生抬起来，脸色比平时苍白许多，月光下愈发显得两丸瞳仁黑得发亮。林妙妙微微一审，搬了个蒲团来席地而坐，开始伸手整理两鬓精致的簪花。工字者的白色裙摆站立时勾勒腰身，坐下去时却可以如菖蒲花瓣肆意展开，腰间的16片坠纱装点在裙摆间，每一篇以金线绣着半开的行菊，倒映着流雪般的月色。论打扮上的骚包程度，林妙妙绝对不输给黑莲花。木生瞥了他一眼，果然先被他裙上月色吸引了片刻，然后蹙眉。还不接着去找？林妙妙抬头望着他，两鬓的细小青菊是最无邪的星星点点，垂髻以碧色丝带扎着，露出白玉般小巧的耳垂，杏子眼里映着水色。我累了。月下的人间少女比平日多3分颜色，更多3分仙气，连这赌气似的娇嗔也容易令人怦然心动。可惜木生的脸上看不出多少惜花的情绪。他蹲下来，凑近了他的脸，眼里怜悯并着嘲弄。这才找了几间就累了。他望着他的眼，静默了片刻，毫无征兆伸出手，木生避闪不及，让他冰凉的手结结实实地摁在了脑门上。没生病呀。他歪过头兀自疑惑，你到底哪里不舒服？手腕几乎立即被擒住，他用了90%的力气，捏得林妙妙骨头都快断了。他强压痛感，咬着牙向下一瞥，另一只手飞快地反抓住木生的手腕。他感到他的手颤了一下，是被碰到伤口的本能反应。让他一捏的缘故，他的袖口因出丝丝血迹，湿漉漉的触感沾染上他指尖，一股淡淡的甜腻弥漫在空中。木生没有躲闪，任他握着自己的右手，左手仍然紧紧抓着他的手腕，形成一个相互僵持的姿势。二人在灰暗的大殿中一动不动的对视，脸半隐没在黑暗中，眸中都沾染了明亮的月色。这片刻，大殿里静得只能听见彼此交织的呼吸声。木子期，为什么要用你的血供养水鬼？林妙妙的面色平静地开了口，两只眼睛亮闪闪的。晚江船上，他指着他鼻子质问他为什么不上药的时候，露出的也是这样的表情。木生神情浮动了一瞬，眸光逐渐深沉，有些咬牙切齿了。我早告诉过你，太聪明不是什么好事。妙妙望着他，慢慢松开了手，无声地笑起来。怎么办？又让我发现一个秘密，你是不是要立刻弄死我？那笑容又灿烂又轻佻，看起来竟然十足兴奋。木生也放开他，冷眼看他揉着自己的手腕，拉下脸警告他：你以为我不敢？你自然不敢。妙妙垂手，木姐姐还在等着与我们会合。木生果然一僵，任何时候拉出姐姐这座大佛，都能把她压在五指山下，不敢造次。木生一直觉得林妙妙像只兔子，只管动着3瓣嘴吃吃吃，遇到危险就一头钻进洞里，只留下个毛茸茸的屁股的那种兔子。可是最近，兔子的胆子肥得过了分，失血的眩晕感尚未退去，脑子昏昏沉沉。他在空荡荡的佛殿里踱步，却并不因为焦虑，反而觉得心中浮出一种久违的轻松。任何时候，长时间的独自背负一个秘密，都会使人疲倦不堪。他也已经到了沉默忍耐的尽头。我真的很好奇，你对妖物出手向来毫不留情，以你的脾气，那苟延残喘的水鬼早就该在过晚江的时候就死绝了，不是吗？
林妙妙仍然坐在蒲团上，盯着木生徘徊的身影。木生脑海中却闪回那句冰凉的诅咒：你在这里杀妖怪杀得快活，可还记得地下的娘吗？他有些心烦地转了一圈万上收妖饼，答非所问：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当时在皇宫，你借着装病2次支开我去应付太医，水鬼趁机从窗口进来。别说你手腕上平白无故多了伤，他嗅了嗅自己的手指，皱了皱鼻子，旋即又笑，水鬼的那种气味，我这辈子都忘不掉。木生借着月光打量林妙妙带着绒毛的脸，兔子时而聪明，时而糊涂，时而恨不得躲到天涯海角，时而又亲近的蹬鼻子上脸。他几次3番踩线，却让他下不了狠心斩草除根。若不是他真心实意喜欢柳拂衣，他简直要怀疑林妙妙是专程冲他而来的了。柳拂衣，他心内冷笑一声，多加了一点，兔子眼光不佳。木生，那玩意究竟用什么东西威胁你，竟让你退让至此？妙妙心想，黑莲花手狠心黑，做事全无3观，现在任人骑在头上，那水鬼掌握的一定是了不得的秘密，真是刺激。一提起这个，木生顿时恼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自然有关系。作为朋友，我好心提醒你，不要被人骗了。这话说的真心实意，又理所当然，带着林妙妙一贯无知无畏的脾性。夜风送来栀子香气，飘散在空中，是浓郁的几乎有些糜烂的味道。木生低头望着他，我希望以我血换一些秘密，言外之意，你不要多管闲事。妙妙一贯抓不住重点，仰头一脸好奇，你的血到底有什么特别，引得妖物竞相追逐？香气愈发明显，到了有些呛人的程度。木生的话刚开了个头我的血，少年意识到自己让林妙妙带偏了去，眸中闪过一丝恼意，我凭什么告诉你？林妙妙白皙的小手在鼻子前面猛扇，嗨嗨，哪里的花这么香，呛死人了。木生这才留意到空气中馥郁的近乎呛人的味道，心里陡然一惊，糟了，一时大意，浑身上下迅速紧绷起来，右手腕钢圈瞬间脱出，捏在了指尖，左手一把拎起地上的林妙妙，但已晚了。月光不知何时被游动的黑云遮蔽，大殿里伸手不见五指，一点点昏黄赤红的光从脚下慢慢亮起。朱红、藤黄、靛蓝，首先映入林妙妙眼帘的是一只手腕上一圈又一圈沉重的金饰，随后是一对搂抱在一起的男女暴露交缠的身躯。这是呀，眼里仿佛被辣椒水呲了，心惊肉跳，他下意识地闭上眼，鸵鸟埋沙一般飞速一头扎进木生怀里，脑袋好像要将他的胸膛钻出个洞来。木生，林妙妙浑身都在抖，被骤然惊到的心跳如同牛皮大鼓被咚咚敲响，几乎感染了木生。他将他紧紧揪着他衣服的手指掰开，斥道：是欢喜佛，没见过吗？他对林妙妙这种激烈的反应有些诧异，晚江水鬼龇牙咧嘴，上来就吃人，也没见他吓成这样。欢喜佛，他慢慢回过神来，心跳平稳下来。他不是没听说过密教的欢喜佛，只是那些雕塑乃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艺术品，不像眼前那成片的挑战人体极限的放荡交媾，已经毫无美感可言，简直让人有一种头晕目眩的生理抵触。他现在有些怜悯端阳地基了，一个女孩子梦里整天看见这样的景象，谁能吃得下睡得着？好了，都是假人。木生看在他难得失态的份上，有些僵硬地拍了拍他，期望他赶紧起来。谁知他的手还是紧紧搂着他的腰，而且身上的温度渐升，从他脖梗里慢慢熏蒸出一股醉人的花香来。木生并非正人君子，因邪术的缘故，心念也比一般捉妖人脆弱，这种环境于他不是什么好事。他脸上立即结了一层冷霜，林妙妙，你给我放开。我放不开。林妙妙简直快哭出来了。不知那栀子香气是什么邪门玩意，吸进去以后，四肢如千万只蚂蚁啃啮，不听使唤，心头燥热，百爪挠心，见个人就想紧紧搂住，要努力克制自己，才勉强留得住神智，更别提指尖麻痹的厉害，整个人变成一株倚靠植物的大型菟丝花。传输任务人这种高危的身份，就应该给他设定一个金刚不坏、五毒不侵的体质，现在这样动不动就中招，算怎么回事吗？黑莲花作为一个合格的病娇，必然也是有感情洁癖的，谁敢坏他名节往身上扑，他不把人扒拉下来，碎尸万段才怪。丁高威提醒，角色木生好感度下降 1%。丁高威提醒，角色木生好感度下降 2%。丁高威提醒，角色木生好感度下降5%。林妙妙的心在滴血。下一秒，木生成功地掰开他的手，将他撂倒，像控制恐怖分子一样，双手反剪摁在了蒲团上。爆炸般的系统提示终于停了，林妙妙流着泪应答：谢谢木生。
怔怔地放开了手。妙妙累得精疲力竭，翻了个身，解脱般的仰躺在了地板上。木生冷眼看她，少女枕着一头散落的凌乱长发，微微合着眼，长睫轻轻抖动，两颊红得反常，显见是中了严重的媚香。他犹豫了一下，推了推她，喂。林妙妙却猛地向后缩了一下，眼里水光粼粼，半是渴望，半是哀求，声音都走掉了。别碰我！教他这样看一眼，木生方才碰到他的指尖都像是被火燎到似的烧了起来，心头邪火猛窜。刚才他自己贴上来，现在却这副模样，倒显得他要对他怎么样似的。门外夜色深沉，幻境与实境虚幻缠绕，少女就这样脸颊绯红的躺在一群姿势各异的欢喜佛中间，心思一飘，便要分神压制，一分神就止不住的烦躁起来，戾气横生。一路走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人能这样干扰他。眸光落在他身上，林妙妙已经半挣扎着坐起身来，理顺了头发，绣着杭菊的白纱裙摆上倒映最纯洁的月色，而脸上是最动人的媚色。心中暴力迅速被荡平，转瞬变成空荡荡的躁。不行，他心中隐约有个慌乱的猜测，如果此时不快刀斩乱麻，从此以后事情将不为他所控，他将变成什么模样，自己也无法预测。他拿手撑着站起身来，放了收腰柄，钢圈影映闪光，浮在空中，犹如打头阵的将军。普通的少女的人生与他们光怪陆离的生活千差万别，本不该有交集，他早就有1000个1万个丢下他的理由。离开，现在必须离开。他迈步，突然横出一只手，拉住了他的袍角。林妙妙在虚幻和现实之间挣扎，只记得自己下意识地拉住了就要跑路的木生。那其实也不是害怕，是被他丢在大街上太多次的后遗症。黑莲花确实阴晴不定，可比起在这个世界上手无寸铁的自己，到底是块免死金牌。木生久久没有发声，妙妙用尽全力睁眼一瞧，恰对上他漆黑的眼眸。那双黑润润的眼睛毫无笑意，似乎在认真地做抉择，严肃中带着混乱的茫然。眸子里如冰雪覆盖原野，白茫茫一片，毫无生机。他心里猛地一惊，随后慢慢松开了手。他毕竟不是木瑶，不是木生心中唯一不可替代，即使上一秒在谈笑风生，患难与共，也不过只是……算了吧。他抽回手去，以全身的力气翻了个身杯，对木生，将自己揉成一团。总归在书里，佛堂幻境一劫，他、柳拂衣、木瑶都在，即使被丢在这里，想来也会有旁人来救。冷汗顺着额角滚滚而下，他死死闭着眼睛，心想：我戏份重得很呢。不稀罕求没良心的人。木生见他放手，心里猛地一空，一种从未有过的烦躁感顿时漫上心头，脑中再次混乱一片，脚步像粘在地板上似的，怎么也提不起来。林妙妙的五感迟钝的厉害，没注意翻身时，袖中掉出一截巴掌大的物石，噼啪一声跌在大理石地板上。木生一怔，弯腰捡了起来，是做了一半的竹蜻蜓，竹节处的倒刺被细细打磨平了，翅膀一半纤薄精致，边缘薄得如刀刃，另一半还是整块材料，没来得及雕刻。木生，他猛地一怔，只看得见女孩侧眼一丛浓密的睫毛，他的声音几乎听不出异样。往后别让那水鬼耍得团团转了，与其听他瞎掰，倒不如直接去问你姐姐。他有气无力地抬抬手指，宛如躺在美人榻上歇息的老佛爷，语气相当轻蔑。说完了，滚吧。林妙妙的冷汗已经打湿眉毛，小腹痉挛，媚香入骨，眼角已经染上嫣红颜色。她勉强端着念完装逼的台词，下一秒就一头堕入无限黑暗中。木生茫然望着他，手指下意识地沿着竹蜻蜓的杆抚摸下去，摸到几道刻痕，对着光一看，由上到下一笔一凿地刻着2个歪歪扭扭的字。子期，再往下，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糊成一团。他面无表情地摩挲着，辨认出来，那是个被人胡乱涂掉的桃心。又似乎是觉得这样羞愤地对待桃心粗鲁过分，于下面又耐着性子刻了小小一朵5瓣花。梅花，我帮你改一改，做好了还你，做好了还你，子期。骤然间，胸口一阵奇异的尖锐疼痛，就好像这几道刻痕，刀刀都是一笔一划刻在他心上，又深又重，直迸溅出一路血珠。林妙妙迷迷糊糊醒来时，惊讶地发觉自己趴在木生背上，鼻端是他领子里飘出来的一点若有若无的梅花香。黑莲花这一路走得有些狼狈，林妙妙这人看起来纤纤细细，背在背上倒真是不轻，像座山一般压着他，压得他每一步都脚踏实地。收腰柄银光闪闪，在前开路，左右泥塑像咧着血盆大口，一丝不挂地往上扑，还未近2人的身，便被钢圈打的泥土迸溅，化成一滩淤泥向下滑去。前方黑压压的一片，不知有多少欢喜佛拦路。
地上的妖物的鲜血汇成小溪，他踏着泥泞失手而过，简直像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雪原里。林妙妙天灵盖剧痛，缓了很久才觉得才天旋地转地回了神，发觉嘴里含了一枚圆溜溜的珠子，闻不到先前那股浓郁的花香味了。这是什么？耳边嗡的一声，系统提示：物品竹蜻蜓已使用。提示完毕。林妙妙一怔，旋即心痛如绞。垃圾系统怎么还没刻完就给用了？兴善寺已非兴善寺，长长的甬道厉鬼伏于两侧，发出喋喋怪笑声。泥菩萨眉间生妖气，脚下都是邪魅。木生的脸动了一下，长长的眼睫低垂，在微微侧头观察林妙妙的脸，他立即闭上眼睛装晕。木生的耐性被耗到极致，既然悲伤的女孩人事不省，他也无需再顾忌什么。左手一沓符咒一字排开，悬浮于空中，咬破右手食指，先在妙妙唇上轻轻一点，再以沾鲜红血液的手指为笔，从右向左飞速写过去。妙妙让他点了一嘴血，不小心吃进去一点，舌顿时间盈满了带着异香的甜腻。天，居然有人的血是甜的！那些水鬼要血，不会是把木生的血当了蜂蜜吧？胡乱想着，下意识还想伸出舌头去舔，木生猛地回头，狠狠道：别吃！话音未落，血渍已经划过10来张黄纸，笔锋狠狠一顿，手指离开，那些符咒重重抖动几下，像被撒开的纸牌，骤然朝四面八方飞去。当时狂风呼啸，硕大的兴善寺宛如被风吹动的纸房子般，鼓胀胀的都住了风。门窗剧烈摇动着，仿佛下一秒就要爆裂开，巨大的佛像发出嗡嗡的震颤声，贡品桌上的烛台、香炉咕噜噜的滚落一地。红光骤然绽开，伴随着躯体炸开撕裂声，无数阴哑尖利的声音此起彼伏，宛如有几百个人努力摇晃着快散架的老旧架子床，让人心头发颤。二人的头发和衣袖被狂风吹着，飘在空中荡漾不止。林妙妙小腿肚子打颤，闭上眼睛，只能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记忆仿佛回到了晚江船上那一日，少年浮在空中，衣袖如蝶翅伸展，红光满室，烫得人眼皮发痛，连风声都仿佛杀戮的刀子。反血符，他不看木生的脸也知道，他又使邪门歪道了。风停浪止，林妙妙半睁开眼，惊异地发现泥塑像的残肢堆成了小山，分裂两侧，黑莲花宛如一艘破冰船，给他们毫不费力地清出了一条光辉大道来。他倒吸一口冷气，险些把嘴里的珠子咽进喉咙里，一时呛住，便疯狂地咳嗽起来，呸地吐了出来。可嗨嗨，这是什么？木生周身红光暂歇，眉宇间戾气未消，反手狠狠一拍他的大腿，吃进去。这一拍毫不怜香惜玉，惊得林妙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含进了嘴里，心里咚咚直打鼓。甜甜的血不让他吃，这什么味也没有的珠子强迫他吃，什么世道？他顿了片刻，含着珠子含混不清地问：你不是要把我丢下吗？木生沉默了半晌，狠狠道：你再多话，我现在就把你丢下。林妙妙噤声，他看出来了，黑莲花救他一定是经历了百转千回的心灵路程，正在对自己不该有的仁慈生闷气呢。那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走吧。他小心翼翼地逆着木生的后脑勺扭了2下，本想从他身上滑下来，却发觉自己的身体僵成了一整块石塑像，别说走路了，连扭这个动作也无法完成，大惊失色，我怎么动不了了？脑子一转，反应过来，悲愤地喝道：你又给我背上贴那鬼符纸！木生顿了顿，强压怒气解释道：你的身体连媚香都抵抗不了，嘴里含清丹，再贴一张定身符才勉强镇得住，懂吗？林妙妙颓了下来。哦，原身真是弱到人神共愤的地步，穿书挑战者脆弱如他，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拿了赵太妃的玉牌，就要替他找到舍利子，现在他想找，却成了这副尊容。木生又是个有心看戏的，这得找到猴年马月去。算算时间，应该已经过了2更，什么时候才能与主角团会合？哎，木生，妙妙最受不了死气沉沉的长途。以往出去玩，坐在副驾上絮絮叨叨，防止司机睡着的准是他。他声音又脆又亮，即使压得很低，也像银铃轻响，在疲惫的路上都是欢声笑语。他笃定了心思，找人说话的时候格外无知无畏。你知不知道有种虫子眼瞎，为了防止误食自己的孩子，小虫子一出世，老虫子就分泌一种液体给它抹在身上，靠气味分辨。你刚刚是不是也？木生回头凉凉地横他一眼。兔子趴在他背上，毛茸茸茸的脑袋在他脖颈间来回磨蹭，嘴里不知胡说些什么玩意，天生他一个不注意，全听进了耳朵里。有种虫子眼睛眼瞎，他这是说谁呢？以往他与慕瑶在一起，姐姐开口闭口术法道义，
见过别家姑娘也都谈些风雅之事，到了他这里事事都反常。他有时真的疑惑，林妙妙当真是养在闺中的大小姐，不是山野竹林里什么动物成的精？别生气嘛。妙妙顿了顿，长长叹一口气，吹得他脖梗一阵痒。我不是有意把你说成老虫子的，我就是好奇。他眸光沉沉，竟然有些想笑。他身上有一种泛着傻气的聪明，让人不能轻易妄下断言。反血符一出，难以自控。你刚才若是舔掉了我的血，我出手不识人，你可能会死。妙妙心想，那不就是猜对了呗？故弄玄虚。不过我那么大一张脸，你做标记为什么非涂在我嘴上，让我一个不注意吃到嘴里，你还骂我？木生回头瞥见他轻颤的睫毛，刚消掉的火再次横出，刹那间蔓延全身。为什么血珠迸出的刹那，对着那一张白皙的脸，偏偏往他嫣红的唇上一点？为什么？总有些事情发生时只一瞬，不可细究。若要强行细究，非得使人暴躁不可。你的话太多了。林妙妙觉查出黑莲花语气中的烦躁，心下顿明，自己又踩线了。眼下这个节骨眼有些敏感，作为冉冉升起的朱砂痣，想要一点点替换掉别人心中的白月光，进一步水到渠成，退一步功亏一篑，事事都要格外小心。况且他现在还根本没有这个自信。话锋一转，一秒钟切换成了思春少女。对了，你说穆姐姐他们是不是也会被这媚香暗算啊？听见穆瑶的名字，穆生的心立即提了起来。再一细想，柳福一和穆瑶都是经验丰富的捉妖人，就算有人中招，那也只会是脆弱的端阳地击下一秒。林妙妙的声音果然响起，听在耳中酸溜溜的。万一端阳地基仗着自己中了媚香，对着柳大哥动手动脚，占了柳大哥便宜怎么办？他那样温柔的人定然不会拒绝，到时候啊，四肢百骸仿佛一瞬间被虫蚁爬了满身，那一股难挨的感觉瞬间席卷而来。木生，他感觉到自己正在眼泪横流。木生有些出神地看着手里的符咒，结语轻覆下来。他刚才听到一半，怎么就一股邪火直顶天灵盖？想也没想，唰地一下就把他衣服上的符纸给撕了。啊，你快给我贴回去！妙妙无法自控地在他背上扭起来，宛如一个被白粉诱惑的瘾君子，额头上爬满冷汗。有你这么做朋友的吗？木生轻轻半回过头来，冷眼将他望着。现在舒服了吗？妙妙抬起眼，眉毛上都是湿哒哒的，难以置信。你说什么？黑莲花微微一笑，水润润的黑眸深不见底，语气分外温柔。舒服了就安生些。这一路上，林妙妙过得非常精彩。媚香入骨，半死不活，偏偏嘴里还含着一颗金丹，吊着他昏不过去。迷迷糊糊间出现了幻觉，恍惚看见空气中出现了原身的脸，阴郁地嘲笑着他，仿佛在说：不自量力。对不起，我再也不骂你了。林妙妙望着他涕泗横流，伸出一只手虚空去抓，想跟他握握手。兄弟，你惨啊，嫁给这种人，你太惨了。木生耳聪目明，感觉到背后窸窸窣窣的响动，绷紧了神经。林妙妙比他想象中硬气，一路上安静得像一具死尸，无法控制的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他背上，却死活也不肯吭一声。这会儿他听见他突然开始嘟嘟囔囔说些什么，脚步一顿，竖着耳朵听，只听见他哼哼道：凌瑜，对不起，我再也不骂你了。木生一怔，微微侧头，怕他真是难受得失了智，还刻意掂了掂，想把他弄醒。你骂你自己做什么？这一颠不打紧，林妙妙正昏昏沉沉，嘴一张，口中清丹啪嗒一声掉在地板上，咕噜噜在黑暗中滚远了。哇！林妙妙霎时间眼前一黑，彻底绝了过去。木生，他一下子绷紧后背，竟然有些无措。真是作死，他身上清丹也是救急用的，荒郊野地，他哪里再去弄一颗清丹来？他犹豫了片刻，矮下身来，想把林妙妙放在地上。谁料少女一个回光返照，醒了过来，两颊晕红，两眼亮晶晶的，盈满了泪水，死死拉住他的袖子，生怕他有所动作。从地上捡的，我才不要吃。这地上可全是妖怪的残骸和血液，来来回回让他们踩上几趟，不知成了个什么光景。木生扭头和他对视了半晌，确认他神色中的抗拒是认真的，已然让他折腾得没了脾气。那你想如何？去那边。他手一指，折腾着酸软的胳膊和腿，强撑一口气，十分自觉地趴在了木生背上，一手紧紧揽住他的脖子，仿佛生怕马儿撂蹶子，将他踢下来。殿中的金身大佛像，镇得住妖邪。那座佛像可是整个兴善寺众众殿宇内供奉神像中最贵重的一座。皇家一掷千金，用足金打造了一座最辉煌、最震撼的神灵真身。每次赵太妃前来兴善寺，首先都要去正殿参拜。世间万物，一物降一物，
即便兴善寺再邪，那样沉重的足金在被一笔一笔雕刻出神圣眉眼的瞬间，冥冥之中也沾染上了空灵的佛性，不动声色，庇佑众生。他们不知道，就是在这座佛像前，端阳地基七窍出血。赵太妃慌乱之中，曾听见那个又细又阴哑的声音传来：“信女赵沁如，你是不是拜错地方了？”案桌上2盏烛火，光明璀璨。妙妙靠在供案旁，脸上的嫣红慢慢褪去。只要仰头望去，就会看到那座金身大佛如山般巍峨屹立，映着昏黄的火光，金光璀璨。他以一个略微倾斜的角度，慈悲地俯瞰芸芸众生。妙妙靠在佛脚边，心中一片平静，颇有种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滋味。木生，你怎么不过来？少年一人立在殿中，像是虚虚一道黑影，是世间最不可捉摸的游魂。直到风吹动他头上的发带，这才平添了几分少年人的生动。他闻言慢慢回过头来，走近了他，似乎觉察到什么，毫无尊敬之意的仰头看上去。佛祖的眉眼仁慈肃穆，咯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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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妙妙怀疑自己耳鸣，竟然听闻背后什么东西在震颤。这种声音宛如将要孵出小鸡的蛋，发红炙热，惴惴不安。待到看见木生的神色，他的嘴巴才慢慢张开，犹如石化般回头望去。咯咯咯咯，佛像正在以一个非常快的频率颤动，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受到了强烈的感应。林妙妙瞪着木生，这是。木生眯眼看着佛像，笑容毫无温度。邪物还真是对同类敏感呢。黑莲花倒是有几分自知之明，只是这年头邪物见邪物，也兴打个招呼。妙妙一面向木生奔去，一面注意到他手腕上滑落了收腰柄，捏在手里，禁不住汗毛倒竖。你想干嘛？你不要对佛祖不敬。话音未落，收腰柄猛地击出，直捣塑像的脑袋而去。林妙妙，阿弥陀佛，黑莲花一人做事一人当。木生神色异常严肃，他的动作极快，犹如暴风骤雨侵袭，在收腰柄飞去的同时，一沓符纸一抹，在空中排开，借着就伤口的一点血，只来得及划了一横，那些符纸便迅速形成个包围圈，像龇牙咧嘴的恶犬，又如一圈利剑，狠狠向着塑像攻去。可怜皇室的金身塑像，头脚被围，四面楚歌，转眼间受到无数攻击，金光迸射，直入人眼。妙妙本能地拿手臂挡住眼睛。原来你见了我不是兴奋。木生眼角微微发红，眼中跃动着沸腾的杀意，有些无趣的慢慢熄灭了，是害怕呀。妙妙睁开眼睛，这场战役快得出乎意料，眼前止于几缕呛人的烟雾。大殿中又恢复了死寂，是妖物太弱，还是木生太强？或者塑像呢？抬眼一看，几乎被惊出一身冷汗来。足金塑像拦腰斩断，破败的下半身露了个大口子，里面竟然是中空的，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带着棱角的影子。妙妙凑过去看，借着烛火的微光，隐约可见那是一个红漆盒子。再细细一看，盒子外部乃是牛皮包裹的，由于时间过久，皮子腐烂剥落，显得斑斑驳驳。他胸中一阵心跳，爬上了供桌，弯腰将那盒子拿了出来，呼的一吹，厚重的灰尘飞开，四处起舞。二人对视一眼，木生毫无兴趣地往他手上瞥了一眼。打开吧，这就是赵沁如要的舍利子。妙妙颤抖着手将其打开，盒子没有上锁，只是端口的皮子磨破，有些锈住了。开的时候发出了一丝挠心的咯吱声。黄绸布上躺着2枚黑乎乎的小石子，妙妙禁不住望黑莲花，这就是舍利子。木生也望着他，看我做什么？我也没见过舍利子。忽然间手背一凉，骤然有一道黑影从盒子中倏地跃出，落地变成一个人的模样，弓着背，飞速地钻入破落佛像背后的墙内。他猛地被他往边上一拉，木生仓促道：“先别跟来。”随即嗖的一声，妙妙眼睛一花，木生已经追着那黑影而去，消失不见了。佛像背后的墙上有一个波光粼粼的圆形大洞，那边似有云气飘摇，看不真切，显然是个幻境结界。喂，他拍了拍墙壁，墙壁是实心的。刚才那一下是妖物太弱，还是木生太强，亦或是根本是个请君入瓮的陷阱？木生生来张狂自负，置死地而后生，刀山火海，亦作坦途。对于他，陷阱和挑衅都一样是邀请，只有赴约一条路。那他呢？追还是不追？妙妙心一横，他将盒子放下，将小石子拿手帕一包，揣在袖中，踏上供桌，一头扎进了圆洞。柳拂衣的体力正在飞速消耗着。树林中迷雾重重，清冷的月光照着满地落叶，白雾如绵云丝丝缕缕的飘荡，缠人的眼。如果只有他和慕瑶一路相携而行，倒还好说，只是背上还有一个中了媚香的端阳地基，一路上要人留意照顾。
柳大哥，端阳两颊酡红，声音里带着哭腔。柳福一感到有些棘手，半回过头去，怎么了，殿下？端阳在他背上扭来扭去，扭得慕瑶脸色更黑。本宫真的很难受。殿下且忍忍，就快到了。条件不好，只好创造条件。慕瑶身上带着伤，这种时候顾不得男女大防，君臣有别。柳福一背着他，给他口中喂了一颗清丹，轻柔地嘱咐他，含着端阳脸上凄风苦雨。我们要走到哪里去？柳福一的神色坚定，回宫去。然而眼前茫茫一片白雾，不识前路何如。慕瑶瞥见粗壮的树干上那道熟悉的菱形刻痕，望着柳福一叹了口气，又走回原地了。就似早已成了恶鬼的大本营，二人不敢懈怠，一路杀来，好不容易才救出了被吓掉了半条命的端阳帝姬，又让帝姬中了媚香，手忙脚乱之际，不慎一脚踏入这个幻境。幻境中总是这样一个月夜，端阳吓怕了，对于时间流逝毫无感，他们却知道外面可能已经过了一天或更多。捉妖人的符咒对于厉鬼会晤事倍功半，柳福一和慕瑶身上的符咒就在一次次消耗中用的差不多了，若是有盈余，也不至于放任端阳地基扭成了麻花。脚下猛然一凉，二人警惕地向下望去，原来是一只獾，飞速擦过了柳福一的袍脚，踩着落叶擦擦擦地掠过去。慕瑶感到一阵精神紧绷下的眩晕，此刻突然放松，有些迷茫地想，幻境里也会有獾吗？端阳地基早如惊弓之鸟，将头埋在柳福一脖梗里，吓得尖叫起来。那是什么？柳福一让他叫的耳鸣，强忍眩晕，拍拍他手臂。没事的，没事的，是动物。话音未落，那獾回过头来，转瞬间变成一团蜷缩的黑影，伸展了四肢立起来，向柳福一直冲过来。福一！啊！慕瑶和端阳同时尖叫起来。柳福一真的很倒霉，倘若他只有一个人，斗展袖袍，身披月光，妖魔鬼怪不可近身，偏偏他此刻背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遇事只会尖叫的地基，他一时施展不开，又怕越开去，那东西会趁机掳走端阳，只得咬着牙，正面对着那黑影，生生受了一击。那黑影是个人，低等的妖物是绝对不会如此精准的攻击捉妖人的脆弱点的。柳福一柔软的腰腹连带着他抵挡的手，就被他用刀剑般的黑气精准地捅了进去。慕瑶眼睛都红了，一通炸火花从掌心迸裂，如排山倒海之势，一路炸到眼前，直烧成一片火墙。那黑影似乎很惧怕火，浑身的毛发都炸了起来，向后倒退几步，几乎消散成一片黑烟，在不远处再次聚拢起来。与此同时，慕瑶裙角仿佛扫起白雪，旋转而来，挡在柳福一身前，4、5片符咒自掌心一拍，朝着黑影翻了出去。柳大哥，柳大哥！地基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柳福一身受重伤，白衣上满是鲜血，眼看要站不住了，他唇色苍白，强撑着一口气将他放在了地上，指道：没事，殿下，不要怕。端阳将他抱在怀里，眼泪流得更加汹涌了。慕瑶听见端阳尖利的叫，一时心乱如麻，只是回头看顾的一瞬间，身后那黑影飞速地伸出了一根刺，似乎是专等他的走神趴。千钧一发时，一个火花不能叫做火花，简直是一团汹涌的火球瞬间爆裂开来，火球内核是冷酷的蓝色，外周是带着斑纹的橘色，如此绚丽而杀伤力巨大。黑影让这火球轰地地一炸，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嘶鸣，嘶鸣的尾音里依稀听出一个男人咆哮呐喊的味道。这是逃营的怨灵。木生的袍角翻飞，惊起漫天落叶，枯败打卷的落叶被巨大的力量斜冲出来，形成一道漩涡，将其围在中间，经受不住这猛烈的风，在空中阴哑地碎成了粉末。再晚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木生雪白的脸在这种情景中显得格外阴森，他远远望着地上悬浮的黑影，漆黑的眼底一片肃杀。接着跑啊！空中黑雾久久不能成形，宛如一个被炸破了相，捂着脸哭的人，怨毒地盯着他半晌，滑地消散在空中。阿姐，你没事吧？木生转过身来的刹那，浑身上下的力气收了个干干净净，瞬间变成了乖巧听话的少年郎，眼睛红红的跑来牵过慕瑶的手，看见上面的几道浅浅的划痕，惊异地叫道：你受伤了。一旁正在大出血的柳福一，慕瑶怔怔地看着弟弟，一时间忘了抽回手去。他的出场突兀又惊人，爆发出的力量是他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象这个弟弟能够拥有的。他身上的气息已经不能用妖气浓重来形容了。是因为沾了妖物的血吗？还是……你们还愣着做什么？一声大喝打断了他的思绪，端阳地基哭的眼睛都肿了，紧紧抱着失去意识的柳福一。柳大哥都快死了，你们还站在这里聊天？慕瑶大惊失色，
扑过去要看柳福一的伤口，让愤怒的端阳一把打掉了手。都怪你。他转向木生，还有你。木生面色一沉，被木瑶拉住，劝道：阿生。木瑶强行忍受着委屈，好声好气道：让我帮他处理一下。他摸出浑身上下仅剩的一枚止血符，贴在柳福一伤口上。好在那只是普通伤口，既无妖力也无剧毒，只是失血会遭些罪，只要好好休养几天，并无大碍。木瑶轻轻松了一口气，不自知地伸出手抚上了柳福一苍白的脸，语气极轻，像是在哄他睡觉。福一，没事了，阿生来了。柳福一真的从半昏睡中醒来，睁了眼，二人目光相对，他微微笑道：我没事。只一句，再度昏睡过去，仿佛撑着到现在，只为了给他这样一个安心的笑。林妙妙从佛像背后的洞中一钻过来，看到的就是这老夫老妻般温情的一幕。他设想了无数次与主角团会合的场景，设想了无数次孤身而行，一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是万万没想到，一钻进幻境结界，就直接让他和主角团会合了。真是敷衍的穿书啊，阿姐，让我看看你的手。对着木生那双润泽的近乎泛着水光的眼睛，那可怜兮兮的神态，任谁都无法拒绝。木瑶纤长的手从袖子里掏出来，百般不情愿地递到了弟弟手上。木生小心翼翼地吹了吹那几道划痕，就要拉他到旁边坐下，我帮姐姐上药。不必了。木瑶哭笑不得地抽回手去，都是皮外伤，哪那么娇气。木瑶穿着毫无修饰的月白上襦，玉紫色抹胸上面是漂亮的锁骨，发丝垂了一两绺下来，满脸狼狈也依然清丽。夜风吹动她的裙角，她低着眉，眼角的泪痣娇艳动人。只是她挂念着柳福一的伤，仅仅出来不到一刻钟，就有些心神不主。本来她有些疑惑木生出场时那威压狠厉的气势，可是看他这副熟悉的小狗模样，就是他最了解不过的弟弟，想想也就算了。至于他身上那一股强烈的气息，多半是衣服上沾了太多妖物鲜血的缘故。木生一眨不眨地望着他，嘟囔道：柳公子只顾着地基，顾不上姐姐，下次我再也不离开阿姐了。说什么孩子话。木瑶闻言只觉得好笑，笑着笑着又浮现了一丝心酸。我们受赵太妃所托，当然要照顾好殿下的，倘若不能保护殿下，要我们这些捉妖人做什么？他回头看着木生的脸，有些欣慰又有些失望。木生已经高他一头，虽无血缘，却有不输于木家人的好相貌，也有着跟他一样出类拔萃的捉妖天赋。可是这么多年，弟弟似乎一直没有长大，还是那个守在他房间门口巴巴等他回来，一个故事便换得他笑逐颜开的少年。如今木家已倾，重担落在他身上，前路茫茫，木生只依赖他，多有任性之处，不能同他分担一星半点，他心中浮现出星星点点的寂寞。女孩子在寂寞无措的时候，多半会思念起自己平素依赖的人。她此刻尤其思念柳福一，想念他温热的怀抱，温柔的开解，足以为他撑起一片天地。从前为了小事跟他赌的那些气，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个幻境正是端阳地基重复了多次的梦境从新四到旧四的路途。星光璀璨，秋日虫鸣，都与真实世界一般无二。夜风微凉，卷起衣袖和衣角，吹走人心中全部的燥热。木生与姐姐并肩而立，脸上一副岁月静好的神情，心中却犹如一团乱麻，脑中却不断想起林妙妙嘱咐他的那句话：与其听他瞎掰，不如去问你姐姐。阿姐真的会知道吗？即使他知道，真的会告诉他所有人都尽力掩盖的真相吗？过往数十载，从未像这段日子一样，充满了连自己也无法消除的迷茫和惶惑。如果这一切不过是和美的假象，他伸手戳破，梦便醒了，那该怎么办？他看着木瑶沉默的侧脸，心里明白，他其实也有话要问他，只是他现在忧心柳福一，暂时顾不上他。嘴角带上了自嘲的笑，二人在风中站立，靠得很近，却各怀心思，触不可及。端阳地基就像一只护崽的母鸡，妙妙走到啊，端阳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到哪，盯得妙妙心头火起。殿下，您老看着我做什么？端阳靠在树下坐着，肩上还披着柳福一的外袍，强行让人事不省的柳福一躺在他腿上，连腿被压麻了都坚持不肯动。林妙妙跟他周旋，我看看柳大哥怎么样了。不要。端阳搂着柳福一，小脸上显出警惕的娇巾，柳大哥喝了药刚睡下，你别打扰他了。妙妙同情地望着扭曲的枕在端阳腿上，还不时被他轻轻拍一拍的柳福一，心道究竟是谁在打扰他？但他没出言讽刺，只是诚恳道：殿下，柳大哥曾经救过我。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端阳的下巴高高扬起，带着养尊处优的女孩一贯的骄傲和不容置疑。他还救过我3次呢。他的神色变得柔和起来，想到他为妖物所伤的当下，还顶着一张苍白的脸，对他轻柔安抚。殿下，不要怕。鼻子一酸就要哭，可是他想，不能哭，他是华国最尊贵的帝姬，天子富有4海，他便坐拥百川。现在柳大哥受伤了，以后换他保护他，他无论如何不让他再受伤，一丁点都不行。林妙妙见他眼中悬着泪，许久又抹了抹脸，换上坚定的神色，一时间不好打扰他的幻梦，只好朝着不远处的另一棵大树反向走去。走前充满怜悯地看了一眼有落枕嫌疑的柳福一的脖子，心里默默道：对不住了柳大哥，没能救你于水火。青铜树皮光滑，枝繁叶茂，是秀气又漂亮的大树。林妙妙将外裳脱下来盖在身上，分外惬意地靠在了树下。不论长夜如何漫漫，今夜都是休息的好时机。打他，打死他！街巷背处狭窄阴暗，落叶和积水都腐烂在这里。清晨的醉汉会在这里旁若无人的小姐，所有的阿杂事情都发生在无人的街巷。4、5个小孩围了个圈，将中间一人死死按住，拳打脚踢。那个小小的白色身影如同一条濒死的鱼，拼命甩着尾巴挣扎，真让他在包围圈中打出一个缺口，连爬打滚地冲了出去。男孩的头发齐肩，并未像其他孩子一样束发，而是任由那一头黑亮顺滑的头发披在肩上，面若浮雪，眸似晨星，乍看过去像个有几分惊艳的漂亮女孩。身后几人立刻撒腿追上来，这便立刻显出了差距。原来打人的孩子们足有8、9岁了，身强体壮，被打的孩子最多7岁，身量不足，手臂也纤细，足比他们都矮一头。跑了2步，轻而易举地被追兵扑倒。他躺在地上，大口喘息，黑葡萄似的眼睛倒映着黄昏绚丽的天际。他开始看天边的火烧云，看得很专注。你到底会不会说话？真是个哑巴吗？领头的孩子踹了踹他的腿，他抬眼望过去，紧紧抿着嘴，眼中没有什么情绪，是个怪胎，从不理人。几人窃窃私语，对视一眼，打他。雨点般的拳头落下来，他伸出手臂挡住脸，肘部的衣袖很快裂开几道口子。干什么呢？横出一道鸭公嗓，孩子们都停下来，眼里迸发出惊喜的神色。大哥，巷子里的孩子王今年13岁了，身量最高，块头最大，第一个迈入少年人的行列，下巴上冒出青黑的胡茬，嗓音也变得像鸭子叫。他穿着一件破烂的绸衫背心，驼着背，手里的棍子在地上一敲一敲，发出笃笃的声音。地上那小孩却不看他，径自坐起来，手脚麻利的便要溜走，秀气的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我让你走了吗？那白色的小小身影恍若未闻，令他心头火起，几步跨过去，伸手便将他提了回来，摔在了地上。那小孩抬头冷淡地看他一眼，乌葡萄似的瞳，眸光潋滟如秋水，睫毛纤长，眼尾妩媚。他喉头猛地一紧，街巷口最美的豆腐西施都没有这样招人的一双眼。这个年龄出谙世事，好的不学，坏的学了个干净。他心里仿佛有猫爪子在挠，浮躁不堪，对着那张小脸看了又看，回头笑道：小子们，爷爷给你们表演个好的。说罢，神色一变，给我把他按住了。那小孩看着神色各异的一张张脸，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些微变化，慢慢浮上了惊慌的神色。不要，不要！眼前那张脸越贴越近，眼神直勾勾的。他见识过类似的眼神，大概知道那代表什么含义。他拼命摇着头，随着心跳加速，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破碎开来。大哥，你离他这么近做什么呀？有小孩子疑惑地问道。孩子王的指头狠狠捏住他雪白的下颌，刻意在上面留下2枚嫣红的指印，笑道：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侠弄。哦，孩子们都似懂非懂地起哄起来。男孩忽然剧烈挣扎起来，宛如鱼死网破前最后的挣扎，一脚蹬上按脚的那个孩子的脸，反了他了，一巴掌抽在他脸上，嘴角沁出血迹来。其他孩子涌上来，死死将他按在地上。那双黑漆漆的眼睛绝望地看着越来越近的脸，结语颤动2下，闭上了眼睛。不要碰我，不要逼我。骤然红光迸出，血红色与暖黄的黄昏交叠在一起，小孩的齐肩的头发暴长起来，刹那间便到了腰间。黑发每伸长1寸，狂风便加大1层，满树的枯叶几乎被全部扫下指头。街巷口的断墙砖瓦铺噜噜落了满地，瓦砾飞溅，只听得被截断的几声惨叫，不似人发出的。他周身沐浴强烈的红光，许久才茫然睁眼一瞧，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几个人，分明就是方才按住他的那些孩子。此刻瞪圆眼睛歪在地上，维持着扭曲的姿势，早已没了呼吸。
男孩静静地看着，一时间来不及反应，直到长发随风飘起，落在他肩头，他伸手一摸，这才惊慌起来，倒退2步，转身跌跌撞撞地奔出巷口，头发长长了，一下子长得这么长，娘会生气的。老旧的木楼梯上，一路浮花被冲撞东倒西歪，有人跌了扇子，争奇斗艳的脂粉群里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什么东西？他怀着那样深重而迷茫的恐惧，头也不回地跑向了2楼。背后有人拿着扇子，气得直跳脚。反了他！当这里是什么地方？快拦住他！谁也拦不住他。帐子是放下的，房间里是甜腻的催情香气，屋子里暗得几乎看不见阳光。他呆呆站在那里，看着那张熟悉的床，直到帐子被风荡起，他看见他被人压在身下，额上粘着发丝，红色肚都挂在脖颈上，裸露的肌肤雪白，就仿佛新年时化掉的最后一点肮脏的雪。曾经他兴致勃勃地想去堆个雪人，可是未及拿在手里，那些雪就已经化成了透明的泥，转瞬不在。娘，那样灰败无神的眼睛，那一定不是他，不是那个在镜子前面笑吟吟地为他梳头的人。太阳落山之后，无论如何不要回来。男人带着青筋的手顿起，捏起床头柜上的茶盏丢了过去，伴随着一声叠一声的斥骂。上好的骨瓷划拉碎在他的额角，温热的液体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些许暗红覆盖了他的视野。帐子不住地被风掀起，每一次他都跪在原地，静静地望着他的眼睛。他终于流下泪来，那样污浊的眼泪蜿蜒着流下他无瑕美艳的脸，宛如一丝不可拼凑的裂痕。小声儿，谁让你回来？木生回来时，2棵青铜树下都已坐满了人。端阳地基抱着柳拂衣，真的瞪着一双带着黑眼圈的眼睛，充满爱意地守着他。见到他来，眼里的困意瞬间变成警醒，满脸都写着你不要对我柳大哥怎样。木生懒得搭理他，转而朝另一棵青铜树走去。树下蜷缩着睡了个少女，身上的外裳都睡掉了也不知道。他冷眼一瞧，见林妙妙双眉紧紧蹙着，不知在做什么梦，显然睡得很不安稳。夜里气温极低，不太适宜露宿，像他们这些从未经历风霜的娇花，这样睡一觉很可能睡出病来。林妙妙，他蹙眉，都说不要贸然跟来，这人居然对他的话置若罔闻。一个路痴，不知是怎么奇迹般走对了那么一长段复杂的路，找到了他们。荒郊野地，倒头就睡。慕瑶已经轻手轻脚的到什么时候柳拂衣那边去了，不知道在跟端阳交涉些什么。木生远远地看着姐姐充满爱意的拿帕子为柳拂衣擦脸，脸上没什么表情。他顺手捡起了地上的外裳，盖回了林妙妙身上，又在不远处堆了几根柴火，升起了火堆。女孩的眼泪簌簌而下，不知梦到怎样的伤心事。娘！木生一怔，印象中太仓只见郡守，不见郡守夫人，郡守多年连续闲也没有，家里冷冷清清林妙妙这样没心没肺的人也没有娘亲照拂。他骤然升起一股同命相连之感，眉宇间的神色柔和下来，宛如在这安静的夜里，连内心深处的孤独也可共享。娘，别叫我娘！一棍子抽在男孩细细的蝴蝶骨上，背上打出了一道紫红的印子，都怪你，都怨你，要不是你，我们娘俩怎么会落到如此境地？眸中含的是西子湖迷蒙的水色，唇上的胭脂是天边绮丽的晚霞。还是他，美艳无双的那个他，却死死地怨毒地瞪着他。明日要去哪里，记得了吗？将所有泪水咽回喉咙，他点了点头。好孩子。他揉着他的脑袋，眸中尖锐的恨意如剑。那个男人是我们家的仇人，杀了他，让他永世不得超生，我们才能有路可走。他呵呵地笑着，表情凝重了片刻转瞬却哭起来，抱着他，温热眼泪灌入他衣领里。小声儿，娘不是有意打你的，天上地下没有人像我一样爱你。他黑葡萄般的眼里倒映出院中篝火，烧得漆黑的纸钱残骸，犹如几只黑翅膀的蝴蝶。男孩的黑发齐齐落在肩上，他眼里只是迷茫，末了染上一层恨意。是了，杀了他，杀了他的仇人，但凡他要做的，他都会替他去做，让他难过的人，他一个也不留。记得离开吴方镇的那一日，天很凉，他的泪是繁星坠落天际，一颗又一颗，伴随着雨水不住滑落。他的脸色如此苍白，手心没有一丝温度。他的膝盖泡在水洼里，早已没有知觉，盯着泥人一样跪在前面的他，开始由神数他的睫毛，1根、2根、3根。他晃了一下，唇色苍白的吓人，他吓了一跳，数到哪里也便忘了。那样的瓢泼大雨，桥头上的石狮子的面容都隐没在白雾之中，大门之亚开了条缝，里面的人提着厚重的16红裙摆，斜斜撑着伞。荣娘，你跪也没有用。
我给过你面子，可你得罪的是什么样的客人？那道尖利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声音带着一股湿冷的埋怨。我早告诉过你，他留着是个祸害，你就是不听。他抬起头，雨水打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他如白瓷般细腻的皮肤被雨水灼洗，冲掉一切凡俗的胭脂水粉，愈发显出惊天动地的颜色。这样空灵的美，是9天之上一片羽毛，不落凡尘。可是我们已经无处可去。他哀哀地笑了，仰起头迎着雨，像是从前无数次用竹瓢倒着寒花般的热水沐浴，小生儿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宝贝。哎，那人长叹一声，盯着他齐肩的发梢，目光幽怨。你知道断月剪的代价是什么？你何必自毁前程？我的一生早已经毁了。他盯着朱红的院门，细细端详看着那上面剥落的漆面。可是小生儿，他不能变成个怪物。他的发丝滑落，侧过脸来，他惊异地在他漆黑的眸中发现了另一双栗色的重瞳。林妙妙猛地惊醒，身上安安稳稳地盖着外裳，眼前篝火烧得正热烈，发出轻微的噼里啪啦的响声。他盯了那跳动的火舌许久，才后知后觉地伸手一摸脸，摸到了满手冰凉的眼泪。青铜树的背面，木生坐着，靠着树干小憩。这些年来，他几乎从未真正入眠。他虽然闭着眼睛，可却时时刻刻保持警醒，短暂的休整便足以支撑他继续前行。可就在这片密林中，万物都在安睡，阿姐一切安好，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同一棵树的背面是温暖的火光，还睡着一个昏天黑地哼哼唧唧的林妙妙。他在他哼哼唧唧的梦话中，竟然真的坠入久违的睡梦。明亮的阳光从窗口洒进来，投在墨绿色帐子上，帐子很薄，滤了层层叠叠的光，一切都被暖融融的阳光柔化得模糊不清。帐子的4个角挂着小小铜铃，只要上面的人翻个身，便发出清脆的响动。床上趴了个少女，裸露的双腿翘起来，脚趾小巧玲珑，晶莹如玉，两腿一晃一晃。他走进屋里，那少女毫无察觉，面前放了本薄薄的册子，两手托腮撑在床上，径自看书看得认真，时而笑一阵，笑得那铃铛晃动得更加厉害。他走近才发觉，少女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件赤红肚兜，肚兜只在裸露的后背上系了细细一根线，松松打了个结。这根鲜红的线衬着雪白的肌肤，直逼人的眼。她的头发未挽，随意地铺散在床上，从凸起的蝴蝶骨至下凹的腰线，再至起伏的臀，宛如一笔勾勒出来，流畅至极。从那背影，他有些迟钝地认出来了，那是林妙妙，他从未见过的林妙妙。可是梦里的他如此自然地走上前去，拎起他眼前那画本，随手丢在了远处的地板上。少女昂起头，满脸愠怒：我正看着呢，你抢我书做什么？他的脸和他凑得极近，无辜地笑。天色太暗了，伤眼睛。胡说！少女拧眉，快给我拿来。他偏偏挡在眼前，胡搅蛮缠。我不。你行。他咬牙切齿，猛然双手一撑，就要自己爬起来捡，岂料让他故意伸手一勾，那层薄薄衣料也顺势落下来。他猛地一惊，只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埋进他怀里，将风光遮了个严实。床角铃铛响个不停。你怎么不要脸呢？他狠狠骂了一句，狠狠在他腰上拧了几把，又使劲拍他的背。他不以为意，手如此自然地抚上他的腰线，将他搂紧，熟练的仿佛重复过千百次。他的手与梦中人的手重合，落在了温热的肌肤上，沿着他腰际摩挲，宛如婴孩第一次生涩地触摸启蒙的玩具，心里有些迷蒙地想，那墨色中最纤细的一笔，原来是这样的滋味。木生猛地站起来，他的面颊微微发红，连耳廓都是通红，眼中的迷茫逐渐转变成滔天的怒火。为何是他？怎么会是他？来来回回只剩下这一句。平和慵懒的梦境，如同罂粟花海的幻境，又使颠沛流离的游子沉沦，是他一生不曾体验的安宁。他从未梦见过姐姐，却先让他入了梦。姐姐，那绝不可以，从头到脚都不合适，阿姐不可亵渎，却也无法触摸，翻来覆去的想，竟然觉得遥远而陌生。仿佛这个百媚千娇的空缺，会对着他嗔怒微笑，与他亲密无间，一起沉沦的人，只能是红尘中打滚的林妙妙。他僵硬地回过头去，林妙妙依然安稳地睡在落叶上面，身上的衣裳又滑落了，露水打湿薄薄的真丝上襦，若隐若现地露出她白皙的肩膀。他将衣服给她扔回去，僵硬地站在原地，手握成拳。心道，想必还是受了媚香影响，才会这样出格。他迈步往林中深处走去，脚下枯叶发出粉身碎骨的低吟。少年一路到溪水边，听着溪水冲击着石头发出的哗哗水声。他跨入溪水，面无表情地向下一坐，半个身子进入了冰冷的溪中。林妙妙第二次醒来时是被冻醒的。
天仍然黑漆漆的，习惯幻境中的永夜需要很大的力气，尤其是睡着后温度骤降，又湿又冷的环境，使得寒冷进入了骨子里。系统提示：额外奖励影像催化使用完毕，请再接再厉。提示完毕。影像催化。妙妙一头雾水，歪着头想了半晌，心道：难道刚才那个梦就是影像催化？梦中弥漫着无方成经久不散的烟雨，细密的雨丝连成了笼罩全城的白雾。闭上眼睛，那种剧烈的哀意便涌上心头。好，总归是多了解黑莲花一点，用了就用了吧。他的心在夜里格外柔软，手伸入袖子内捏了捏攒下的一沓符纸，感到一阵安心，笃定了主意，等到下次再见到水鬼，他一定抢先一步出手，替木生把那玩意灭了。现在他知道的估计比水鬼还多，而且他绝不会要黑莲花拿甜甜的血来换。另一边，熬了大半宿的端阳地基也终于撑不住，闭上眼睛坠入光怪陆离的梦境，他的手还放在柳福一身上，维持着一个抱着玩偶的姿势。他全然没有看到，在他身边，漆黑人影凝聚成形，狞笑着经过了熟睡的木瑶，走到了林妙妙面前。妙妙感到眼前一暗，再一抬头，就跟那黑漆漆的人影大眼瞪小眼。林妙妙。那人既不攻击他，也不与他交谈，只是呆呆地站了片刻，随后转身一步步走进了密林里。系统提示：任务1 2/4进度任务开始，请宿主做好准备。陶营的怨灵形如一团黑色的火，勉强凝成个长着4肢的人形。这玩意没有眼睛，但如果盯着眼睛对应位置看，依然能感受到他怨毒的凝视。现在他静静地望着妙妙，不声不响，转身走入林中，落叶发出擦擦的轻响，他走得很慢，一步3回头，这意思格外明显，摆明了是要引他过去。他傻了才会跟着走。他想到的，原身自然也想到了。书里的这个夜晚，灵鱼清醒地直面了陶营的陷阱，他心知自己离了主角团就不能自保，一路谨慎小心，到了此刻自然不会犯傻中计。但灵鱼作为本文的捅刀小能手，怎么可能放过兴风作浪的好机会？他转念一想，计上心头，悄悄弄醒了木瑶，哭哭啼啼地指了黑影的去处。木瑶心思单纯，一心想要捉住怨灵，听闻此言，自然急追而去。这一追就坏了，女主角一脚踩进反派的陷阱，遇到了天大的结束。等柳福一醒来，找不着了木瑶，灵鱼和地基结成了情敌联盟，装傻充愣，硬是不肯说木瑶的去向，活生生耽误了救援的黄金时间。等到柳福一和木生千难万险地找到人，联手将木瑶救下，他差一点就吃了大亏，身心创伤不可估量。秋后算账，柳福一为人宽容善良，遇事不会往坏里想。可木生是谁，对于始作俑者和他们的小小心思一清二楚，这个仇他死死记住了，往后成了婚，一笔一笔都还在他身上。林妙妙生生打了个哆嗦。这就是任务1的2/4进度的任务。他还没过几天安生日子，这么快又到了使坏不作死的时候。他暗自低头，月光照在他郁结的脸上，给眉毛镀了一层银。系统：木生的好感度多少了？系统提示：角色木生平均好感度 56%， 提示完毕。平均。林妙妙愕然，作为数学系学生，对题干的字眼敏感的不得了，好感度这玩意又不是什么气温降水工资收益，怎么偏偏这次成了平均值？系统提示：角色木生好感度正处于剧烈波动状态，系统提供今日平均值，便于挑战者参考。林妙妙不能理解，给我一个最高值。系统提示：94%。他的心猛跳一下，最低值呢？系统提示0。他的心又猛跳一下，有种坐过山车的眩晕感，满眼都是星星。怎么回事？忽而爱他入骨，忽而恨他欲死，黑莲花这是发疯了吗？他扭头一望，地基搂着柳福一，垂着脑袋打盹，旁边不远处躺着睡容平静的木瑶。这个夜晚安静的只能听见火堆发出的噼啪声，他四处寻觅，没看见木生的身影。目光再转，看到了地上一串不太明显的脚印，通往密林深处。大半夜的，他离群所居，一个人跑那儿干什么？算了，正事重要。他站起身来，慢慢靠近了木瑶，在他面前蹲了下来。少女的睡姿非常端庄，无论是躺在皇宫里的豪华大床，还是睡在这硬邦邦布满落叶的地上，她都保持着直挺挺的姿态，两手交叠着放在腹部，似睡美人每次出场时那样优雅。林妙妙自惭形秽，月光是天然滤镜，木瑶的睫毛很长，面容白皙，嘴唇的弧度也那么性感。林妙妙欣赏着她唯美的睡颜，心里暗暗笑，真不愧是女主设定。睡美人猛地睁开眼睛，发亮的一双黑眸直直望着她，眼角那颗泪痣冷冷清清。哇！
林妙妙猝不及防，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寒鸦飞起，一旁的端阳地基也猛地惊醒，一脸呆滞地望着他们。慕瑶看清眼前的人，眸中浓重的戒备这才放松下来，她叹口气，坐了起来，客气道：“林小姐。”端阳地基搂紧了怀里的大型人偶柳拂衣，一脸警惕地暗中观察。妙妙笑得一脸尴尬：“慕姐姐，你叫我妙妙就可以。”慕瑶看她一眼。从前林妙妙不分时段缠着柳拂衣，即使她劝告自己这是少女无邪，也实在无法同她亲近。现在来了个更加霸道、更加骄纵的端阳地基，眼前这位柔弱的官家小姐似乎一下子变得亲切了许多。于是她应声开口：“妙妙，出什么事了？”妙妙面对他质询的眼神，心里明白系统有心拉快进度，专治他这样瞻前顾后的拖延症。开弓没有回头箭，林妙妙深吸一口气，带着刚刚被慕瑶吓白了的脸，口齿清晰地指向了林中。刚才我看见那个黑影从那边过去了。慕瑶神情一凛，刺伤拂衣的那个黑影，昨日他们刚从旧寺出来，形容狼狈，精疲力竭，才会给那邪物可乘之机，以至于伤了柳拂衣。她慕瑶虽然是个女孩，可是毕竟是慕家家主，声名在外的捉妖人，有自己的傲气和脾性，伤她所爱，定然要讨一个公道。见妙妙点头，她不再多问，毫不犹豫地立即站起身：“我去会她一会。”哀慕姐姐。衣袖猛地被拉住，低头，是林妙妙惶恐的一双眼睛。那个黑影边走边回头，想必是刻意引我们过去，一定是个陷阱。慕瑶很古怪地看了她一眼，妙妙也在侧耳等着系统提醒或是警告，心砰砰直跳。很好，没有。他告诉了慕瑶这个消息，就算完成了任务。只要他劝住慕瑶不要以身犯险，改变故事的结局，也就不至于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你放心。慕瑶不大会安慰人，有些生硬的对他绽开一个安抚的笑容，你在这里等着就好，我有办法。说完，抽掉袖子便走。他心里很急，那怨灵已离开有一段时间，趁他没跑远，应速战速决才是。林妙妙心里比他更急，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死死抱住了慕瑶的腿，声音堪称凄厉：“不要啊，慕姐姐，你再考虑考虑。”端阳地基眉毛一跳，被他这种异常的行为吓傻了，死死地瞪着妙妙的脸。慕瑶一低头，眼前的少女满脸惊恐，对着他拼命摇头：“慕姐姐，你别走，别走啊！”下一秒，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我真的害怕。”说着，似乎还觉得不够，伸手一指旁边的端阳地基，惊得他脖子一缩：“殿下也害怕的，是不是啊？殿下慕瑶再不听他的，总该卖尊贵的地基几分面子吧？”端阳地基满脸警惕地抱紧了柳拂衣，鄙夷地看了看拼命朝他眨眼睛的林妙妙，下巴一扬，没好气地答道：“你自己没骨气害怕，别拉上我，本宫才不害怕。”他斜眼看着慕瑶，偏偏看到一张月光下清冷美丽的脸，越发使他心气不顺。他巴不得他早点离开，好让他和柳拂衣单独相处，出言讥讽道：“慕方氏要去便从速，哭哭啼啼的，在这演什么双簧？”话中轻蔑之意诛心，慕瑶被他这样一击，当下变了脸色，一张符纸重重拍在了林妙妙背上。他抽脚而去，远远留下一句话：“妙妙别怕，在此地等我回来便是。”林妙妙仍然保持着抱腿的姿势，直挺挺地跪在原地，动也动不了，眼睁睁地看着慕瑶一袭白衣进了密林，心里冰凉一片，恨不得将端阳地基蒙头暴打一顿。命运就是这么残忍，打他之前还须得靠他。殿下，殿下，他只剩眼珠子骨碌碌能转，急切地唤。端阳被他扰得不耐烦：“干嘛？”妙妙急得跳脚：“你快帮我将背上的符纸撕了，拜托你了。”端阳地基瞧见他灰头土脸、可怜兮兮的模样，忍俊不禁，越发心情愉悦，干脆闭上眼睛闭目养神。地基，端阳地基，李松敏。林妙妙咬牙切齿，见他毫无反应，又只好软着央求：“我一直跪着，膝盖好痛，殿下，你帮帮我好不好？”“哼，好没骨气。”端阳白眼一翻：“本宫偏不帮你，你就跪在那里好好赏月吧。”林妙妙没声了。端阳本以为他认命不喊了，刚松了一口气，下一秒就听见一把又甜又亮的嗓门嘹亮的响起来，惊起七鸟无数：“柳大哥快醒醒，杀人了，着火了，柳大哥啊！”嘎嘎的鸟鸣伴随着林木哗哗响动，那声音魂搅动风云，足以深入睡梦。怀里的柳拂衣动了动，眉头皱了起来。他心中一阵慌乱，将柳拂衣轻轻放下，几步跑过来捂住了林妙妙的嘴：“柳大哥，柳大，别喊了。”端阳真的急了，死死捂住他的嘴，柳眉倒竖。林妙妙拼命挣扎：“那殿下，帮我掉符咒。”
端阳唇角一勾，眼珠黑亮，倒映着月色。哼，本宫凭什么答应你？妙妙挣扎得更加厉害，二人摇晃不止，当啷一声，端阳怀里掉出来一把小小的匕首，月光下闪动着寒光。这匕首柄部镶满珠宝，光辉璀璨，还是柳福一在救四中救他的时候塞进他手里，交代他寻求自保用的。他一看那匕首，心里便涌上无限柔情和勇气，立即捡起来握在手里，刀刃向上竖起，故意恐吓道：安静些，否则本宫即刻扎你一刀。林妙妙不挣扎了，怔怔地看着刀尖，又抬眸安静地望了他一眼，眼里是晶亮亮的月色。端阳地基见恐吓起了效果，得意地勾起唇角，还未来得及反应，黑影一晃，眼前的少女宛如一尊雕塑，直挺挺地倾倒下来，一下子将她扑倒在地。慌乱中一声压抑的痛呼，一股热流满上手臂，端阳许久才从眼冒金星中反应过来，心里惊恐万分。刀还没收。林妙妙额头上布满冷汗，心道：头悬梁锥刺股，真当勇士也，一般人受不了。温热的血液涌流出的瞬间，身上的桎梏猛地一松，她撑着地艰难地站了起来，右腿上扎着一只匕首，血迅速染红了裙摆。端阳地基瘫坐在原地，看着他，像看着一只怪物。你这是做什么？妙妙冲他嫣然一笑，笑得心满意足，笑得他毛骨悚然。随后在他惊恐的目光中，转身一瘸一拐走进了密林。方才千钧一发，走投无路，史上最弱穿书任务人不得已开了口：系统求助，这个破烂符纸怎么解？系统提示：法术求助1个月只有一次使用机会，任务人是否确定使用？咬牙暗骂一声周扒皮。用。系统提示：定身符，简易符咒之一，可冻结行为人活动长达1个时辰，但若行为人有鲜血流出，定身符当即失效。系统很贴心的补充一句，活像是诱导。系统会帮您自动开启疼痛减轻安全模式。行。林妙妙走得很慢，一走一拐，腿上的伤口虽然不太痛，但右脚一落地便自己瘸一下，提醒她现在是个伤员，不能加快脚程，急得她出了一背的汗。不冤，都是苦肉计，她一路走一路做心理建设，今天你不搞瘸自己，明天木生把你搞瘸，没错。她沿着脚印一路走，越走越偏，越走越黑，渐渐的听到一阵清晰的水声，叮叮咚咚。咦，林子里竟然有条小溪。下一秒，溪流里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映入眼帘，月光照着他头上洁白的发带，倒映出皎洁的冷光。林妙妙这才认出了人，停住了脚步。处于长夜中的树林温度极低，溪水冰冷彻骨，她一动不动地浸在冷水里，双目紧闭，不知道待了多久，连眉毛上都结了一层白霜。林妙妙看他半天，心中思忖：黑莲花洗澡怎么不脱衣服呢？青铜树下，端阳地基颤抖着手，重新将柳福一的头搬上了自己的腿。先走了一个定海神针木瑶，又走了一个神叨叨的林妙妙，连木生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林子里只剩他们二人，他却一点也没觉得轻松，反倒觉得周围的阴冷更进一步，令人胆寒。更糟糕的是，昏迷了大半天的柳福一在他怀里微微动了一下，慢慢睁开了眼睛。殿下，他的声音有些虚弱，待到看清了眼前人的脸，发觉自己正枕在小地基大腿上，心里顿觉不妥，挣扎着坐直了身子。作为实力卓越的捉妖人，他的恢复能力惊人，短暂的昏迷之后，他的体力和精力都得到了足够的补充。柳大哥，你醒了。端阳本来预备了一肚子话想对他说，让他一看全咽回了肚子里，才说了一句，声音便打颤，只觉得想哭。如果可以，他真想扑进他怀里哭一场。柳福一醒来后，第一件事便是环顾四周，观察环境。四周安静的可怕，不远处火堆仍在，树下扔着林妙妙的外裳，人却不在。这块地方空空荡荡，只剩他们两个。他本能的紧张起来，英俊的脸上浮现了一丝警惕。殿下，瑶儿呢？端阳地基一怔，咽了咽口水。他去打水了。柳福一盯着他躲闪的眼睛，心里掠过一丝怀疑，但他不动声色，仍然言语温和。那妙妙呢？我方才昏昏沉沉，似乎听见他在叫我。该死的林妙妙！端阳暗骂一声，矜持地微笑起来。他和木生一起走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一起去了哪里。他走之前叫了你几声，是想看看你有没有醒。柳福一盯着他姣好的脸看了半晌，心里总觉得格外的不踏实。是这样吗？是。端阳心里一横，柳大哥，你伤还没好，要不要再躺一下，休息一会儿？柳福一摇了摇头，一手扶住了额角，眸光落在布满落叶的地面上，眉头猛地蹙起来。地上怎么有血？糟糕！端阳心里一慌，
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果见到刚才林妙妙坐着的地方留下了一小块已经变黑的血迹。殿下，柳福一脸上没了笑容，声音很轻，但依旧能看得出来他有些生气了。方才出什么事了？那块血迹戳了端阳地基的痛脚，他从小到大从未那样伤过人，即使将手擦得干干净净，手上也还是似乎沾着林妙妙又稠又热的血似的。他的手颤抖起来，气势也弱了许多，凭空生出许多惬意。我。柳福一见他这般模样，便知自己猜得8、9不离10，心中越发焦急，语气也更加冷淡。我再问你一遍，慕瑶去了哪里？端阳脸色铁青，许久，哇地一下哭出声来。柳大哥，慕方是去追黑影了。柳福一心中一个咯噔，此处是陶营的地盘，怨灵不知还有多少，敌众我寡，前路难测，慕瑶实在不该轻敌。他了解她的脾性，这是个外柔内刚、外冷内热的女孩，坚强又倔强，一定是为了他才急于报仇，孤身一人擅自行动。他心中一阵惊痛，伴随着不可抑制的慌乱，抓住端阳问道：哪个方向？走了多久？端阳见大势已去，抽泣地指了指密林，有半个时辰了。柳福一眉眼一凛，放下他便起了身，袖子被端阳一把拉住。向来交金人性的地基如同一个害怕被抛下的小女孩，缩成了一团，哭得小脸斑斑驳驳，小心翼翼地唤他：柳大哥，你别走。柳福一回了神，让他一拉，才意识到自己昏了头，竟然想把毫无抵抗能力的地基一个人丢在幻境中，当即蹲下来，从怀中摸出一片符咒。他咬破指尖，以鲜血带朱砂写符，将其贴在树干上，又在地上虚虚画了一个圈，对端阳地基飞速嘱咐道：殿下别怕，我已造好结界，污秽之物不能入内，在我回来之前，你就在这树下等我，知道了吗？柳福一以鲜血绘符，威力巨大，寻常大妖无人可破。地基看着他澄澈的眼眸，肿着眼睛点了点头。木生，木子期。一把熟悉的嗓音响起，木生疑心自己又出了幻听，睁眼一瞧，便看见那个让他花了一个多时辰才勉力逼出脑海的人影，正端端站在他面前。骤然见了他，现在那些不该想起的画面全都争先恐后的跑了回来。他气息不稳，心虚浮躁，眉间顿时笼罩上一层冷意。你来这里做什么？林妙妙额头上全是汗，脸色苍白，险些气笑了。这林子是你家的吗？单单你来能来？语气不善。他猛地发觉他衣裙上一大片血迹，腿上还插着一只小巧的匕首，匕首柄部镶嵌了玛瑙琉璃，光辉璀璨，并非凡物。他见过这只匕首，这是柳福一的私藏。流了这么多血，带着这凶器这样一路走过来，心里一股火气直顶到了喉咙。柳福一疯了，胆敢捅他？他眸光一沉，怎么回事？林妙妙急得气喘吁吁，径自忽略了他的问话。你快救救木姐姐吧，她被黑影掳走了。为了渲染事态的紧急，防止黑莲花问来问去耽搁时间，他添油加醋，火上浇油，刻意将事情拔高了好几个层级。木生整个人滑得从水中跃出，袍角还滴滴答答地落着水，他的眼眸漆黑，定定望着他，闪烁着骇人的光。你说什么？阿姐怎么了？妙妙看着他的神色，顿了顿，往旁边一指，冷静地答道：快去，那边他已走了半个时辰，你在这等。木生身影一闪，如风掠过他，转瞬就消失了。妙妙闭了闭眼睛，眼前明月皎洁，独照空荡荡的密林，高耸的云山像无数侍卫，秘密地包围了他，清泉拍打溪石，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他苍白的脸对着月亮，轻轻一审。不远处有栖鸟长鸣一声，离开枝头，呼啦啦振翅而去。端阳地基一个人坐在青铜树下，一阵有一阵风吹来，林间树叶响动，哗哗啦啦，犹如无数张嘴窃窃私语。他将自己缩成一团，乌黑的眼睛惊恐地四下张望。不能怕，我不能怕，我要在这里等着柳大哥回来。他骄傲地昂起下巴，左顾右盼。我堂堂端阳地基，岂会害怕一个人待个一时片刻？风声愈来愈大，他感到手臂一阵寒凉，好冷啊！端阳殿下，隐约间有人在叫他。他一怔，先惊后喜，这林子里还有认得他的人。长时间的奔波颠沛，被困在这幻境中，他的情绪早就到达一个临界点。他无数次的幻想过，倘若这时候有母妃派的人来找他，接他们回宫去，该不知道有多幸运。端阳殿下，殿下。声音越来越近时，他反倒警惕起来，心内惴惴不安。那兴善寺内鬼魅也能说话，万一……不行，不能想，越想越害怕。他鼓起勇气，死死盯住不远处树木的枝干，默不作声，开始数起上面的叶子来。那声音又清晰了一些。端阳殿下，柳福一出事了，柳大哥出事了。
他心内猛惊，脱口而出：“殿下。”那声音显得很焦急，他被困住了，急等着救援，殿下快随我来。端阳立即站起身来，刚想迈出一步，却猛然止住，一时间陷入两难。柳大哥说了，让他在这棵树下等他回来的。殿下，来不及了，快随我来啊！那个声音催促着。端阳一时间又急又慌，进退两难，许久才道：“那他找到木瑶了吗？要是木瑶被救下来，肯定不会看着他遇险，或许还有一搏之力。”那个声音愣了一下，应道：“嗨呀，救谁呀？他都自身难保了。”他顿了顿，接着劝他：“殿下，柳福一现在只有你能救，快随我来吧。”只有我能救了。端阳脑子里嗡的一下，热血上了头。方才发过誓的，他想，我说过要保护柳大哥不受一点伤害，说到便要做到。那你等一等，我就来了。他想了想，回过身去，刷地撕掉了贴在树上的符咒，转而贴在了自己袖口。这是柳大哥亲手写的符，只要带在身上，就能保他平安了吧？端阳浑然不知，这威力巨大的镇鬼符纸从特定位置撕下来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张普普通通的废纸。他袖子上贴着废纸，毫不犹豫地迈出了安全区，向前走了2步，望见林中站着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头，穿着一身青黑短打，正眯眼望着他。他急急问道：“他在哪里呀？快带我去。”那须发皆白的老头茫然四顾，冲着空气和蔼地笑了笑，小心翼翼道：“小老儿眼睛看不清楚，殿下随我来，跟紧些。”端阳一路跟着他走，待到走过一丛高耸的蓬草时，他无声无息地蹲在了蓬草后面。“殿下，殿下！”前头的人发觉他没跟上来，回过头来四处寻觅。蓬草背后，他用双手死死捂住了嘴，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音，浑身抖成一团，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这个老头，他没有脚，小小的一团火光是暖黄的颜色，映着柳福一的脸，倏地一声，那抹黄慢慢变作了灰紫，黄纸的边缘卷了起来，细细的烟雾升腾起来，手中最后一片追踪符也燃成了灰烬。寒鸦四起，一排乌压压的蝙蝠哗啦啦掠过他的头顶。越往前走，前路越狭。他跟着那几乎但得看不见的烟雾走，冷静地观察四面的响动，猛地一手拨开树枝，果然见到前面的空地上出现了一对黑影，左右各4，整整齐齐，无声无息地抬了个血红的轿子，正在飞快地走着。那轿子也像是幻影似的，细节全融在模糊不清的光晕中，随着前后摆动，几乎飘飞出了几缕红光。最后的一点烟雾彻底消散在此处。柳福一无声跟着，没有看见那棵被木瑶刻了菱形标记的树。也就是说，他现在彻底脱离了陶营刻意困住他们的地方，正往妖物的大本营去。不知为何，他心中有一股强烈的预感，感到那红色轿子里坐着的就是木瑶。他还好吗？他决心不再等了，将身上仅剩的10张攻击属性的符纸一一排开，飞快地抽了3张出来，沾了快要干涸的血迹，一笔划过去。3张符纸迅速燃烧起来，转瞬间凝成一把狭长的光剑。柳福一握住剑柄，从树丛背后一跃而出，光剑带着熊熊烈火猛地向下劈开，血红的轿子咣当一下落了地，抬轿的黑影四散逃开，发出凄厉的鸣叫。柳福一轻盈地立在轿子顶上那个小小的攒尖上，剑锋转了一周，宛如砍菜切瓜似的，将那8个小鬼拦腰斩断。乎黑气凝成的怨灵沾到光剑的刹那，全部惨叫着消散。四周安静下来，荒郊野岭，林木葱翠，地上落着一顶血红的轿子，那红漆的颜色格外刺目，就好像被涂满了鸡血。轿子口的厚重帘子上依稀绘制着鸾凤和鸣的纹样，下面缀着流苏，一动不动。柳福一犹豫了片刻，照理他应该警惕陷阱，不该轻举妄动。可他此刻心乱如麻，脑海中依稀回忆起许多被他遗忘的事。6年前破败的幕府门口，那个总是冷着脸的美貌少女捡到了他，一个人千辛万苦地将他拖回房间，每日默默无言，细心照料。适逢穆家倾颓，穆怀江、白锦遭遇横祸，未得善终，全家上下除了穆氏姐弟，全部因大妖一纸反血符殒命，整个捉妖江湖都在看穆家的笑话。那个少女年仅15岁，便不得已做了穆家的家主。她表面冷冷清清，雷厉风行，其实在夜里，她便做回了穆家大小姐，将白日压力磨难痛哭一场。其实第1日她便醒了，从那天开始，每天闭着眼睛听着这个素不相识的少女坐在她床畔，对她有一搭没一搭的倾诉心事。她只剩个弟弟，可她是姐姐，长幼有序，不能对着弟弟露怯。她走投无路，干脆对这个陌生的捉妖人说，反正他昏迷着，最能保守秘密，只要门严着，他就是15岁的穆瑶，是他陌生又熟悉的朋友，会思念爹娘，
忧心前路，面对挑衅气得浑身发抖，面对侮辱委屈的直哭。但只要门开了，走出去的就是冷冷清清的穆家家主，术法高深，为人高傲，细细瘦瘦的肩膀扛起整个没落的捉妖世家。第6日，穆瑶为他喝药，他一时忘情，动了眉心，少女当即像是受了惊的雏鸟，猛地将药碗放在了桌上，语无伦次道：醒了就自己喝。他想到数日以来倾倒多少话，不知内心被他窥探几何，羞红了脸，夺门而逃。他望着那背影，心中一片深重的怜惜。他本独来独往，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穆瑶。他什么也未曾说过，却总是陪在他身边，尽他所能帮助他，照拂他，乃至于教他用符，陪他历练。两个人在一起肩并肩，心照不宣地做了一对游侠。只是他越长大，他们越熟人，他越是独立倔强，不肯跟他敞开心扉，遇事只会自己扛着。瑶儿，轿子里无声无息。他飞快地挑起帘子，与此同时，光剑在手，咬着牙斜着劈下去，直削去了轿子的顶。如果里面有埋伏，此举应该断了他的后路。轿子没了顶，内里破旧的座榻和猩红的地毯暴露在他面前，里面空无一人，座榻上放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不好！他心头一坠，手却已经不受控制地拿了衣服，摆在下面的是淡黄襦裙，上面是月白上襦，中间夹着香玉紫色的抹胸，那紫色分外温柔，只是染了斑斑血迹，铁锈味混杂着一股熟悉的梅花冷香。穆瑶的衣服，他的手颤抖起来，眼里疏忽弥漫了浓重的杀意。小木塔自袖中窜出，旋转升上天际，转眼间变作半间房子大小，窗口光明如火烧。他已经认出这里的路，顺着这条小路再往前走，就是就4。如果他没猜错，陶莹会带着穆瑶在那里等他，而穆瑶既是猎物，也是诱饵。九玄收腰塔听令，他的拳头攥紧，声音格外低沉，仿佛依稀是独来独往的少年时期那股冷酷无情的味道。要挟会晤，死有余辜，许你大开杀戒，片甲不留。妙妙拖着一条伤腿，一瘸一拐地自林中走回来。他有常识的，知道这碍眼的小匕首拔不得。老师说了，腿上有大动脉，要是轻举妄动，搞不好血溅3尺，直接飙上天花板，他即刻就凉了。就算是安全模式，他也怂。林中树木萧萧，皆是冷意，他睁着一双乌溜溜的杏眼，四处观望。不就是群众自救吗？现在他拼死拼活为穆瑶搬了救兵，怎么也算是将功补过的大功臣，到时候穆生说不定还要反过来感激他，简直是再好不过。那西边又黑又冷寂，他待不住，溜达溜达就出来了。他一路走回大本营，篝火已灭了，柴火七零八落的躺在地上，被风吹散了，树下只剩他撇下的衣服，一个人都没有。奇怪了，柳大哥不是昏着吗？能去啊？他四下望去，发现不远处一丛蓬草簌簌抖动。他靠近了看，突然发觉蓬草背后藏了一团乌漆漆的黑影，险些将他吓得背过气去。还没缓过劲儿来，身旁又凭空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殿下，殿下在哪？这怎么还有生人？那团黑影瞬间抖得更厉害了。林妙妙看见他怔了怔，头上露出了凤簪优美的轮廓，原来是端阳地基。他心里明白过来几分，回头一看，清冷的月光下，嘴里殷切地唤着地基的那个老头，半隐在丛林中，虚虚浮着的一团，既没有脚，也没有影子。嚯，堂堂端阳地基，让一只鬼缠住了。妙妙走到蓬草背后，一巴掌拍在端阳肩膀上，吓得他险些失声尖叫，猛地回过头来，脸色惨白如纸。他蹲下身来，眼带威胁地对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随后扶住他的肩膀，压着他趴得更低。眼见是熟人，端阳地基惊恐的神色消散了一些。妙妙对着他的脸左看右看，一把拔出了端阳发间那根价值不菲的赤金簪子，端端正正插在了自己头上。端阳死死瞪着他，气得直发抖。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殿下，您在哪里？时间不多了，快跟我来。这叫魂般的声音一出，两人都僵住了。林妙妙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出了蓬草丛挨。你干嘛？地基大惊失色，挥舞着袖子，对他拼命做着口型。好不容易才来了个认识的人陪他，他才不要再一个人待着。林妙妙让他缠得脱不了身，转身指了指蓬草丛后面的小块空地，嘴唇微起，脸色格外冷淡。蹲好。端阳的气焰顿时灭了。林妙妙是有张小家碧玉的脸，平素颠三倒四，怎么看都是个有些咋呼的官家小姐，可是这一天却完全颠覆了他心中的印象。这人裙子上满是血，腿上还插着一把匕首，再加上先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他如此表里不一，跟穆生一样，无论如何对端阳都是恐怖的存在。
妙妙在地基无声的控诉中，径自走到了老头面前。本宫不是就在这里吗？走吧。那怨灵立即顿住，许久才充满警惕地问：地基，是你吗？开什么玩笑，连声音都不一样。林妙妙哼了一声，老眼昏花的东西，不是本宫又能是谁？她伸手抚摸着头上的簪子，声音又脆又响，如同珠玉噼里啪啦碰撞在一处。你仔细看看我头上的赤金凤簪，方才那个丫头带不带得？她言语一出，那股骄纵睥睨的气势便将这怨灵唬住了。确实，比起刚才那颤巍巍的女孩，眼前这个凶巴巴的似乎更像地基一点。林妙妙幸灾乐祸地看着老头的鬼魂，他本就矮小，还佝偻着背，头顶只到他胸口，气势先矮了3分。非但如此，原著里还说了，兴善寺怨灵因为火灾的关系，眼睛都让烟熏坏了。这帮教众鱼龙混杂，本就是乌合之众，莫名其妙成了怨灵，没几个人追求上进认真修炼，所以除了陶莹，其他人至今还是熊瞎子。不仅瞎，而且傻，还是一盘散沙。端阳在原著里让这伙人抓了去，差点搞成了神经病。虽然主角团搭救及时，他没丢性命，但被烧坏了脚趾，落下了残疾。后文出场时，脾气变得愈加偏执。现在由他这个知道剧情的人代为受过，也算是爱护队友。况且陶莹在木瑶那边，想必此刻正在和柳福一大战800回合，眼前这些小鬼成事不足。送到门口的人头捡不捡？见他神色犹豫不决，妙妙气势汹汹地接道：本宫不是你们的神女吗？老头抹了一把并不存在的汗水，神色瞬间恭敬起来。是，神女。妙妙在袖中一掏出手帕，手心摊着2枚黑黑的舍利子。喏，那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的圣物？老头伸手一摸，摸到舍利子的瞬间，当时面容扭曲开来，炸了毛似的跪地求饶，只差以头枪地了。是圣物，是我们的圣物。妙妙越发疾言厉色。我是神女，又有圣物，那你还在这里犹豫什么？他拍了拍腿，本宫刚才急追你，摔了一跤，现在腿疼得走不了路，你还不快想办法？那怨灵趴在地上，伸手急招呼，几乎是立刻，草叶响动，远远的来了一对小鬼，一共8个，左右各4，摇摇晃晃的抬着一顶红色的软轿，快步走了过来。轿子落在他面前，8个小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龇牙咧嘴，全都趴在了地上。老头趴在最前头，神色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地支起手，将帘子掀起了一个角。请神女上轿。软轿看着破旧，坐上去却意外舒适，只是小鬼抬轿不太稳当，颠得妙妙几乎有些困了。他坚持将帘子撩开一个角，看着飞速向后掠去的夜色。虽然他不识路，但死记住路还是必要的。殿下切莫着急，老头一路飘在轿子旁边，非常贴心地帮他放下了帘子，我们马上能找到柳公子了。轿子里传来一声冷笑。找什么柳公子？妙妙接着道，我们难道不是去完成仪式的吗？老头愣了一下，脑子有点懵，反应了半晌，陪笑。是，殿下说的是。禁不住往轿子里偷瞄了一眼。神女不愧是神女，连这也知道。林妙妙打了个哈欠，敲了敲软垫扶手。快一些，本宫还真是迫不及待想要归位了呢。10年前端阳没完成的仪式，陶莹就是化成怨灵也依然念念不忘。在长安城副本的结尾，他要用花式手段把端阳弄进幻境来，华丽丽的完成对皇家的报复。本来他是想亲自来见证这个历史性时刻的，只可惜木瑶比想象中难缠，打乱了他的阵脚，拖住了他。这边的事情只好先交给手下的教众。轿子有规律的颠着，一阵浓重的倦意袭来，即使妙妙心里清楚，怨灵这边的轿子经常有诈，还是没忍住，在昏暗暗的轿子里睡了过去。轻微的喘息声。兴善寺大殿燃着悠悠烛火，两侧的地面上分列着色彩艳丽的魔化欢喜佛，有的尚在如蛇一般缠动，有的已经碎成了粉末，地上狼狈不堪。九玄收妖塔镇在高高的大殿横梁之上，飞速旋转着，发出一阵呼啸声，塔下金光直照的空气都干燥起来，不断有丝丝缕缕的黑气被宝塔吸入肺腑，隐约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利哀嚎。柳福一手上衣服上沾着的怨灵之血全部变成风干的红蜡，整座大殿中都是怨灵，已经没有活人的存在。没有确认木瑶安全，他已经破平生大力。经过一个时辰无休止的杀戮，他立在供桌旁边，任由九玄收妖塔大开杀戒，仰头看着那座被熏黑的金身大佛，任由汗水流入衣领。佛像也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柳福一，一个恍恍惚惚的声音传来，黑影虚虚地凝出一个人形，站定在他背后。因为被九玄收妖塔金光灼伤，他的脸只剩下一半，显得更加怨毒可怖，
捉妖人除魔捉妖，灵鬼之事当属阴司，你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柳福一转过身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怪就怪穆家先出手。怨灵伸出一只手臂，似乎是指着他的鼻尖。此事一开始，本是我与赵沁如的仇怨是穆家人自恃才高，一而再，再而三加以干涉，我只好……他邪邪笑起来，那笑声宛如金属摩擦，让人起了一后背鸡皮疙瘩。柳福一平静地睨着他，你与赵太妃有什么深仇大恨？恨极了。那黑影飞速地绕过柳福一，站到了佛像前，似乎在仰头看着佛祖慈悲的眉眼。赵氏高门贵女，飞扬跋扈，在家为掌上明珠，入宫即为天子宠妃，绫罗绸缎，锦衣玉食。一声令下，他顿了顿，多少显贵趋之若鹜，层层压榨，哪管路有冻死骨。这个停顿之间，似乎掠过了很多话语。柳福一皱了皱眉，你曾经是赵太妃的属下。他有些疑惑，据我所知，陶氏居长安郊外，都是手艺人。你说的对。黑影又怪笑了起来，陶氏一族从未出过显贵，皆为平民，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手艺人。柳福一目露嘲讽，即是如此，那你为何欺骗赵太妃，说自己来自天竺婆罗门？柳方氏猜猜我们陶氏是靠什么手艺吃饭的？那黑影不答反问，语气更加讽刺。制陶、制蜡、木工，小门小户的手艺，只求温饱，杂七杂八，什么都做。你错了。怨灵悠悠道，是制香。他从供桌前闪着鬼焰红光的烛火前走过，陶家主母陶于氏最擅长制香，这本来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手艺，可自从丈夫死后，制香就变成了陶于氏养家糊口的唯一手段。柳福一眉心一跳，心里已经电光火石的有了猜测。陶于氏是你什么人？怨灵并未作答，陷入了诡异的沉默，许久才道，陶于氏制香只是为了温饱，养活一家老小，他过自己的日子，谁也没有招惹。柳福一看着他点头，谁也没有招惹。可是赵沁如就因为她是高门贵女，天子宠妃，她要信佛，举国上下都必须心怀虔诚，这是什么道理？怨灵的声音骤然拔高，一年一大参拜，达官显贵肆意搜刮，不顾民怨沸腾。陶于氏只因为会制香，只因为制的香最好最优，就必须不眠不休赶制3天庆典特制香馔，还要说是成了贵人的恩，你说这又是什么道理？柳福一顿了顿，答道，或许赵太妃给了足够的赏钱，只是贪官污吏层层盘剥，百姓疾苦。给了赏又如何？陶莹猛地打断，半转过身来，死死盯着柳福一。我们陶氏小门小户，从不敢攀此等恩泽，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却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陶于是守寡，儿女壮年早夭，一生辛劳，几个子孙全靠他一双手带大，因常年忙于制香，双目熏出顽疾，还落下了头晕的毛病。他熬了那么多年，家里才过上了好日子，本来不用再如此拼命。他走近几步，欺近了柳福一，身上的黑气不住地被九玄收妖塔吸进去，却似乎毫无察觉。你知道他被强迫制香时多大年纪了吗？65岁，足足65岁。若生在富贵人家，早该颐享天年。可是他却被赵沁如的亲信强行抓来赶制香馔，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大庆前一晚的那个夜里，他昏倒在制香房里，不慎碰落了烛台。柳福一闭了闭眼，感到一阵眩晕。陶于氏可是死于意外。怨灵发出一阵尖利的笑声。大火烧了一天一夜，烧死了他，烧尽了陶于氏辛辛苦苦攒下的基业。他的声音有些变调了，仿佛沾了湿漉漉的潮气。第二日，我拉着哭哭啼啼的小六去兴善寺讨一副棺材，却发现那里热热闹闹办着大庆，侍卫将我们暴打一顿，扔进寺外，说没有赶出香馔，赵妃失了面子，没有追责已是幸运，还敢来讨要赏钱。柳福一双目成明，定定地望着他。所以你花了多年假造身份，改头换面，想方设法混进宫里，让赵沁如的女儿受烈火焚烧之痛，也想让她尝尝痛失所爱的滋味。妙妙醒来时，发觉自己被绑在高高的架子上，不远处即是熟悉的供桌和佛像，他现在不需抬头就能跟佛祖面对面。抬眼望去，头顶一朵巨大的石瓣莲花彩绘，花瓣赤红如血，层层叠叠铺开，背景幽蓝，深沉莫测。下面堆满了一捆一捆的柴火，老头和一众其他的怨灵聚在一起商议些什么，发出切切查查的声音。他现在就像是架子上的熟鸭子，看着厨师们扎堆讨论下一步该用木锅烤还是炭火烧。他挣扎了几下，双手被牢牢反绑着，腰上也缠了好几圈手腕粗的绳子，要多结实有多结实，根本不是闹着玩。林妙妙额头上沁出一层薄汗来。陶莹师傅还没来吗？几个小鬼偷眼看他，见他醒过来了，惴惴不安，
师傅不是说如果这个时辰还等不到他，就……另一个小鬼也忍不住了，回头悄悄地看着老头，就先一步开始仪式。老头佝偻着背，摸了摸胡子，又踱了几个圈，拿不定主意，思来想去，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手一挥，仪式开始。那个被端阳地基描绘了无数次的神秘仪式，就在这样仓促的条件下，毫无征兆、毫无准备的再一次开始。在场所有怨灵纷纷跪伏下来。神女，神女！一时间山呼海啸，嘈杂声淹没了整个大殿。几个看起来只有7、8岁的小鬼争先恐后的跑出来。神女，神女！有一个还激动的绊了一跤，手上的打火石摔出3米远。林妙妙，怎么着？一说要点火，你们还挺兴奋。噼啪，打火石碰撞了一下，一星红点落在了木柴上，随即烈火轰的一下瞬间向上涌来，一股热浪如同暴风直扑妙妙的脸。她死死闭住眼睛，咬紧牙关。火舌向上舔舐她鞋底的瞬间，她身上忽然闪烁出一星蓝光，一道蓝色烈焰在火焰吞没她的瞬间倏地包裹了她全身。下一秒，本来烧得很旺的火焰如同瞬间被冰冻3尺，猛地熄灭了。正在欢呼的小鬼妙妙乐了，不好意思啊，本宫今天像根湿掉的柴火棍，点不着，要不咱歇，明天再试。他赶来以身犯险，就是仗着这神奇的护体蓝焰，伤他性命之物，片刻便死，这火刑自然也奈何不了他。老头和几个小鬼对视一眼，商量了半天，回身朝他一扶，笑出了一口豁了的牙。神女，既然如此，咱们暂且跳过这火刑，先举行第2项。等会，第2项书里怎么没写？林妙妙有些懵了。随后老头拍了拍掌，几个小鬼抬了一个1人高的黑色大盒子来，咣当地蹲在了地上。妙妙定睛一瞧，这盒子好像是个棺材。老头带着小鬼们合力将棺材掀开，从里面抬出个人来，放到了地上。随即几个小鬼爬上了高高的架子，7手8脚地解开了他身上的绳索，4肢都被小鬼架着，飞速地下了地。底下的老头指着棺材里抬出的那个人，笑眯眯地说：第2项，请神女与圣童同修共好。九玄收妖塔感知到陶莹的气息，更加兴奋，金光四射，照得整个大殿灿然生辉。陶莹在这样的照射中，身上黑气飞速消散瓦解着，她一动不动地盯着柳拂一，不知在想些什么。收妖塔的威力，道上的妖魔鬼怪心知肚明，一旦柳拂一放纵这只塔吞噬邪灵，不论是妖是鬼，都在劫难逃。他再负隅顽抗，被消灭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岂料柳拂一伸手一指，收妖塔有些不情愿地后退一步，收敛了光芒。他神情严肃：我让你把话说完。陶莹的怨灵一顿，笑得簌簌抖动。柳方氏不必假意为我主持公道，光明正大的捉妖是家家瞩目怀江，竟然以镇鬼封印帮助皇家掩盖丑事，现在慕瑶又主动插手阴司之事，想要再次杀灭我们这些冤魂，你们捉妖人不都是这种贪慕虚荣、恃强凌弱之辈吗？柳拂一向前一步：当年之事我不了解，只是慕瑶此次前来是受赵太妃玉牌所托，别无选择。他看着眼前残缺不全的怨灵，陶莹，你要为陶于氏报仇，照理说我不该干涉，可你不该蛊惑这么多教众自焚，又意图谋害端阳地基，他们都是无辜之人。你既然选择这么做，我与瑶儿必定要出手对付你。他伸出手，九玄收妖塔飘到了2人头顶，下一秒就要迸发出强烈的金光，他的手因焦急而有些发抖。你的仇怨自有阴司决断，我现在要你告诉我瑶儿在哪里。陶莹诡秘地望他许久，低低一笑，我不告诉你。柳拂一，痛失所爱的滋味如何？话音未落，那个残缺不全的黑影瞬间化为一团黑气，向上一窜，直奔塔身而去。柳拂一脸色煞白，翻手收塔，可塔身光芒万丈，已然将自投罗网的怨灵吞吃干净。柳拂一收回九玄收妖塔，慌乱地将变回小木塔的神器抖了半晌，也只是徒劳。他有些心神不稳地四处张望，陶莹竟然宁死也不愿意说出慕瑶的下落。哥哥！佛殿内轻轻一声响，柳拂一回过头，一个7、8岁大的小女孩，披散着一头黑发，拽着她的衣角，正仰头看着她。女孩没有脚，是个年纪极小的小鬼。他拽了拽她的袖子，怯怯道：我知道那个姐姐在哪里，你随我来。小小的怨灵身着一身崭新的绫罗绸缎，手腕上戴着层层叠叠的金饰，个头只到柳拂一腰际。柳拂一跟着他往殿外走。你也是教众吗？小鬼回过头来，脸颊上一双乌黑的眼睛。阿娘说，我和地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是天大的福气，因为我有福气，赵妃娘娘才选中了我，让我带地基做神女。柳拂一心里一梗，
端阳是无辜，可眼前这个待她受了火刑而死的民间女孩又犯了什么错？他柔和地牵住了她小小的手。痛吗？小鬼瑟缩了一下，似乎有些怕，低下头去想了半晌，只是有些畏惧地接道：哥哥，我为你带路是有条件的。柳福一一怔，随即问道：你想要什么？小鬼说：你可以出寺去，告诉我阿娘一声吗？他丢的那枚绣花针是我藏起来的，藏在褥子底下了。他总是半夜点着灯刺绣，阿爹说多少次他都不听。我走的那天，他还在找。柳福一没料到是这样的回答，良久才点头。好，我帮你告诉你阿娘。你还有什么话，我一并带给他。小鬼又想了想，冲他笑道：告诉我阿娘，我做了神女啦，在天上住最好的房子，睡最软的床，还有小丫头给我扫院子。柳福一怔了许久，点了点头。当年那出偷天换日，赵太妃必然斩草除根。10年已过，物是人非，不知沧海变桑田。女孩停下来，指了指远处，眼前是一处极高的架子，上面绑着一个身着抹胸、刺绣短裙，手腕和脚腕套着层层金饰的少女。她着装暴露，白皙的手臂和大腿露着，长发披散，骤然望去，几乎像是那妖冶的欢喜佛成了真。慕瑶如此骄傲的人，被人打扮成这般模样，悬旗展示，不知道受了多大的委屈。柳福一回头望着小鬼：我不收你，你自行因私备案，知道吗？小女孩歪头看了柳福一，有些好奇地敲了敲他手中的木塔。陶营师傅在里面吗？柳福一急忙将塔收回袖中。他的冤屈自有专人处置，但他有罪过，就要付出代价。我的收妖塔只收罪有应得之人。他在似懂非懂的小女孩背后贴了一纸引路符，望着她被符纸操纵而去，叹息一声，飞身上了架子。慕瑶人事不省，嘴角还有未干的血迹。他将绳索解下来，将她拦腰抱着，落在地上，心急如焚。瑶儿，瑶儿。慕瑶隐约睁开眼睛，瞧见他的脸，还未言语，眸中率先闪过一丝哀意。柳福一捧着他的脸，说话很轻，唯恐吓着了他。我来晚了，瑶儿，我来晚了，对不起。慕瑶喉头一哽，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柳福一将她抱在自己怀里，在她背上拍了拍。别哭，现在没事了。慕瑶想到自己身上的衣物不妥，偏偏这样的狼狈和屈辱都被他看了个全，一时间委屈、羞恼、痛苦全部交杂在一起，挣扎起来。柳福一却将她抱得更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非常平静地说，你这个样子很美。二人狼狈地坐在地上，全无神雕侠侣从前那么多年的光鲜和潇洒，可他们从未感到任何一个时刻比此刻离得更近。他放开他，望定他的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许久才开了口：瑶儿，你悉知我的心意，我此生都不会再离开你。慕瑶怔住了，眼泪流过他苍白的面颊。他看着柳福一对着手心里的小木塔道：我柳福一对九玄收妖塔起誓，再也不会让慕瑶受这种委屈。他看着他宛如乘着惊涛骇浪的眼睛，心内如同被重重击打了一下，一股强烈的暖意席卷而来。他彻底放下了心，依在他温暖的怀里。如果他是一只漂流的船，那他现在才真正拥有了港湾。木生几乎是与柳福一同时出发，选择了同样距离的近路，可是他这一路上却格外坎坷。至阴体质，专门吸引妖魔鬼怪，再加上此前2次放血反血符，对邪物来说简直就像是飘香万里的火锅，没走几步就有怨灵拦路，就连树林子里的黑蝙蝠都冲着他猛拍翅膀。3日之内，他已经用过1次反血符，如果不加节制，极易走火入魔。因此，他只能一路走一路，老老实实的斩杀邪灵，几乎用完了身上所有的符纸，硬生生靠着2只捉妖饼和炸火花开辟出了一条路。待他精疲力竭闯入兴善寺，寺中只剩一片狼藉，没有活人的影子。横梁断裂，斜在地上，瓦片坠落四周，供桌上的2根红烛燃到了尽头，沿着桌子留下几道血红色的烛泪。昏黄摇曳的烛光照着满地泥泞，所有的怨灵已要么神形俱灭，要么四散逃窜，显然是经历了一场恶战。四周安静极了。木生向前走了几步，环视四周。来迟了吗？远远的有个长发的小鬼飞快地掠过了他，脸上写着惊惶，让他伸手一拉，这才停了下来。好险好险，太快了。那女孩拿袖子擦擦额头，满脸虚惊。她的目光落在她绫罗衣服上的一抹黄，她背后贴了一纸引路符，所以不受控制地往符纸指向的地方去，但这符的威力对她这种小鬼太大了些，这才跑得飞快，难以驾驭。木生神情复杂地望着符纸上那熟悉的笔法，一时间不知该恨还是该庆幸。柳福一醒了，还来过了。哥哥，小女孩仰着头，
乌黑的眼睛好奇地盯着他看，你也是来救那个姐姐的？木生看他一眼，骤然转身，头也不回地离了寺，跑脚掀起一阵冷风。眼前漆黑的一个人影越来越近，他几乎已经能嗅到他身上一股火烧的焦臭味，浓郁地扑面而来。林妙妙确定这是个人，一个几乎被烧成炭的死人。等等，放开我！林妙妙的四肢被小鬼抓着，拼命挣扎起来。圣童又是什么？你们不给本宫解释解释吗？老头做了个手势，小鬼们将他扶了起来，坐在了一旁。神女有所不知，这圣童跟您一样，也是天定之人。天地初分，阴阳调和，有阴就有阳。林妙妙忍无可忍，说简单点。老头愣了一下，开始摸着胡子笑眯眯，意思就是神女与圣童缺一不可，阴阳调和，这才能贯通天地之气，神女圣童双双归位，永登极乐。狗屁不通，胡说八道。林妙妙心里升起一股异样的悲愤，这圣童也不知道是哪个可怜的过路人，被生生烧成这样，连尸首也不得入土为安。陶莹当真是与皇家有血海深仇，想出这么多花样来折腾端阳，就算不死，也要狠狠凌辱他一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他看着老头的脸，尴尬地指了指那具新鲜的焦尸。那个，你们看，这个圣童已经先行涅槃了，对吧？本宫这个神女还没受火刑，现在就同他圆房，本宫真是有些自卑。几个小鬼围坐在他身旁，闻言面面相觑，纷纷点头，不知咕咕唧唧在说些什么。那个老头面上一怔，眼珠转了转，笑眯眯道：神女天赋特殊命格，与圣童天造地设，无需自卑。他招呼了一下，几个小鬼再次紧紧拉住了他的手臂，几乎将他架了起来，就要往那尸首上按，粮食有限，神女抓紧时间啊！林妙妙简直快哭了。等一下。木瑶被安顿在青铜树下，身上盖着柳拂衣的衣服，双眸紧闭。一旁重新燃起的火光照映着柳拂衣温柔的脸，他的手在他身上轻轻拍了几着，看他睡得熟了，这才满脸忧虑地抬起头来。树干上的镇鬼符纸连带着端阳地基都消失了，还有一个林妙妙不知所踪。这几日他们只靠一点随身的干粮和幻境中的溪水度日，这种时候与队友失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如果不及时找到他们，后果不堪设想。他站起身来，在可以看得到木瑶的范围内四处寻觅，在一丛高高的蓬草下面发现了抱着膝盖睡着的端阳地基。殿下，他轻轻碰了端阳的肩头，他宛如惊弓之鸟，几乎立刻蹦了起来，待看清了他的脸，这才疲软下来，带着满腹的委屈和惊恐，一头扎进了他怀里，放声大哭：柳大哥，你总算回来了。木生一路行色匆匆地向回赶，临近青铜树，他放慢脚步，先一步走进了密林。永远的黑夜令人烦躁，那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宛如纸片剪出来的，冷冷清清，没有一点生气。溪水铃铃作响，叮叮咚咚，如同少女的歌唱，落叶在他脚下咯吱咯吱的破碎，他越走越快，没有刻意的隐藏脚步声。枝头上的鸟雀受了惊，扑棱棱飞离枝头，溪边空空荡荡，只有倒映着粼粼月光的溪水，冲刷着长满青苔的大石。不是让他在这里等吗？他低头，地上小小一滩凝固的血已经变成黑色，藏在斑驳的枯叶之间。他死死盯住那滩血迹，僵硬站了片刻，转身飞快折返。他刚一来，就看见一对男女搂抱在一起，远远的树下，脸色苍白的木瑶一个人躺着。阿姐。木瑶躺在火堆旁边，睫毛上凝结了一层霜，呼吸平稳。他蹲着俯视一眼他的睡颜，如同谁伸出冰凉的手给他顺了顺气，心中安定了一些。也只是一瞬间，又很快烦乱起来。视线环绕了一圈，没见着熟悉的人影。这种烦乱几乎是立刻变成难以控制的戾气，几步跨过去，一把将柳拂衣拉开，看他一眼，又转向了正哭得梨花带雨的端阳地基，语气冷淡：柳公子，现在不是抱美人的时候吧？柳拂衣皱了眉：阿生，你误会了，我……他的话顿止，因为他发现木生向上睨着他，那是个格外古怪的眼神，充满敌意而饱含戾气。你为什么伤林妙妙？妙妙，你见过她了？柳拂衣愣住了，许久才捋顺了这话中的意思，满脸震惊：你说我？木生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眼神充满了压迫感，嘴唇轻启：那把匕首不是你的吗？柳拂衣看着他想了许久，才反应过来匕首指的是哪一个，再向前回忆，他似乎在救人时那匕首交给了端阳地基，此后一直没有收回来。他下意识地看向身旁的端阳，恰看到他慌乱的一张脸。木生顺着柳拂衣的目光转头望着他，那神色让端阳打了个寒战，不禁向后退了几步。木生的眸子沉成了危险的黑。天界公主，
骄横跋扈惯了，想要什么都是直接拿来，偏偏林妙妙与他喜欢同一个人，又不如慕瑶有术法傍身，自然是想怎么欺凌便怎么欺凌。是你捅的。我不是故意。他慌乱之下语无伦次。柳福一看着他们二人，一个眼见刀光，另一个吓得脸色惨白，一时有些急了，到底怎么回事？妙妙怎么了？端阳战战兢兢，两腿发软，不敢直视木生乌黑的眼睛，只得看着柳福一，语气中充满懊悔。我与他闹着玩的，我也没想伤他，只是想吓唬他一下，谁知道他自己撞上来，就……柳福一感到一阵微风刮过脸颊，还未等他反应过来，木生横出一只手，径自掐向了端阳的脖子，几乎是扼住他，瞬间移动了数步，狠狠将他撞在了树上，那双水润润的眸子毫无波动地凝视着他人呢。端阳的眼睛瞪得极大，他的脸立即因充血而涨红，他张了张嘴，却没能发出声音。柳福一这才意识到，眼前的木生竟然是真心实意动了手，如果他再不出手，下一秒，这少年就真的要把端阳地基给弄死了。阿生，他几乎是立刻冲过去将他拉开，有些失态地冲他大吼：你疯了吗？他惊出一身冷汗。慕瑶这个弟弟一向只在姐姐面前乖巧，待旁人稍显生疏，他是知道的，他还知道他颇有些脾气，不能被人惹急了。可是他万万想不到，他突然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事情发生得太急太快，直到此刻，他还是觉得有些不真实，简直像做梦一样。端阳瘫坐在了地上，抖成了一团，惊魂未定地捂着脖子，目光呆滞地咳了起来。从小到大，养尊处优，别说被掐着脖子，就是谁敢大声对他说一句话，都会被拖下去杖毙。就算是那些恐怖的噩梦，也没有像刚才那样，让他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木生将柳福一的手扶下来，似乎是勉力控制住了自己，冰凉地看他一眼。拦我做什么？我在问话。柳福一终于觉得他有必要替慕瑶管教一下弟弟了，他几乎是瞪着他低斥出声：有你这么问话的吗？柳公子木生看着他，嘴角上勾，满是讥诮，眼里没有一丝反省的意思，反过来兴师问罪：你先前与林妙妙形影不离，现在连他人也看不住，还来管我如何问话？你……木生已经转过身去，俯下身来，冷淡地看着发抖的端阳地基，嘴角的笑收了起来。林妙妙人呢？端阳的泪珠啪啪地直往下坠，睫毛拼命抖着，使劲遏制着自己的抽泣。在那丛蓬草旁边遇见一只鬼，本来叫的是我，没想到他替我去了，坐了一顶红色的轿子，往那边去了。又是轿子。柳福一猛地一愣，无限担忧涌上心头。木生听着，乌黑的眼珠微微一转，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少女苍白的脸，一瘸一拐的身影，满额头的汗水打湿了眉毛。自作聪明，流了那样多的血，想必扎得够深，走也走不了，更何况是从陶营那里跑出来。就这样还敢不自量力，替别人出头？知道他性命无虞，但性命之外的事呢？眉头轻轻一压，身形一闪，已经向外飞掠而去，黑色的衣角如过境的台风。忽然觉察到柳福一跟了上来，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戾气，一个火花炸毫不留情直炸身后，喝道：给我回去看着阿姐，她若出事，我唯你是问。那火花差点炸在柳福一脸上，他猝不及防，不得不后退几步躲避开来，等云消雾散，木生早已经消失了。他十分惊愕地站在原地，心想今晚的阿生简直疯了。等一下啊！林妙妙使劲挣扎，努力不挨到那焦黑的身体，背上出了一层汗。本宫才见到这个圣童，你们能不能先让我跟他熟悉熟悉？他甚至怀疑，可怜的圣童能不能承受他的重量，会不会一碰到焦炭就直接碎成渣了？可那毕竟是人肉组织纤维，不是炭啊！他这样一想，鼻端焦臭的味道更加明显，胃里即刻翻腾起来，头晕目眩，强忍着没有吐在尸体身上。陶营师傅那边没有消息了，会不会是出事了？一个小鬼怯怯地问。他说了，会过来看一事的。老头的脸色猛地阴沉下来，转过身死死瞪着自拼命挣扎的林妙妙，语气也阴恻恻的：还不快一些？神女得罪了。小鬼在他耳边轻轻一笑，抓住他大腿上突出的匕首刀柄，猛地向下摁了一下。哇！一阵猛烈增加的痛楚令他双膝一软，直接跨坐在了焦炭两边，痛得弓起了几倍。这痛苦减轻模式真不是闹着玩的吗？为什么还是这么痛？又或者说，如果不开启这个减轻模式，他早就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昏过去了。眼冒金星中，有人摁着他的脑袋，眼前一张焦黑的脸越靠越近，冷冷瞪着他，余焦臭外还浮现出一股百转千回的腐臭味。不要吧！妙妙咬牙昂着脑袋，心中咆哮道。
系统，护体蓝焰快给我打开呀！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已经感受到汗水顺着耳廓滴下去那冰凉的触感，耳侧全是小鬼们的热情高涨的助威的呐喊，乱七八糟响成一片，仿佛此刻不是在圆房，而是在举行运动会。熊孩子，不学好！斯拉忽然背上一凉，他身上的衣服被撕了个大口子，露出短短卸一下没遮住的光洁后背，欢呼声猛地高了一浪。斯拉又是一块。林妙妙目瞪口呆，这个撕衣服的剧情，她怎么记得是发生在慕瑶身上的？凭什么她也要经历这样的剧情啊？耳畔猛然一阵尖笑。北方的冬天寒吹过铝合金窗，像刀子一样从缝隙中挤出来时，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林妙妙让这声音刺得一阵耳鸣，忍不住皱起了眉头。热闹的欢呼猛然高了几个8度，似乎突然变成了尖叫，尖叫划过他耳畔，直刺他耳膜，又是一阵耳鸣。他感到紧紧拉着他手臂的桎梏一松，下意识地往旁边一滚，急忙远离了盛瞳的身体，慌乱中还蹬了他几脚。盛瞳远比想象中结实，竟然没有碎成渣，只是被他蹬得扭曲了一下，又弹了回来，冷冷地看着他。妈呀，真可怕！他闭着眼睛又向旁边一滚，这次压到了什么温热的东西，那东西向上一捞，将他整个抱了起来。似乎是谁的手无意间贴住了他撕裂的衣服下光洁的肚皮，引得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开始尖叫着蹬腿。放开！那人被他搞得左摇右摆，只好蹲下身躯，又将他扔回了地上。别喊了，闭嘴！这声音格外清晰，回荡在大殿里。他这才意识到，耳边一片安静，仿佛之前小鬼们嘈嘈杂杂的呐喊都是一场噩梦，而此刻正是噩梦清醒时的寂静时分。他抬起头来一看，看到了一双熟悉的黑眸。木生眉梢，眼角带着诡异的艳色，他眼角通红，红的几乎像是画了个浅浅的桃花妆，那双秋水般的眼睛纯粹的宛如2丸黑水银。照理说3日内他不能再碰邪门歪道，可是甫一进来，就看到他衣服撕裂的瞬间暴露出来的一抹雪白的脊背，刹那间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心里冷静地浮现出一个念头，必须立刻马上要他们消失，用收腰柄一个一个打，太循序渐进，他等不了。他下意识摸向袖口，袖中竟然没有剩下攻击类符纸，这就如同杀戮正酣的将军找不到趁手的兵器。他在几乎镇静的盛怒中，胡乱将手伸到背后，将发带狠狠一松。几乎是立刻，他便后悔了，可是他既已出手，就没有回头的余地。这些怨灵本就是鬼，经了这一遭，现在估计已经神形俱灭。3日之期不可违，他偏偏违了最严重的一条。方才他越杀越兴奋，几乎在冲天的戾气中失控，起了吞噬天地的欲念，直到一声惨烈的尖叫将他骤然惊醒。林妙妙躺在地上，边叫边死命踹着一具焦尸，这声音将他一点点诱过去，待他勉力克制自己的神智，将他抱起来，他又扑腾起来，对着他的耳朵尖叫了好一阵，叫得他满身黑云退散，戾气顿消，脚下踩上了实地，彻底回了人间。林妙妙呆呆望着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还能有让黑莲花亲自来救的时候，这简直是……他磕磕绊绊地吐出几个字：子期。不过他怎么觉得才一会儿不见，他长得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呢？木生也望着他的脸，现在镇定下来了，杏子眼里倒映着水色，意外里带着几分委屈，一眨不眨地瞪着他，满脸不敢置信地叫他的名字。他委屈什么？是因为来的人不是柳福一？他垂下眼帘，让他刚刚受了惊，才刻意收敛语气中的寒气。是我，走吧。没想到下一秒就被人结结实实抱了个满怀，少女的手臂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似乎将所有重量全部交给了他，这才放纵了情绪。我一直等你，没想到你真的会来。他感觉到脖颈上一阵热乎乎，随即变成湿漉漉，林妙妙哭得好伤心。刚才差点就和尸体抱在了一处，吓成那样也没有哭，想必眼泪全憋到现在。妙妙像个羽绒被子，裹紧了他，又热又轻柔，调动了他所有渴望疯狂的邪性。他伸出手，想将拎着他的衣服将他揪开，触到他光滑的肌肤，才想起他的衣服已经被撕破了。他这个动作好像不怀好意，只好硬生生改成了轻轻一拍。感觉到黑莲花一反常态的乖巧，任他抱着，还好心的一拍一拍。林妙妙在无限感慨中放纵自己哭了个爽。啊，太爽了，这么多天的压力好像都在这几分钟宣泄一空，心情大好。木生突然感觉怀里一轻，随即是一阵空虚的冷，他已经擦干眼泪，自己挣扎着爬了起来，非常自觉地躲到了一边，带着浓重的鼻音道：对不起。他也跟着站了起来，大殿里昏昏暗暗，刚要开口，地面一阵轻轻的摇动，如同小规模的地震。
林妙妙震惊地望着地面，一瘸一拐地走到他身边，表情相当不安。陶颖死了，幻境也即将崩塌了，准备出去吧。他望着她破破烂烂的裙子上干涸的血迹和那一把匕首，犹豫了一下，弯下腰，撑住了膝盖，飞速道：得快走，你上来。林妙妙瞪着通红的眼，茫然地望着木生。你那样走，我还得等你。他似乎有些恼了，又不是第一次了，快点。林妙妙怀着奇妙的心情趴了上去，连腿疼都有些忘记了，在他耳边问道：哎，你吃饭了吗？老毛病又犯了，絮絮叨叨，废话嫩多，哪壶不开提哪壶。妙妙对他的沉默不以为意，另起了话头。木姐姐就回来了。她没事吧？木生顿了顿，结语轻颤，突然问：阿姐真是让那黑影掳走的？妙妙一时语塞。也差不多。差不多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声音小小的，还有点不服气，就是追着黑影跑的。那你跟我胡说什么？他扭头看他，想在这张没心没肺的脸蛋上面找出点靠谱的畏惧，却只看见他眨巴着一双黑白分明的杏眼，无辜地将他瞅着。我就是想让你快点去呗，别磨磨唧唧的。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联想到端阳地基的脸，眉间闪过一丝戾气，冷淡地补了一句：以后若不想早死，少管别人的闲事。这怎么能叫闲事呢？妙妙笑嘻嘻地戳戳他的肩膀，戳得他直皱眉头。我素来胆大，也没有怎么样吗？现在不是正好，皆大欢喜。胆大，他心内冷笑一声，刚才不知道是谁叫的房顶都要掀开。地面上一阵一阵的震颤，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震颤的幅度越来越大。木生忽然停了下来，将他放在了地上，又撩摆蹲下身子，将他受伤的腿捞起来放在自己膝上，开始盯着刀鞘上的宝石看。你干嘛？林妙妙汗毛倒竖，警惕地护住匕首，这可不能乱拔呀，木子期会出人命的。他轻飘飘答道：这刀柄总是碰到我，硌得我腿疼。妙妙脸色苍白，你能不能将就忍一下，不能因为你不舒服就要我的命吧。话音未落，木生一指头伸进了他嘴里，带着指尖上甜腻腻的血。下一秒，他的双手手腕被他一手紧紧攥住，他另一只手毫不拖泥带水，擦地拔出了腿上的匕首。卧槽！林妙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冲了出来，竟然奇迹般的没感觉到一丝疼。木生的动作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一指止血符啪地贴在他伤口上，他这才感觉到一阵若有似无的痒。止血符贴得快准狠，血没有成喷泉，一切便风平浪止。他脑子想的却是，捉妖人这不是有这样好用的止血符吗？晚江船上那一次，他居然放任自己流血不加处理，这个自虐狂。木生抬眼望着他，疼吗？妙妙嘴里还留着一抹未散的甜，下意识答道：不。木生忽然笑了，漆黑的眼眸中闪烁着恶劣的笑意。早知道该让你疼一下。他不再言语，拉住他的手臂，将傻透了的林妙妙一甩，背在了背上，手腕一用力，那拔下来的沾着血的匕首断成两截，刀刃落在腐烂的枯叶中，闪烁着寒光。刀柄还被他握在手里，林妙妙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原来是他手上用力，刀鞘上镶嵌的宝石纷纷掉落，噼里啪啦的一路落在了草丛中。最后他手一松，将千疮百孔的刀鞘也丢掉了，两只手堪称优雅的拍了拍，似乎想要嫌恶地拍掉手上的肮脏的灰尘。他望着落叶中那些闪烁的光点渐渐远去，安静了好一阵，听着树梢上传来偶然的鸟鸣，轻轻开口：子期啊，我们算不算朋友？木生嘴角一抹讥诮：我从来没有朋友。悲伤的少女猛地笑了，一股热风吹过她的耳朵，她狡黠地闭上眼睛。我知道，只有一个姐姐。木生听着他的言语，一时间微微失神。人生在世，他什么都不曾剩下，就只有一个姐姐吗？那就是不算朋友喽。他接着道，笑着搂紧了他的脖颈，几乎让他错觉那是一个十分亲昵的撒娇的姿态。他声音很甜，带着十足真诚的夸赞。其实你真的很好，不需要朋友也很好。他说完了，浑不在意，甚至趴在他背上睡了一觉又醒来，一会儿玩他的头发，一会儿戳他的领子，弄得他屡屡分神，不胜烦扰。太无聊了，我给你唱个小曲好不好？可，沂蒙山的妹子哟。地板一个猛晃，高亢的嗓音骤然截断。哎呀，怎么又地震了？月光很亮，如遍地银沙。他在这世上游离于温情之外，几乎独存于世。可是现在的确有一个人，除了慕瑶之外，比旁人都离他更近一步。先前他是激烈反抗，恨不得杀之后快，现在似乎变成坦然接受。他隐约感到，这段路是他愿意放慢脚步走的。没有姐姐和柳拂衣，
没有穆家，没有赵太妃和玉牌，他即使负重，竟然也可以这样轻松，这样的暖，贴得这样紧，不想放开。端阳帝姬从幻境出来，一回宫便大病一场，不知是因为精疲力竭，还是受惊过度的后遗症。他高热不愈的这几天里，佩云寸步不离地守着，每隔一个时辰，便用冷水给帝姬擦身降温。凤阳宫帘笼微动，一个玄色衣袍的身影默默走了进来，屏退了宫侍凤的宫女，站在端阳的床边。佩云看到了他的影子，手上的动作不禁一顿。他好些了吗？佩云低眉，回陛下，帝姬的烧已经退了。那便好。天子望着他纤瘦的侧脸，本该纤纤的食指上，因为受刑留下了数道狰狞的疤痕。他顿了顿，开口：佩云，是朕不好，委屈了你。佩云低着脸，飞快地摇摇头，一点点露珠似的泪水也跟着被甩掉了。奴婢没事，不怪陛下。谁让他所爱之人偏是95之尊，纵然守在御前，也是云泥之别。他除了低尽尘埃，受他所托，照顾好他的亲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天子的手附了上来，握住了他冰凉的手，带着无限怜惜。佩云，他猛地一战，他的手已经松开，那尊贵挺拔的身影转身离了凤阳宫。敏敏骄纵了些，但是个好姑娘，看顾好她。伤筋动骨100天。虽然系统不可能让他真的伤筋动骨，林妙妙还是在主角团的要求下，在皇宫里休养了3个月，遛鸟喝茶看戏，过得相当惬意。这3个月里，长安城、兴善寺、陶营和檀香的所有前尘往事全部尘埃落定。林妙妙倚在床上，兴致勃勃地听慕瑶和柳福一对话。当年陶于是守寡之后，就成了陶家的主母。她自小有着超群的嗅觉，将娘家的制香本领带到陶家之后，发扬光大，开了一家香料铺子，监制香馔，在本地小有名气。慕瑶坐在林妙妙床畔，低眉拿把匕首削苹果，削着削着，将苹果漏雕成了只小兔子，递给了林妙妙。妙妙眼睛瞪得铜铃般大，满心欢喜地接过来，左看右看，几乎舍不得吃。哇，谢谢慕姐姐。慕瑶微笑颔首，与搬了凳子坐在一旁的柳福一对视一眼，神情无限恬然。每一次生离死别之后的平静日子，都是2个人心照不宣的甜蜜。陶于是生了2子1女，身体不好，都没活过20岁，留下零零星星几个孩子。他年近半百，还在忙着拉扯孙子。陶营是陶于是长孙，从小给他打下手，帮他料理香料铺子。陶营之下还有几个弟弟，其中有一个孩子继承了奶奶灵敏的嗅觉，最得陶于是喜欢。这个男孩排行第6，出世时刚12岁，还没有大名，家里人都管他叫小六。妙妙捧着苹果，静静地问：小六就是陆先生吗？慕瑶点点头，无声的叹息。陶营痛失至亲，又遭侮辱，立誓要报复赵太妃，报复皇家，可是最终也没能伤害端阳，反倒将自己的性命搭了进去，心有不甘，才化成了怨灵。他托梦给10年已长大成人的弟弟，2人时隔多年，装神弄鬼，再次联手完成了一次复仇。陆即是6，他即使隐姓埋名，也没有忘记自己是陶家后代。那佩宇在进地牢第2日就自尽了，陆九知道此事，万念俱灰。慕瑶悠悠道：这件事情里最无辜的当属佩宇。陶于是意外身亡，大火烧掉了陶家的香料铺子，陶家便散了。陶氏几个年少的孙辈流离四方，陶营独自北上，其余男孩投奔了亲戚相邻，剩下一个还没长牙的女孩没人要，让小六抱着去了江南。他在南方经历了非常艰难的一段日子，从香料铺子的跑腿伙计做起，花了很长时间开了自己的香料铺。这期间他一个人养大了妹妹，把她养成了一枚复仇的棋子。柳福一叹息一声，随后小六带着攒下的积蓄和妹妹一起来到长安，2人分头行动。他开了一家知香居，妹妹进了宫，想尽办法做了凤阳宫的侍女。这个女孩入宫前也没有名字，因排行第9，贱命9丫头。陆九丫头的那一份，小六带你一起活。妙妙靠在床头，有些心情复杂地看着地板。虽然我们是赵太妃请来的，但我总是觉得陶家走到今天这一步，脱不开皇家的关系。柳福一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轻声安抚：冤冤相报何时了。好在郭修还算有点用，为陆九求了个无罪释放捉妖人，行走四方。见多了这世间的不平事，只能尽我们所能，求个问心无愧。慕瑶接道：等我收回玉牌，我们就与赵太妃再无关系。福一去送陆九回江南，会仔细劝他，让他过好后半生。2人默契地站起，将要离开，柳福一替他掖了掖被角。好好休养。林妙妙笑得乖巧，知道了。待门一关，他立刻像个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活动筋骨做啦啦操，舒展被勒令躺在床上憋坏了的身体。
木生推门进来时，就看到少女穿着中衣，长发披散，在屋里又蹦又跳，腿脚麻利，精神饱满，一点伤员的样子也没有，反手将门重重一关。你干什么？林妙妙正跑得脸上发红，被他看了个正着，一时间张口结舌。木生勾唇，满眼都是讥诮。我知道林小姐这几日不能晨跑，憋得走火入魔了。妙妙讪讪退了2步，躺回床上，拉开被子把腿一盖，脸上露出了愁苦的神色。哎呦，刚才没注意，腿好疼。木生一步步走过来，衣服上带着回廊里新鲜的露水潮气，坐在了他床边。他伸出手，猝不及防按住了大腿上，还用力摩挲了2下。妙妙一脸震惊地将他的手打开。你这人摸我大腿做什么？眼眸呆滞了一瞬，几乎是立刻反应过来，抱着腿嚎了起来，痛啊，好痛。木生冷眼看他，黑眸中盛满了讥诮的笑，接着装啊。妙妙脸上依然红扑扑的，不知是活动的热气未消，还是谎言被拆穿了，恼羞成怒，放下了腿瞪他。你到底来干嘛？木生不同他啰嗦，从衣服里掏出一只竹蜻蜓，伸手递给了他。这是什么？林妙妙愣了一下，逆着他的掌心竹蜻蜓还没刻完的翅膀，心里确认了是自己刻的那一只，这才假模假样的问，这不是我的东西吗？怎么在你这儿？说着便要去拿，木生手掌一拢，让他拿了个空。这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写了你的名字就是你的吗？林妙妙哭笑不得，行，你拿去便拿去，又还给我做什么？木生长长的睫羽垂着，似乎是很认真地望着竹蜻蜓，顿了顿，低声道，你帮我刻完。一时间空气静默，明明即将入冬了，室内却还是一如既往的干燥。竹蜻蜓在林妙妙指尖转了几转，莫名的有些灼热。他咳了一声，一拍大腿，豪爽地应了，行啊，没问题，搁我这儿。你现在就刻。他忽然抬起眼来望着他，眸中一片黑润润的湖。当着黑莲花的面做手工？不行，妖兽。四目相对，林妙妙僵硬了片刻，立刻推拒。我才被匕首扎了大腿，现在看到匕首就害怕。木生的目光凉凉地掠过放在桌上的苹果兔子和搁在兔子旁边的一柄锋利的匕首。苹果被刀切过的部分由于放得太久，已经氧化变色了，看起来有些凄凉。他冷笑道，怕阿姐拿匕首给你切苹果的时候，你欢喜得很吧？他说着站起身来，一把拿起那个苹果，径自送到了嘴里，一口便咬掉了兔子头。林妙妙死死盯着黑莲花红润的唇，目瞪口呆，半晌才发出一声哀鸣，你还我兔子。林妙妙快哭了，这么可爱的苹果，她放了一上午都没舍得吃，让她2口就给。黑莲花吃得两腮鼓起，径自挑衅地看着她的眼睛，带着恶劣的笑意。林妙妙将竹蜻蜓往床榻上一丢，气得心脏乱跳，直挺挺躺回了床上，抽出枕头遮住了自己的脸。你太过分了，我不刻，我绝对不刻。木生看着他剧烈起伏的胸脯，一言不发地捞起果篮里一个苹果，拿起桌上的匕首，擦擦擦3下5除2，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兔子便现了形。他左手捏着苹果，右手将匕首往桌上重重一拍。给。林妙妙在枕头下露出一双眼睛，生无可恋的一看，惊呆了。你也会？木生满脸轻蔑，这本就是我拿来逗阿姐开心的雕虫小技，没想到阿姐却学来送你。林妙妙将枕头一丢，看着他灵巧地避了过去，气不打一处来。送我怎么了？我是病人呀。木生捏着苹果，勾唇一笑。阿姐削的苹果只能我吃靠，幼稚鬼，连个苹果也要拈酸吃醋。林妙妙刚满脸复杂地接过苹果，又听得他十分冷静地垂眸。你往后只准吃我削的兔子。神经病。林妙妙带着对黑莲花的无限怨愤，像对待阶级敌人一般无情地啃掉了他给的苹果，拿帕子擦干净手，捏起了那只竹蜻蜓。想到自己在这上面刻了桃心又涂掉，还没来得及削掉那块就被黑莲花看了个全，他心里就一阵恼怒，就好像自己的心思全被人偷窥了似的。他无声地叹口气，左手虎口顶着竹蜻蜓的杆，将翅膀顶到手心，右手拿起匕首，开始熟练地削刻起来，木屑下雨般剥落在地上。作为曾经的航模社社长，做一个木头飞行器不在话下，只是感受到旁边有一双注视的眼睛，手心便出了薄薄一层汗，手法也不受控制的花哨起来，仿佛心里有一股兴奋又不安的力量，顶着他在刻意的卖弄。木生看着那一双白皙纤细的小手握着刀，令人眼花缭乱地削着木杆。少女的腮帮子鼓着气，一双杏子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手心，连睫毛都未动一下。她好认真。哎，你看好。他突然出声，他才发觉自己走了神，有些僵硬地将目光移回到他手上。
妙妙满手木屑，捏着竹蜻蜓现场教学。翅膀不能做成平的，这里要扭一下，它一刀下去便显出一个坎儿，再稍加打磨，另一边的翅膀也现了雏形，两边翅膀一高一低，才能借势而上。它在端口处斜着削了几下，翅膀一定要薄，像利刃一样，能将风劈开。他顺手将翅膀在木生手臂上轻轻一划，飞快地划出一道红印子。喏，要这么立才可以。木生望着自己的手臂发呆，这一下不轻不重，微微的疼，更多是痒，来得猝不及防，简直就像在心上挠了一下，就猝然停止。停止之后，居然是漫无边际的失落。纤细的手指捏着竹蜻蜓对着窗口，明亮的日光给纤巧的蜻蜓翅膀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亮边。林妙妙左看右看，啧啧称赞道：“真漂亮。”木生伸手要接，他临时变了主意，抢着放在手掌里一搓，咻地放出去，兴高采烈。先试试看。竹蜻蜓一下子飞得老高，趴地撞在了梁上，这才落回地面。林妙妙伸了个懒腰，放松地滑了下去，懒洋洋地躺在了床上，揉着酸痛的眼睛。成功啦，去捡吧。木生却没动，依然坐在他床边，似乎在踌躇什么。过了半晌，妙妙眼前伸过来个细细的小钢圈，是木生天天套在手腕上的收腰饼。妙妙一脸茫然地将他望着，木生不看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的收腰饼。这个给你。林妙妙的内心轰隆一震，简直就像开香槟现场，塞子噗的一出，泡沫顿时喷射出好几米，还是打着旋的疯狂喷射。但他面上丝毫不露，冷静的有点小心翼翼。你要把你的收腰饼送我，没记错的话，这一对收腰饼是木瑶送的，意义重大，当时大船过皖江，黑莲花宁愿被捅，也不肯丢一只。木生抬头望着他，似对他这种反应十分不满，黑眸中写满了恼意。给你就给你，废什么话？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远处地板上的竹蜻蜓上，低声道：算那个的回礼。下一秒似乎又有些后悔，急躁起来：不要就。话音未落，妙妙早一把捞过来套在手上，还甩了甩衣服，妥妥地藏在了袖子里，生怕他再后悔似的。要啊，怎么不要？早知道是这个交换法，我给穆公子做10个8个竹蜻蜓。木生瞪他：我知道。妙妙瞬间收敛了猖狂的笑，抢先字正腔圆道：你是怕我什么也不会，再拖大家后腿，大公无私，允我一点儿。他晃了晃手腕，一双杏子眼大而明媚，笑出声来：谢谢啦。心里却是另一番想法，这收腰饼本来是一对的，现在他们两个各拿一只，多多少少有点情侣款的意思，这算不算是在成功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了？我走了。木生俯身将地上的竹蜻蜓捡起来拿在手上，临出门时停了片刻，微微侧头，不知在等些什么。林妙妙混不在意地翻了个身，顶着午后暖洋洋的阳光，将脸舒舒服服地埋进松软的枕头，深深嗅了一口沁人的松香，顺口道：穆公子，帮我带上门。啊，皇宫养老真幸福。木生不动声色，捏着竹蜻蜓的手垂在身侧，食指在竹蜻蜓的杆上摩挲，反复划过凹下的刻痕，从上至下一笔一画，刻得顺顺溜溜，没有一点犹豫。子期。这人只在背后悄悄叫，当面从来都是穆公子穆公子，为什么不叫子期？他半回过头去，只见少女趴在床上，两只腿翘起来晃荡，轻薄的裤脚里若隐若现露出纤细的脚踝，正天真无邪地将小脸埋在枕头里蹭来蹭去，这个姿势莫名重合了某个暖色调的梦境。砰！门霎时被人狠狠闭上，似乎想要用力截断什么。端阳地基在这个深秋结束了漫长的风寒，在他病着的那些日子，天子每隔几天就要去凤阳宫坐坐，佩云温柔的侍奉在侧，三个人一派岁月静好。凤阳宫外守着的小宫女，甚至时常非常惊悚地听见内殿传来兄妹俩的阵阵笑声。曾经二人之间仿佛隔着山河大海，见面也只是生疏的行礼，经历了这件事，知晓了彼此的心意，居然可以相谈甚欢，找回了骨肉至亲的亲密。端阳这个华国最受宠地基的身份，终于做了实。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除了赵太妃事发到现在，她从未露过面，几乎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林妙妙在花园里遛弯的时候，见到流月宫内络绎不绝地走出了一串长队，紫色官袍的内监们三三两两抬着贵重的茶桌、梨花木凳、四折屏风，小心翼翼地迈着碎步经过他身边，小心点儿，小心点儿。拖长了调子的监工纳着拂尘指挥，语气不含一丝感情。请问这是？来往搬东西的小内监冲他颔首，陪着笑悄声道：太妃娘娘谦恭纳，借过借过。金碧辉煌的流月宫，赵太妃居然要从这里搬走。两个小内监经过他身边，抬了几个摞起来的木箱子，最上面的没盖严实，
大概装着珠钗簪花一类，能听得见里面玉石碰撞的淅沥沥的清脆响声。两人咬紧牙关，青筋暴起，连走路都有些摇摇晃晃。哎，其中一个突然尖声叫嚷起来，话音未落，噼里啪啦一阵响，上面的箱子向左打滑，微微倾斜，敞开了口子，犹如巨兽吐出洪水，项链珠宝洒落一地。小内奸两腿微微打颤，在闷热的空气中出了满头汗水，两人将箱子蹲在地上，开始相互责怪起来。轰隆，天有不测风云，转瞬间乌云密布，天空变成了发闷的土黄色，一阵阵惊雷由远及近，眼看就要下雨了。怎么回事？监工的骂骂咧咧的来了。两个人顾不上相互推诿，急忙趴在地上捡，豆大的雨滴已经开始落下来，地上洒满了一朵一朵的圆印。林妙妙看得心里着急，也蹲下来帮忙捡，几朵散落的浅色珠花收在手里，一只金簪子旁边还有个装订精致的卷轴，让这一摔微微散开了。妙妙伸手一捞，画卷顺势展开，猝不及防地露出了一张人像。这幅画尺寸只有寻常人像的1/4，小巧玲珑，展开只到手肘，难怪可以被塞进妆帘，和一众珠花藏在一起。画像有些年头了，但金色卷的肌理柔和而贵气，画法非是写意，而是工笔，连头发丝都一根一根描绘的工笔。画上男子身披白毛狐裘披风，露出内袍一点低调奢华的花纹，脚蹬黑色登云靴，倚马而立，头戴紫金冠，头发却非常肆意的只挽了一半，另一半黑亮如铜矿般的发丝披在身后，被风吹起。在这个世界，既然戴了冠，就不能披头散发，平白惹人指点。可是画上男子生了一双狭长而贵气的眼，鼻梁高挺，嘴唇紧抿，显得稍微冷淡而倨傲，那披散的头发便丝毫显不出轻浮，就好像哪一位贵公子微醺，兴致浓处，跨上白马狂奔数里，浑然不顾狂风中散乱了鬓发，待到兴尽，傲然下了马，在落着雪花的冬夜，无意间朝画外人看去。林妙妙也盯着他看高鼻梁深眼窝，最容易显现出英挺的轮廓，偏又是面白唇红，好像海参鲍翅都堆叠到了一处似的，俊美的像精修过的纸片人。有趣，赵太妃妆帘里藏了个帅哥。妙妙啧啧合上画像之一秒，蓦地顿住，又慢慢展开。画上落上了几滴圆圆的水渍，雨开始大了起来，这人似乎在哪儿见过。这样出众的相貌，乍一看惊艳，可由于各部分都长得过于完美，没什么特色，再仔细回想，那张脸模糊不清，脑子里只留下一个帅字。到底是在哪里见过？是那个青牛白马过城门的百姓红旗七香车。他诧异地叫出声，青衣侯。传闻当世青衣侯风神俊逸，貌比潘安，是举国少女的春闺梦里人。回忆碎片，青衣侯。身旁一个颤抖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你怎么会认得青衣侯？屋内沉香浓重，四面门窗紧闭，帘笼放下来，光线昏暗而萧索，细细的几丝光斜着打在桌面上。慕瑶和赵太妃隔了一张陈旧的乌木几案，相对而坐。赵太妃头上戴了一只素钗，青丝里竟然混杂了半束白发，嘴角和眼角的皮肤都松弛暗淡，眼袋大得吓人，一双眼睛再无光彩。慕瑶暗自唏嘘，初见面时还是保养得意的中年贵妇，才短短半年，竟然形同老妪。下雨了，密集的雨点爆豆般捶打着窗棂，帘笼微动，传来悲鸣的风声。慕瑶将眼前的盒子打开，只将那枚挂着朱砂小珠和红流苏的玉牌拿了出来，沉默无言地揣在了自己怀里。赵太妃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宛如石头刻出来的人。这偏远的沉香殿乃是先前废妃居住的冷宫，破败不堪。旧时东窗事发，众人唏嘘指点，在皇帝默许下，他将自己隔绝于众人之外，从此以后做个没人认识的孤家寡人。娘娘，我还有一事想要请教。慕瑶有些犹豫，我在旧寺遗址发现了慕家的镇鬼封印，那封印质威力巨大，印象中除非我爹娘联手，否则制不出这样的封印。赵太妃机械细地点点头，语气平板无波。慕方氏不必怀疑，当年是本宫手握慕家玉牌，编造谎言，强令你父母镇压心善寺鬼魂，掩盖真相。他勾起嘴角，是一个冷冷的嘲讽的笑，做出这等有违天道之事，走到今天也是因果报应。慕瑶的疑惑却更浓重，语气不由得有些急促。可是倘若娘娘10年前便已用掉了玉牌，那么她掏出袖中玉牌来，侧眼看着这块玉牌。一个人怎么会有2块玉牌？赵太妃沉默许久，古怪地笑了笑。你手上这块玉牌不是我的，乃是旁人所赠。若不是事关敏敏，实在没奈何，我也不会轻易动用。慕瑶蹙起眉头，慕家玉牌稀世难得，可操纵捉妖世家的令牌，能让使用者纵横鬼神间，
甚至比平常的虎符兵符都还要重要，谁会将它轻易转手相赠？他禁不住追问，这块玉牌的原主是谁？赵太妃仿佛一瞬间苍老了10岁，望着他的眼神变得极其沧桑。是本宫的弟弟赵清欢。他眼里闪过伤感、愧疚和怜悯，定定望着慕瑶的脸很久，似乎想要说些什么，终究一字未吐。青衣侯过世近10年，不想林小姐这样的小辈还能认得出。徐公公镶嵌在皱纹弥补的浑浊眼珠盯着他，撑了一把巨大的黄油纸伞，将两人庇护在伞下。他的语气有些奇怪，似含有无限唏嘘。周围的雨丝转瞬密集起来，大雨哗啦啦浇在地上，抬东西的小内尖喧哗起来，吆喝着将家具抬到檐下暂避。林妙妙看着画像，不答反问。娘娘藏了青衣侯的画像在自己妆奁里。老内监微蹙眉头，看他的眼神十分古怪，似乎不满于他的恶意揣测。青衣侯殿下是咱们娘娘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妙妙怔了半晌，将画像卷起来往他怀里一塞，打扰了，转身跑进了雨帘里。太乱了，青衣侯是赵太妃的弟弟。等一下，青衣侯过世近10年，算算时间，闯进七厢车里掐他脖子的那个小孩，再算算年龄，似乎对得上。黑莲花和赵太妃两看生厌，难道是杀弟仇人和苦主之间的心灵感应？赵太妃费尽心思搞了一只小老虎送过去，是要暗示什么？养虎为患，为虎作伥。他晃了晃脑袋，一时间想不明白。在谈话的最后，慕瑶从袖中掏出个剥落的红漆牛皮盒子，打开来，推到赵太妃眼前。金黄绸布上躺着2枚黑色石子，赵太妃看了一眼，立刻像被烫到了一般，闭眼揉着太阳穴，似乎头痛的厉害。慕瑶并没有因为他有所抗拒而停止，问道：娘娘可知这是什么？能是什么？赵太妃撑着头冷笑一声，是邪物，将他耍得团团转，害得他失去一切的邪物。慕瑶怜悯地望着他，我和福一验过，这所谓的舍利子其实只是陶鱼式的牙齿。赵太妃猛地抬头，嘴角不自知地抽动，牵出数根皱纹。陶鱼是生不得善终，死却被错当作灵物叩拜敬仰，是陶莹一手造就的天大嘲讽。慕瑶与他对视许久，才叹息道：此事虽然告一段落，但还有许多疑点未解。以怨灵一己之力，不可能赋予这2颗牙齿如此大的能量。还有兴善寺众人骨灰遗骸是如何大老远跑到了金阳坡，又混入香篆中间？他定定望着赵太妃，娘娘，我们怀疑背后有大妖作祟，所以金阳坡李准这条线必须查下去。赵太妃似是十分疲倦，勉力维持着礼貌，只是默然点点头。请便吧。第2卷完。你说什么？古瓷茶杯嗒一声落在描着金边的碟盏上，端阳地基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柳大哥他们什么时候走的？我怎么不知道？佩云垂手站在一旁。昨日上午。怎么没有人告诉本宫一声？他惊诧地叫出声来，刹那间那惊诧变成了震怒，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盯着佩云的脸。皇兄故意不让你们说的是不是？他就是不想让我。敏敏说皇兄什么呢？年轻的天子恰好走进殿内，脸上还挂着笑，与紧绷的端阳形成鲜明对比。他撩摆坐在椅子上，拈了盘里一枚花生放进嘴里，转头拉起佩云的袖口，不经意低声问道：手好些了吗？好多了。佩云急忙将食指钻进袖中，不让他瞧见那上面留存的疤痕。左边是天子关怀的目光，右边是地基盛怒的眼神。他感觉两颊像是各被人打了一耳光似的，火辣辣的难挨，扭身拖出了包围圈，奴婢去倒茶。被他掀过的珠帘摇摇摆摆，噼里啪啦一阵脆响，大殿内只剩下兄妹2人。皇兄，你就让柳大哥这样走了？端阳的盛怒刹那间变成委屈。他走不走，同你有什么关系？天子的笑容慢慢敛去，皱了皱眉，似乎不忍心对妹妹说重话。敏敏，那些捉妖人有自己的生活，天南海北到处跑，不似你养尊处优。端阳地基的眼里盈满了泪水。可是皇兄，柳大哥他为了救我，差一点就死了。天子顿了顿，朕知道。他看着地基纤瘦的小脸，出事后大病一场，女孩脸上健康的红晕都消失了，心里一阵愧疚，是哥哥不好，让你受惊了。我在说柳大哥，你说这个做什么？端阳皱着眉，我知道哥哥一直看不起捉妖人。佩云安静地听着殿内隐隐约约的争执声，在外面待了很久，右手放在左手上，仰头看天上的云。天际湛蓝，这样一个晴好的日子，刚刚被他抓过的手腕似乎依然留有火热的触感。手一点点伸出来，细而修长的手指，那样丑陋的褐色疤痕盘踞着，皮肤溃烂能再长好，却依然留着牢中阴暗潮湿的痕迹。本就是云泥之别，现在看来似乎更配不上他了。
阳光落在椭圆的指甲上，镀上了模糊的光泽。他自嘲地笑。佩云，身后有人在叫他，那声音空灵动听，仿佛仙子在歌唱，骤然入耳，让人头皮一麻。他猛地回过头去，凤阳宫外的蔷薇花丛轻轻颤动，那些娇艳的绯色花朵在阳光下摇摆，似在邀他共舞。佩云，又是一声。秋天难得的好天气，阳光灿烂，沿路的木芙蓉开成一片粉红色的云霞，微风吹来，摇落花雨缤纷，如梦似幻。空气中漂浮着沁人心脾的花香。柳拂衣和慕瑶并肩走着在道中，不经意间放慢了脚步。二人挨得很近，不像是赶路，倒像是漫无目的的散步。半晌，柳拂衣的手无声地从紧挨着他的冰凉袖口伸进去，握住了一只冰凉的小手。他声色的几乎有些紧张了，两人手心都是冷汗。慕瑶一怔，旋即笑开，依旧步履不停，他们的手在途中紧紧牵在了一起。林妙妙走在后面，瞪大一双杏子眼，看着小情侣越挨越近，直接在漫天花雨中牵起了小手，心里一阵兴奋，长途奔波的困意一扫而空。他下意识回头看木生，惊异地发现他居然在盯着路面出神，完全错过了这精彩的一幕。这么重要的修罗场，黑莲花居然走神。往常这人一双眼睛总是片刻不离慕瑶，时常对柳拂衣投以怨毒而妒忌的眼神，他早已习以为常，所以才觉得最近这段日子格外反常。黑莲花叮花叮草叮路上的小鸟，就是不往正事上瞅。他没忍住，以胳膊肘捅了捅他，伸手一指：“嘿，快看你姐姐！”木生下意识抬头一望，就看到了令他火冒三丈的一幕，但这3丈高的火气成分复杂，究竟是因为阿姐和柳拂衣亲密无间，还是因为旁边这人的语气居然带着幸灾乐祸的笑意？他们两个是一人半斤八两罢了，这个傻子他高兴什么？他目光冰冷的回头一望，对上那双黑白分明的杏子眼的瞬间，他怔了一下，仿佛突然反应过来，笑容消失，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少女的细眉蹙起，眸光潋滟，羡慕又怅然的长叹一声：“柳大哥牵了穆姐姐的手，我还从来没有牵过柳大哥的手。”白皙手腕上的收腰柄悬着，自然地收紧了尺度，被风吹得来回摇摆，宛如一只小巧的银镯子。在江南，垂髫的小女儿家最喜欢给2腕上戴银镯子，多数挂上铃铛，随风而响。铃铛！木生的怒气不知为何比方才更重，连语气中都带着恼怒的冷意。好好走你的路，别到处乱看。妙妙撇了撇嘴角，果然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离开长安城第3日，主角团特意谢绝了赵太妃安排的车马相送，背起行囊，抄近道徒步走向城郊的金阳坡。对于这种一天走10几公里，风餐露宿，晚上就地睡在树下的日常，林妙妙竟然已经完全习惯了。虽然这一路上没有妖物劫道，也没碰上自然灾害，顺利的不可思议，但一路上看着小情侣暗流涌动的浓情蜜意，再挑唆木生，看他气得炸毛，倒也非常的不无聊。金阳坡虽然名字叫坡，但其实是4座小山组成的，这4座小山自然而然在中间围成一处谷地，从上往下俯瞰，犹如山中被砸出一只大坑，大坑中长满了茂密的林木。林妙妙不太懂风水，只记得原文中写坑中山灵水秀，2条溪水滋润大地，村民依山而筑，繁衍生息，金阳坡冬暖夏凉，是个天然的世外桃源。可惜后来村落中爆发瘟疫，一大半村民不幸染病而死，剩下的要么搬迁，要么逃难，短短几年内，这处世外桃源转瞬空无一人，满是废墟。又几年，一位富甲一方的江南商人李准带着自己的妻子仆从举家搬迁过来，将遗留的房屋修葺加固，额外搭建府宅，就在此地安身落户。按理说，商贾之人最迷信风水，若说向往长安，李准怀里兜着大把银钱，大可在都城买一处好宅邸，可他居然选择这曾经灭过村的荒凉金阳坡落脚，偌大一个金阳坡只住了他们一家人。这场面实在有些诡异，前面忽然传来阵阵喧嚣声，慕瑶的步子顿了一下。妙妙凑上前去看，只看到黑压压一片人影站在道中，那些人望着他们，开始还人声鼎沸，指指点点，见到了他们的身影，慢慢安静下来，似乎正等着他们到来。林妙妙小心翼翼地问：“这是土匪劫道？不会这么倒霉吧？”柳拂衣摇了摇头，示意他稍安勿躁。妙妙闭了嘴，4个人迈着警惕的步伐，一点点向那些人靠近。1步、2步、10步，那些人面貌清晰起来，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站成一群，安安静静地望着他们。柳拂衣看着那群人，似乎预料到了什么，面容扭曲了一下，似乎是气急了，非常罕见地骂了一句不太中听的狠话：“蠢材！”
话音未落，一个黑熊直立一般的巍峨身影一路小跑向他们奔了过来，脸上洋溢着喜气洋洋的微笑。各位方士舟车劳顿，辛苦辛苦，这边请。柳福一有些牙疼地盯着他。郭兄，你不必如此客气。嗨，客气自然还是要客气的。郭修以为他是客套，笑得灿烂如菊，答得也格外真诚。经历这么多事，下官才知道什么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要不是各位提点，下官不知道死过多少次了。他感激地拱手一一行礼，四位对下官恩同再造，这点小事不足挂齿，不足挂齿。林妙妙差点笑岔气。主角团之所以婉拒了赵太妃舟车相送的请求，辛辛苦苦迈着双腿抄近道走过来，就是为了低调再低调，打金阳坡这边一个措手不及。查案哪有这样大张旗鼓的查的？郭修实在聪明周到，特意跑来放话通知一声，简直是提醒这边查漏补缺，做好万全准备。他们这10几里路全白走了。慕瑶面色发黑地盯着眼前滔滔不绝的郭修。小人知道诸位方士要来，特意邀请金阳坡李准李兄弟前来招待，李兄实在热情，这不。他回头一望，穿着一身绸缎长衣的李准冲他谦逊的一拱手，笑出一口白牙。随即身后一片男女老少山呼海啸，欢迎4位方士前来参观。看这训练有素的架势，想必是在他们来之前对着天空嚎过好几遍的。李准确实热情，他把一家老小都带出来做门迎，倘若他真有条件，说不定还能再拉起一个欢迎领导莅临指导的大横幅，挂在半山腰上造势。李准站在欢迎人群的最前面，此人虽然年过30，可面相上显得非常年轻俊俏，甚至有种宁采臣的白面书生质感。人们下意识去找宁采臣身边的聂小倩，与他并肩而立的却是一个身着华丽彩裙的丰硕女人，墨绿色金纹弹领下，露出雪白胸前的深深沟壑，随即是修长的脖颈，她有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大脸盘，足足比身旁的李准大了一圈。瞳距极远，双眼极小，看起来像拟人化的树懒，又像一只被做成罐头的胖头鱼。一张脸上唯独红润的嘴唇长得还算得体，丰满润泽，是标准的美人唇。4个人望着他，一时失语。长安街上丰腴的女人来来往往，绝对没有一个比她长得更加古怪。妙妙感到身边的木生瞬间绷紧了身体，这是捉妖人提起警惕的标准反应。李准向前一步，笑眯眯朝他们介绍，这位是内人石娘子。胖头鱼有些迟缓地笑眯了几乎没有存在感的眼睛，看上去古怪又滑稽，美人唇一开一合，发出了清甜的声音，诸位请随我们进宅子去。几乎是同时，妙妙听见前面慕瑶对着柳福一压低声音，有妖气，来多吃些水果。石娘子伸手将盛着4只李子的碟子推到林妙妙眼前，冲她眯眼一笑，声音清甜，显得格外温柔。李子大而饱满，乌漆漆的果皮上挂着白霜，四方桌上摆满精致的碟盏，有黑葡萄、水蜜桃、鲜红柿子，都是最新鲜的，甚至找不到一处疤痕。天青色茶具釉色极亮，杯子上画着竹叶，茶水澄清，茶叶舒展饱满，飘着浓厚的香气。一切比起太仓郡首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来的路上，主角团一路走一路，暗自惊叹。李准一家搬来了金阳坡荒村，大家整改，使之丝毫不见之前的衰败。一座座小小宅邸藏身青山绿水中，少有外人来，有10成10的隐居意趣。李准的宅子用的是江南的黛瓦白墙，背后有郁郁葱葱的林木映衬，厚重优雅。涉级而上，推开门，惊了天井中栖息的长尾雀儿，叽叽地飞上了天，馥郁的花香扑面而来。蔷薇木槿海棠，粉色和红色花团锦簇，蜂蝶流连。正在浇花的小童子见了人，飞快地放下壶，扭捏地跑进了内室。花圃中的潮气折射出七彩光晕，阳光穿过矮墙，透过斑驳高大的树木，落在天井中的青石砖上，明亮的一块块光斑。鸟语花香，仆妇成群，日子过成这样，才真的是生机盎然。坐在正厅，石娘子和几个小丫鬟一起忙来忙去，帮柳福一添水，给木瑶递方巾，转个身还来得及给林妙妙手上色一只黄澄澄的鸭梨，迟缓地眨眨那对小眼睛，甜的尝尝。她的手指修长白皙，十分漂亮，除了有些滑稽的脸，浑身上下举手投足哪里都像个温柔能干的主家太太。谢谢。林妙妙笑着接过来，转头兴冲冲给木生展示手上的梨，哎，你刚说了一个字，梨就一下子到了他手上。木生垂眸，漫不经心地在怀里摸出一只小匕首，单手脱了鞘，咔嚓咔嚓几下削掉了果肉。回到林妙妙手上的是只生动形象的兔子，给林妙妙沉默地盯着兔子梨，满脸问号。我问你要不要吃，你给它削成这样干嘛？
默契培养成这样，真是没谁了。身旁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妙妙回头看，慕瑶、柳福一和十娘子都看着他们笑，好像两个小孩在泥地里打架，极大的取悦了围观的大人。木生黑润润的眼眸望他一眼，又盯着梨，紧抿嘴唇，好像又生气了。你真厉害，梨也能叼。林妙妙逆着他的脸色，笑着圆场，咔嚓几下咬了梨，吃得汁水迸溅，禁不住惊叹，好甜。他习惯性舔舔嘴唇，唇瓣粉嫩莹润。木生看了半晌，扭过头去看窗外。十娘子笑得开怀，递了条手帕过去，像是温柔亲切的邻家姐姐，看她的眼神充满了慈爱。还有柿子，我们自家下人种的，也很甜。李准坐在上座，捧着脸，像个孩童似的，饶有兴趣地看着十娘子圆圆的脸盘和她笑着的神态，甚至忽略了客人。柳福一和慕瑶在那眼神里看出了浓浓的爱意，不禁诧异地对望一眼。是的，李准对妻子的爱满意到了外人能够一眼看出的程度。他走到哪里，就要将十娘子带到哪里，两人不是十指相扣，就是并肩而行，跨了不知几百次的门槛，他都要拖住妻子的手臂，嘱咐一句，慢点，小心。他看他的眼神始终像是热恋中的少年，带着好奇和无尽眷恋。李准是有为商贾，家财万贯，又生得风流倜傥，可他一个外室田房也没有，专宠十娘子一人。这十娘子并非什么天姿绝色，甚至长相颇为古怪，随便一个丫鬟仆妇都比她顺眼。慕瑶和柳福一对视的这一眼，就蕴含了无限的疑惑和猜测。不知李兄是什么时候搬到金阳坡的？柳福一饮茶，打断了李准专注的凝视。哦，柳兄不必客气。李准回过神来，微微笑道：4年前小女病重，李某几欲变卖家产为她诊疗，幸而遇见十娘子。兜兜转转又绕回十娘子，李准的眸光明亮得像天上星，自豪又温柔地看了他一眼。他不仅妙手回春，治好了小女的病，还提议我们举家搬来这里，便于小女疗养。我们次年春天便搬过来了。主角团一时沉默，慕瑶的面色复杂，看不出来尊夫人还是位医者。金阳坡山清水秀固然是好，可是这里曾经爆发过瘟疫，死了数以千计的人，村落早被废弃。外面的村民总是听到里面风声如鬼语，阴气森森，连打柴人经过都要习惯性绕道。哪个正经大夫会建议病人搬到这还天然坟场休养身体？十娘子一怔，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笑了，不敢妄称医者，略通岐黄之术罢了。柳福一点点头，又问：李兄有个女儿？刚才一家老小出来迎接，没看见那般大小的女孩，还以为李准和十娘子并无所出。是啊，小女名叫楚楚，乃原配方氏所生。提起女儿，李准脸上盈满了暖融融的笑意，连语气也更加温柔。今年刚满5岁。话音未落，褐色衣衫的乳母抱着一个咂包子记的小孩进来，他便欢喜地指过去。瞧，说曹操，曹操就到。他站起身来，走到乳母旁边，冲着那小小的女孩轻轻拍了一下掌，又点点她的小脸，逗她道：是不是啊，楚楚？小女孩头发还有些稀疏发黄，发梢自然卷曲，贴在脑门上，白嫩的脸上一双灵动的黑眼睛，鼻头小巧，除去嘴唇略有发紫，几乎像个1岁的洋娃娃。楚楚有些怕生，望着父亲的手指，眼里刚有些笑意，望见厅堂里坐了生人，又将头害羞地埋进乳母怀里。看小女孩这模样，便知道十娘子肯定是后娘，而李准原配方氏不出所料是个大美人。父女二人如出一辙的美，越发显得大脸盘、宽眼距的十娘子格格不入。然而他们一家3口出人意料的亲密无间，乳母将手一伸，楚楚自己伸着小胳膊投入十娘子怀抱，乖乖坐在她膝盖上，专注地玩起她金丝弹领上的布纽扣。今天小姐很乖，喝了2碗药，没有哭闹。乳娘满面笑容禀告。骤然听到自己的名字，楚楚将脸贴在了十娘子怀里，十娘子伸出修长的手，在她背后宠溺地拍了几下，清甜的嗓音夸张起伏，如同在唱歌。真的呀，这么乖吗？小女孩在她怀里一拱一拱，似乎是在不好意思地点头。李准心情不错，并退了乳娘，无不感慨地喝了一口茶。柳兄不知道，能看到楚楚能平安长到这么大，是李某最大的福气。别说是搬迁，就算是让我散尽家财，我也甘之如饴。柳福一身子前倾，十分关切，不知令千金得的是什么病？喘症，同他亲娘一样。李准怜惜地望着楚楚稀疏的头发，眼里浮上几丝伤感。我的发妻方氏正是身患此症，生楚楚的时候不幸病发而死。我与方氏只于这一条血脉，我只想照顾她平安长大，以慰方氏在天之灵。
喘症，也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娘胎里带来还是遗传的，难怪孩子年纪小小，嘴唇却泛着不健康的紫红。慕瑶感到有些惊奇，喘症也能治好？来，楚楚，回去睡了。石娘子忽然抱起有些打瞌睡的女孩，走向内室，歉意地向众人点头致意，不能说痊愈，只是稍加控制。楚楚身体比别的孩子虚弱，需要多睡几个时辰。众人纷纷点头，目送她鲜亮的裙摆慢慢消失在视野里，一时间各怀心思。佩云回到殿内时，人走茶凉，端阳地基眼圈红红，正在面对着柱子生闷气。地基，他蹲下身来，察言观色地收拾起了地上散落的碎片。显然，先前这场谈话，兄妹不欢而散。你也是来替皇兄劝我的。地基转过脸来，娇容委屈而愤懑，你是不是也像我皇兄一样觉得，我何该嫁给那些王公贵族，哪怕他们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只要有权位，也能做驸马？佩云捡拾的动作顿了一下，抬起头望着他。地基，您是华国最珍贵之女，理应配最优秀的人。端阳脸色一沉，你还是站在皇兄那边。地基，佩云一双总是柔顺的眸子竟然闪烁着两簇火焰似的光芒，如何评判最优秀的人？天下无恒定标准，制定标准的应该是您。他站起来，一步一步靠近端阳，两手放在他的肩上，你喜欢的就是最优秀的。端阳怔怔望着他的眼眸，突然觉得今天的佩云似乎和平素温顺的模样有所不同。他眼眶一热，你也觉得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对不对？是啊，地基。佩云琥珀色的眸中倒映出端阳的脸，人生在世，生命如此短暂，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倘若地基您都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我们又怎么可能做到呢？佩云，端阳让他说的热血沸腾，伸手反握住他的手，就好像突然获得了一个坚实的盟友。那你说我该怎么留住柳大哥？佩云蹲下来，柔和地望着他的眼睛。陛下之所以反对，不就是因为柳方氏漂泊不定吗？只要让他不再漂泊，不做方氏，不就可以永远留在地基身边了吗？李准为人确实热情好客，妙妙他们在金阳坡李府住了3天，吃的每一顿饭都是李准亲自作陪。期间，这位风流倜傥的年轻富商和柳福一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将一路上捉妖的趣事说了个遍，两个人聊得分外投缘。大多数时候，石娘子默默坐在李准旁边，不多插嘴，时不时给他夹菜，做一只眯眼笑着的胖头鱼。柳兄，你上次说的那个狐妖，真有那么厉害？李准一脸好奇，只是喝得多了，话有些说不利索，是有些棘手。柳福维持着沉稳的风度，笑容谦逊，狐妖蛰伏太苍峻，伺机吸人精气，让瑶儿用收妖柄制住了，打碎了妖丹，再不能出来害人。石娘子斟酒的手微微颤了一下，她立即用左手扶住了酒壶。这个细节是林妙妙顺着木生的目光看到的。事实上，金阳坡这一段是他最心虚的一个副本。捉妖读到石娘子出场已经是后半夜，阅读进入了疲倦期，半梦半醒间只记得电子书的翻页哗啦哗啦的过，等他从小憩中回过神来，已经自动翻到了慕瑶跳猎戏的那一段，中间都是被略过的部分。他当时正在为大段的琼瑶风感情戏发愁，没什么耐心翻回去看看剧情，索性囫囵吞枣，就这那一段看到了结尾。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金阳坡的高潮部分，对他来说都是一片空白，他从此刻开始不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一部分。想想还真有点刺激。木生一顿饭吃得格外沉默，他借着吃饭的功夫，仔细地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林妙妙发现，他的目光在石娘子脸上停留最久，目光充满探究木生此人，做人到处都是缺点，但在专业素养上没得挑。他的业务能力在穆家乃至整个捉妖人群组里都算得上顶尖，既有敏锐的洞察力，又能快速想明其中的弯弯绕，更妙的是战斗力还超强，要不是手狠心黑，又被穆家二老刻意压制，也不至于到现在还籍籍无名。当然，这籍籍无名里可能还有他隐藏实力，时常隔岸观火的功劳。跟着木生看，果然能发现许多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比如石娘子柔顺神情下一点不易察觉的僵硬。第一天见到李准一家，主角团就感受到了整个金阳坡若有若无的妖气，这妖气很淡，分散于宅邸内，竟然很难判断出源头究竟是谁。当时柳福一试探着问，你们觉得李准和石娘子是否有嫌疑？慕瑶顿了顿，有些不确定的开口，我见那李准眼底发青，精气神不足，像是被什么东西吸了阳气，但也不能确定。妙妙估摸着他的弦外之音，李准被食精气，那就是石娘子有问题了。慕瑶摇摇头，
石娘子身上妖气很淡，事实上，这里的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带了些妖物的气息。我判断不出是因为有大妖隐藏其中，刻意收敛了自己的妖气，还是因为金阳坡这里是大批死人埋骨地，招惹了四面八方的小妖。柳福一点点头，脸上丝毫不见轻松。如果真是前者，那大妖一定比我们预想的更强。假如真是石娘子，那会是什么东西？慕瑶的指尖无意识地点着桌面，蛊惑心智的狐狸、画皮妖，还是……他的喉头哽了一下，似乎是打了个绊子，才接着说出了后面的话，还是他。鼻尖忽然传来浓郁的食物香气，接着唇边被什么东西抵住。妙妙下意识一张口，咬住了一只爆炒虾，思路瞬间被打断，定睛一看，看到眼前一双离得极近的水润黑眸。木生拿着筷子又顶住虾推了一下，这才收回手，转过身去，用他听得到的声音问：你不吃饭，一直盯着我做什么？哦，我看你吃的挺香，我找食欲。林妙妙食之无味地嚼着虾，尽量使自己显得平稳，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连手心都出了一层冷汗。黑莲花给他喂饭，这什么诡异场景？木生本来正专注地观察着石娘子，余光瞥见旁边一双杏眼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的脸发呆以后，就再也没能集中精神了。他明显在神游天际，连他转过脸离得那么近都没有觉察，翘起的睫毛根根分明，粉嫩嫩的嘴唇微张，有股傻乎乎的娇态。他本能地觉得不能再看了，伸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那红彤彤的娇嫩的嘴里塞了一只虾。刚那一下，他似乎并未觉得不妥，像是被投食的小动物，安静地叼着虾扭过头，乖乖地吃了进去。他的心却跳得厉害，像得了什么病一样。妙妙强装镇定地答完，偷偷逆着黑莲花的神色，见他的筷子顿了一下，长睫轻覆下来，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笑容。现在有食欲了吗？有了。林妙妙就像被教导主任抓住的翻墙少女，心虚的低头猛扒拉米饭。果然还是阴晴不定，黑莲花不能多看。不知李兄是否还靠制香厂营生？柳福一将话题引向制香厂，几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准脸上。慕瑶靠在椅背上的腰挺直了。在金阳坡待这几天，一方面是观察李准一家，熟悉地形，另一方面是为制香厂做个铺垫。毕竟掺杂着骨灰的檀香是从制香厂流出，去制香厂一探究竟才是重点。李准哈哈一笑，柳兄说笑了，小弟那些铺子搬不走，全部转手换作银钱。到了金阳坡闲得无聊，这才招工开了制香厂，说是厂，其实不过是个20-30人的小摊子罢了。开这制香厂，一来是为打发时间度日，给多余的仆妇们一些活计做，二来也是为了还愿。楚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现在能健康成长，李某感谢上苍，欲多行善事，积德积福，宁愿做赔本买卖，为寺庙提供上好的檀香。众人闻言都点点头。李准的说辞和郭修对上了，物美价廉的香是这样来的。恰好乳娘抱着楚楚来，李准和石娘子轮番逗了他一会儿，他又耷拉下脑袋揉着眼睛，精神萎顿。正如石娘子所说，李楚楚生过大病，身体底子不好，每天也只有这1-2个时辰是精神的，可以和爹娘玩一些并不需要剧烈运动的游戏，如猜字谜、算术之类的。李准夫妇对他很溺爱，一旦他困了，石娘子便马上抱着他回房休息。今天的楚楚虽然困了，但明显和主角团熟络起来，甚至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抓住了慕瑶伸出的手，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石娘子在一旁道：楚楚很喜欢慕姑娘呢。慕瑶被骤然示好，神情柔和下来，握了握她的小手。明天慕姐姐陪你玩好不好？小女孩歪头望着她，一双眼睛如黑宝石，顾盼生辉。妙妙忍不住伸出爪子，朝她挥了挥。还有我。楚楚望着眼前2个如花似玉的大姐姐，认真的点点头。石娘子温柔一笑，将她抱起来往内室去。楚楚乖，多睡一会儿，明天才有精神玩。楚楚睁着那双宝石似的黑眼睛，一直回过头来看他们，慢慢消失在巨大的屏风后。择日不如撞日，李准今日的兴致十分高涨，又敬了柳福一一杯酒。既然柳兄对小弟的香肠感兴趣，我今天便带你们去看一看，不知意下如何？慕瑶与柳福一对视一眼，赶忙答应下来。那自然是好。李准的制香厂在金阳坡的边界，因就地取材和减少污染的原因，距离李府的距离并不近，一行人足足走了1个时辰，才到山上长满茂密的树木，显出沉郁的墨色。微风吹来，绿浪翻滚，一座座小木屋沿着山脉的形状错落排布。不远处正是一大片占尽天时地利的檀香林。山脚下几间较大的木屋是存放原料和香料的库房，旁边有晾晒场，
大片白布上还整齐地摆放着刚沥洗过的乌黑树皮，空气中弥漫着湿漉漉的香气。正如李准所说，穿着短打的工人们只有20-30人，男女老少都有，但他们进进出出，各司其职，剥树皮、沥洗晾晒、推磨盘打粉，忙忙碌碌，有条不紊。李准指着屋内冒起的炊烟，我们的香都是取最好的檀香树皮，掺杂秸秆粉末，不易碎散，还要在中药粉里滚一圈，才算得成型，香味悠久醇厚，静心安神。主角团里里外外观察了一圈，哪里都挑不出毛病。无论是熬煎中药的厨房，还是堆塔造香的加工室，都是窗明几净，整整齐齐，一看就是个秩序井然的加工线。工人们似乎也受了这种纯净悠长的香味影响，干活不疾不徐，毫不浮躁，眉梢眼角竟然都带着古朴的禅意。木瑶在摆得整齐的成堆佛香和香塔前驻足，掰了一小段揉碎，拈在指尖嗅了嗅，有些懊恼地摇摇头。这些香里没有骨灰。木生无声地走上前去，帮他把上面堆着的香篆一一掀开，径自从最底下拿了一块，递到姐姐手上。木瑶与他对视一眼，迟疑地嗅了嗅，慢慢地睁大了眼睛。木姑娘觉得我们制香厂如何？骤然看见热情的李准向他走来，木瑶不动声色地将手上香篆藏在袖中。品质上乘，不愧是皇家用香。李准十分得意地点点头，招呼道：诸位也累了吧？随我回去，石娘子在家备了好酒好菜。他亮晶晶的眼睛瞥向柳拂衣，豪爽地拍了拍他的手臂，柳兄再陪我喝一杯。看出来了，常年隐居在这人迹罕至的坑里，热情好客的李准快憋坏了。山中的夜并不寂静，草丛里的蛐雀发出阵阵低吟，偶尔有萤火虫发出一团团冷色的微光，大多数时候暗淡的月色都不足以温暖这漆黑的夜。几人的步子轻轻踩在草丛里，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柳大哥。妙妙在温度骤降的夜里冻得有些哆嗦，摩挲了几下自己的手臂，我们是不是绕了路呀？话音未落，阿嚏一声弯下了腰，连一个路痴都感觉出来了，夜里走的这条路和白天不是同一条。白天他们随李准去过一次制香厂，兜兜转转，没发现不妥。直到木生将上面的香篆掀开，从底下拿了一把掺杂骨灰的香。按李准所说，制香厂晚上不开工，那下面这些掺着骨灰的香又是从何而来？要想寻求真相，得在夜里再来一探究竟。柳拂衣刚要回答，见他吸溜着鼻子，想起来什么似的，解开了自己的披风，妙妙揉着鼻子，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一阵带着梅花冷香的风吹过他的脸，随后便披风严严实实的包住了，肩膀被人一掰，生生扭过来，木生低垂眸子给他系上带子。大半夜出门，穿这么少是想被冻死。妙妙不习惯熬夜，脑子迟钝得像浆糊，猛猛地抬头望他，四目相对的刹那，那双潋滟的黑眸顿了一下。他猛地捞住他肩膀，飞快地将他又扭了回去。好了，走路。长而翘的睫毛飞快颤动两下，随即目光瞥向不远处的柳拂衣，是一个有点警告的神色。妙妙眼看着正准备脱披风的柳拂衣，手指僵住，表情从惊诧变成了欣慰，甚至还对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他双手一拢，又将带子系了回去，开始自说自话。突然觉得又有些冷了，不脱了。柳大哥这是在干啥呢？他飞速甩了甩脑袋，勉力让自己清醒一点。说来也挺委屈，主角团4个人，另外3个都有炫酷的夜行披风，一看就是专业队员，只有他没有，行囊里花的绿的骚包如裙，一看就是混饭吃的团队花瓶。只是刚才黑莲花脱了自己的披风给他，他猛地回过头去，恰巧撞上木生的眼神，他大脑一片空白，下意识脱口而出：谢谢木公子。木生望着他在月色下亮晶晶的一双眸子，手指在袖里无声捏紧。好呀，在柳拂衣面前避嫌成这样，连他大名也叫不得了。林妙妙战战兢兢地望着他面无表情的脸，心里咆哮：嚯，怎么又生气了？金阳坡副本开始后，林妙妙收到过一次系统通知，木生的好感度卡在 70%。如果以 50% 为分水岭，他现在应该是对他有点好感，应该是很有好感才对。那为什么他损他，他生气；夸他，他也生气；不好好说话惹他生气，好言好语谢他还惹得他生气？不懂少年心的林妙妙每分钟都在煎熬，觉得自己寸步难行。各怀心思间，只有木瑶一人认认真真回答他开头提出的问题。这是阴阳裂。什么是阴阳裂？柳拂衣答道：金阳坡被4座大山环绕，是天然的凹地。凹地本就有聚拢的意象，又是几万村民埋谷地，阴气极重，到了夜晚，群妖汇聚于此。白天和夜晚的金阳坡完全不同，所以叫阴阳裂。
木瑶停在溪水前，金阳坡有2条溪水流过，眼前这是最大的一条，泉水划过长着青苔的石头，有些足有1人高，有些是密密匝匝的小圆卵石，没在水下，溪水汩汩流淌。白天，他们就是踩着这些石头，小心翼翼到达对岸。到了晚上，不知为何，水竟涨起来了，没过了石头。林妙妙拎起裙摆要躺，被木瑶拦住。小心，这是暗河。妙妙心里有些崩溃，差点忘了，白天和晚上，这里全然不同。像水鬼、蝉女一类的妖物，最爱潜伏在溪水中，夜晚吸收阴气，太阳出来前离开。谁能想到眼前这条倒映清冷月光的小溪流，其实是妖物强身健体的矿物洗澡水。不知道主角团怎么对付，他肯定对付不了，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柳拂一。柳大哥，那我应该怎么过去？柳拂一想了想，笑了。这好办，你不沾水，我背你过去。他点点头，刚想走过去，背后传来冷冷一声唤：妙妙，过来。林妙妙扭过头，木生隔了几步盯着他的眼睛，浓密的眼睫下2汪水润的眸，只是泛的是冷光，转而瞪着柳拂一，看上去余怒未消。他有些触着眼神，迈着腿往柳拂一那里靠。这不太好吧？怎么不好？他眼眸一沉，嘴角一翘，讥诮神色瞬间占据这张青春鲜活的脸。林小姐又不是第一次麻烦我了。柳拂一一怔，忽然揽着毫无防备的他急走几步，把他往木生眼前一送，抚掌道：好了，就这样，大家抓紧时间过河。哎，柳大哥。他瞪大眼睛回身去抓了个空，手腕让木生死死攥住，一下子拉回到他身边。真不好意思，林小姐，柳大哥不想背你。他眼里含着寒星，定定地望他一眼，俯下身来，快点，要么上来，要么自己想办法过去。妙妙撩起裙摆趴上去，揽住他脖子，木生带着气将他向上一送，也不提醒，差点让他翻下去。他左思右想，气不过，在他肩上狠狠拍了一下。你怎么啦？没事犯什么病？木生冷笑，坏你好事了，真对不起。妙妙皱起眉头，气鼓鼓地想了半晌，还是放低姿态，趴在他耳边，不耻下问：出门还好好的，突然生什么气？少年顿了片刻，偏过脸去，远离了他温热的唇。我没生气。妙妙哼了一声，没生气，你阴阳怪气的喊什么林小姐？木生长睫微颤，反唇相讥，你不也喊木公子了吗？他的腿已经进入寒冷的水中，发出哗啦哗啦的轻响，搅碎了水中月光。冷战不过1分钟，林妙妙闲不住，转眼间又拍拍他的肩，开始絮絮叨叨：哎，木生，考你道题。今有立木，计所其末，纬地3尺，引所却行，去本8尺而所进。问所长几何？他在说什么东西？考勾股定理的，勾股定理学没学过？他脸了没？9章算术读过没？闭上嘴，决定无论他说什么都不回应。林妙妙很铁不成钢，猛拍他的背。老祖先的智慧啊，到你这里就截断了。一直得不到回应，似是说的有点累，软趴趴的挨在他背上歇了片刻，有气无力的拿手指拨弄他黑亮的头发，嘟囔道：偏科呀木生，难怪连竹蜻蜓都不会做。木生始终低眸留意着水面，行至溪水中央，无数妖物被他吸引而来，袖中符纸干脆利落地一张张斜飞进水中，冒头的水鬼和蝉女都被远远打飞开去，让出一条宽阔大路来。一切杀戮在水下寂静无声地进行，这些暗流涌动，背上的人什么都没发觉。木生3心2意地听见了关于竹蜻蜓的嫌弃，刚要火起，偏偏他伸出手指头在玩他的头发丝，一下2下，好痒，就好像被拿捏住了似的，什么也说不出来，思绪全跟着他的掌控走。他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眼前还漂浮着溪水上的水汽，将一切都模糊得软绵绵的。林妙妙说的口干舌燥，正在放空，忽然听得他低低应道：12尺。哈，所长几何？他反应了数秒，才反应过来这人是在延迟答题。自己默算了一遍，一个鲤鱼打挺活了过来，猛拍他的背，声音清脆，兴奋得不得了。你可以啊，木子期，我收回刚才的话，你就是老祖宗智慧的化身。少年被他夸张的一顿折腾弄得有点燥了，早知不理他了。疯兔子。林妙妙在长途旅行中的确有点人来疯，却有点道理，是为了提醒自己和司机都不睡着。刚安生了几秒，困意果然就像藤蔓似的慢慢升上来，他眼皮越来越沉重，迷迷糊糊间看见一个细长条的东西一扭一扭地攀上了木生的腿，黑色的鲜红的信子一吐一吐，一个机灵，睡意全无。蛇。那蛇爬得飞快，刚才还在木生腿上，转眼就蜿蜒着爬上了他的腰。他急忙撑着他的肩膀，伸长手臂，想把他拨掉，还没等挨到，先让木生携出一只手，
猛地一巴掌打在他手背上，直接将他的手打偏了去。那蛇受了震动，哧溜一声滑了下去。木生一个火花砰的炸响，红光消失后，水蛇断成了几节，啪嗒啪嗒掉进水中，还在冒烟。林妙妙两眼冒火的揉着通红的手。你打我做什么？他似乎比他还生气，声音有些不稳。那是蛇，你拿手抓。他往你身上爬啊。妙妙的气焰弱下去，想来也确实有些后怕，我没想那么多。竟然不知何时已经上了岸。木生将他往树下一放，回头用黑润润的眸子盯住他，还飘着怒火。你觉得我奈何不了一条水蛇？是我多虑了。妙妙缩在树下，一双泛着水色的杏子眼死死瞪着他。木公子神通广大，怎么可能阴沟里翻船呢？你……西边的一丛蒲苇突然不合时宜的簌簌颤动了几下，木生正在气头上，一个火花毫不留情地炸了过去，中途就直接膨胀成杀伤力巨大的斑斓火球，直接将成片蒲苇噗的一声夷为平地。什么东西，滚出来！蒲苇背后露出端阳地基被炸得满脸黑灰的惊愕的脸。林妙妙目瞪口呆地看着被炸得衣不蔽体的端阳，才上岸的柳福一和慕瑶也满脸惊愕，连木生脸上的表情都有一瞬间的呆滞。端阳坐在地上，迟缓地低着头望向自己变成破布一般的衣裙和满腿灰，抬起一张黑乎乎的小脸，慢慢地流下了2行泪水，骤然看上去像是刚从煤窑里被解救出来的矿工，他是来表白的。天知道他换了多少重熏香的花瓣，试了多少件不满意的新裙子，换了多少次妆容，光鲜亮丽光彩照人的走出凤阳宫，在佩云的帮助下千辛万苦地逃出皇城，千里迢迢赶到柳福一所在的金阳坡，就是想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可是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那个慕瑶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站在他身边，与他一起看着自己。他扭头，怨毒的目光镜自顶向那个扎着高马尾眼眸乌黑的少年，简直是他的克星。在柳福一面前一再丢丑，都是因为他。妙妙见端阳一脸咬牙切齿，恨不得将木生剥皮抽筋的样子，心中啧啧，狼来了玩多了，这次黑莲花是实实在在背了锅，也没人信了。木生似乎是没看到端阳的脸色，满面无辜，不知道是殿下躲在暗处鬼鬼祟祟，下手没轻重，险些误伤了殿下，子期知错了。这道歉在端阳看来简直如火上浇油，他伸手一指，碎成布条的衣服便扑簌簌往下掉，他呀的尖叫一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瑟瑟发抖。柳福一几步上前，将披风脱下来穿在他身上，神情严肃而关怀。殿下，出什么事了？端阳两手紧紧抓着那温暖的披风，看到柳福一的脸，所有愤怒全化作委屈。他抓住柳福一的双手，一双大眼睛望着他，哽了半晌才说出口：柳大哥，我有话想跟你说。柳福一一怔，慕瑶已经脸色不佳地转过身去。我去林子里逛逛。瑶儿。柳福一微微敛眉，竟然将他叫住了。他没有回头，语气异常坚定，别走远，在我看得到的地方。慕瑶正在原地，端阳两眼含泪，三人之间暗流涌动。妙妙察言观色，扯了扯木生的袖子，可没我们事了，走吧。说着便拂开茂密的树叶，提着裙摆飞速地钻进了林子。大型修罗场还是给可怜的女2号留几分面子。木生见姐姐还站在原地，反倒是林妙妙又自作主张，腿脚麻利地钻进树林不见了，暗骂一声，飞快地提脚跟了上去。林妙妙已经找到了一个绝佳位置，林中这处空地在那3人所在不远处，还能隐约听见那边的声音，又听不清具体内容，既有安全感，又能达到回避的效果。木生捡了几根树枝丢在地上，砰一道火花，噼啪作响的火焰映在他白玉般的脸上。他抬眸瞥了林妙妙一眼，恰好见到他抱膝坐在树下发呆。他拿棍子捅捅火堆，1-2个红彤彤的火星飘飞出来，脸上没什么表情。你不是也喜欢柳福一吗？妙妙笑了一声，将手臂枕在脑后，放松地靠在了树上。论样貌，论出身，论才学，我哪都比不上地基，何必凑着热闹，丢人现眼。木生抬眸打量树下的少女，闪动的火光在她姣好的面容上跃动，那一双杏眼波光流转，粉嫩的颊，润泽的唇，上上下下，连双垂髻上碧色的蝴蝶结都比端阳地基看着顺眼。他面上却丝毫不显，点头道：你还算有几分自知之明。瞥见林妙妙怒目而视，嘴角微微翘起，状似无意的补充：不过论讨人喜欢的本事，你比他强多了。妙妙的脸1秒钟由阴转晴，两眼闪亮亮地望着他。真的呀？他睫毛轻轻颤。假的。林妙妙瞬间垮下脸去。木生专注地捅了一会儿火堆，颇有些手酸，将棍子拿出来歇了歇。
林妙妙慢慢蹭过来，挨在他身边，抱希望着火。我跟你换换岗呗。什么？他诧异。我开一会儿火，你休息一下。妙妙一脸疑惑地望着他，都坚持了大半宿了，不累吗？而且还背着他走了那么长一段路，黑莲花似乎从不用睡觉，简直要成仙。木生略有些走神。从小到大，由近到远，多少次出门历练，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他在做着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长长久久地照顾姐姐，从来没有人提出要跟他换换岗，也让他休息一下。他从夜色中来，隐匿于夜色中的角落，他就是夜，还要长长久久燃烧自己，伪作光明。跟你说话呢，发什么愣？女孩的白皙的手在他眼前晃，打了个哈欠，不耐烦地催促，快点决定，我要困了。在皇宫养老3个月，生物钟调整得格外健康，现在大半夜不睡觉，在林子里跑，他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木生纤长的睫毛宛如一排黑雨，慢慢垂下来，声音压得很低。你去睡吧。话音刚落，林妙妙当地直挺挺倒在了树叶铺成的地毯中，均匀的呼吸声立即响了起来。太困了，竟然直接睡着了。他顿了顿，将他压在身下的披风抽出来，拿在手里半晌，展开盖在他身上。女孩双目紧闭，卷翘睫毛在眼睑投出一片阴影，两颊红润，睡得毫无戒心。在这样一个他身边，居然也能浑不在意的拥抱甜梦。这人，他的手慢慢的向下，不受控制的抚上他的脸，再慢慢下移，触碰到了他微凉的唇，柔软的，粉嫩的，总是满不在乎的翘起来。他记得初见他时，他唇上还有涂到外面去的口脂，他曾经如此大胆自负的抚摸过，从唇角一直到唇珠。当时那双秋池般的眼睛战战兢兢地望他，倒映出他的影子。那时怎么没有发觉这张脸有这样诱人？神情猛地一凛，手触电般的收回来，接着猛地推醒了林妙妙。他骤然惊醒，挣扎着坐起身来，一脸懵懂地望他半晌，环顾四周，黑压压一片夜色，起床气顿时爆发。什么呀，我还一天都亮了，我才睡下几分钟，你就叫我起来？你睡得够久了。少年长睫垂下，掩去眼中的情绪，眼睑一该，换岗。林妙妙揉了揉脸，接过了他手里的棍子，一脸呆滞的同伙堆。睡了很久了吗？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跟没睡一样。少年靠在树下闭目养神，感受着自己半天平复不了的心跳。开始时脑子里纷纷乱乱，全是密密麻麻的杂念，慢慢的听着耳畔窸窸窣窣的声音，一阵阵风声的尖啸后，黑暗中的一切全部化作大片大片光晕，吞没了他。叮叮当当铃铛声，墨绿帐子顶4只铃铛一起响。床在晃，阳光被温柔的帐子层层滤去，到了女孩脸上和额头上，只剩下一点暧昧的柔光。脸好红，她半眯着眼睛，眼里一片涣散，白皙的脖颈暴露着，一头泛着栗色的长发散乱地枕在身子下。在下面是他的吻掠过她柔软的小腹，手顺着那腰肢向上，一点点将剩余的衫子向外撩。上如是驼色真丝，绣有暗纹莲花，将她衬得肌肤胜雪，似诱人的小糕点。而他就是饥肠辘辘的时刻，明知道眼前的珍馐美食要层层剥开，慢慢品赏，还是忍不住扯掉包装，一口吃下肚。急不可耐，从未如此空虚，如此渴望。他伸出手阻住他，眼中迷迷蒙蒙都是情欲，欲说还休，美得惊人。将他乱动的手臂强硬地压在枕边，一点点靠近，吻他的唇，从唇角到唇珠，辗转反侧，直到他无力挣扎，睫毛簌簌抖动。松开手，他自然地搂住他的脖颈，像一株攀附而上的柔软藤蔓。好热，好软。裙摆翅的撕开，从小腿撩上来，顺着那曲线一路向上，他只是插空讨饶地喊子期，连这声音都是语不成调的，像是邀请他更进一步，攻陷城池，彻彻底底从内到外地占有他。交缠，狂风暴雨般的交缠。身下的女孩发出阵阵低吟，她冰凉的手指胡乱拂过他的脊背，引得他一阵战栗，伸手将他的手捞下来，握在手心，那样冰凉的一双手。他将他的手贴近自己的心口，滚烫的，他睁开眼睛望着他，他慢慢贴过去，温柔的吻落在他额头上。他彻底变成海上孤舟，唯有依靠着他，为他所控，颠沛流离，实实在在，彻彻底底被他拥有。殊不知这茫茫大海，纵使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也只拥有这一只小舟。林妙妙蹲在黑莲花旁边，逆着他的脸，手里拿着他的披风。他心里有些犹豫，这一动不动的模样，这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想了半天，心一横，将披风往他身上一扔，想转身就跑。少年横出一只手，忽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直接将他拖回怀里。
那个瞬间，他在他眼睛里看到了某些失控的情绪，子期。他让他盯得心里直发毛，不叫还好，开口一叫，他似乎立即清醒过来，迷茫了片刻，黑眸中爆发出巨大的怒意，霎时站了起来。妙妙还没开口控诉，他先避过他的脸，倒退2步，像是遇到了什么洪水猛兽，飞快地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冲出了林子。靠！他忍不住蹦出一句脏话，拿起火棍朝他的背影一丢，没打准。这人怎么回事啊？莫名其妙。第一次夜探制香厂，失败的没边儿。先是莫名其妙跑出一个端阳地基，硬要跟柳福一告白，被婉拒以后，柳福一不放心他哭哭啼啼一个人回去，只得连夜将他送回凤阳宫。再就是木生，在树林里睡了半个时辰以后，忽然脸色大变折返，慕瑶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只是摇头。慕瑶好不容易关心一次弟弟，温柔地抬起手，想摸摸他的额头。阿生，让阿姐看。往常时候，他早就欢天喜地自己凑过来撒娇，这一次却生硬地躲开了他的手，面无表情地进了屋。慕瑶惊愕地问妙妙：“他怎么了？”被黑莲花气得半死的林妙妙满脸愤懑：“我哪知道，他犯病。”他的声音又甜又脆，直接穿越门板到了木生耳中。他坐在地板上，靠着床榻，黑润润的眼眸一动不动地盯着地上的菱形方砖，一盯就是半个时辰。他就是犯病。为什么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让他压在身下的？用力闭上眼，一溜火花泄愤似的炸开，砰砰砰砰，四周游荡的小妖遭了殃，刹那间让他炸碎了腰丹。因柳福一回宫送地基，木生闭门不出，这一日的宴席早早的散了。为补偿主角团，下午石娘子特意开了小宴，摆了几道她拿手的糕点，专请林妙妙和慕瑶2个人。桌上摆了褐色的栗子糕、浅黄的核桃酥、粉红色的樱花馅饼、雪白的白糖糕，摆在花瓣形碟里，恰好拼成一朵4瓣花。石娘子给2个人斟茶，茶叶里飘荡着小小的花苞，一股沁人心脾的甜香飘荡出来。这些都是你做的吗？林妙妙望着那晶莹剔透的樱花馅饼惊叹，这样的手艺，就是她最爱的做红糖馒头的那位厨子都未必及得上。是呀，石娘子眯着眼睛笑，直笑出了双下巴。常日无聊，我钻研厨艺，也好给阿准和楚楚换换花样。妙妙拈起一块樱花馅饼尝，粉嫩的花瓣让她咬进去一半，又端起花茶喝，2种清香碰撞在一处，有种异样的魅力。太好吃了！妙妙由衷夸赞。石娘子吃得笑了，双下巴越发明显，美人唇微弯，极其温柔地接道：“林小姐很会吃呢，今天的茉莉花茶就是专为甜点的搭配的。”妙妙一脸恍然地点头，本来3个女孩的聚会应该是十分恣意快活的，可慕瑶不擅长这样的场合，始终放不开，很少说话，因此只有她和石娘子一问一答。丁系统提示：待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达到 75%， 请再接再厉。妙妙让这突然的提示一扰，阵脚骤乱，借着喝茶的功夫开始思考起人生。木生一个人待着，还没见他就能凭空增加好感度，他到底在房里干什么呢？待他回过神来，慕瑶已经开始暗例询问了：“不知李夫人您娘家在哪？”石娘子温温柔柔地答道：“我娘家在灵丘附近，本姓斐，我是家里第10个女儿，被乡里乡邻叫做石娘子。”灵丘，慕瑶皱皱眉头，夫人与李公子是在江南相识，灵丘距离江南一北一南，怕是……哦，我小小年纪便外出游历了。石娘子笑笑回答的滴水不漏。我从灵丘出发，一路走一路求学，跟着些巫医大夫学了些医术皮毛，本想在江南定居，开一家医馆营生。这医馆自然是没开成，石娘子嫁给了家财万贯的李准。慕瑶又问：“夫人是什么时候遇见李公子的？”林妙妙听得心里发毛，想提醒慕瑶一下，她的语气太过紧绷，听起来不像是闲聊，倒像是审讯。可石娘子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涵养，面带笑容，非常柔顺地回答问题。我认识阿准的时候，他还很年轻。他微微笑了，神情恬然又惆怅，似乎越过眼前一片虚无，看到了许多年前的回忆。有多年轻？石娘子仿佛忽然回过神来。哦，那时芳姐姐还在，楚楚还未出生。他们感情很好，每天傍晚都要手挽手出门散步。阿准问芳姐姐：“你猜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芳姐姐说：“我猜是个像你一般俊的男孩。”阿准便笑，点点他的肚子说：“我倒想要一个跟你一般俊的女孩。”他有些难过的低下眉，语气放轻。后来，芳姐姐总是一个人坐在庭院里哭，她身体一直不好。慕瑶微微皱眉，总觉得石娘子的叙述有些怪，但一时又辨别不出哪里奇怪。后来，
楚楚出生了，方姐姐因生产中喘症爆发去世。我看到阿准一个人带着孩子，每天沉浸在悲伤里。石娘子顿了顿，楚楚也有一样的喘症。我努力研习医术，就是为了能够帮到阿准。2年后的一天，楚楚突然发了喘症，因乳母看护不力，险些丢了性命，幸而我去得及时。慕瑶听着，表情有些茫然。也就是说，夫人和李公子早就相识，一直是朋友。石娘子动了动嘴唇，最终脸眸抿唇笑道：是的，朋友。小童子先动了帘子，叮叮当当的响，他跑进来：慕姐姐，柳哥哥回来了，在院子里等您。慕瑶一天都在悬心柳福一，生怕他会因为地基的事情被宫殿刁难，闻言立即站了起来。李夫人，失陪了石娘子，微笑着点点头，目送她离去。妙妙本在犹豫要不要也寻个由头告退，却听到石娘子清甜的声音：林小姐请留步。妙妙转过头来，有些惊讶地问：夫人有话对我说？石娘子不似刚才那样坐端，而是有些慵懒地靠在了桌上，漂亮纤细的手端着茶杯，宛如美人捧酒，如果不是顶了一张树懒似的脸，真是个十分妖娆的动作。她注视着林妙妙，意味不明地笑了2声，笑声格外动听。我知道穆姑娘一直怀疑我，方才一直询问，你也对我好奇，为什么不发一语？林妙妙一怔，有种坏心思被戳破的羞愧。我确实对夫人很好奇。石娘子喝了一口茶，只是她喝茶的动作宛如喝酒一样，似乎凭空带上几分醉意。你是不是在好奇，为什么我长成这副模样？她漂亮修长的手指一点点抚摸过自己的宽脸和浅浅的眼皮，阿准却能那样喜欢我？没有没有，林妙妙急忙摆手，虽然石娘子长得像胖头鱼，瞳距比常人宽了些，但好歹眼睛鼻子该有的全都有，不缺胳膊少腿，她的相貌不应该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她也不应该这样自卑。石娘子轻笑了几声，像是被她的反应逗笑了。你不想问问我，怎样才可以让一个人死心塌地的喜欢上你吗？妙妙联想到自己谜一样的攻略对象，忍不住点了点头。那夫人说说看，怎么能让一个人死心塌地的喜欢上我？石娘子看着林妙妙眯眼笑，阿准喜欢我，是因为他又将话题引向了自己，眼神变得格外认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他。我可为他1日3餐亲自下厨，学会5湖4海的菜系，我可为他缝制冬装夏袍，做腰带，绣荷包。他康健我陪侍在侧，与他一同待客。他生病我侍疾床头，衣不解带。我包容他一切缺点，热爱他所有不足。我了解他一切喜好，爱他所爱，厌他所恶，守护他想守护，抵御他想抵御。我愿为他付出我所有的时间、精力、能力乃至生命。这世上他找不到一个人比我更加爱他。林妙妙怔怔望着石娘子，端着茶杯的石娘子用清甜的嗓音娓娓道来，明明是平淡的语调，说到最后，妙妙眼前似乎看到江堤浪涌，海浪咆哮，一场盛大的表演落幕时如潮的掌声。你明白吗？想要让人爱你的最终奥义只有一条。她将纤细手指贴上自己妩媚的美人唇，2只眼里似乎泛出了些哀伤的意味，像是澎湃的琵琶曲最后那铿锵的一拨弦。那就是付出同等的爱。林妙妙带着满脑子爱的教育混混沌沌迈出门槛时，恰与木生碰了个面对面。少年已经恢复正常，只是看他的眼神里有些意味不明的情绪，令人难以捉摸。柳福一回来了，晚上开宴。哦，他心不在焉的点点头，与他擦肩而过。木生回头望着他的背影，林妙妙一向没心没肺，这会儿也只顾自己往前走，只是他走得慢了许多，步伐有些虚浮，似乎有些伤感。他微蹙眉头。林妙妙望着沿路的木槿花，心里想，以爱换爱，这实在是一个笨办法。若是遇到对的人，事半功倍；若是遇到错的人呢？只怕南辕北辙，伤透了心，也未必换来一顾。只是一个将爱奉为圭臬的女人，会是坏人吗？亦或是爱被重视的过了头，也会扭曲成恨，至盈则缺？短短几日，李准已将柳福一引为知己，热情表现得格外明显。不仅一口一个柳兄叫得十分亲切，还专为他顿顿好酒好菜招呼，生怕不能将李府所有的好东西全堆在他面前。柳福一回皇宫送地基，李准便奄奄不乐，早早离席。柳福一一回京阳坡，他立即便光彩照人，筹备了丰盛的晚宴。又是一顿觥筹交错，林妙妙扒拉着盘子里的美食，默默盯着柳福一的脸，几乎有种错觉，这些日子柳大哥脸都吃圆了一圈。突然感到旁边有道冷冷目光扫过来，他回头一看，木生的眸子正在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侧脸。你看我干嘛？妙妙叼住筷子，疑惑地问。他立刻偏过头去。吃饭就吃饭，你盯着柳福一做什么？
林妙妙扑的笑了，压低声音附在他耳畔：柳大哥长得俊呀，不看他难道看你吗？再说了，你看穆姐姐也盯着柳大哥呢，你怎么不管？穆生眼眸一暗，似是火冒三丈，直到这顿饭结束，果真再也没有理他。晚饭后，李准派人照旧上茶解腻，大家剔着牙说说闲话。乳母抱了楚楚来，笑道：小姐今天中午睡得多了，下午睡不着，精神头大得很，闹着要出来玩。李准自然很欢喜，拍了拍手，敞开怀抱：楚楚，到爹爹这里来。小女孩自己下了地，用小小的声音和李准进行了一会儿一问一答，开始羞涩地朝慕瑶这里张望。李准恍然大悟，前天楚楚说要跟穆姐姐和柳哥哥玩，昨天扑了个空，今天还惦记着，是不是？楚楚黑宝石似的眼珠里闪过笑意，不好意思地将头埋在李准怀里。慕瑶和柳福一相视一笑，柳福一伸出手邀请：楚楚小姐。楚楚整整衣衫，小大人似的摇摇摆摆走来，将手搭在他伸出的手掌上。为了方便与楚楚玩，两个人从椅子上转移到了地上，李准特意叫小童送来2个蒲团，让二人盘腿坐着，以免着凉。柳福一从怀里掏出一根红绳，头尾相结，用手支着。慕瑶含着温柔的笑，食指娴熟地翻起花绳。楚楚的眼睛瞪大了，许久，兴奋地拍起了巴掌。3个人迅速打成一片，又笑又闹，看起来像和谐的一家3口。李准在一旁笑着注视，看了一会，嘱咐道：十娘子腹痛不适，提前离席，柳兄看顾楚楚，小弟先去看看内人。柳福一摸了一把楚楚的头，含笑点头李兄自去，一会儿楚楚累了，就让乳娘将她抱回去。李准点点头，放心的离去，一旁势力的小童也亦步亦趋的跟着下去。累了一天的乳娘坐在不远处的圈椅上，开始歪着头打瞌睡。正厅内一时间只有窸窸窣窣的说话声和笑声。楚楚不会翻绳，方向时常相反，这次又翻到了死胡同里，眨巴着眼睛一筹莫展，小嘴撅了起来。在一旁观察的妙妙几步上前，眼疾手快的准确的勾住那死胡同向回一翻，瞬间还原到了上一步。楚楚看直了眼睛，猛拍起了巴掌。穆生看着3个人都兴致勃勃地参与游戏，也向前一步，站到了林妙妙身边。楚楚骤然看到他靠近，脸上的笑容退了下去，向后退了几步，靠在柳福一怀里，探出头怯怯地望着他。穆生蹙眉，脚步有些尴尬地顿住。柳福一拍拍楚楚的背：怎么了？这是穆哥哥，你见过的。楚楚也不玩花绳了，2只手勾住柳福一的脖子，将头都埋进了他怀里，声音细细地说：我怕这个哥哥。楚楚，我怕。林妙妙望着黑莲花僵住的脸，心中啧啧，没想到这样一个外表极具欺骗性的青春少年，骗过了慕瑶和柳福一，却在一个孩子面前露了本性。慕瑶见楚楚翻绳也不玩了，一副要哭的模样，一阵心疼，扭头对穆生毫不留情地瞪眼：阿生，你出去逛逛吧，你吓着他了。穆生的嘴唇紧抿，一言不发地扭头离开，走了2步，又折回来，一把拉起地上的林妙妙：穆姐姐让你走，你拉我干嘛？妙妙正玩在兴头上，自是不愿意起来，整个人耍赖似的瘫在蒲团上。穆生似乎更加生气了，一手拉他，一手捞住他的腰，将他连拉带抱提离了地面。妙妙，屋里闷，出去透透气也好。柳福一回首冲林妙妙摆手，笑出一口白牙，一点施以援手的意思都没有。指望谁都不能指望柳大哥。林妙妙垂头丧气地陪着穆生出门吹冷风。少年低头走路，眸中闪烁着柔润的水光。你就这么不愿意跟我出来？里面又亮又暖，外面又黑又冷，还有阴阳烈，处处都是危险，谁想出来啊？穆生微微一顿，将披风脱下来罩在他身上，一回生2回熟，这次自然得连心跳加速的过程都没有了。知道外面冷，不是跟你说了晚上多穿点吗？妙妙抬手将兜帽戴起来，兜帽下面露出她毛茸茸的小脸，一脸无辜抬了抬胳膊：我多穿了呀，你看我连秋天的夹袄子都穿上了。他眼里倒映月色，像是穿兜帽的小精灵。穆生看他半晌：那你把披风还我。我不。林妙妙飞速系上带子，歪头冲他笑，露出了得意的嘴脸。他笑了半晌，忽然一指天幕，扬声叫起来：穆生，你快看，有星星！金阳坡的苍穹被4座山峰的山巅囊括，广袤无垠，黑暗中有无数细小的星子，如同天鹅绒上镶嵌的碎钻，光辉闪耀。你没见过星星？他随他仰头看，大惊小怪。可是夜色如此深沉，有风吹过，即使知道是处处陷阱的阴阳烈，依然仿佛能嗅到醉人的花香，流淌在空气中。细辨，这香气似乎是身旁女孩的发间传来的。他低下头，气鼓鼓地踢地上的小石子儿，
你这人真没意思。林妙妙遇了错，沉默了几秒，又似乎想到什么开心事，喜滋滋地与他分享。都说小孩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你说楚楚今天是不是也这样，看出了别人没看出的东西？木生一双潋滟黑眸凝望着他。看出什么？他伸出手指故意戳他的胸膛，嘴角勾起。看出你的本质呗。他白皙的手指抵在他心口，不轻不重的，蓦然让他想起那个出阁的梦里，他握住他的双手，贴在自己滚烫的心口。不行。他向后退了一步，离开他的触碰，沉下脸。我的本质是什么？岂料林妙妙浑然不觉，往前一步，戳得比先前还用力。表里不一，蛇蝎心肠，他望着他的脸，思索了很久，依旧词穷，只好悻悻道，反正跟穆姐姐柳大哥不是一路人。他一把握住他的手指，林妙妙怔了一下，他依然死死抓着，两只眸子亮得惊人。怎么不是一路人？林妙妙似乎听到了什么笑话。他们可谓大一生，为苍生死，你能吗？少年依旧用那双黑漆漆的眼睛望他，冷冷一笑，似含有无限讥诮。你又能吗？林妙妙思索了一下，旋即笑了。这一笑似乎是一股清流，疏忽冲破了紧张的气氛，使得方才的步步紧逼都像是一个有些暧昧的玩笑。这还真说不准。他脆生生地答，我这人小家子气，遇到大命题不敢轻易回答。不过如果我的至亲或者爱人已在局中，我愿意为他生，替他死。木生慢慢放开他的手，仰头看星星，睫毛一动不动，不知在思考些什么。灯下，乳娘的鼾声已经四起。李准去探十娘子，厅堂里空荡荡，但很暖和。楚楚正在翻着花绳，忽然朝内堂的屏风扭过头去。慕瑶奇怪，你在看什么？楚楚飞速地回过头来，嘴唇微微发紫，还在颤抖。姐姐，她小鹿般的眼睛惊惶地看过来，楚楚告诉你一个秘密。慕瑶的心提起来，凑过去听，安抚道，什么秘密？十一娘会变脸。她仰起头，小小的身子在颤抖，细细的声音越压越低，每天晚上她会变成另一张脸，好漂亮的姐姐的脸，同爹爹睡觉。她飞速地说完，又扭头向屏风看去，见那里没有人来，这才放下心，有些神经质地玩弄起自己的手指，眼里泪水滚动，紫色的唇虚弱地颤抖。我好怕，我想娘。慕瑶头上如有惊雷炸响，和柳拂衣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诧异，溪水泠泠作响，明月似钩。子期，你有一个娘，对吧？妙妙抿抿唇，小心翼翼，不是穆姐姐的娘，是你的娘。木生望着他，沉默了片刻，应道，二人并肩在星空下走，微风卷拂树木，绿浪翻滚，哗哗的声音如同低声吟唱。女孩拖着她的披风，无声无息地走在他身边，发间传来悠悠香气。草丛里有促织长鸣，安适的秋夜，适宜说些心里话。倘若你娘，她斟酌了一下语言，望向他，是青楼红姑，风月女子，你当如何？木生语调平平，干脆决绝，不如何。如果真有这个人，他一定倾尽全力对他好，让他再无后顾之忧。沦落风尘，早年的苦难蹉跎，都是为了养活他，谁敢欺他伤他，将他推进泥淖，他一个个找出来，让他们不得超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应道，你几岁与他分离？穆家人说是3岁上。唇边一抹讥诮的笑，我记得足有7岁余，具体情况，他眸中迷蒙无措，我不知道。他的额头开始一点点沁出汗水。你娘很爱你，你也爱他。他垂下眼睫，他爱我，我也爱他，可是我没再见过他。木生，你有一个失踪的娘，你很爱她。他声音很低，似乎是试探着说出来，你自小在姐姐身边长大，身旁只有她的关怀。仿佛是预料到什么，他的心脏似乎被谁捏紧，太阳穴和心口同时剧痛起来。是不是恰好他填了这份空缺？你会不会其实是把对你娘的爱转嫁到？住口！他脸色苍白，额角青筋瞬间爆出，死死咬住牙关，控制着漫出身体的巨大杀意。像一头濒临发狂的野兽，死死瞪着他，黑眸中透出难以自控的戾气。别再说了。眼前少女的表情诧异，眼中甚至有一丝罕见的怜惜。半晌，她抬起手，做了个安抚的手势，像是妥协，又像承诺。我不说了，永远不说。怪他一时得意忘形，一切还是主观猜测，就贸然拿出来戳人痛脚，想动大树根基，偏偏自己是局外人，不知道他到底把执念看得有多重。心中懊悔地揪起来。别人都傻，就他聪明，真是自作聪明。木生向后退，他的话像魔咒一样盘桓在他耳侧，就仿佛有人温柔地诱惑他打开怀抱，再以尖刀利刃毫不留情地想要剜去他藏在怀里的那腐烂的顽科。是这样吗？
像他说的那样。他脸色不善地转过身，飞快地向回走去，咻咻咻五道浮出，旋风横起，环顾四周聚拢过来的小妖纷纷向外炸开，一路粉身碎骨。手指紧紧攥成拳，掌心有血渗出，更尖利的痛才能在慌乱之中换回一点体面的理智。他怎么敢这样说，定是胡说。